滨海大学201宿舍，众神，全球同服货币兑换100%虚拟度，这能是真的？肯定。眼看 S3 赛季就要开打，结果几大流氓竟然联合起来搞个游戏，能简单吗？切，还不如开打呢，这赛季我们强的一批。对了，你们进去玩什么职业？法师，必须法师。游戏币跟现实币实时兑换，进去就是赚，万一爆个极品，说不定都能跨越阶级了。嘘，10点了，游戏马上开。秦飞没有参与讨论，一个人靠在床铺，点开游戏手环，上面的倒计时即将走完。3、2、1，跌！秦飞按下启动的瞬间，整个人意识一黑，再反应过来就已经出现在一个明亮大厅当中。欢迎来到众神世界！真的，秦飞感觉有点魔幻。上个月还在用笔记本打 LOL， 这个月就能进入全虚拟的游戏当中。众神，全球联合研发，不出售任何道具，没有 GM， 哪怕是5大流氓也没有管理权限，一切全部交给智能 AI 进行管理。所有人首次进入众神都可以抽取一个天赋。抽取！秦飞心里默念一声，叮！恭喜你抽到了超神级天赋，100倍属性。超神级？先前的游戏宣发中并没有介绍天赋的等级，也不知道超神级到底是什么层次。100倍属性，基础属性值提升100倍。啊，这个数字确定没写错吧？秦飞虽然不知道天赋等级，但对于100倍这个数值还是有点概念的。基础属性，升一级最多5点。若是按100倍计算，那岂不是我1级就等于别人100级了？4，面板，叮，请先确认种族、职业、角色名。啧，秦飞急着查看面板，没想到竟然还得先选种族和职业。众神是一款魔幻世界背景的大型游戏，其中拥有大量种族。初入游戏有6大种族可供选择：精灵、兽人、矮人、亡灵、魔族，还有人族。不同种族之间的基础属性和成长会有差距，各有优劣。人族，秦飞本就想好了，如今的天赋是属性加成，那选什么种族都不影响。至于形象，对照自己稍稍修改就可以用。对颜值这一块，秦飞还是自信的。职业方面，人族前期可选的有战士、法师、弓箭手、刺客、祭祀。战士不是魔法玩不起，而是平砍更有性价比。再说了，第一次玩全虚拟的游戏，不得找点有手感的爽爽吗？角色名飞天地，秦飞玩游戏一直用这个名字，毕竟是游戏，为什么不嚣张一点？如果玩个游戏还唯唯诺诺，那还不如回家种红薯。叮，角色创建成功，即将传送新手村。不等秦飞开口，眼前的画面再次变换，标准的异世界风格村落。秦飞凭空出现在村落中心，旁边只有寥寥数人，好奇地打量周围景色。看来大部分人都有选择困难症。面板，这次终于没有意外。飞天地，等级0，职业战士，称号无，天赋100倍属性，力量1000，每点力量增加1点物理攻击力，敏捷1000，每点敏捷提升0.1%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增加1点基础闪避和命中。智慧1000，每点增加0.6点的魔法攻击力和2点魔法值。体质1000，每点增加3点生命值和0.3基础防御。生命值3100，基础生命100。魔法值2010，基础魔法10。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600。攻击速度3.6秒，基础攻速1.8秒。防御力300，若等级相同，每点防御抵挡1点攻击伤害，上限75%。闪避值1000，若等级相同，每点闪避值增加0.1%闪避几率，上限75%。命中值1000，若等级相同，每点命中值增加0.1%命中几率，上限100%。暴击率5%，基础暴击率5%。移动速度14米每秒，100%，基础移速7米每秒。技能无，装备无。噗！卧槽！攻击过千，生命过千，4维属性统统过千。啊，开玩笑的吧？秦飞揉了揉眼睛，认认真真看了3遍。没错了，天赋确实是100倍属性，就算是初始属性也是100倍。呼！秦飞深吸了一口气，稍稍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下一秒，秦飞仰天一声暴喝：靠！老子无敌了！刚来的新人玩家被秦飞吓了一跳，紧跟着就有人满脸鄙夷的开口道：搞什么？这才开始而已，你就无敌了？哼，年轻。
我看你是不知道这游戏到底有多难吧？告诉你，五大流氓可是打算在这个游戏里分胜负的。游戏内的强弱和势力范围，甚至可以影响到现实的资源分配。普通人在里面能混点钱糊口就算不错，你还想无敌啊？此话一出，其余的玩家反倒是露出惊愕的神色。还有这种事？我擦，那我第一批进来，岂不是优势巨大？话音未落，只见大批量的传送光芒亮起，一名名玩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刚刚还空荡荡的村落，转眼就要变得拥挤。先一步抵达的玩家此刻终于反应了过来，转头就冲了出去。秦飞不急，真的一点都不急，但凡跑一步都显得有些不够尊重这个面板了。先拿技能，再去找 BOSS。第二章，谁说杀怪一定要武器的？路上，秦飞继续研究属性，除了攻击和生命，其余维度的属性同样是拉满的。同等级命中100%，同等级闪避顶到75%上限。防御，卧槽！新手村到底有没有怪物的攻击能超过300啊？秦飞对此表示相当的怀疑。看来技能和武器对我来说暂时都不是必需品。远处，一名身材佝偻的白胡子老头已然被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看来他应该就是村长了。各位冒险者，老朽这里没有你们能够接受的任务，你们应该先去铁匠铺找老汉克，只有获得他的认可，老朽才能放心的让你们出门讨伐魔物，否则的话，老朽是不会让你们出门送死的。小老头已经快把嗓子喊哑了，依旧没人相信他，反而让更多的人围拢过来。不可能，你这里一定有隐藏任务。村长，你看我天赋优秀，哪里是普通冒险者能比？所以不管任务多难，我都能保证完成。唉，村长忍不住一声长叹。东部山脉区域的邪恶哥布林最低也有10级，若是碰到首领巡山，你们连他的面都看不到，就会惨死长毛下。好，有玩家振奋道：东部山脉的哥布林首领是吧？我现在就去干掉他。想死的话，你就去吧。村长说完，便黑着脸转身。啊！玩家懵逼了。任务呢？你不给任务，让我怎么杀？可是不论他怎么喊，村长都不带搭理的。秦飞见状，也不用往里面挤了。哥布林首领是 BOSS 吗？希望是。秦飞转身离开，路过铁匠铺的时候，那里的人群更夸张，水泄不通都无法形容。哄闹的人群直接将铁匠铺整个淹没，连烟囱都看不见在哪。好家伙，还是先去杀 BOSS 吧。秦飞也被玩家的热情给惊到了。如此盛况，大概只在小时候第一次玩梦幻的时候才见过。全球同服货币兑换带来的吸引力，真不是一般游戏能比的。循着地图来到村外，第一批领到武器的玩家已经在对游荡在田野中的史莱姆痛下杀手了。只要有人发现怪物的踪迹，立刻就是一大帮人闹哄哄的冲过去，一人一下，乱刀剁死。史莱姆这辈子估计都没想过他会遭受这种堪比地狱级的折磨。李姐姐，他们这样抢怪能有经验吗？不能确定，应该会有一点的。前方2名少女并肩行，令人惊艳的是，左侧的少女肌肤雪白，背负一柄木质长弓，银发飘逸，耳朵尖尖，气质超凡，五官更是精致到几乎完美。而右侧的女子身形更高，双腿修长，妖娆至极。只见她银发微卷，兽耳朝天，身后一条纯白的狐狸尾巴随风摆动。若是仔细看，仿佛连人的心神也会被拉进去，随之一起摇曳。完美！秦飞就算是见识过不少游戏角色，此刻也要喊一声完美。有此美景在前，他更是不着急了。2位美女似乎也没有参与抢怪的打算，而是一直沿着小路向东走去。片刻后，几人离村落越来越远，玩家的身影也越来越少。喂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呀？前方的精灵少女忽然转身，冲着秦飞斥道：有吗？秦飞不屑耸肩，路这么大，又不是你家的。哼！精灵少女可不信这说辞，努了努鼻尖道：我们可是有种族加成的，移动速度比你快，结果还是硬追上来。别说了。狐族美女转身按住他，继而看向秦飞道：你天赋不错，既然跟多根来了，要不就一起组队吧。李姐姐，精灵少女有些不解，人族的正常移速追不上我们，她既然能跟上来，就肯定有些天赋。狐族美女解释道：哥布林首领的属性未知，多一个人就多个帮手，没问题的。精灵少女还是有些不悦，可是你看他连武器都没有。啊？秦飞笑了，你们移速很快。不理解。秦飞有1000点敏捷，移速100%加成，刚才是真没注意他们有没有提速。至于武器，谁说杀怪一定要武器的？杀怪不用武器，难不成用手？就算不想组队，也不用胡扯吧。
狐族美女明显没想到对方态度如此恶劣，既然不打算组队，那就各走各路。秦飞随意的摆了摆手，自顾向前。哼，精灵少女这下反而比之前更生气了。李姐姐，我就说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的呢。呵，狐族美女的双眸微微眯起，没关系的，一会到了地方，她自会露馅。那她要是把我们的首领抢走怎么办？呵呵呵，狐族美女轻笑间，忽然伸手揉了揉那对灵巧可爱的小耳朵。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呢？我们哪怕是准备万全，也没100%把握击杀首领。他一个人凭什么？有道理。精灵少女忽然有了兴致，出发，看他出丑去。秦飞不知道后面二人在说什么，本就是顺路看看风景而已，谁知道还惹一身骚。现在好了，天晴云淡，众神世界的天空似乎比现实更蓝一些，也更透彻。就在这时，路边比人还高的草丛中忽然传出嗦嗦声，紧跟着一道黑影忽然从草丛中跃出。怪物！秦飞的眼角的余光瞥见对方身影，硕大的脑袋感觉比老家的水缸还要大些，下意识的侧身，嗖，怪物便从秦飞的身边错了开去。同时灰色字体在怪物头顶冒出，丢失。这闪避丝滑。秦飞暗叹一声，顺着对方冲出去轨迹望去。山脉野猪，等级8，攻击力85，生命值800，技能撞击。垃圾！秦飞摇头轻叹一声。不过这里应该是山脉附近了，哥布林的活动区域应该不远。嗷嗷！山脉野猪似乎的听见了秦飞的评价，更是被刚才的失败激怒。此刻他在草丛中一个翻滚，转身就迈着更凶猛的步伐冲了回来。冲呀！精灵少女在远处拍手道：猪猪加油，撞死那个小坏蛋！另一边，秦飞步伐不变，反手就是一巴掌呼了出去。啪！凭着1000点的命中值，这巴掌毫无意外的拦截成功，凌空甩在山脉野猪的脸上。咔嚓，头骨碎裂的声音响起，山脉野猪的脑袋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变得扭曲起来，仿佛那就不是野猪脑袋，而是软体的史莱姆一般。蹭蹭蹭，山脉野猪凌空被抽到旋转10几圈，这才砰的一声落地。负902，伤害迸出，但山脉野猪的血条已经没了。一巴掌拍死！啊！远远观望的精灵少女被这一幕吓得小嘴张大，宝石般的瞳孔中显示的全是呆滞。什么情况？第3章会不会太 bug？ 开局秒杀野猪，狐族美女感觉自己被雷劈了一般，定在原地。开服第1天啊，不对，是开服10分钟。她在被等级压制的情况下，不带武器，空手秒杀8级怪物。开玩笑的吧？哪个种族、哪个职业、哪个天赋能做到？问题是这得多少攻击力才行？破1000？肯定是要破1000的，关键是要破几千。众神之中，初期的命中值很低，这不仅会造成攻击丢失，更是会降低部分伤害的。2000，以他的游戏理解，至少得有2000攻击才能拍出这一掌。高手！狐族美女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个男人绝对是个高手。丽姐姐，精灵少女有些不可置信的转身，有没有一种可能，刚才是个幻觉呢？狐族美女也希望是，但眼前那个男人已经在拾取战利品了。弟，你获得了150点经验值。弟，你升级了。弟，你获得了银币 X26。你获得了猪牙项链 X1。爆率这么高，秦飞看到项链的时候自己都惊讶了。猪牙项链，品级普通，需求0级，物理攻击力10，生命值35。可以。秦飞将项链装备好，新手村能爆项链那是真不容易。属性也好，唯一可惜就没有基础属性加成。另外，野猪给的经验值也很多，秦飞直接升了1级，基础属性全部加1点，另外还有5点自由属性。加什么呢？全力，全力。秦飞觉得没必要纠结，1点属性就是100点，那不得把好钢都用在刀刃上。面板，飞天地，等级1，职业战士，称号无，天赋100倍属性，力量1600，敏捷1100，智慧1100，体质1100，生命值3400，魔法值2210，物理攻击1600，魔法攻击660，攻击速度3.78秒，防御力330，闪避值1100，命中值1100。
暴击率 5%， 移动速度 14.7 米每秒 110%， 技能无，装备无。卧槽，这才一级，命中率怎么就溢出了呢？秦飞真感觉有点过分。升一级，属性多了900点。好家伙，这都不是新盖中盖，吃一片顶过去5片的概念了，而是一片顶100片。过于夸张的加成会不会太 bug？ 管他的呢，反正众神宣传中自己说的，游戏上线运营就没有 GM 也不会通过现实力量处罚 bug 和外挂。宣传中的意思是把这些问题全部交给游戏内的机制去解决。你要有本事卡 bug 造成了极大影响，自然会有游戏内的力量去处理，比如游戏中的国家力量或者是玩家力量。反正就一句话，这个游戏只要上线，那就是自由放飞状态，你有多大能耐就是多大能耐。甚至宣传中还鼓励玩家去寻找 bug， 快速的增强实力。对此，秦飞只有一句评价：你们真有点太自信了。另一边，精灵少女是彻底的不信心了，好可恶啊！他怎么可能那么强呢？不知道，这一切来得太快，太魔幻。狐族美女待了好一会，才发现对方已经走远，当即眉心一紧，追！无敌，就是这么悠闲。秦飞一个人穿越在山脉中，丝毫不担心怪物偷袭。片刻后，小路走到尽头，哥布林的领地在哪？秦飞的地图没有显示，这里也看不到怪物的踪迹。呼呼，身后传来轻微的喘息声，回身望去，正是刚才路上的2位美女。你是不是要找哥布林首领？狐族美女先开口。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秦飞不答反问，友情提示这里可没有路。精灵少女刚想开口就被对了回去，俏脸瞬间憋得通红。我不组队。秦飞又一次抢道。啊！精灵少女就差原地崩溃了。谁说要跟你组队了？我啊！气死了！李姐姐，唉。狐族美女缓了口气，终于道：我们没有恶意的，也不是一定要组队，只是想告诉你，哥布林领地要再往东南方向走一会。此话一出，秦飞更疑惑了。你们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他已经算是第一批进游戏的了，任务没接，武器都没领，而他们2个女孩子竟然在第一时间就领取了武器出门，并且还知道哥布林领地的位置。要知道，官方可从来没在任何渠道公布过新手村的地图和内容。对面，狐族美女的美眸中流露的神色却是比秦飞更惊讶。你不是内测？没事了。可惜，秦飞已经听到了，真有内测。这段时间，抖音上总有人说众神提前开了内测，仅对部分富豪和特权人士开放。但这种消息只要一发出来，立刻就会被屏蔽。不管是龙国还是其余国家，都是官方辟谣，言之凿凿的保证众神绝无内测服存在。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狐族美女此刻一脸淡然，仿佛刚才那句话不是她说的。无所谓，秦飞对于内测这件事并不在意。任何世界都不可能有绝对公平存在。你们也是要去杀哥布林首领的吧？丑话说在前面，你们就算告诉我首领位置，我也不会让的。当然，你们若是想争一下也没问题，到时候就各凭本事。精灵少女一听这话，顿时要强的挺胸道：争就争，你没有攻略，独自一个是不可能拿下首领的。但是你不能故意躲后面偷看哦。怪不得之前在路上反应那么大，原来是有攻略啊。秦飞想到这里，当即洒然一笑道：你们若不敢，我先上也是可以的。不用争，你可以先打。狐族美女竟是一口应了下来，转而道：但是我有一个条件。第4章也就属性多了一点点。说，如果你挑战首领失败，必须加入我们的队伍，帮助我们讨伐首领。没问题。秦飞想了一下，自己好像怎么都不亏。合作达成，双方加上好友，一个白丽，一个摇到姐姐怀里。对于2姐妹的名字，秦飞只能说一个正常，一个不太正常。飞天地，摇到姐姐怀里则是冲着秦飞吐了吐舌头，捋这么大口气，你真不怕自己顶不住呀？瑶儿，白丽声音一沉，精灵少女立刻就跟受气的小孩子般扭扭捏捏的退了回去。飞天地，前面就是哥布林领地了。白丽对于这个中二的名字也有点尬，只叹还好不是现实。我可以提前告诉你的是，领地中的哥布林是主动进攻型，数量至少100，且具备远程攻击手段。任何游戏怪物都有攻击设定，被动型，只有你攻击怪物，它才还击。这种怪物比较安全，也是大部分游戏中的基本设定，因为大部分玩家的属性都是没资格单独刷怪的。主动进攻型则相反，非常危险，只要进入怪物警戒范围，就会引起对方攻击，他们是不会跟你讲规矩的，
围殴就是围殴，你攻击一次，周围怪物能攻击你10次。玩家为了追求攻击，防御面必然不如怪物，所以根本扛不住。如果怪物本身还具备远程攻击手段的话，那难度更是直接飙升好几个档次。因为近身怪物的攻击范围必定有限，撑死也就5-6，只能摸到玩家。但是远程攻击一旦展开，那就是暴风骤雨，追着你杀。有时候等你发现扛不住再想跑，就已经来不及了。远程攻击追着你，跑都跑不掉。死亡惩罚你知道吧？等级掉落，外加1小时禁止上线。摇到姐姐怀里，嘴角上扬出一个绝美弧度。要是怕了的话，现在跟我们组队也不是不行的哦。太客气了，我不需要。秦飞独自向前，绕过遮蔽物。远处的山坳处竟是出现一座木质山寨，有门有墙，甚至还有2座瞭望台。细细看去，瞭望台里面有4只哥布林，手持长弓，严阵以待。好好，村长说的还是保守了。秦飞心道，他们的攻略大概就是想办法把哥布林勾引出来，然后凭借远程弓箭和法术慢慢打消耗战，最后只要解决掉瞭望台的弓箭手，他们就有资格杀入山寨了。倒也不是没机会，只是会慢，非常慢。他就这么走过去了。摇到姐姐怀里，有些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睛。话音未落，只听山寨上的哥布林怪叫着，大声呵斥着什么。下一秒，嗖嗖嗖嗖，7、8根箭矢便冲着秦飞杀了过来。负18，闪避，闪避，闪避，负12，闪避，闪避。就这，秦飞拍断身上的箭矢，暗暗摇头。如果不是等级压制，他们连命中率估计都没多少。如果不是防御上限，他们就算命中，恐怕也打不出一点伤害。不过无所谓，几十点生命值的损失，1秒之后就回满了，自动的，每秒0.1%的生命值恢复。目前秒回34点，够用了。来，搞，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秦飞豪气干云，但步伐却是悠闲无比。有什么好急的？这里又没人抢 BOSS。另一边，百里则是一巴掌拍了自己脑门。不，这不是真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什么情况啊？那是多少的闪避值？该不会是要溢出了吧？还有那防御，简直变态！这里是新手村，你全身白板，不对，你连白板都没有，就把防御堆到了上百点加，不能看，道心破碎！百里有种感觉，他怕是玩了个假内测，而飞天地玩的那个才是真的内测。数值不对，完全不对。几轮箭雨下来，秦飞只是衣服上多了几个洞。山寨瞭望台，哥布林们的反应比百里还激烈，那气愤的模样就差把手里的长弓给掰断了。嘎啦，舞动，紧跟着，山寨门咯吱咯吱的打开，里面一只体型较大的哥布林骑着灰狼，举着金属长矛，呼萨拉，轰！一排排哥布林枪兵在命令下疯狂地呼嚎着冲了出来。最前面，10几根战矛上反射着寒光，并排直刺。噗，吃！3根战矛当面直刺，竟是还被秦飞错了过去，剩余2根命中。负8，负11，这点伤害在秦飞的血条上，甚至都看不出来变化。3000生命值，百里差点把眼看瞎，终于凭借血条跳动的比例，大概推算出了数值。6边形战士，全属性拉满，无法理解。百里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离谱。如果按属性算，他起码有100多级。李姐姐摇到姐姐怀里，此刻弱弱的拽了拽她的衣袖。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不是玩家呢 ？BOSS， 他一定是超级大 BOSS 吧？呀！摇到姐姐怀里，忽然惊呼一声，双手捂嘴道：“丽姐姐，他等下会不会原形毕露，杀了我们呀？刚才加了好友的。”百里一声长叹，目光落在好友列表上。他现在真想出现幻觉，飞天地的名字从列表上消失。开局100级，太恐怖了。他宁愿相信对方是 BOSS， 也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摇到姐姐怀里，反而缩了缩手指道：“有好友的话，那就不能是 BOSS 了呢？要么是内测账号保留，要么是 GM 附体。等等，内测账号保留。”百里瞬间定住。他当初内测的时候也尝试过这种可能，但是不管他家族动用多少资源，都被明确告知3个字：不可能。可是这世界上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有，那只能说明你实力不够，仅此而已。撕咬。想到这里，百里深吸一口气，神色凝重道：“以后说话注意点，千万别再得罪他了。”瑶儿知道的。百里看向战场，双眸里深深刻下对方身影。飞天地，绝不是我们2家能惹得起的。第5章 ，BOSS 呢？出来开门。
山寨前，秦飞迎接对方的战矛后，随意的轰出一拳，砰！为首的那只哥布林当场脑袋爆裂，负2820暴击。如此残暴的一击，直接将周围的哥布林震到全身发抖。爹，你获得了160点经验值。秦飞没有停留，反手冲着旁边又是一拳，砰！那只哥布林中拳的瞬间，胸口便他陷了下去，口中的鲜血仿佛跟火山爆发一般喷出。负1455，还是秒杀。哥布林的等级比山脉野猪高好几级，但是生命值却跟山脉野猪差不多。本来哥布林就不是靠强悍的生命值混世的，团结一致，排兵列阵才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战力。但是现在，一个人类就这么赤手空拳冲到了他们脸上，完全无视他们的攻击，反手一拳就能锤死他们的兄弟。耻辱！这是哥布林的耻辱！呼！萨拉！哥布林骑士的声音再也没有之前的高亢，沙哑中反倒透出一股惨烈。在场的哥布林转头凝望了一眼山寨，同时怒喝出声：呼！萨拉！紧跟着，在场的哥布林再也不管阵型，疯了一般的冲了上来。砰砰砰！秦飞哪里会跟他们客气，凭借自己的极高攻速，1秒3拳，当初带走3名哥布林枪兵。爹，你升级了！咔！秦飞扭了下脖颈，不得不说，全虚拟游戏的手感真的不错。哥布林听不懂，但是他们知道必须坚守。呼！萨拉！冲锋！此刻他们只有冲锋才能守护住家园。秦飞如同砍瓜切菜般杀入对方阵型，双拳齐出，一拳一支，每一拳都能精准的秒杀掉一只哥布林。他的周围每秒钟都能迸发出鸡团血雾，这不叫战斗，是屠杀。最后的哥布林骑士没有惧怕，但是他身下的灰狼却在颤抖。呼萨！砰！秦飞没工夫跟他废话，一拳过去，连哥布林带灰狼一起轰飞。爹，你获得了320点经验。嗓门大的家伙，经验就是多一点。秦飞扫视一圈，此刻的战场再也没有一直站着低哥布林了，而自己的等级也来到了5级。短暂的交战，尚且不等山寨那边援兵到场，就已经全部结束。近30名哥布林枪兵全体阵亡，无一幸存。飞天地，他真的太猛了。百里根本想不出到底要什么实力才能将内测账号保留，除了恐怖还是恐怖。那等实力大概率是碰一下就会死的那种吧。对面山寨内低哥布林似乎没有任何要支援的意思，反而木质的大门在几名哥布林的努力下正在嘎吱嘎吱的关闭。快看，他们要关门了！摇到姐姐怀里见状，急急提醒道。秦飞不急，自顾地查看战利品，1500多枚银币，还有3件装备：哥布林头盔，品级普通，需求0级，防御15，闪避5；哥布林皮靴，品级普通，需求0级，防御12，闪避10；哥布林长矛，品级普通，需求0级，物理攻击力28。看来普通级别的装备应该是刷不出属性加成的。秦飞心道。至于武器，末技能的话，用起来还没拳头舒服，而装备上这点属性也没多大意义，关键造型还有点滑稽。算了，先丢包里，等下回新手村说不定能卖点钱。等百里赶到秦飞身边，望着关闭的山寨大门，有些可惜道：山寨大门关闭，再想开就麻烦了。为什么？虽说那道门看起来歪歪扭扭，一点都不牢靠，但防御不错，耐久也很高，硬破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百里跟着道：刚才若是趁机冲进去，说不定有机会抢到 BOSS 首杀。首杀？秦飞眼睛一亮，有奖励吗？有。百里肯定道。值钱吗？啊，这……百里的大脑有点卡壳，真没想到自己在众神上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和努力，最后却被一句值钱吗触及到了知识盲区。没办法，他所触及的信息都告诉他那奖励非常稀有，否则这么多内测玩家就不会为此耗费大量资源，拼了命的竞争。首杀，他当然想，可也只能想想。凭她们2姐妹的实力，能在1天内解决首领，不被其余新人干扰，就算是天大喜讯了。应该很值钱吧？据我所知，首杀奖励的稀有度将远超玩家目前能触及的层次，那就是很值钱哥。收到。秦飞嘴角微微扬起，心道：加点，权力5级的成长和自由属性点，力量暴涨4000点。咔咔，
秦飞扭了扭脖颈，活动活动筋骨，你们留在此地，不要动，我去拿个奖励。百里二人还没反应过来，秦飞就冲了出去。砰砰砰砰，以秦飞的力量，每一步踏出，地面都仿佛被什么锤了一下。瞭望台，哥布林弓箭手看到这一幕，墨绿色的脸颊都被吓得有些发白。嗖嗖嗖，箭矢齐发，但他们明显错误地预估了秦飞的速度，太快了，好像在飞。真的，不足100米的距离，秦飞2、3个呼吸就杀到了山寨大门跟前。此时近看，山寨大门足足有3人多高，7、8人宽，全部由直径1米多的老树干捆绑而成。秦飞没有停顿，拳头握紧，借着冲刺的速度，全力打出。轰！厚重的山寨大门猛然一震，无数木屑横飞溅射，整座山寨都仿佛地震一般被震到摇晃。负7210暴击，3段式的大门耐9度，眨眼间被轰碎一段。同时，门上也被拳头轰出了一个大洞，里面的哥布林战士如同看到了怪物一般，满脸惊恐。而秦飞则是拍了拍灰尘，探身望向里面 ，BOSS 呢？出来开门接客了。死！百里在后面看得猛吸凉气，内测大佬竟能恐怖如斯。第6章最快手杀，惊动全服。山寨内，一群哥布林战士颤抖着握着武器，当中一名身形高大许多的，明显是哥布林首领。只见其全身披挂战甲，手中握着军刀，目光狠狠地盯着秦飞。打乌阿卡卡诺斯说的什么鸟语？秦飞听不懂，随意2拳将洞口扩大，径直迈进山寨。不过 BOSS 应该就是你了。嘿，秦飞现在要抢手杀，自然不会耽误时间，一个加速就冲了过去。哥布林首领军刀高举，嘶吼道：“萨拉！”呼！几十只哥布林战士、弓箭手同时展开进攻，但是秦飞的速度比他们快太多了。从哥布林首领下令到弓箭手准备攻击，再到箭矢离弦这段时间，秦飞已经杀到了首领面前。砰砰2拳，碍事的哥布林战士直接就被锤爆了脑袋。面前6名骑兵手持战矛挡在了路中间，首领护卫还是精英。秦飞不管那许多，谁来都一样，当即左右开弓，2拳同时轰了出去。噌！2名哥布林精英的战矛虽然有长度优势，提前杀到，但一个直接丢失，另一个则只有8点伤害，这一点反抗根本阻挡不了秦飞的动作。下一秒，只听砰的一声，2名哥布林精英同时被轰飞，鲜血在半空中如雨点般飘洒。哥布林首领的目光明显出现了一丝的呆滞，这难道就是人类帝国中的战斗大师、战争英雄、传说级冒险者？为什么一个传说级的冒险者会跑到这个鸟都不拉屎的东部山脉来呢？哥布林首领还没想明白，只见面前一个黑影迅速放大，那是拳头。说实话，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拳头。死！一个陌生的词汇从他脑海中闪过，下一秒他就失去了意识。砰！秦飞一拳轰在哥布林首领的脑袋上，负3520。哥布林首领的血条当即掉落1/3，同时他的脑袋上还冒出一圈星星血雨。秦飞现在没兴趣关注异常状态，收回拳头后啪啪跟上2拳，负3720，负3615。哥布林首领的血条瞬间清空。如此场景，在场的哥布林没一个能反应过来的。首领暴毙的太快，他们连声音都卡在喉咙里，来不及喊。爹，你击败了哥布林首领，你获得了3600点经验值。爹，你升级了。不等秦飞查看消息，耳边再次传来提示：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 一传，奖励金币 X1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稀有转职道具 X1。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 一传，奖励金币 X1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稀有转职道具 X1。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 一传，奖励金币 X1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稀有转职道具 X1。山寨门外，精灵少女呆呆地拽了拽百里的衣服。丽姐姐，公告中说的是飞天地吗？是，但她不是刚刚才进去的吗？搞不懂。精灵少女真想不通，杀的 BOSS 真的可以这么快吗？之前内测的时候，她跟姐姐再加上几名内测玩家攻略了足足3次，最终用了整整1天才解决掉那个首领。而且那时候的他们全员10级，装备齐全。没错，百里重重点头，因为他的属性实在是太强大了。一开始他发现飞天地那恐怖伤害的时候，
以为有机会追求一下全服前10的击杀奖励，后来发现首杀也不是没可能，但在大门关闭后，他放弃了。属性再高，开门总是要耽误一些时间的，这么多时间足够哥布林做好准备，到时候还得清理小怪、追击 BOSS， 又要浪费大量时间。如今他终于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之前的飞天地根本就没有展现全部的实力。与此同时，还在跟史莱姆纠缠的玩家们集体疯狂了。搞什么？我他妈连史莱姆都没杀几只呢，人都把 BOSS 干掉了。卧槽，有挂吧？这才开服多久？10分钟有没有？等级0，技能0，装备0。靠！他到底怎么杀的 BOSS？ 以目前新手村的拥挤程度，神仙来抢不到怪啊！无语，变态！此人极度变态，建议严查。嗨嗨，查不查先不说，麻烦先把那些奖励给我好吗？日了狗了，老子银币都没看见一枚，人家金币报1000。圣遗物宝箱，那里面是啥啊？不会直接开神器出来吧？神器不太可能，就算是氪金小游戏也不能开服给神器的。不过依旧很刁就是了。切，稀有职业才是最刁的，只有高端职业才能打造高端玩家，那就是等同于一座金矿。羡慕，嫉妒，我他妈牙齿都咬碎了！冲冲冲，老子要冲击，老子也要杀 BOSS！ 漂亮国五角大楼，你们都是猪吗？昨天跟我拍着胸口保证一定可以首杀，现在谁能回答我为什么龙国抢先一步？面对将军的质问，底下的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回将军，那个名为飞天地的玩家不在监视名单中，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料。砰！将军狠狠捶了一下豪华办公桌，那还不给我滚去查！12点之前，我要见到飞天地的所有资料摆在办公桌上。是。霓虹，防卫省。那你为什么不是漂亮国拿的首杀？飞天地又是谁？防卫省一群高级官员看着大臣铁青的脸色，面面相觑，不敢吱声。不过既然首杀都不在了，那就给我全力冲刺。前10的奖励中，霓虹必须拿下3席。嗨，哈哈哈哈！龙国东区基地，漂亮国用了那么多手段，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结果连个首杀都没抢到。东方战双手叉腰，仰天大笑。快告诉我，飞天地是哪个小队的？怎么比预期快了这么多？基地工作人员几乎要把键盘敲碎了，查了半天，依旧没有任何信息，只得硬着头皮道：不知道，那个飞天地好像不是我们的人。什么？不是我们的人？东方战眉心一凛，哪家的小子竟能藏得如此之深？呵，不过没关系，有实力是好事，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立刻去查。东方战重重道：交易的条件我不管，但首杀的奖励我们至少要拥有1件。明白。第7章，哇，金色传说，奖励确实不错。秦飞拿到东西才确定百里没有说谎。既然如此，秦飞反倒是不急着查看了。对于游戏内容，百里知道的明显比自己多，这些东西光看名字就非常稀有，如果没用好导致浪费才是无语。地上，首领死亡还爆了大量银币和道具出来。你获得了银币 X5200， 你获得了淬火军刀，你获得了淬火战甲，你获得了淬火战靴，你获得了淬火护臂，你获得了哥布林的号角，你获得了山脉藏宝图。超级大爆！秦飞清点完物品，真觉得要把哥布林首领扒光了，全套装备几乎爆了个干净，银币也是超多。好，早说杀 BOSS 奖励如此丰厚，那自己之前还浪费什么时间？以后请叫我生涯现役，每日一杀。秦飞转而扫视一圈山寨内的情况，普通哥布林还有几10只，精英也有几只。虽然效率不高，但主打一个顺手，就这样吧。话音落地，哥布林们还沉浸在首领阵亡的悲伤之中，就遭遇到了秦飞的拳头。砰砰砰！秦飞一拳一个，如狂风般快速扫荡了整个山寨。等百里他们2个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寨子内的哥布林已经全部阵亡。结束了。百里望着满地的尸体，痴痴道：这原本是他打算1天解决的目标，结果飞天地一个人冲进来，几分钟就全部搞定。啊，不对，他是1分钟就杀完了。秦飞拍了拍手，刚要开口，耳边再次响起提示：系统公告，漂亮国玩家卡尔·埃文斯击败首领级 BOSS， 一转，奖励金币 X10， 奖励稀有宝箱 X1， 奖励魔法宝石 X1， 奖励转职道具 X1。 还真完成了。秦飞有些惊讶，凭自己的属性也只刚刚杀完而已，竟然有人只慢一点点。如果自己早点知道，再提个速的话，还能早个几分钟。
但对方的速度依旧还是有些不可思议。只能说，全球同服的游戏果然是卧虎藏龙。秦飞心中暗暗道：百里他们是龙国的内测玩家，其余国家肯定也有参加内测的。想想也正常，一款能让全球放下争端，全力参与其中的游戏，哪会简单？游戏中的胜负若真跟现实资源分配有关系的话，那就算是各个国家也要动用全部力量去争夺吧。想清楚之后，秦飞也是一点不慌，自己的属性可不单单是前期爆炸，哪怕后期比成长性一样是无可匹敌，没必要紧张，紧张不了一点。飞哥哥，那个首杀的奖励是不是非常好呀？精灵少女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头询问。百里一听这话，顿时紧张了起来。飞天帝，你别误会，瑶儿这丫头只是好奇而已，绝不是有意打探奖励的。秦飞不清楚她激动什么，但是精灵族的少女现在这般害羞的模样，看起来是顺眼了许多。圣遗物宝箱能开出什么东西啊？百里懵了，这种层次的奖励是我能知道的吗？嗨嗨，飞天帝，具体能开出什么我也不确定，放眼世界恐怕也没人知道，因为奖池设定是不受控制的。但若要从名字推测的话，宝箱很可能直接开出圣器级别的道具或者装备。众神中的装备分为普通、精良、魔法、稀有、史诗、传说。圣器还在传说之上，这还真不是目前玩家能触碰到的。除了首杀之外，几乎没有渠道获得，甚至第二次击杀的奖励直接从圣遗物宝箱变成了稀有宝箱，这中间可是降低了好几个档次。秦飞忽然想起什么，问道：众神宣传中的资料很少，除了装备外，转职、技能啊，都是怎么划分的？我知道。精灵少女终于找到机会插嘴，急吼吼的举手道：人家特意做了表的，背得可熟了呢。位阶、等级、称谓、品质、难度、技能、范围，0至10新手，普通、简单、低等、街道；1 10至30精英，精良、寻常、中等、村庄；2 30至60专家，魔法、困难、高等、乡镇；3 60至100大师，稀有、鏖战、强力、小城；4 100至150英雄，史诗、疯狂、伟大、主城；5 150至200传奇，传说、残酷、传奇、行省；6 200至300半神，圣器、噩梦、无双、国家；7 300至400天使，次神器、地狱、终极、大陆；8 500至600神灵，神器、弑神、奇迹、星球；9 600至1000天神，神权、逆天、神威、神域。秦飞看完后不由得叹道：如果真开出来圣器的话，岂不是相当于半神器？在别的游戏中大概是这个层次。百里知道奖励超稀有，但是依旧没猜到众神开局就能给出半神级别的道具，怪不得那些有权势的家族都跟疯了一样，拼命争这一份奖励。可惜首杀只有一份，开服前几乎所有人都默认漂亮国能够稳稳拿下，他们能够争的只有前10的奖励，就这依旧让所有人都拼了命的往里面挤。其实精灵少女忍不住道：其实圣器级别的道具放在新手时期跟神器好像也没有多少区别了吧？是，新手期连个带属性的装备都看不见，别说圣器，就算是来个稀有甚至魔法，估计都能横着走了。秦飞知道后也没有打算留开，百里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看着秦飞取出那圣遗物宝箱当面打开，咔，道金光从箱子内射出，刺目的光线甚至让人无法直视，更不可能看清里面是什么。哇，金色传说！精灵少女顿时就激动了起来。秦飞倒是还好，毕竟他的属性已经够变态的了，再变态也就那样吧。百里没有妹妹那么大的好奇心，他知道好奇心会害死猫的，所以他需要关注的只有一个人。看他那沉稳的神色，恐怕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圣器了。等金光散去，秦飞这才看清，箱子内呈现出的是一只造型特殊的手套，隐隐散发的淡紫色神韵彰显其本身的超然不凡。手套很短，属于紧身类型，似乎是皮质材料，呈现半透明状，并且没有包裹食指和中指。秦飞将手套取出后，再开始查看属性。盗贼地极意，嘿嘿嘿，盗贼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我说我偷过幸运女神的心，你信吗？品级：圣器。需求：盗贼，可窃取任何目标，可窃取任何物品、道具、能力、属性，可将赃物保存在戒指中。
最多可保存5件赃物。所有窃取类技能共享冷却时间，所有窃取类技能冷却时间为1天。若窃取失败，则30天内无法使用任何窃取技能，并随机丢失1件赃物。赃物1：幸运女神的心。赃物2：空。赃物3：空。赃物4：空。赃物5：空。飞哥哥，圣器是什么属性呀？好不好呀？此刻的精灵少女像个打不开罐头的猫咪，就差趴到秦飞身上去了。第8章稀有职业，好不好？对盗贼来说，这副手套真是神器中神器，不限制目标的窃取，任何物品都可以偷，真的是任何物品。因为手套的主人已经给后来者表演过一次，他连幸运女神的心都偷到手了，还有什么是偷不了的？卧槽！秦飞真想认识一下这位盗贼，得脑子多抽筋才会想到去窃取神灵，并且还是幸运女神。你是真不怕死啊，还是真不怕变成倒霉鬼？除非盗贼也能成神，否则这个手套的主人的实力绝对是达不到神级的，所以他只能是在实力远逊于神级的时候，成功窃取到了幸运女神的心。由此看来，这副手套的能力恐怕就是他成功的关键。佩服佩服，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一副手套落在任何一个盗贼手里，估计都会将其视为生命吧。可惜装备本身限制了职业盗贼，秦飞自己是不在乎职业的，有属性在，干啥不行？但盗贼真不算一个正常职业，所以现在这件装备能不能用还很难说。秦飞想了下，回道：好，肯定好，但也不是那么好，因为限制太多，基本用不了。没事的，以后再用也可以啊。精灵少女虽然没有得知属性，但也没那么好奇了。毕竟不管多好的装备，如果不能用的话，也就失去了意义。百里沉吟了一会，突然想到什么，飞天地，如果不能用的话，是不是可以？话到一半，百里就呆在了原地，随即连连摇头道：没事，当我没说好了。你想买？秦飞看出了对方的想法，本来嘛，如果自己不用，那卖了发财是毫无问题的。可秦飞在看到装备属性后，心里一点出售的想法都没有。开玩笑，这种装备谁卖谁傻逼，哪怕是丢在自己仓库里落灰都不可能卖。百里闻言，娇躯不由得一震，是想买，但是这种级别的装备就算不能用也不太可能出售，甚至连具体属性都是绝密。刚才瑶儿不该问的，我在这里向你道歉。秦飞摆手表示并不在意，但百里似乎还是不太放心，当即神色凝重的重重道：请飞天地放心，我东方百里以及上官瑶再次以2家的声誉保证，以我2人的性命立誓，绝不会透露这件装备的半点信息。死！装备信息他们本就没看到，有必要搞这么严肃吗？秦飞不解，但人家已经立誓，总不能让他收回去，只能点头应下。呼！东方百里此时才松了口气，飞天地的实力太恐怖了，他哪怕嘴上不说，若是心里记下，也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可以肯定，不论是哪种后果，都不是他能承担得起的。瑶儿，你最好忘了刚才的事。一件圣器不止属性保密，其本身能不能使用，什么时候能用，乃至于谁在用，都是绝密。上官瑶当即点头应道：知道的，李姐姐。另一边，秦飞开始查看其余奖励。稀有宝石不需要开，到手的时候就已经确定是什么了。极锐之3面珠宝，品级稀有，无视对方 10% 的闪避，无视对方 10% 的防御，无视对方 10% 的抗性，忽视防御就是增伤，而且是最好的增伤效果之一。好东西，哪怕秦飞属性再高，这颗宝石的属性都能提供相当不错的提升。最后还剩一个稀有职业的道具，职业贪婪者，需求10级，能力你可以拥有2个战斗职业，不包含本职业在内。秦飞看完介绍，嘴角的笑意真有点压不住了。拥有2个战斗职业什么概念？肯定是强的一批啊，哪怕都是普通职业，那也是相当离谱。更何况上面也没说不给拥有2个隐藏职业啊。哈哈，盗贼手套可以用了。秦飞是真有点眼馋那个任意窃取的能力，唯独就是不喜欢盗贼职业，以自己的属性去当盗贼，多少是有点浪费吧。好，贪婪者出现，不浪费了。盗贼本身就是高爆发的职业，缺点是脆，战斗不够爽，而秦飞一点都不脆，想怎么爽就怎么爽，完美。现在就算拿一个超神级的隐藏职业，秦飞不都换？你们回去吗？还是要等 BOSS 刷新？秦飞看向百里，说实话，他提供的消息是相当有用，如果他不说，自己大概率拿不到手刹，甚至连哥布林首领的坐标可能都要找半天。
但要说报酬，秦飞也没有给的打算。毕竟当初约定好的交易是自己先打，他们观战。东方白丽微微摇头 ，Boss 1天之内不会刷新，我们回去好像也没什么事情。李姐姐，那个，上官瑶忽然插道，哪个？就是那个嘛，你知道的。上官瑶冲着白丽使劲眨眼，又看了看旁边的秦飞。东方白丽愣了好一会，终于明白过来，哦，你是说那个？秦飞跟听天书一样，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东方白丽见状，略带歉意的笑着解释道：“飞天地，瑶儿说的是新手村的隐藏任务，若有机会拿到，说不定可以获得超稀有的隐藏职业。你说如果，那就是不一定。”秦飞并没有多激动，他已经有隐藏了嘛，虽然不是那么的隐藏。是的，东方白丽点头道：“每个新手村都有这个任务，但是开启与否，全凭村长决定。我们之前测试过很多方法，但都找不到100%触发的条件。他们做的内测，并不是去练级和玩游戏的。”而是尽可能收集游戏内的关键信息，寻找隐藏任务，并且制定出完善的攻略。村长，秦飞想起刚进游戏的时候，一堆人围着的小老头。好家伙，他有隐藏任务，这消息要让普通玩家知道，还不得把小老头的绑起来鞭笞啊！飞天帝如果想尝试，我们可以告你全部方法，但我也不能保证100%触发任务。东方白丽稍稍犹豫了一下，明显有些不好意思。如果能开启任务，而且你也比较方便的话，可以顺便带我们一起做下任务吗？第9章，震惊新手村1万年。没问题，秦飞直接道。啊，东方白丽没想到会这么简单。组队这件事他都尝试好几次了，结果全都是以失败告终。上官瑶反倒是直接的多，当即凑过来兴冲冲道：“飞哥哥，是真的吗？据说那个任务可是相当复杂的呢。”哈，秦飞要笑抽了。眼前的精灵少女看起来跟白丽差不多大，但她那天真的性格明显就是个小孩子。你把任务说这么复杂，谁还要有心情带你们过呀？没事，只要任务到手，肯定带你们过的。哇！上官瑶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丽姐姐快走，不然飞哥哥要后悔了。死！看他这副开心的模样，秦飞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那个任务不会真的很复杂吧？三人原路返回，之前遭遇野猪的地方已经能看到不少玩家的身影。虽然大部分人依旧没办法单挑野猪，但架不住他们数量庞大呀。几百人一哄而上，再凶猛的野猪也不可能比现在的玩家更凶猛。至于村外的初级区域，那更是连怪物的毛都看不见。秦飞看到这场景，不由得皱眉，我们是不是该升到10级再回来？不用的，东方白丽解释道，众神的新手村并非独立空间，山脉方向继续往外走，会遇到等级更高的怪物。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两个只对 BOSS 和任务感兴趣，丝毫没有练级的打算。内测玩家的优势恐怕不仅仅在新手村，自己若是想一直保持领先，真得下点心思才行。正思虑间，秦飞三人刚好来到铁匠铺门口。东方白丽、上官瑶两姐妹的颜值几乎瞬间就将周围所有的目光全部吸引过来。我擦，女神，撕这颜值都他妈的要爆表了吧！100分不够打，我要给101分。精灵和狐狸的特殊加成必须额外加分。等等，两位女神中间怎么还有个男的？你他妈谁啊？我不理解，凭什么人称江南彦祖的我，单身了20年还没有女朋友，而他相貌平平无奇，却能坐拥2位完美女神，一个狐族，一个精灵。该死，你可真该死啊！百里他们对此似乎是习惯了，丝毫不觉得尴尬。秦飞是懒得废话，刚要走，前面就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兄弟，要不要给女朋友买点装备？我这里可都是新鲜出炉的野外货，比铁匠铺的不知道好多少倍。骗傻子！就现在外面那情况，就算爆装备也不够分的。你不去练级，反而在这里卖装备，除了从铁匠铺进货，还有别的渠道吗？咋的？当我是冤大头吗？秦飞刚要开骂，却是灵机一动，靠！我也是来赚钱的呀。青丸山寨的所有哥布林，可是给了有10几件装备，这些东西现在不卖，难道留着过年？众神爆率很低的，就算真有极品出来，也轮不到你在这里售卖。东方白丽不希望秦飞上当，连忙上前拒绝道：不，你们先走，我得卖点东西。秦飞说完，就原地打开包裹，将10几件装备抖落出来。正经 BOSS 出品，品质精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噗！东方白丽真没绷住，俏脸上写满了崩溃。飞天地，能不能不要玩了？新手阶段的普通装备能值多少钱？你是差这点钱的人吗？丽姐姐，我能去帮忙吗？上官瑶完了内测，但是面对家里的各种任务，整得头都大了，比上学写作业还累。
现在看秦飞摆摊，顿时觉得可有意思了。想玩，呼！东方白丽看了片刻，发现秦飞似乎是认真的之后，只得暗暗咬牙道：“去，我也去。”本来周围人的注意就全在他们身上，现在他们说一句，顶秦飞喊一天，甚至不用说，人群就已经把摊位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兄弟，你家的装备正经吗？秦飞肯定道：“正经，100%是 BOSS 出品。忽悠谁呢？现在才几个人杀了 BOSS， 你这要是 BOSS 出品，老子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当球踢。”此人话没说完，围拢的人群就被摊位上的装备给吓到了。卧槽！淬火战甲，10级，品质精良。不是，你这装备到底是哪来的？秦飞震惊道 ：“BOSS 出品，假一赔10。”死！在场众人全体倒吸一口凉气。你是飞天帝？此话一出，立刻有人反驳道：“不可能，飞天帝怎么会在我们村里？你看他自己都没装备，凭什么杀 BOSS？ 就是，BOSS 出品的装备那么好，他不知道自己用啊？我看顶多就是运气好，杀了几只野猪爆出来的而已。人多嘴杂。”秦飞有点烦了，爱信不信，装备就在这里，你们要是不买，也别在这里碍事。众人当即安静了下来。没办法，这里的装备是真的好啊，看得流口水。兄弟，淬火战甲还有另外2件淬火装备，一起打包多少钱？摆摊，秦飞是正经的，但要问钱，他是真一点准备都没有。那个，现在野外装备多少钱来着？啊！众人集体无语。不是兄弟，你连卖多少钱都不知道，就出来摆摊了吗？先前问价格的男子忍不住叹了口气。正经普铁匠铺的装备，现在价值1000左右。野外爆出的装备，属性好点的能卖2000、3000，若是首饰，至少得卖1万。秦飞看周围没人反驳，大概是没错的，这价格是银币吧？啊！男子愣了一下，现在银币稀缺的很，还得用来购买药剂，交易都是用龙币。现金交易啊！秦飞有点被震到了。铁匠铺的新手武器，卖1000块。好家伙，你确定这是游戏装备，不是什么阿玛尼、古奇？那10级装备呢？多少钱？秦飞再问道。目前大家都没10级，我们买来也是储备用，所以这价格说实话是真不好开。解释完之后，男子又补了一句：对了，我是盛世王朝工会的主管向正豪，兄弟你若是没工会，可以考虑下我们。当然，交易还是正常交易，不会让你吃亏的。东方白丽有点看不下去了，如果不是担心扫了飞天帝大人的兴致，他真想立刻掏钱把所有装备打包带走。铁匠铺有10级装备出售，价格是0级的3倍，若是精良还得再翻3倍。这几件淬火套装是新手村当中属性最好的，就算到了10级，也不是人人都能用的，所以价格还要上浮数倍。单件价格3万差不多，你要是打包的话，给10万吧。秦飞听完，立刻诧异的看了过去，单件3万，打包10万。美女，你生意做得这么大，要不要通知一下物价局啊？向正豪没多犹豫，直接道：就10万，交易吧。不是，你还真上当啊！秦飞更惊讶了，怎么回事？这世界的韭菜是多到用不完了吗？向正豪如此爽快，搞得秦飞都有点不自信了，当即拿起装备看了一眼。淬火战甲，品级精良，需求10级，防御36，生命值100。没错啊，属性也就比普通好一点而已，但不算多。就这3万，秦飞心道，我1年学费都没有3万，结果玩个游戏，随便打件装备就能卖3万。他是知道这游戏的东西肯定值钱，肯定比以前的游戏贵，甚至贵很多，但那怎么也得是后期的极品才行吧？结果在新手村，随便一件属性好点的装备就卖10万，这都不是夸张，而是离谱。就在这时，人群中站出一人道：慢着，我出20万。秦飞算是看明白了，众神的装备目前就没有价格，就看你敢不敢喊。真遇到冤大头，30-50万买个垃圾也不是不可能。刚才自己还在鄙视那个卖垃圾的骗子，现在想想，人家是真能赚到钱，而且可能还赚得不少。向正豪听到这话，脸色顿时一沉，这位兄弟，凡事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呵，来人轻嗤一声，面带不屑道：说话注意点，谁他妈跟你是兄弟？紧跟着，他便看向百里姐妹，目光轻佻的上下打量几圈后，调笑出声：两位美女，20万是不够吗？30万也没问题啊，不过你们得陪我一起练级才行。东方白丽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哪来的白痴？想死的话，你就再说一遍试试。啊！哈哈哈！来人不仅没有生气，反是笑着讥讽道：身材够火，脾气也够辣，我喜欢。行，30万还不满足是吧？那就1分都不给。
敢他妈跟我江夏作对，别说摆摊赚钱，信不信老子让你们连门都出不去？死！向正豪听到江夏2字，当即倒吸了一口凉气。你是临江集团的江少？哼！江夏斜眼瞪去，识相的就自己滚。向正豪知道临江集团那可是上市大公司，完全不是他们一个在游戏圈摸爬滚打的工会能比的。若是以往遇到，那必须得当金主爸爸供起来。当然，现在也不能得罪。哈哈！向正豪干笑2声，抱拳道：“江少若是看上这几件装备，尽管买去就是。以后若是有机会合作，还请江少别忘了我们盛世。”一边去！江夏丝毫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反是一副戏谑的神色看向秦飞：“老子现在没心情购物，不过你要是跪下来给求我的话，本少爷看在2位美女的面子上，倒是可以收了你的装备。”秦飞无奈的冲白丽叹了口气，说：“对了，他还真是个白痴。”你说什么？江夏沫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恶狠狠道：“你知不知道，老子现在一句话就能掀了你的摊子，让你这辈子都出不了新手村的门？”哼，我还真不信。秦飞洒然起身：“临江集团是哪个集团？我不清楚，但我很清楚，众神不是你家开的。”围观的人群彻底懵了。现如今，还有人不知道临江集团？房地产行业里面不说龙头，至少也是排名前20吧？你是来赚钱的，人家是来花钱的。真要闹翻的话，人家用钱砸都能砸死你。好！江夏彻底怒了，脸色无比的阴沉。盛世的那谁立刻带人把新手村大门封起来。他妈的，今天若是让你走出这道门，都算我输。还有，谁敢从他这里买东西，就是我江夏的敌人，老子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干你。唉，向正豪其实是没想接这个活的，但是大集团的合作他也没资格拒绝。正要招呼，秦飞却是一拳飞出，快如闪电，在场所有人都没看清楚，只见黑影一晃，砰！江夏的脑袋就如同被巴雷特命中的西瓜般当场爆炸。-10442暴击。向正豪被溅了一脸的血，整个人都是懵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围的人更是如同看到鬼一样待在原地。1万伤害！卧槽！谁能有这个伤害？不可能吧？是幻觉吧？一定是幻觉。刚开服才多久，你他妈就打1万伤害，闹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飞哥哥好棒！上官瑶呆了片刻后，立刻开心的拍手道：“哼哼，等那个白痴再上线，我定要亲手再杀他一次的呢。”秦飞微微点头，跟白痴说话还是用拳头简单点。众神宣传中就说了，游戏里没有安全区。讲真，我都不知道谁给这白痴的勇气。梁静茹吗？此话一出，周围的玩家彻底疯了。等等，那美女刚才是不是说卧槽！飞天地第10章，暴力！滨海临江1号啊！操！江夏如同疯了一般，将房间内的东西彻底砸了个干净。好一会之后才冷静下来。来人，马上给我查清楚那个手杀 BOSS 的飞天地到底是谁。小少爷。不远处，一名老者躬身立在门外回道：“他能手杀 BOSS， 实力恐怕不简单啊，说不定是参与过内测的人员。”闭嘴！我让你查你就查。江家是有内测名额的，他虽然没进去，但也知道能参与内测的人绝不简单。可是今天这个脸丢得有点大，无论如何他都咽不下这口气。等等，江夏忽然想到了什么，眼里充满疑惑。内测人员里面有缺钱的吗？摆摊这种事情是一个内测人员该做的吗？绝不可能，除非……江夏似乎是抓到了什么，但又说不太清楚。不急，先给我联系下盛世工会，就说有大生意找他们。好的，少爷。不会吧？新手村的围观群众彻底疯狂了。飞天地真在我们新手村？全球首杀，而且还是在开服10几分钟之内，怪不得有这么好的装备，合着你这真是 BOSS 出产的呀？牛逼了，我的哥！专业挂件，求带 in。不仅男性玩家疯狂，就连女性玩家也一样。哥哥，我们能一起组队吗？我超甜的。黑丝可以吗？白丝、肉丝、渐变丝、体操服、女仆装、秘书装，请问飞天地喜欢哪一款呢？东方白丽看着眼前疯狂的女玩家，眼神比刚才还要冷3分。你们买不买装备？不买的话就不要耽误我们做生意。买！我买！现在的玩家是真的想买，一副生怕自己抢不到的样子。开玩笑，这可是飞天地亲自认证过的 BOSS 装备，他老人家都没更好的，你还指望短期内有比这好的装备吗？别做梦了！买！闭着眼睛买就完了。普通装备5000，哥布林系列1万，
淬火系列5万。东方白丽反手就把价格提了1倍，哪怕如此，依旧挡不住玩家的购买热情。10几件装备分分钟卖光，就连之前的猪牙项链都被他以3万的高价卖了出去。除了秦飞自己留下的淬火军刀，其余装备是一件不剩。37万！秦飞看着账户上的数字，终于明白什么叫营销，什么叫暴利。一堆新手村的过渡装备，竟然被白丽卖出了几十万的天价。他真的太会赚钱了。除了现金，秦飞还有18000的银币和1000金币。目前市场上的银币很紧俏，单枚价格最高冲到22块，现在稳定在10块左右。按这个比例，一只野猪的价值就在200多块。好家伙，这到底是什么欧皇游戏？连空气中都流淌着金钱的气息吗？秦飞杀了这么多怪，光是银币就能卖18万，而1枚金币可以兑换100银币，算下来，首杀奖励的那1000金币直接就是100万啊！秦飞算完，差点以为是自己数学不好算错了。靠，真100万！东方白丽看秦飞盯着兑换市场有一会了，忍不住提醒道：众神没有充值入口，而游戏内的一切都要指望银币交易，所以游戏前期的货币实际价值其实是远远超出市场价值的。秦飞确实是心动，那可是100万啊！如果不是众神，搞不好毕业工作20年都攒不到100万。白丽他们是内测玩家，应该是知道城市那边怎么用银币赚钱吧？当然，这是商业机密，秦飞不会去问。村长家，现在玩家都知道他没任务，这里也清闲了许多。先去找铁匠，实际后再过来。小老头眼皮都没抬一下，熟练的开口打发道。东方白丽给了秦飞一个眼神，独自上前道：村长，我们此行是来讨伐上古魔物的。上古魔物？村长听到这个名字，终于睁开了双眼。可是，你们连铁匠的任务都没完成。是这样的，东方白丽也不反驳，继续道：我们从圣卡尔斯来，接受的是行政官奥拉乌纳的命令，专程解决上古魔物的遗留问题。哦，村长长吁了一声，点头道：真是难为奥拉乌纳阁下还记得我们这个小地方。好，把行政令给我吧。东方白丽略显尴尬道：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在来的路上遭遇了一伙强盗，行政令不小心丢失了。丢了？村长一听这话，立刻摇头道：上古魔物非同一般，若是没有行政令，老朽怎能拿村子去冒险？咯噔！东方白丽心头一震，哪个流程出错了？家族给的资料里明明没有这几句对白啊！此刻他也没有相应攻略，只得硬着头皮道：村长，圣卡尔斯路途遥远，若是回去重开行政令，太耽误时间，您看。不，村长听的是连连摇头，甚至有些气愤。别拿生命开玩笑，你们若是连强盗都解决不掉，又拿什么解决上古魔物？说完之后，村长根本不给再解释的机会，当场就要轰几人出去。秦飞见势不对，这才开口：解决上古魔物需要什么实力？说什么都没用，你连铁匠任务都没过。村长明显不想再废话，我那是懒得做好吧。秦飞说着取出哥布林号角，你还说哥布林不好杀呢，我不是随便杀。什么？村长来回打量了几遍，终于确认那是真的哥布林号角。你真杀了哥布林首领？那为什么你不来领任务？秦飞两手一摊，我来领了，是你不给的好吧？嗨，那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村长不由得老脸一红，解释道：不过你既然杀了哥布林首领，奖励还是要发的。第，你获得了经验值 X1000， 你获得了银币 X1000， 你获得了声望值 X1000， 你获得传送卷轴 X10， 你获得了低等技能书 X3， 你获得了精良宝箱 X3。啥？还有意外收获？秦飞没领哥布林的任务，所以就没想奖励的事。现在没问题了吧？上古魔物的任务呢？啊，这个村长又开始犹豫起来。上古魔物毕竟不同，那可不是初级冒险者能解决的啊，除非是圣卡尔斯的专家级冒险者，否则真的不行。专家？2转职业？秦飞想了一下，没道理的呀。2转会比我强很多吗？村长有些不耐烦，但还是伸手点出一抹湛蓝色的魔法，属性探查。下一秒，秦飞的部分属性就展示在了村长面前。力量5800，敏捷1800，生命5535，魔法3610。噗！村长当场一口就喷了出来。什么东西？第11章隐藏任务，再赚100万。丽姐姐快看，飞哥哥的属性真的是6边形的呢。上官瑶一脸惊叹道。噗！东方白丽差点喷血，连忙按道：瑶儿，你别说了，姐姐不瞎。吓人！他可是猜到了一些的，但还是差得太远。5800力量，1800敏捷，受不了！再看心脏要炸了。
他内测的时候玩了个1个月都没这个属性，甚至连零头都很勉强，差距太明显了，就像是你在路上努力奔跑了1个月，结果别人上来随便走2步就把你超越了一样。除非是上官瑶这种不懂事的，否则真受不了这个刺激。大师之前是老朽眼花了，还请原谅。村长此刻一脸谄笑，就差把老妖攻到90度去了。好，你果然是个好村长。秦飞摆手道，别耽误时间，我只想知道上古魔物在哪。可以，大师能来帮助我们铲除上古魔物的威胁，就已经是本村最大的荣耀了呀。村长连忙掏出一枚古铜色的魔法石，这枚魔法石能帮助您感应上古魔物的封印位置。那是一处被黑暗侵蚀的地穴，历经上千年的时间洗礼，封印已经逐渐松动。虽说此事已向圣卡尔斯汇报多次，但奥拉乌纳阁下事务繁忙，一直未能回信。爹，你获得了隐藏任务上古封印，目标清除地穴封印的怪物，并对封印进行加固。奖励经验值 X10000，金币 X100，勇者证明转职道具。任务到手，秦飞一行人立刻出发。此时前10名击杀 BOSS 的奖励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秦飞之前忙着赚钱没来及看，现在点开公告重新整理下。除了自己和卡尔、埃文斯，接下来就是意大利的西维纳斯、霓虹的斋藤龙2、龙国的穆千城、德意志的凯撒、冰熊的伊芙琳、贝雅、韩国的李泰勋、不列颠的艾斯、威廉以及最后印地的维纳。他们不会都用的真名吧？秦飞本以为榜单会是场中2并有见面会，没想到人家玩的就是一手真实。旁边的东方白丽可没心思关心别的，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思考隐藏任务触发到底是怎么回事。飞天地的面板固然离谱，但这很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口。是不是只要属性达标就意味着100%开启隐藏？有可能。如果这个模式可以复制下来，那对家族乃至于对龙国来说都是天大喜讯。哪怕属性达标的要求很难，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才能接近飞天地的面板，但只要摸清楚达标的具体要求，未来就可以一直用这个模式做触发任务，从而培养出大量的隐藏职业玩家。呼，还不能激动。东方白丽按下心虚，他知道这只是个思路，究竟行不行还得试验几次才知道。最起码的得有一个全属性过千。东方白丽一想到这里就有点绷不住了。飞天地的属性太恐怖了啊，要不还是尝试下单属性过千能不能触发吧。100级大概是有机会的，除了等级之外，肯定要有大量的极品属性装备加持，否则还是差得远。不是说隐藏职业吗？为什么只是普通的转职道具？秦飞查看到任务奖励后问道。转职道具就是隐藏职业啊。东方白丽稍稍呆了一下。那稀有转职道具呢？秦飞追问道。这……东方白丽心里一阵莫名苦涩。飞天地，你能问点我知道的吗？如果不是系统公告，我连听都没听过这种东西。嗨，东方白丽抿了抿嘴唇，尽力展现出最真诚的笑容。那是最好的隐藏的职业，最好的。这么说，飞天地不会以为我在骗他吧？我真没有。转职道具的稀有度已经很离谱了，他不会以为村长的任务很容易拿吧？要知道，过去1个月的内测时间里，整个龙国也就10几个人触发成功而已，其中一半人直到内测结束的时候都没把任务做完。他这次是做足了准备，但不论是 BOSS 还是隐藏任务，其实都没有100%把握，甚至连10%的把握都没有。秦飞并不纠结，只要是隐藏就行，不然等任务完成后，他们要不行，还得说再来一次，那可就头疼了。不说这个，刚才村长可是给了不少奖励，趁现在有空，抓紧看下。传送卷轴10张，一会任务做完可以飞回去，终于不用跑腿了。技能书总共3本，斩击、火焰剑士、能量球。我现在只有战士，至于第2职业，好像也没办法留给法师或者弓箭手。秦飞先把斩击学了。斩击1级0100低等，对前方目标发动一次全力斩击，造成130%物理伤害，并有10%几率造成流血状态，消耗5魔法值，冷却5秒，还不错，直接多了30%的伤害。秦飞对技能还算满意。最后还剩3个精良宝箱，精良品质的装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还不如趁现在物价高换点钱呢。忘了，刚才在新手村的时候就该把宝箱和技能卖掉的。秦飞顿时感觉有点亏，如果直接卖宝箱的话，那价格应该相当不错吧，毕竟是赌狗最爱的项目。开罐子，飞哥哥，你是说真的吗？上官瑶的尖耳朵可灵敏了，听到这句话就立刻贴了过来。当然，
秦飞眉心一紧，你不会要买吧？嘻嘻，我包了。上官瑶一拍胸口，现场就开始转账，总共多少钱呀？不是，秦飞无语了，这是哪家小富婆？买东西都是不问价的吗？秦飞叹了口气，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开口就要买。白丽，你真得好好教育一下你的妹妹，乱买东西可不见好事。乱买？怎么可能？东方白丽心里都要笑飞了，好吧？她是不敢开口，不然早就把飞天地的东西包圆了。哪怕瑶儿开口了，她还是不敢太激动。技能和宝箱的价值都比较稳定，买到就是赚到。飞天地你要是不在意的话，不如就便宜这个小丫头吧。这话说的敞亮，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开价了。秦飞想了想，便不再犹豫，生意就是生意，没有谁便宜谁的，具体价格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相信你，看着给就行了。说完，他就把2本技能书和3个宝箱都给了出去。那我就按内测价格算吧。东方百里知道飞天地不差钱，就是喜欢玩，如果价格开太高反而不好。技能10万1本，精良宝箱30万1个。嗨嗨，秦飞差点被呛到，这就是内测价格？那你们内测都在玩什么东西啊？玩钱吗？精良装备3万5万，而宝箱竟然翻10倍，价值30万，那就是110万。上官瑶小手连点，转完之后立刻笑嘻嘻的抱起宝箱。丽姐姐，我开了哦。啪嗒，宝箱开启的瞬间，一阵淡蓝色光芒照射而出。哇，是首饰耶！上官瑶小手抓着一枚戒指，兴冲冲给秦飞展示。蓝宝石戒指，品级精良，需求10级，魔法攻击力35，魔法恢复5秒。第12章，黑暗封印，亡灵兽兵。不错，秦飞心道，开得好啊！宝箱能开出好东西，那才能稳稳地吊住毒狗。决定了，下次宝箱还卖你，还不快谢谢飞哥哥，这枚戒指算是小极品了呢。东方百里说着，却是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憋住，不能笑。作为一名法师，他可太知道这枚戒指有多极品了。5点的魔法秒回，比正常的3点高出近1倍。有了这枚戒指，自己每天节约的药钱恐怕都不止1000银币。关键是战斗续航大幅度提升带来的更高效率，太宝贵了。还是李姐姐自己谢吧，反正瑶儿不是法师。上官瑶把戒指放在秦飞手里，转而就去开下一个宝箱了。秦飞终于想起来了，你是法师啊？玩了半天，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职业。给秦飞转手将戒指送给白丽。唰，东方白丽的俏脸瞬间被染得透红，头上的一对兽耳微微颤抖着，身后的尾巴不安躁动着，一时间不知道甩在哪边才好。这是游戏，是游戏。东方百里脑海里不停告诫自己，这是游戏，送枚戒指而已，其实没什么的。真的。东方百里稍稍按下了悸动的心虚，这才磕磕绊绊的开口，谢。秦飞真想说，东西你们付钱了的，不用那么客气。旁边上官瑶连开2个宝箱，激动的就差蹦起来了。飞哥哥快看呀，是弓箭哦。一把精致长弓，一剑游侠披风，属性都不错，刚好他也都能用，就是等级还差得远。接下来的路程就安静了许多，沿着村长给的路线，并没有怪物偷袭。上官瑶自顾欣赏自己的战利品，东方白丽则是红着俏脸不敢说话。半小时后，一行人慢悠悠地抵达山腰处。秦飞取出魔法石，只见其中弥漫着宁静的古铜光华。随着方向的改变，魔法石光华开始闪烁，频率也随之改变。在那边，秦飞确认后继续出发。也有点冷了呢。上官瑶走得好好的，忽然打了个寒战。东方白丽现在恢复了许多，黑暗力量代表的是死亡，阴冷现在距离这么远都有感觉，看来封印松动的非常厉害。你们以前做过这个任务？秦飞问道。没，但是我接触过一些黑暗相关的怪物，所以才有了解。对了，东方百里娇躯一震，面露惊色。我们购买的消息来源中，并没有说任务需要对抗上古魔物。什么意思啊？秦飞揉了揉眉心，能不能尽量说简单点？因为我们整个任务就是对付上古魔物。东方百里沉吟了片刻，众神中的上古魔物是非常强大的，别说新手，就算是圣卡尔斯的专家，甚至是大师，都不一定有独自应对的力量。所以这个任务其实只需要简单的调查封印后，再汇报给奥拉乌纳就可以了。秦飞再次调出任务界面，不是吧？任务里写的是清除怪物，并且修复封印。任务更改，难度不一样了。东方白里一颗心不由得往下沉。该死，家里花了那么大代价，结果竟然买的是假消息。若是真像资料说的那么简单，那为什么内测中还有那么多人完不成？他们是差钱还是差事？
都不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任务的难度远远超出预期，哪怕是玩1个月之后都无法解决。飞天帝，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在外围调查一下吧。东方白丽可以为自己的失误买单，但不能连累别人。你在说什么？秦飞根本听不懂。我这个面板要是过不去，那还有谁能过去？不是，关键是没准备药剂。东方白丽急着解释道，黑暗侵蚀会有持续伤害的，如果黑暗力量太强，就算携带祭祀都无法完全驱除，更何况我们没有祭祀，那就尽快解决它。秦飞的视线里已经可以看到朦胧的黑暗浓雾，再往前，寒意甚至有些直刺骨髓。秦飞的体质自然是无所谓的，但上官瑶已经冻得开始两腿发抖了。东方白丽只得用毛茸茸的尾巴稍稍帮他裹一下。你们就在这吧。秦飞的话音尚未落地，就见四周的黑雾突然弥漫开来，顷刻间，几人就被黑雾淹没，视线被阻，根本看不出方向，唯有手中的魔法石还在闪烁古铜色光华。秦飞借着这点光亮，确认白丽他们就在身边，只能道：你们跟紧点，不要走丢了。弟，你进入了黑暗侵蚀区域，你的防御和闪避正在降低，你的黑暗抗性正在降低，你的生命值正在流逝。秦飞瞥了一眼面板，防御和闪避大概降低了300多点，没啥问题。黑暗抗性本来就没有，降低之后直接承负的 30%， 生命值不知道掉多少，因为根本就没有看出来掉血，连55点的秒回都覆盖不了，看来这持续伤害也不行啊。秦飞轻笑一声，结，不知是回音还是怪物，浓雾中竟是回荡出一阵阵的怪笑。与此同时，魔法石开始疯狂闪烁起来，光华穿透数米的浓雾，竟是将一道足有7、8米高的黑影照了出来。死亡将笼罩你！冰冷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紧随其后的则是一道从天空斩下的黑光，凡是路过的黑雾竟也被那气斩断。秦飞想都没想，脚下崩立，噌的一声就冲了出去。180%的移速加持，冲完100米只需5秒，何况现在怪物近在眼前。闪避！秦飞只是一个侧身避过攻击，右拳当空崩出，砰！惊人的全力在空气中轰出一声巨响，冲击波凌空荡开，就连黑暗迷雾都被这一击冲散了许多。再看那黑影，胸口铁甲处被轰出一个大洞，但却看不到任何鲜血溢出。亡灵兽兵！东方白丽眼神一震，认出了怪物。20级以上的兽族亡灵，防御非常高，恢复力也很强，如果没有强力祭祀，根本打不了。-2810，伤害数字蹦出。秦飞心道，扣掉等级压制，亡灵兽兵的防御力也在1000左右，对20级的怪物来说确实有点离谱，但血条不高，2000多伤害直接打掉一半。可是下一秒，周围的黑暗浓雾迅速地向亡灵兽兵汇聚，同时对方的脑袋上也显出了生命恢复的绿色数字，+300，+300，+300，每秒恢复900点，眼看着就要回满。飞天帝，我拖着他，你带瑶儿先走。东方白丽终于明白隐藏任务为什么难了，单单这一个亡灵兽兵就能团灭专家级的队伍，只要队伍里没有强力祭祀，那就是一个字：死。如此高的防御，物理职业全废，法系有技能冷却，打的不一定够他回的。而且现在还没到地穴里面去呢，仅仅是外围怪物就已经是这个层次，那后面还怎么玩？他没等级是无所谓，但若飞天帝因为死亡浪费1个小时，那他的罪过可就大了呀！砰砰砰，3声巨响连在一起，几乎同时在空中炸开，冲击波相互叠加，瞬间就将眼前的黑雾轰退了大半。-2550，-2399，-2530，3个伤害数字同时冒出。亡灵兽兵的巨型砍刀尚且举在半空，身体就被彻底轰杀成渣。秦飞一脸轻松地甩了甩拳头，转头道：你刚才说什么？第13章横冲直撞，等级排行榜开启。刚才可能是个幻觉。东方白丽彻底无语，没看清，他就在旁边也没看清秦飞到底是轰了几拳。快，太快，这就是1008敏捷带来的攻速吗？起不得有 5.0 了吧？死！东方白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5000多的攻击力，还有每秒5次以上的攻速，何等的暴力！第，你的队伍击杀了亡灵兽兵，你获得了402点经验值。第，你升级了，你升级了！东方白丽待在原地，直升2级。秦飞也升了1级，经验值很不错。上官瑶立刻举起小手，积极道：飞哥哥，越级击杀有 100% 的经验值增幅哦。优秀！秦飞露出满意的笑容。杀怪就是要越级才爽嘛。
再次看向手中的魔法石，上面的光华似乎变得更亮了一些。走！秦飞顺着魔法石的指引，继续向黑雾中心前进。没过几十米，又是一只隐藏在黑暗中的亡灵兽兵杀了出来。这次秦飞甚至不给他出手的机会，冲上去就是3拳解决。负3011，负3102，负6602暴击。1秒钟的功夫，秦飞打完收工，回到队伍。东方白丽和上官瑶又升级了，好快，真的好快。上官瑶感觉眼都有点花了，就看秦飞在面前一晃，然后怪物就暴毙倒地。而秦飞却是有点不满意，不爆东西是几个意思？难道亡灵都是穷鬼吗？东方白丽刚要开口，就看到一抹黑光从浓雾中窜出，小心！秦飞身后没眼，黑光的速度奇快，噗的一声，正中后心。负425，死！进游戏到现在，可还是第一次受到过百的伤害。秦飞转过身，才发现攻击自己的是一根超大号的黑色剑矢。如此攻击力，别说东方白丽，他们这种脆皮，就算是10级的满装战士，一样是必死。亡灵弓箭手！东方白丽扶着额头，眉心紧锁。糟糕了，前面可能还有亡灵法师。我走前面。秦飞也不废话，冲进浓雾中，2拳解决掉亡灵弓箭手，继续往前探。又是亡灵兽兵！秦飞根本不管来什么，挥舞着拳头冲就完了。一路横推，连杀了3、4只怪物后，依旧没找到任何其余的线索，除了浓雾就是怪物。地穴没看见，封印也不知道在哪里。那些亡灵好像不会围攻啊，都是一只一只的偷袭的。上官瑶在后面纳闷道，而且他们的体型好像也越来越大了呢。东方白丽听到这里，忽然明白过来，飞天地，这些亡灵可能都是黑暗力量凝聚出来的。若是如此，那他们每死亡一次，就会变得更强大一些。我们必须要在怪物强化到无法应付之前，找到封印或者地穴入口。好像是。后面遇到的亡灵兽兵似乎是多了点防御和血条，经验值也会增加一些。好！秦飞突然放声大笑，如此变化，端是给上官瑶吓得不轻。飞哥哥，没事吧？我有什么事？秦飞不解道，这不是明摆着要给我送经验吗？难道还要拒绝他啊？噗！东方白丽娇躯一颤，差点没站稳。没事，刚才是我误会了。你继续刷，不用跟怪物客气的。知道对方的套路后，秦飞索性就不往黑雾中探索了，浪费力气，等着怪物上门偷袭不好吗？嗖！说话的功夫，一根黑暗剑矢再次袭来。秦飞这次有了准备，哪还会能让他命中？侧身一闪，紧跟着就是冲上去，砰砰2拳。负2801，负2755，没死。秦飞之前杀亡灵弓箭手2拳就够，现在强化了几次，生命值增幅了30%以上。没事，2拳不够，那就再补1拳。对秦飞来说，不管2拳还是3拳，都是1秒之内解决，毫无区别。你获得了1202点经验值，你升级了。你已经抵达10级，可以进行第一次转职，可以重新分配1次属性点。秦飞权力用得很舒服，没必要洗点。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抵达10级，奖励金币 X100， 声望 X1000， 众神等级排行榜开启，在榜玩家可获得对应名次的奖励，每月1号发放。又白嫖了一份奖励，舒服。100金币，10万呢。秦飞笑着打开榜单，第1飞天地龙国10级，第2空，第10空 ，No 点100空，不到10级不上榜，只统计前100的玩家，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才有奖励。秦飞不关心后面，只想知道第1名的奖励是什么。本月奖励：稀有宝箱 X3， 稀有宝石 X3， 金币 X1000， 声望 X1000。可以，还有8天就是1号，这奖励过几天就能拿。当然，下月1号的时候不能被别人超了等级。秦飞现在就希望眼前的黑雾能争点气，多强化几次好吧，别他妈关键时刻掉链子。众神中，无数玩家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卧槽，我才2级啊，凭什么啊？一样的游戏，人家进来就是嘎嘎乱杀，我进来就只能嘎嘎。可恶啊！他明明已经那么强了，竟然还那么努力。不行，我要冲击，干 BOSS 这一块输就输了，等级上绝对不能输。这是爆肝党最后的倔强，冲啊！龙国东区基地，飞天地的身份还没查到。东方战对于目前的进度那是相当的不满。战帅，那个我们调查了多少内测人员名单，全都不是。什么？不是内测人员？东方战真想一巴掌给这些小崽子呼死。你他妈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没参加内测，没有内测的资料，他就算开个无敌挂，也不可能那么快干掉 BOSS 吧？作战室内的工作人员也很痛苦啊。是，战帅说是急事，我们马上再仔细的重新筛查一遍。笨！东方战恨道，从内测人员的家属开始查，此人就算没内测，也必然跟内测人员有联系。还有，查他在哪个新手村，谁见过他，谁是他好友。我就不信了，他还能飞到上天上去。啪！众人行礼，齐声应道：是，保证完成任务。东部山脉，向正豪带着几名工会成员停在黑雾外围，打开私聊。江少，确认飞天帝是在黑雾之中练级，要500人吗？好，我知道了，马上办妥。另一边，别墅中的江夏好整以暇的起身，查到了吗？没有。管家摇头道，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所有家族和势力都在找他，这点很奇怪，似乎所有势力都没不知道他是谁。哈哈，好，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江夏怅然大笑，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现在有90%把握可以确定，飞天帝没有任何势力，就是一个普通人。吃垃圾！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拿什么跟我斗？第14章，杀入地穴。淬火军刀，品级精良，需求10级，攻击力52，破甲15。这把军刀秦飞是唯一留下的装备，升级后刚好可以装备。刷！秦飞凌空劈了2下，手感不错，看来是时候让拳头退役了呀。军刀除了提供更远的攻击距离外，还让技能有了用武之地。秦飞目光看向又一次杀过来的亡灵兽兵，斩击！魔法在刀刃上瞬间凝聚出湛蓝色光华，只见刀芒凌空一闪，咔嚓！足有10几米高的亡灵兽兵竟是被一刀斩下左腿。负3801。好！秦飞眼眸亮起，这可是强化过10几次的亡灵兽兵，防御多次提升，眼前这只的防御起码有1500点，技能比预期中更好用，尤其面对高防目标，甚至可以造成远超30%的增伤结果。刷！秦飞手臂一震，眨眼间就有5道寒光斩了出去。负2701，负2645，负2820，负2747，负2899，一秒5刀，亡灵兽兵当场被劈成2半，瞬间暴毙。死爽！秦飞低喝一声，选战士果然是对的，若是玩个法师，哪有这刀刀到肉的手感？我砍！有刀在手，秦飞哪还等得及怪物送上门？只见他一个箭步冲到了黑暗迷雾之中，但凡有黑影窜出，手中军刀立刻就砍了过去。滴，你获得了1420点经验值，你获得了1372点经验值。滴，你升级了。秦飞没工夫去看提示，提着刀就是一顿乱砍。后面的东方白丽此刻已经彻底麻了，明明是只有光明祭祀才能解决的亡灵怪物，飞天帝却是能轻轻几拳锤死。如今他提刀在手，更是如同砍瓜切菜一般，乱杀就没怪物能还手的，见面就是死。东方白丽甚至开始怀疑起来，隐藏任务是不是变简单了，还是亡灵兽兵这种怪物没有当初内测时遇到的那么强呢？又升级了。东方白丽看到升级的提示，一点都激动不起来，太快了，这一会功夫10级了。此刻他甚至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为了这次众神开服，他整整研究7天7夜，才制定出了一套堪称完美的前期攻略。抢时间，抢任务，先杀 BOSS， 练到7级左右，然后回村拿技能，顺便尝试触发隐藏任务，等收购到银币购买药剂，就立刻开始疯狂练级，尽自己所有努力，务必在第2天冲到10级。计划很美好，现实更梦幻。他进游戏1-2个小时，啥也没干，10级了，不仅10级了，而且还上了排行榜，甚至还是仅有的前3名。啊，这确定不是做梦？不，东方白丽确定没在做梦，因为他做梦没敢想自己能杀入排行榜前3啊。秦飞在黑雾中杀的兴起，却没注意手中的魔法石闪烁的是速度越来越快。嗡！一道古铜光华从魔法石中激射而出，穿透层层黑雾，径直轰在山壁上。轰隆隆，一时间仿佛地动山摇，无数碎石崩飞下来。秦飞呆了一下，结束了？我靠，还没刷过瘾呢。滴，你发现了黑暗地穴。提示声响起的同时，周围的黑雾立刻就被地穴吸了进去，四周的环境也变得清晰起来。还好。秦飞见到地穴入口，终于松了一口气。白烈，你们要不要下去？
上官瑶一马当先的站了出来，单脚踏在碎石上，左手抓起崭新的长弓，右手抖开青绿色的披风，银色长发甩到脑后，蓦然沉吟。终于10级了，哼哼哼！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本姑娘大小声。站立吧，颤抖吧，卑微的亡灵们！你们的女王陛下回来了！东方白丽额角显出3条黑线，恨不得当场抠个洞把自己埋进去。这谁家的疯妹妹？反正不是我家的，不熟，真的不熟，麻烦带回家好吗？好。秦飞看完他飒到不行的表演，当即点了赞。既然你这妖有勇气，那这个地穴还是交给你去探索吧，我先撤了。嗨嗨，小事一桩。上官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干咳2声，轻轻挥手道：“你们跟在本姑娘身后就可以了。”轰隆，地穴入口再次发出震动。这一次，地穴中透出无数的黑雾，比之前更加凝练，也更加寒冷。那寒意仿佛能直接刺入灵魂，就连秦飞也能感觉到。下一秒，无数黑雾凝聚在一起，显出一颗巨大无比的骷髅头形状，疯了似的向外冲了出来。砰！地穴入口一股无形的能量屏障将其阻挡，但是那恐怖的撞击力依旧震得几人头皮发麻，仿佛整个山脉都在颤抖。面对封印屏障，骷髅头更加疯狂，一次又一次的发起撞击。砰砰砰！每一次撞击都带着无尽怒火和恨意，仿佛是想将封印和山脉一起撞碎。可是那道看似薄弱的封印却是每都能将其拦在地穴之内。终于，那骷髅头放弃了。下一秒，他猛然张口，冲着外面爆出一声惊天咆哮：“啊，阿斯亚特，我会在地狱中等你的，我要折磨你1万年1万年！”上官瑶哪里见过这幅场景，小脸当场被救下的惨白。那恐怖的咆哮仿佛就在他面前，仿佛就是冲着他来的。呜！上官瑶啪的一下冲到秦飞身边，很快呀，小脑袋紧紧贴在秦飞后背，带着哭腔道：“哥哥救我！”噗！哈哈哈哈！秦飞差点笑抽过去。游戏而已，有什么好怕的？你要是真不敢去，那就在这里看门。呜！上官瑶抹了抹眼泪，抿着嘴唇纠结了一会，道：“不，我跟在哥哥后面就可以了。”东方百里见状，真是想死的心都有。瑶儿，姐姐真是白疼了你这么多年。才不是！上官瑶连忙摇头道：“丽姐姐那么厉害，不需要哥哥保护的。”话到一半，上官瑶挪了挪身子，示意道：“丽姐姐要是也害怕的话，瑶儿让一半给你好不好？”扑克，我真的会谢。东方白丽差点被一句话呛死，狠狠瞪了小丫头一眼后，这才咬着后牙槽开口道：“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姐姐心领了。”秦飞忽然想起他是见过黑暗魔物的，那怪物刚才提到阿斯亚特，你知道吗？东方白丽刚才其实也有点慌的，并没太注意，现在一听，顿时拧起神来。阿斯亚特，圣卡尔斯有一座传奇法师的雕塑，名字似乎也是阿斯亚特，更多的我也不太清楚，毕竟内测时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这些，不过资料是有保存的，等下回家查一下可能会有收获。传奇人物，按道理说已经是超越凡人，近乎半神的存在了。秦飞本就是随口一问，现在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他出手封印的这只魔物。有这个消息其实就够了。走，下去看看有没有经验刷。啊！东方白丽一脸惊异，你不是真要下去吧？第15章，地狱古魔传奇法师。黑暗地穴中，所有的光线全部来自魔法石，而能够照亮的距离也只有附近5、6米而已。上官瑶紧紧抓着秦飞肩膀，就差扑到背上让他背着了。秦飞现在是真有点难绷。作为精灵的上官瑶，身材自然是极好的，柔弱无骨，冰润如玉，沁人心脾。关键是众神的新手服装真的很薄，薄的不是1点半点，而是2点。唉，秦飞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而解释道：“传奇法师的封印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破碎，而且能够让传奇法师选择封印的上古魔物，实力不太可能低于传奇，甚至有可能半神级别。”半神！东方百里娇躯一颤，满脸不可置信道：“新手村附近怎会出现半神级怪物？那刚才的岂不是纯正的地狱恶魔？”啊！上官瑶突然一下惊呼出声，双手紧紧地搂住秦飞，身体不由自主地继续往上窜了窜。呼！秦飞终于明白什么叫100%全虚拟游戏了。真实，这个游戏有点太真实了。如果不是自己体质够好，迟早要被这丫头搂断气。哥哥，那里是。上官瑶缩在后面，弱弱的伸手指道。秦飞顺着指引看去，只见前方的角落里赫然躺着一具白骨，看骨骼大小，应该是人族。
四周没有武器和装备，仅有一个破旧的灰色皮包，被那白骨手掌期紧紧抓住。你不是喜欢开箱子吗？这也是箱子啊！秦飞指着皮包道。不要才不要！上官瑶使劲晃着脑袋。哈，机会给你了，可是你自己不中用的呀。秦飞不禁一笑，然后俯身打开背包。你获得了黑暗魔法，你获得了阿斯亚特的日记，是任务道具吗？东方百里询问道。应该是。秦飞手中的黑暗魔法似乎是金属构造，封面有锁孔，无法打开。另一本阿斯亚特的日记则是有些泛黄普通笔记本，先看看再说。秦飞翻开第一页，哗！日记中顿时冲出数十道冰寒的幽绿气息，转眼间便化成了半透明的幽灵模样。啊！上官瑶只是好奇地瞥了一眼，结果瞬间就被吓得把脑袋缩了回去。哥哥，我们回去好不好？瑶儿下次再也不冒险了。秦飞没有回话，反而是仔细地打量起幽灵。只见其一身古朴的法师长袍，面容消瘦，神色平静，眼神深邃，即便是幽灵状态，也能让人感觉到一股从容沉稳的超凡气质。同样的，幽灵似乎也在打量秦飞几人。传奇法师阿斯亚特。秦飞试探性的开口。多少年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能记得这个名字。阿斯亚特似乎有些意外，跟着继续道：你们为了铲除蛊魔而来吗？不是说好封印吗？怎么变铲除了？东方百里连忙解释道：其实我们是来加固封印的，另外那个蛊魔的实力很强大吗？地狱七魔神墨菲斯克的直属魔将，掌握全部的蛊灵邪术，实力远超人间半神层次，是地狱最古老也是最难缠的恶魔之一。阿斯亚特平静地叙述道。啊，你这确定不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秦飞不禁反问道。既然是远超半神的恶魔，那你是怎么封印的？燃烧生命和灵魂，借助艾帕西亚大陆上近乎无限的山脉之力，勉强封印了他1/5的灵魂在此。阿斯亚特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仿佛燃烧生命和灵魂对他来说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东方百里听到这里，已经明白要完成任务，只有依靠眼前的传奇法师阿斯亚特。请问封印松动之后，你还能再封印他一次吗？我已经死了，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帮助你们。目前你们看到的并不是我的灵魂，只是我临死前禁锢在日记中的记忆体而已。说到这里，阿斯亚特的嘴角浮起一抹难以明述的苦涩。当然，这个禁锢的记忆体也算是利用了黑暗魔法中一些关于灵魂的邪术吧。东方白丽好像问错了问题，转而道：请问我们要如何才能加固封印呢？阿斯亚特看向地穴中唯一的光源，你手里的应该是我当初留下的那枚大地封魔石，只要将其放入封印核心，就可以催动伊特利尔的大地之力，继续将蛊魔困在封印中。任务终于明了，三人立刻带着日记，在阿斯亚特的指引下前往地穴深处。越往深处，地面的白骨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人类的，还有些则是巨大无比，明显是怪物或者是兽族。继续深入，整片的地面都被白骨覆盖，可以想象当年封印之战究竟有多惨烈。我们的运气很不错，蛊魔似乎正在沉睡之中。阿斯亚特指着镜头处的一座古山，封印核心就在最下面，清理的时候记得小心一点，不要吵醒了那个家伙。此话一出，秦飞跟东方白丽同时露出惊讶的神色。谁告诉你蛊魔在沉睡中的？轰隆隆，高达100米的古山此刻轰然震动起来。姐！阿斯亚特，终于等到你了！冰冷的笑声仿佛从地狱深处的传来。轰隆，无数的白骨从地面飞起，层层堆叠，眨眼间就组成了一颗直径超100米的巨型骷髅头。砰！两团黑暗气息在骷髅头的眼眶中爆开，来自地狱的火焰燃烧出无尽的愤怒，仿佛要将几人活生生吞噬。来地狱吧，看看我特意为你准备的10000种刑罚，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阿斯亚特的神色第一次变得凝重，小心点，蛊魔苏醒了。秦飞不禁翻了他一眼，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早就知道他没睡呢？年轻人，我很欣赏你的勇气。阿斯亚特露出赞赏的神色。好，我谢谢你。秦飞抽出军刀，目光警戒地望向前方。年轻人，不要冲动。阿斯亚特见状，眉心紧锁道：虽说蛊魔的本体在地狱，这里只是部分灵魂，但是封印松动下，他依旧能爆发出大师级以上的实力。你们都是新手，并没有对抗他的力量。阿斯亚特神色复杂地深吸一口气。撤退吧，把黑暗魔法书交给我，哪怕再一次堕入黑暗，我会尽全力帮你们拖住他的脚步。话音未落，秦飞已然将背上的精灵丢给白丽，自己则是提刀快速冲了上去。只见他身形一闪，眨眼间来到骷髅头的左侧，反手就是一刀斩击。唰！
汇聚魔法的军刀凌空劈出一道寒光，咔嚓，刀刃在骷髅头上斩出一道道3米长的裂痕。-10200，伤害迸出的瞬间，阿斯亚特直接陷入呆滞，透绿的面庞现在看起来更绿了。你这是什么技能？第16章堕入黑暗的恐怖力量。斩击，没见过吗？秦飞说话的同时抽刀后退，目光望向对方的血条，没动。古魔头顶的血条确实出来了，超过100米长。刚才1万伤害砸下去，不能说毫无变化，只能说一动不动。卧槽，上亿！具体是多少亿，现在还无法确定。秦飞现在14级，攻击力比之前强太多，已经接近1万。而眼前这个骷髅头，虽然说是地狱古魔，但其实并没有太高的防御，甚至比外面的亡灵兽兵防御还要低。但不得不说，他的血条是真的厚。古魔就算站着不动，让自己随便砍，估计都要连砍10几个小时才有可能见底。斩击！阿斯亚特一脸震惊，这不是战士职业的低等技能吗？难道说我死后的这些年，人类已经将斩击提升成了高等技能？这不重要。阿斯亚特再一次陷入沉思。好，如果你有这种实力，那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将封印加固。啪！秦飞已经将刚才拿到的黑暗魔法丢了过去，任务道具打不开的东西留着没用。唉，阿斯亚特拿到魔法书，神色之中明显有些顾忌，但是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从当前的封印状态看，随时都有被冲破的可能。一旦放出古魔的灵魂，那这位地狱中最难缠的魔将将从重伤中恢复，到时候他必然会率领骷髅大军再一次对人类世界发起疯狂的复仇和屠杀。如此一来，那他用生命换来的封印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年轻人，我会尽量给你争取时间。阿斯亚特下定决心，果断道：只要将魔石放入核心，彻底封印古魔，那我就算堕入地狱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该死的虫子！古魔的眼里只有阿斯亚特，对于秦飞的攻击根本不会在意，但不代表他会任由秦飞攻击。轰隆隆，一具具白骨骷髅从地面爬起，不同种族、不同大小、位置各异的骨头就这么胡乱的拼装在一起，成为一名名造型怪异的骷髅战士。眨眼间，上百只骷髅战士挥舞着不知是何种生物的骨头，向着秦飞杀来。唰！秦飞只是一刀横扫，3名骷髅战士便被军刀拦腰斩断。-7298，-7420，-7311。靠！砍不动古魔，还能砍不动垃圾吗？秦飞瞥了一眼提示栏，没有击杀，也没有经验，纯召唤物。下一秒，已经破碎的骷髅战士极其随意的从地面拾起几根骨头给自己按上，然后便歪歪扭扭的站起来，继续进攻。最难缠的地狱恶魔。秦飞现在明白这个词的含金量了。没经验，打不死，还他妈无限复活。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干掉骷髅的召唤者古魔。还好，现在并不需要干掉古魔，只要冲到封印核心就可以了。秦飞真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毕竟学校食堂一会可是要关门的。为了午饭，冲啊！秦飞提起军刀，便如炮弹一般冲了出去。所过之处，骷髅战士尽数腰斩，同时更多的骷髅战士从地面爬起。另一边，阿斯亚特已然将黑暗魔法书打开。堕落的无尽地狱，绝望的恐惧之地，痛苦的折磨之源，地狱最深处的绝对黑暗。你侵蚀一切，你吞噬一切，你毁灭一切。一字字冰冷的咒语从阿斯亚特口中蹦出。古魔不仅没有阻止，反而露出一副戏谑的神色。结，永恒的黑暗啊！伟大的墨菲斯克，您看到了吗？曾经让人类引以为傲的守护者，传奇法师阿斯亚特，他竟然选择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古魔太激动了，甚至是兴奋。阿斯亚特，我在地狱中等了你1000年，我知道的，你迟早会来的。来吧，地狱才是你永恒的归宿，我会向伟大的墨菲斯克引荐你的。当然，那得是在你被折磨了1万年之后。轰！阿斯亚特的幽灵身体瞬间腾起火焰，那是黑色的火焰，是来自地狱的灵魂之火。这一刻，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上不去天堂，留不了人间，只能堕入地狱。阿斯亚特的眼里没有一丝的颤抖，单手指向古魔以及他下方的古山，冷漠道：腐朽吧！呼哧，地穴中的黑暗气息一时间化作暗流涌动，如浪潮般向古魔扑去。没有激动的能量波动，但凡触碰到黑暗气息的白骨，瞬息之间便化作一抹灰尘。黑暗的腐朽之力在阿斯亚特手中展现出了他最恐怖的一面。就算是古魔，就算是那直径超过100米的骷髅头，此刻也在黑暗腐朽之下
层层消融，层层脱落。负1000万，负1000万，负1000万，1000万的伤害数字跟不要钱似的疯狂上窜。古魔的那令人窒息的血条，此刻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落。这就是堕入黑暗后的传奇法师吗？东方白丽震惊无比地看着这一切，那恐怖的伤害数字，估计能秒杀所有传奇以下的存在。就算是黑暗抗性拉满的圣殿骑士，也不可能扛住这种程度的技能，太强了！黑暗系的能力比常规法系的技能震撼太多太多。作为一名法师，他真不知道如何拒绝这种力量。在能够腐朽一切的黑暗浪潮下，白骨如阳光下的冰山迅速消融。阿斯亚特并没有彻底疯狂，他还在控制黑暗浪潮，并没有让这股恐怖的腐朽之力波及秦飞。同样的，没有黑暗浪潮的攻击，秦飞周围的骷髅战士也不会消融，他们的数量依旧庞大。好，秦飞却是嘴角一扬，挥手斩碎身前的几只骷髅战士，再一次发起冲锋。没有古魔的干扰，没有那茫茫无际的古山，剩下的骷髅战士一旦碎裂，就没那么容易再站起来。如此一来，他们根本无法再阻挡自己。很快，封印核心就在秦飞眼中显现，那是一座由6根镌刻魔法符文的水晶立柱组成的法阵，一层透明的能量屏障将外面的一切隔绝。快，将魔石丢入代表大地元素的核心之中。阿斯亚特的魂体在地狱火焰中燃烧，脸上那无比痛苦的神色表明，要动用这种级别的黑暗魔法，并非是没有代价的。啪！秦飞冲到核心前，毫不犹豫地将魔法石丢到正中。下一秒，一座座由符文勾勒的山丘在阵法中缓缓耸立起来。与之相反，秦飞脚下的大地却仿佛在下沉，同时下沉的地面也将一层层的白骨淹没。不出10几秒，原本填满整个地穴的白骨就被大地彻底埋葬。等震动过去，等黑暗浪潮退去，上方的古魔依旧还保留了1/3的血条。结，这就结束了吗？古魔发出肆无忌惮的狂笑。阿斯亚特，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即便到了现在，你竟然还想逃离地狱，可能吗？什么情况？秦飞和东方白丽对视一眼。封印加固，为什么古魔还在？难道是失败？东方白丽暗暗咬牙道：不会吧，传奇法师当场黑化都解决不掉这个古魔吗？那这隐藏任务还有完成的可能吗？唉，阿斯亚特遗憾地叹出一声。年轻人，你们可以回去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啊，任务完成了，但是奖励呢？提示呢？秦飞啥也没看到啊。东方白丽也是一样的摇头，没有任何提示。另一边，阿斯亚特伸手在空中连点，快速地画出一连串魔法符文。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勇者挺身而出，为了人族，为了生命，为了信仰。而你们就是勇者誓言的践行者。阿斯亚特顿了片刻，继续道：这里的一切本应该都应该随着我一起消失，唯独当年朋友的嘱托一直未能完成。我想，作为勇者的你们，完全有资格继承他们的意志。说话间，阿斯亚特竟是伸手探入符文之中，取出3张古旧的羊皮卷轴，分别飘落在秦飞3人面前。虽然不一定完全合适，阿斯亚特欲言又止，随即苦笑道：一个堕入黑暗中的死人，也没有资格再教导你们了，去吧。爹，你获得了稀有转职道具无罪之影。第17章无罪之影，道中极意。稀有职业。秦飞看向旁边的东方白丽，你也是稀有？东方白丽的嘴角弧度已经压不住了，激动道：稀有职业，心之玄法。他本来想着只要是隐藏的法师就行了，结果竟然是稀有。内测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到过稀有职业，他更是连想都没想过。这感觉就像是自己从不买彩票，但是一出门就从地上捡了一张彩票，不仅中了奖，而且还是超级大奖，直接掏空上亿奖池的那种。飞哥哥，我拿到的是多元射手爷上官瑶拿到转职道具。眼前的幽灵顿时就变得和蔼了许多。为什么？秦飞不太理解，这次奖励发放明显不对，他是不是吃了我100金币和1万经验？东方白丽脑门显出3根黑线。难道稀有职业还没金币和经验重要？是，您老人家已经有了，不在乎。可我们还没有呀。呼！东方白丽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众神中的任务如果超额完成，奖励却是会发生变化的。从这次的流程来看，我们其实只要穿过外面的黑雾，找到阿斯亚特就可以结束了。秦飞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么回事。本来是要走，但是自己上去给了古魔一刀，没走掉。东方白丽接着道：正常来说，当时就算强行继续任务，
后续也会撞上无数的骷髅战士，根本没有完成的可能性。骷髅战士很难吗？秦飞一点都不觉得。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要难那么一丢丢的吧。东方白丽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阿斯亚特盯着古魔，一副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孩子们，快走吧！这次我要将古魔的灵魂彻底的钉死在艾帕西亚的山脉之下。结！古魔的笑声依旧是那般嚣张。我知道你想用黑暗禁锢，可以，但是你的灵魂必然会随我回到地狱。你说10000年的折磨会不会太过仁慈了呢？封印之下的古魔其实调用不了多少力量，但他不怕，因为封印加固并不会将他这部分已经逃逸的灵魂重新拉回去。阿斯亚特没有第二条命，所以他这次的加固封印注定是失败的，而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先让敌人一些希望之后再将其打碎，然后慢慢欣赏他们的绝望。精彩，这是他最喜欢的节目。阿斯亚特，你已经拥抱过一次黑暗，你该知道人类世界不可能再接受你，唯有地狱才是你的归属。在伟大的墨菲斯克领导下，你将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不朽的权利，以及那超越人类巅峰的力量。想想吧，想想刚才那无边的黑暗是多么的美妙。面对蛊惑，阿斯亚特没有任何一丝的动摇，转身看向秦飞几人的眼神是那般的坚毅，同时也是那般的温柔。回去吧，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不会在乎多死几次。最后，阿斯亚特的目光落在秦飞身上，叮嘱道：无罪之影虽然是盗贼职业，隐藏在黑暗中的并非都是堕落之人。我的朋友如此，我相信拥有勇者意志的你也一样可以做到。唉，东方白丽虽然有些可惜，但还是开口道：阿斯亚特的死应该是剧情，我们不用太过悲伤。开玩笑，什么叫悲伤？秦飞激动的是：盗贼！白丽，你说刚才我们强行继续任务，算不算强行改变剧情？肯定啊，东方白丽没有多想。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秦飞取出转职道具贪婪者。爹，恭喜你成功转职贪婪者，你现在可以拥有第2个战斗职业。继续。爹，恭喜你成功转职无罪之影，你学会了高等技能无罪潜行、无罪窃取、无罪伏击、无罪脱逃3重影击。秦飞费了这么大功夫，要的技能其实就一个。无罪窃取1级0100高等，对附近的目标发动一次偷窃，有 10% 几率获取对方身上或包裹道具，无论偷取是否成功，你都不会被对方发现。目标不能高于你30级，连续对同一目标使用将导致无罪效果丢失，消耗100魔法值，冷却360秒。孩子们，你们的路还很长，不用为我而悲伤。阿斯亚特说完，便毅然决然地走向古魔。嘿嘿，秦飞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手上却是不知何时多了一副透明手套。盗贼的极意！下一秒，秦飞就冲了出去，目标古魔。东方白丽彻底看不懂了，你这是要干嘛？呜呜，上官瑶忍不住抹了抹眼泪，哥哥他太重感情了，为了不让幽灵爷爷赴死，宁愿去跟 BOSS 单挑。噗，是这样的吗？东方白丽想了想，除了这个理由，好像别的了吧。但是古魔真的可以杀死吗？他只是灵魂困在这里啊，仅用物理攻击有可能杀死他的灵魂呢？不，阿斯亚特要疯了，他的灵魂在颤抖着。古魔是可以打开地狱通道的，他会将你拽入地狱，永远的再困在那里。话音未落，古魔已经狞笑着张开嘴巴，那里面是一个充满黑暗和火焰的漩涡。无罪窃取！秦飞一个侧身闪到旁边，左手按在骷髅头上，低窃取成功，你获得了地狱古魔的部分灵魂。哈哈，成了！秦飞激动地打开装备面板，盗贼第极意。嘿嘿嘿，盗贼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我说我偷过幸运女神的心，你信吗？品级圣器，需求盗贼，可窃取任何目标，可窃取任何物品、道具、能力、属性，可将赃物保存在戒指中，最多可保存5件赃物。所有窃取类技能共享冷却时间，所有窃取类技能冷却时间为1天。若窃取失败，则30天内无法使用任何窃取技能，并随机丢失1件赃物。赃物1：幸运女神的心。赃物2：地狱古魔的部分灵魂。赃物3：空。赃物4：空。赃物5：空。与此同时，古魔的笑声戛然而止，眼眶里那2团黑色的火焰瞬间熄灭。轰隆隆，超巨大的骷髅头当着几人的面凭空解体，摔碎一地。啊！意外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的伤害，没有任何的爆炸，没有任何的战斗，古魔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消失了。
东方百里眼里全是茫然，一旁的阿斯亚特惊得下巴都掉了。古魔死了。第18章，计划通，赃物到手，不可能的。阿斯亚特绝不接受这种结果，他用生命都无法击败的敌人，他舍弃了毕生信念也只能勉强封印的敌人，怎么会这么简单的死亡？不，古魔只有灵魂在这里，绝不会死亡，最多只能被封印。阿斯亚特冷静了一些后，越想越不对劲，任何封印技能都不可能静悄悄的发动，更不可能瞬发，所以不是封印。但那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新时代的技能？上官瑶此时忽然凑了过来，幽灵爷爷，那个大骷髅都死了，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嗨，阿斯亚特的脸顿时憋成了墨绿色。谁说的？我肯定是高兴的，我这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是高兴的都要哭了。阿斯亚特刚才说了一大堆，准备好了一切，慷慨赴死，现在突然一下结束了，没事了，这感觉简直比杀他了还难受。真的，或许地狱那边的折磨都没有这么痛苦吧。他把自己献祭给了黑暗，如果堕入地狱，自然是一切好说，但现在偏偏没有，那他要拿什么身份重回光明？一只堕入黑暗的幽魂，还想要光明？可笑！你们走吧。阿斯亚特摆了摆手，了无生气道：古魔并没有死亡，随时有可能苏醒，就让我永远的守护这片封印吧。任意窃取，成功！秦飞按下心里的激动，自己就是为了这叠醋才包的饺子，若没这种逆天的效果，谁还去玩盗贼啊？一个窃取技能就有那么多限制，成功率低的吓死人不说，冷却还死长的。当然，如今的冷却更长，直接就是1天，但是成功率拉满了呀。身为一个盗贼，拼了命也要赌的是什么？运气。秦飞在看到这件装备的时候，并不理解那个盗贼为什么去偷女神，现在明白了，没有幸运女神庇护的盗贼，永远都是垃圾盗贼，因为窃取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无罪窃取是高等技能，才只有10%的几率，如果再算上等级压制后的成功率判定，那面对高级目标的窃取成功率将无限趋近于0。古魔的灵魂不仅等级高，而且位阶更高，哪怕是同等级都几乎很难成功。但是秦飞第一次出手就成了，你要说这里面没有幸运女神的帮助，那才是真扯淡，人家绝对是出了大力的。此刻回过头再看窃取失败的惩罚，禁用技能，丢失赃物。以盗贼那惨不忍睹的成功率而言，手套里根本就存不下任何一件赃物，明明拥有圣器属性，却只能当作垃圾丢仓库。而这一切全都因为一次成功窃取，因为一件赃物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神器，拥有幸运女神之心的极意手套，绝对是神器。现在的问题是，这玩意要怎么用呢？秦飞现在有2件赃物，既然是赃物，那肯定是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东西，那就要用。首先是女神之心，这个还是先放着吧。秦飞不太确定这玩意是什么状态，没搞懂之前最好别乱动，只要能增加幸运，保证窃取的成功率就行。至于古魔的部分灵魂，秦飞想要使用的念头刚起，一团黑烟便从手套中冒了出来，转眼间便化作一颗篮球大小的黑暗骷髅头，那模样不是古魔又是谁？该死的人类，你竟然敢封印我！古魔出来的瞬间，怒意便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哇！上官瑶看到古魔复活，噌的一下就闪到秦飞身后，而阿斯亚特的眼神露出一抹惊讶和兴奋。古魔，我要将你彻底禁锢！啪！秦飞一看阿斯亚特要疯，立刻就把古魔收了回去。阿斯亚特瞬间尬在原地，两眼一黑，想死！哥哥，上官瑶也是疑惑的探出脑袋。秦飞洒然一笑，没什么，只是把他封印了而已。封印？阿斯亚特脸色一沉，什么类型的封印会有如此逆天的效果？除了神灵，死神灵。阿斯亚特全身一震，能够随意掌控灵魂的，并且是古魔这种级别的半神灵魂的，唯有神灵。但是你明显不是神灵，那答案就只剩神器了。东方百里闻言顿时恍然，神器不一定，但肯定是圣器以上。天哪，这就是圣器的作用吗？记得当时飞天帝说那件装备限制很多，难道是只能对灵魂使用？如此说来，仅仅只是封印灵魂或者恶魔的话，限制还是非常多的，大部分战斗场景可能都用不上。不过还是非常逆天就是了，关键时刻使用出来，连传奇法师都要甘拜下风。阿斯亚特突然就不纠结了，反而面带笑意的欣慰道：被神灵钟爱的孩子啊，艾帕西亚的未来看来要交给你来守护了。神器啊，他活了那么多年，也只是在典籍上见过神器而已。传说中
神器拥有堪比神灵的力量，就算是对抗地狱七魔神都有可能，更何况只是七魔神手下的一个魔将呢？第19章，第一只宠物。对于他们的猜测，秦飞也没反驳，只是再把古魔招了出来，卑劣的杂碎！我要把你按在炼狱之中，折磨10000年！古魔这次出来后更加愤怒，但是不管他如何愤怒，都施展不出任何能力。该死的！你到底用的什么封印？闭嘴！秦飞尝试控制对方。结，你以为你是谁？除了伟大的墨菲斯克，没有谁可以命令我。啪！秦飞又一次把他关了进去。现在可以确定一点，赃物是属于自己的，可以使用，但如果是拥有一定意志力的赃物，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想想也是，盗贼集一本就是一件为窃取装备，能保存一些特殊的赃物就很不错了。再想要完美控制这些赃物的话，那品质估计得是神器才行。过了一会，秦飞再次把古魔招出来，我让你开口，你才能说话，不要跟我哇哇叫。你，古魔终于被镇住了，他从没见过如此离谱的封印能力，说封就封，说放就放，这应该是某些极其强大的神器才会拥有的效果。你，人类，到底是哪位神灵的眷属？我让你说话了吗？秦飞横了他一眼，古魔眼里冒火，整个骷髅头都在颤抖，明显是气得不轻。你到底想要怎样？告诉你，封印这种事是威胁不了我的。秦飞无所谓的耸肩，单手按住古魔的脑袋，小骷髅，睁开眼看看，现在到底是谁在掌握局势？嘎吱嘎吱，身为地狱中的高阶存在，古魔何时受过这等侮辱？气得他硬生生把牙齿都给咬碎了。对我有用的东西，我会好好保管，而没用的东西只配丢进垃圾堆。秦飞轻蔑地瞥了古魔一眼，接着道：像你这种特殊垃圾，我看应该丢到光明教廷或者是太阳神殿里面，好好的净化一下。咯噔，古魔听到这里，灵魂不禁一颤。封印，他是不怕的，死亡他也不死。就算是光明净化，了不起就是损失部分灵魂，但若是来自光明神的净化，他连本体都可能一起被湮灭。光明神会因为一个人类而亲自出手吗？不知道啊，古魔真的不好判断了。毕竟眼前的这个人类可是实打实的拥有一件神器啊。想到这里，古魔忍下心里的怒火，再次开口：我们可以谈谈，你到底想要什么？谈？秦飞笑了，你现在有谈判的资格吗？啪！秦飞将古魔收回去。现在人多，他不好再继续测试，而且他也没想好要如何使用古魔。先回去吧，这玩意估计得好好调教一下。秦飞随口道。噗！阿斯亚特终于憋不住了，一口魂火当场喷了出来。纵观艾帕西亚的数万年历史，应该还是头一次有人说要调教恶魔的。上官瑶忽然想起什么，昂首问道：哥哥，那现在这个小骷髅是不是能当宠物呀？宠物？秦飞想了一下，你要这么说的话，调教好了之后，应该是能跟宠物差不多吧。噗！阿斯亚特又是一口魂火喷了出来。无所不知的智慧之神啊，您看到了吗？什么时候开始连这种大恶魔都可以当宠物了？从古魔到宠物，名字一变，上官瑶顿时就觉得那只小骷髅非常可爱了。哥哥，那他调教好了之后，能不能让我玩一下？噗！这下换东方白丽要喷血了。瑶儿别闹。上官瑶委屈巴巴的翻眼，可是姐姐，那是小骷髅也还可以说话的呢。你要这么说的话，东方白丽自己也觉得确实非常合适。不，还是不行。飞天地的宠物我都不敢想，你就别想了。不确定能不能成，到时候再说吧。秦飞现在也没万全的把握，真要不行，估计还是要去教廷啊、圣殿一类的地方试试。哥哥那么厉害，一定可以的。上官瑶就当他是答应了，欣喜不已道。另一边，阿斯亚特却是望着封印沉思，这里依旧封印着古魔的部分灵魂。那你手里的是什么啊？阿斯亚特忽然醒悟过来，你封印的应该是古魔从封印中逃离的部分灵魂。秦飞想起之前的对话，当即问道：你是说古魔大部分灵魂还在封印中，而封印中的灵魂也仅仅只是古魔灵魂的1/5？是这样的，阿斯亚特肯定道。古魔是一名非常强大的地狱半神，尤其是涉及灵魂方面，更是能够媲美天使。若是完整的古魔灵魂，就算是神器，恐怕都不能轻松封印。有道理，幸运女神的心并没有意志，所以才能安安稳稳的当赃物。若是真的是神级存在，恐怕盗贼极易也压制不住。毕竟手套本身的品质摆在那里，能够在女神之心的加持下媲美神器，就已经够逆天了。孩子们，你们的可以放心的离开了。阿斯亚特确认封印没事，坦然道：堕入黑暗之中的我，注定要去地狱的。
如果可以的话，请在我消失后把日记和这本黑暗魔法送到知识协会。秦飞当然没意见。第，你获得了新的任务——阿斯亚特的日记。需求：将阿斯亚特的日记交给智慧与知识协会。奖励：未知。上官瑶闻言，不由得有些遗憾道：“幽灵爷爷，你能不能不要消失啊？”哈哈，傻孩子。阿斯亚特欣然而笑。凭黑暗魔法融合部分灵魂铸造出来的记忆体，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死亡已经是过去式，如今只不过是抹掉最后的残念而已。离开黑暗魔法，离开那本日记，我最多只能再维持5分钟，你们等一会再回来收取日记即可。黑暗魔法在阿斯亚特使用之后，已经彻底融入他的灵魂体之内。他若不消失，这本书可能都没办法拿出来的。5分钟，如果不离开日记的话，能存在多久？秦飞双眸一闪，当即伸手取出日记，啪的一下合上书页。阿斯亚特一脸震惊地望着秦飞，但魂体却是不受控制地飞入日记之中。第20章，千万悬赏，校花表白，飞天地。东方白丽看得呆住，随即眼中闪过一丝不忍。这样真的好吗？哪里不好？秦飞不理解。东方白丽犹豫了片刻，终于道：“阿斯亚特，他应该不是想别人知道关于那些堕入黑暗之中的事情的。”啊！秦飞不禁笑道：“我可没无聊到去看他社死。”那为什么？东方白丽更疑惑了。你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秦飞摆了摆手。这次任务的收获相当惊人，不仅仅是职业，更多是了解到了众神的玩法。任务可以被修改，古魔可以被窃取，那阿斯亚特自然也可以存活，只是需要相应的手段。秦飞目前不知道如何延长对方的灵魂体寿命，但自己有盗贼极意作为保底。真不行，那就偷了阿斯亚特的灵魂。嘿嘿，调教古魔那种家伙不容易，但跟人类沟通应该没那么难吧？传奇法师，阿斯亚特这家伙可是很会藏的。之前说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结果临死前不仅施展了超级黑暗魔法，还施展了空间魔法，原地掏出了3个稀有职业道具。哥哥，那我们现在回去交任务吗？上官瑶看到阿斯亚特没死，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再拿1万经验的话，我就11级喽。秦飞看了眼时间，随即抽出2张传送卷轴。我下线吃个饭，你们先去吧。呀！上官瑶一听这话，这才想起打开通讯。糟糕，我妈已经叫我2次了。东方白丽也不想队伍就这么解散，索性道：“既然这样，那不如我们中午一起吃吧。飞天地，你方便吗？”啊，线下吗？秦飞一听就觉得有点尬。不，我随便吃点就行。东方白丽心里知道不太可能，所以也没有强求。也是，中午时间本来就短，那我们3点再上吧。秦飞随口应了声，就点击了下线。呼，随便玩玩就1点多，食堂应该都关门了吧？老六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帮我带份饭。睁开眼，宿舍里3个人全躺在床上，明显都在游戏里没出来。靠，他们不会都吃过了吧？秦飞暗叹一声，随手给他们的手环发了个消息：下午还有课呢，去不去？爹，消息立刻回了过来。王超，飞哥，帮忙带份饭，我一会出来吃。李一鸣，义父，来桶泡面加鸡腿，我要吃2个。成了，几级了呀？技能学了没有？银币赚了多少？你这个年纪不好好练级，还敢上课，你怎么上得下去的呀？靠！原来自己才是最早出来的那个。秦飞回了消息，洗把脸出门。平日里这个时间，校内的人还是很多的，可今天一路上，除了扫地阿姨和流浪猫，总共就没见到几个人。众神的影响这么大吗？应该是第1天开服比较火爆的缘故吧。想到这里，秦飞没有出校门，反而是先去教室打一头。万一大家都不去，那岂不是连点到都省了？3号教学楼，整个大厅空空荡荡，只有告示栏前面有几个人。放假了，还是7天？秦飞看到告示后，整个人都有点懵。不会吧？学校竟然因为一个游戏放假了？这可不像宾大以往的风格呀！秦飞一声呼唤，突然把秦飞惊醒。转头望去，正是同班的林诗琪。纯白的连衣裙一如往常，清秀的面庞之中透着纯净的美，配上那水润的眼眸和纤细的长腿。死！不愧是从高中到宾大一直位列校花排行榜榜首的存在。哪怕是见过游戏中的精灵和白狐之后，秦飞依旧觉得林诗琪的颜值相当能打。唯一有点怪的是，作为学霸的他，今天出门竟然没有带书。林大班长，今天真放假啊？林诗琪面带微笑，轻柔道：“就算不放假，你也不会来上课吧？”秦飞顿时显得有点尴尬。他这学期已经被林大班长抓到好几次翘课了。怎么可能？作为班里的积极学习分子，我对学习的热爱
哪里是一个游戏就能击溃的？就算今天学校要放假，我也要坚持自习。林诗琪略显惊讶望了过来。好，那我今天陪你一起上自习吧。噗！秦飞真要吐血了。嘿嘿，你不是来真的吧？学校都已经公告放假了，咱们还是别给阿姨增加工作量了好不好？噗嗤！林诗琪的笑声脱口而出，如阳光下绽放的百合。不逗你了，我是开玩笑的。呼！秦飞总算是长吁了一口气。就凭今天这情况，就算辅导员来，他也不带上一节课的。但是林大班长的威压，真就比老师还要强上3分。没办法，二人在高中就是同班同学，3年班长的长期压迫，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本以为考上宾大之后就能顺利脱离魔爪，没想到，人家进了宾大，依旧是班长。好家伙，当场就是一个威压加倍。难得你今天还能出门，吃饭了没有？林诗琪岔开话题道。秦飞摇头，正好，我也没吃。林诗琪说完，飘然转身，迈出教学楼。秦飞还在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远处的林诗琪却是忍不住低声碎碎念道：“呆子，你难道不打算跟我一起吃吗？”靠！早说啊！秦飞当即应了一声，收到。今天的校园格外清静。林荫小路上，二人并肩走着，倒是有几分回到高中的感觉。身边的林诗琪也是出奇的安静。校外的小吃街，这个点上没有几家开门。海清园，听说味道不错，不如就这家吧。秦飞定下脚步。林诗琪闻言，抬头看了一眼装修精致的餐厅，微微皱眉道：“不好吧？我随便吃点就可以了。走，我请客。”秦飞今天可是赚了不少，不然这种档次的餐厅，就算带到毕业也未必会来一次。林诗琪只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再拒绝。二人选了个床边的雅座，先点了一杯鲜榨果汁，其余的菜秦飞看着最好的点了一些。林诗琪看向窗外，不由得叹道：“众神的影响太大了，平时这条街人很多的，应该就对学生影响大一点吧。”秦飞随口回道。林诗琪一听这话，立刻诧异的回头：“你没看抖音？”“没看。”秦飞一直玩到现在，哪有时间刷抖音？你平时那么喜欢玩游戏，我还以为你都知道呢。林诗琪露出一抹略带无奈的浅笑。如今的众神可不是之前宣传中那么简单。早上游戏刚开，就有传言说众神可能涉及现实中国家竞争，直到现在龙国官方也没有辟谣。1个小时前，国字头的龙海集团开出1000万的悬赏，寻找当前的游戏第1人飞天帝。啊，1000万！秦飞听到这个数字后，整个人都惊呆了。嘻嘻，没想到吧？林诗琪莞尔一笑，跟悬赏一起出来的是各大集团的游戏人员招聘，以及全国院校的集体放假通知。哦，秦飞总算知道一向比较卷的宾大为什么放假了。林诗琪再道，除此之外，通知中还严令学校以旷课为由开除学生。这是干嘛？秦飞开玩笑道，鼓励学生旷课玩游戏吗？是的。林诗琪一脸认真的点头。噗！秦飞差点把果汁喷出来。哎，真的。林诗琪没有回答，水润的双眸忽然凝视起秦飞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宾大吗？秦飞被盯得有些头皮发麻，不知道。林诗琪嘴角浮现一丝无奈，随即苦笑着念道：“呆子，以我的分数，明明可以去清北的好不好？”死！秦飞倒吸了一口凉气，道：“你该不会是为了抓我翘课，特意考宾大来的吧？”你……林诗琪彻底无语，眼中甚至有一丝绝望。不过，复杂的情绪终究是暗了下去。呼！林诗琪深吸一口气，随即用最甜的笑容、最大的声音拍案而起：“秦飞，你这个呆子，笨蛋，蠢猪，我喜欢你啊！”第21章，军方震动。本就没几个人的餐厅，瞬间静到落针可闻。秦飞想了1万种可能，就是没想过向来跟自己不对付的林诗琪会喜欢自己。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以他如此恬静的性格，竟然在餐厅里用最大的声音告白。秦飞一时间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完全没经验，长这么大从没被告白过。接下来是什么流程来着？呼！林诗琪长吁一口气，潇洒落座，说完之后果然舒服多了。秦飞看他坐下，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新手玩家没经验，请问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吗？”林诗琪闻言微微摇头：“我喜欢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好。秦飞对于这种逻辑只有2个字：佩服。林诗琪此刻没了拘束，整个人都显得活泼了许多。呆子，如果不是众神出现，我恐怕到毕业也不会告白吧。以你的性格，就算以后跟别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想不到当年有个傻傻的小姑娘一直喜欢你吧。秦飞两眼一翻：“我反对。按道理说，人是不可能笨到那种程度的吧？”哼。
林诗琪没有回话，但是他的脸上写满了肯定。下一秒，林诗琪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柔美的笑意，真好，能临走之前遇到你。走，秦飞终于抓住了关键词。你要去哪？学不上了？暂时不上了。林诗琪语气坚定，绝不是开玩笑的样子。你应该知道我父亲单位吧？秦飞点头。林诗琪母亲是大学教授，父亲据说在研究所工作，保密程度还挺高的那种。我爸提前帮我办了休学，安排了工作，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林诗琪神色平静，缓缓说着，据说是跟众神有关的工作，虽然对方公司不大，但实力很强，给的薪资也很高。有多高？秦飞好奇道。年薪30万。林诗琪露出得意的笑容。你还在上学，我就要赚钱了，嘻嘻，所以这顿饭还是我请吧。不许拒绝。林诗琪补充道，人这一辈子总要请喜欢的男生吃顿饭的。好，你赢了。秦飞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吃完饭，林诗琪把秦飞按在座位上，自己付的账。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祝你工作顺利。林诗琪的眼神顿时犀利了起来，秦飞立刻就感到了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威压。上学是没有用的，至少暂时没用，抓紧把游戏玩好才是最重要的。你确定？秦飞真没想到，这是一直逼着自己学习的林大班长会说的话。林诗琪的小脸无比认真，但也无比纠结，最终他还是没忍住。呆子，那边的工作要求保密的，我不能说具体，但是你如果想去的话，我可以试着推荐一下的。不去。秦飞连1秒都不考虑，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上班的。呼！林诗琪顿时跟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呆子，你到底是真的呆还是假的呆啊？林诗琪真要哭了，而且还是被自己气哭的。我怎么会这么傻？这么多年非要抓着一个超级大笨蛋拼了命的喜欢啊！秦飞刚要开口，林诗琪却是一个翻身，把他的嘴堵了个严严实实。良久，林诗琪终于将秦飞松开。西西，这是你欠我的利息。我走了，你可千万不要想我，也不要给我发信息，不要问我公司的地址，更不要来公司找我。林诗琪从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般洒脱开心。对了，林诗琪走到门口，宿舍不要住了，如果不想回家的话，就租个房子玩游戏吧。为什么？宿舍挺好的呀。秦飞不太理解。林诗琪认真道，我爸说的，登陆众神的时候，人在现实中是没有任何意识和反应的，所以周围环境必须安全。秦飞想了一下，确实如此，收到。林诗琪真的走了。秦飞感觉这辈子所有的精力加一起也没有今天1天多。1天时间，全国院校从学习全部转向游戏。曾经的学霸直言学习无用，是这个世界疯狂，还是自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此刻，秦飞看着卡里的冰冷的100多万，盘算道，还是先去找房子吧，安全是要注意。如果不是林诗琪提醒，他自己都不知道飞天地的名字竟然价值1000万。几个室友估计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单单是游戏公告里出现这个名字，他们不一定会联想到自己，可一旦知道价值1000万后，所有的可疑点都会引起关注吧。毕竟飞天地是自己的常用名，他们都是见过的，就算自己不承认，估计也拖不了多久，到时候麻烦如山倒，还不如早点解决。想到这里，秦飞先给东方白丽发了个消息，有点事，3点不上线了，你们玩吧。好的，那晚上再说。东方白丽很快回复，搞定。秦飞先给学校门口的中介打了个招呼，让他们先找，然后直接回宿舍收拾几件衣服，今天找房子，今天就搬。与此同时，龙国东区基地的主屏幕上正展示着当前的众神排行榜。第1，飞天地，龙国14级，无罪之影。第2，白丽，龙国10级，心之玄法。第3，摇到姐姐怀里，龙国10级，多元射手。第4，空。第10，空。东方战双手叉腰，神色疑惑至极。你们确定白丽是我家那笨丫头的内测名？战帅，这是登记表。工作人员跟着道，白丽内测时的成绩是3天12小时8分，而他给我们的提交计划时间是23小时。砰！东方战一拳捶在桌面。我家的笨丫头什么水平？我能不知道吗？说重点，你们到底能不能确定他跟飞天地在一起？ AI 预测显示，单独他一人10级的话，概率为 59%。如果合并上官瑶的数据一起计算的话，那概率则为 99.9998%。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他们2个人组队，那主要伤害来源的经验值更高，等级不可能相同。砰！东方战一张脸都黑完了。好家伙，老子差点把龙国掀翻，动用了一大堆的关系，拐着弯开出1000万的悬赏，结果愣是找不到飞天地的任何信息。然后一转头，
自家女儿跟飞天地混到一起去了。关键看样子他还不是刚混的，而是他妈的已经混了很久了。这不是丢人不丢人的问题，而是活生生打脸。几个小时了，一个电话不打，一个消息不发，这女儿是白养的吗？啪！东方战终于憋不住了，提起手边的红色电话。战帅，那是内线。啪！东方战狠狠摔下话筒，怒气冲冲地换另一个。滴滴滴，爸，有事吗？你说呢？我在开车，下午刚好有空，顺便去公司处理点事情。好好好，还在跟我装是吧？东方战忍不下去了，飞天地是不是跟你在一起？没有啊，他早就下线了。好啊，还真在啊。东方战一时间气都不知道从哪冒出来。好，很好，你长大了。跟着又道，今天不问别的，我就想知道飞天地的首杀奖励是不是拿的圣器？是啊。那稀有职业呢？无罪之影。这个不清楚，无罪之影可能是刚刚做任务拿的。啊，他还有2个稀有。等等，东方战好像听到了别的。你说的任务是新手村那个隐藏任务吗？是的。是你触发的任务，还是他？当然是他触发的，我们刚做完。东方百里差点忘了。这件事回头跟您细说，有点复杂。你做都玩完了，竟然敢不跟老爸说一声！砰！东方战差点一拳捶在胸口，气冲冲道：有多复杂？说，我的电话不会停机。那个隐藏任务貌似可以直接展示面板获取，唯一的问题是面板的要求有点高。什么？只要展示面板就行？哈哈，这岂不是天佑龙国，原地起飞？东方战瞬间变脸，嘴都要笑歪了。好女儿，老爸果然没有白疼你。说吧，面板要求是多少？保守估计单属性3000，全属性1000以上吧。300点属性。虽然有点难度，但也不是没可能。爸，我说的是3000点。3000！哐当！东方战一个晃神，话筒直接摔在了桌上。爸，你没事吧？第22章，跟青梅校花合租是什么体验？玉湖庄园第8状。先生，您确定要租这套别墅吗？中介最后确认到48万1年，一次付清，押金10万。您还有别的问题吗？有问题也没用啊。秦飞一下午跑了6、7个中介，愣是找到天黑都没寻到合适的套房。见鬼！好像1天之内，整个滨海的空置套房都被各大公司包圆了，就连别墅都剩的不多，而且一个比一个贵。眼前的这套独栋别墅是6室3厅，装修豪华，什么都合适，就是太大了，一个人住实在浪费。算了，若是再耽误下去，随便打怪爆银币都不止几十万。就这吧。秦飞爽快付钱，中介那边的东西准备齐全，合同很快签完。秦飞拿了钥匙，刚准备关门，就见一辆黑色吉普直接停在了门口。一名裹着黑色风衣、身材高挑、戴着墨镜的美女推门下车，望着中介直接道：你是贝壳的人吧？这套房子我不租了。啊？房东？中介站在门口愣了片刻，随即摆出一脸苦涩道：不是，美女，房子我这边刚签的合同，人家钱都付了，合同按违约赔，让他走吧。美女干脆利落道。那个贝壳中介有些尴尬的插道：有件事您得知道，合同违约可是要赔1年房租，这钱我们是出不了的。好。秦飞强行憋住笑开口道：50万租金再赔50万，刚好换套大的，合理。墨镜美女此刻终于发现站在门口的秦飞，同时吉普车的另一边车门也被打开，入眼的先是一双纤细的长腿，跟着就是高马尾、白色连衣裙，以及那秦飞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清秀面庞。李总，我随便找套房子就可以的，不用这么麻烦。林诗琪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跟见了鬼的一样呆住。你怎么在这里？秦飞一脸无辜。林大班长，难道不是你让我出来租房子的吗？林诗琪重重点头。是，我是让你租，但也没让你。等等，这房子是你租的？墨镜美女此刻终于回过神来，有些意外道：诗琪，你认识他？他是我同学。林诗琪应了一声，又连忙补充了一句：高中同学，认识很多年的了。哦。墨镜美女轻嗯了一声，并未表态。林诗琪美眸一转，小声提议道：李总，我看他一个人也住不下这么大房子，那我直接住在这里不就行了？刚好省了一笔违约金呢。唉。秦飞无语的揉了揉脑门，我的林大班长，你让他先赔钱，我再单独给你租套别墅就不可以吗？一句话说完，林诗琪的脸顿时红得跟苹果一样。噗嗤。墨镜美女也没忍住，笑道：诗琪，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已经有女朋友呢？不可能。
林诗琪对于这点那是相当的自信，他这种呆子怎么可能会有女朋友？呆子！墨镜美女再次捂嘴轻笑，别装了，男朋友就男朋友嘛，公司又不是学校，不会禁止你谈恋爱的。厉总，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他不是那种人，我不会有事的。林诗琪一个劲的反驳着，小脸却是直接红到了耳根。我也没说你会有事啊。墨镜美女嘴角不由得微微扬起，调笑道，但我看现在这个情况，他倒是很可能有事。林诗琪耳根透红，此刻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一双帆布鞋在地上来回摩擦，恨不得给石板路扣个洞出来。行了，你就住这吧，公司宿舍我再找一个就是。墨镜美女并没有难为他，转向秦飞道，诗琪的行李在车上，你来吧。现在？不然呢？等秦飞稀里糊涂的把行李搬完，林诗琪已经和他老板跑楼上聊天去了。卧槽，什么情况？秦飞一个人站在门口，满脸茫然。别墅2楼，美女摘下墨镜，正是东方白丽。诗琪，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秦飞。林诗琪脱口而出，下一秒就后悔道，李总，我都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了。飞。东方白丽听到这个字，本已按下的疑惑再次提了起来。刚才在楼下，他就看这个少年跟飞天地很像，单看五官就起码有7、8分相似，气质更是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尤其是那双眼睛明亮干净，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林诗琪，既没有过分的露骨，也没有任何的怯懦，这一切跟飞天地都太像了。但是这种怀疑他也只是一闪而过，飞天地怎可能是学生？就算是学生也不可能出来租房子啊，他玩游戏的吧？那你知道他在众神里面的名字吗？东方白丽本着宁愿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追问道。这个真不知道。林诗琪以前就不喜欢秦飞玩游戏，这次倒是期望他好好玩游戏，只是中午太激动，所以忘了问。没事，你问到之后记得告诉我一声。东方白丽也没有太在意，交代完公司的事就开车走了。下午跟父亲打电话耽误得太久，导致公司的事情急急忙忙处理一些就得抓紧上线，若是晚了，飞天地恐怕不会等自己。谁能想到飞天地的属性竟能强到连父亲都无法理解，而且他还有可能不是内测玩家，就连军方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都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东方白丽猛地一脚刹车，眼里忽然倒映出刚才的那个少年，整个人呆呆的愣在车里。不会吧？第23章千人伏击，刀刀见血。玉湖别墅，秦飞在2楼选了间卧室，林诗琪的房间斜对面。你没带行李吗？秦飞出来得及，带不了床上用品，没事，我出去买一下就行。那也太浪费了。林诗琪说着，就从自己的行李中取了一套床单和被子给秦飞铺上。秦飞看着床上的粉色小熊，整个人都感觉有点不好了。偏偏林诗琪还摆出非常得意的神色，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下一秒，林诗琪就将秦飞按到床边，水润的眼眸直勾勾盯着秦飞，一如当年逼问秦飞作业在哪的模样。别墅的租金很贵吧？还好，也就你2年工资。秦飞侧过身抠了抠脸颊，60万。林诗琪不是震惊，而是相当震惊。他又不第一天认识呆子，他又不没去过秦飞家里，他又不是没见过秦飞父母。可是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呀？还有，叔叔阿姨知道你这样乱花钱吗？秦飞不解道，不是你让我好好打游戏的吗？我打的还行，所以赚了一点钱。另外，我刚给家里打了50万。林诗琪头一次发现，现实的报应真的可以来得这么快。呆子，我又不要你的钱，但是你得省着点啊。租房子多不划算，尤其是这种别墅，几10万才租1年，都够买一套的首付了呢。是。秦飞认真的点了点头。刚才你要是不开口，咱今天说不定还能再赚50万。到时候你要租就租，要买就买，反正都是你赚的。啊！林诗琪真要被这个呆子气死了。我那时候，哎呀，都是你，为什么租房不提前告诉我呢？秦飞冤枉的一批。林大班长，是你让我租的房，我还要怎么才算通知你？而且你临走的时候亲口说的，千万别发消息。林诗琪此刻终于可以肯定一件事，眼前的呆子那是真的呆。今天若不是突然要走，他也没办法鼓起勇气告白。真的，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的勇气都在今天用完了。结果这个呆子……对了，秦飞忽然开口道，刚才那个是你公司老板？是啊，人家可是超级大美女哦。林诗琪浅笑着回道，美不美女无所谓，秦飞只是觉得那个脸型和气质有点眼熟。他姓李吗？什么李？你不是叫他李总？林诗琪莞尔道，人家的本名叫东方白丽，公司的人都叫他李总，所以我就这么叫了。
噗！秦飞一个没忍住，满口的矿泉水全喷了出来。啊！林诗琪今天穿的白裙子一下子就全部湿透。我帮你。秦飞不好意思的起身。不要！林诗琪一声惊呼，羞红着脸逃进了浴室。呼！秦飞暗道一声好悬，得亏是问了，不然若是没注意到这点，大概率要遭重。林诗琪在浴室里突然想起什么，呆子，你认识李总吗？为什么这么大反应？嗨，就是不小心呛着了。秦飞肯定道。是吗？如果仅仅是秦飞，林诗琪还不至于多想，毕竟人家那么大一个美女总裁，怎会认识一个呆子呢？但是今天厉总不仅问了秦飞的名字，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多看了几眼。呆子，你游戏里叫什么名字啊？卧槽！秦飞一听这句话就感觉不妙，这不会是白丽问的吧？啊？你刚才说什么？秦飞一飞扑躺到床上，转头吼了句：那什么，班长，我上线打游戏了呀，毕竟现在背着房租在，还是要努力一点的。游戏中，东方白丽和上官瑶刚刚在上线，转头就看见周围密密麻麻的站着数百名玩家。终于来了，人群中一男子走出，正是盛世王朝的向正豪。你跟踪我们？东方白丽认出对方后，心底不由得一沉。地穴中没有怪物，他们也不可能接到隐藏任务，如今突然拉出来这么多人，摆明是冲着飞天地来的。东方白丽反手点开通讯，正准备发送消息，啪！秦飞上线了。飞天地！东方白丽愣了一下后，急道：他们是冲你来的，先下线。下线？秦飞还没看清楚情况，只见几发能量球迅速的从人群中飞出，不偏不倚的命中3人。-18、-22、-27，伤害不高，但意图却让东方白丽无比震惊。糟了，战斗状态不能下线。向正豪脸色一沉，飞天地，既然来了，就先别急着走啊，江少还有些事要找你。靠，那个白痴还敢来！秦飞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对面，江夏收到消息上线，当即露出一副戏谑之色。老子一句话，你他妈就吓得1天都不敢上线。怎么，你不是很牛逼吗？来啊，再牛逼一个给我看看啊！什么飞天地？我呸！垃圾一个！这个白痴他妈的绝了！秦飞懒得跟废话，随手抽出军刀，一个加速就冲了出去，速度之快，几如鬼魅。留活口！江夏眼里闪过一抹恶毒，老子要让他知道什么人是他得罪不起的。10几名装备铠甲的战士横在前面，秦飞抬手就是一刀斩击，寒光凌空劈下，咔嚓！打头的战士连人带甲，瞬间就被寒光从中劈开，鲜血溅出4、5米开外，将周围战士的铠甲尽数染红。-10830。不等众人看到那恐怖的伤害，秦飞反手就是一刀横扫，唰！-7720。-7801。2名战士当场腰斩，鲜血顺着寒光飞射。秦飞如入无人之境，在千点敏捷的攻速加持下，一眨眼就是1刀，一呼吸就是6刀。此刻，众人只见人头与尸体齐飞，寒光和鲜血一色。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武器都没抬起来，10几名防御最高的战士就已经全部阵亡，鲜血洒满暗黄的大地，破碎的尸体碎片更是飞得到处都是。死！如此残忍的情景，惊得全场玩家倒吸一口凉气。卧槽！我只是玩个游戏而已，要不要这么残暴？说好100%虚拟，结果你抬来真的来100%模拟啊？不是，飞天地到底什么属性啊？他不仅伤害高的变态，速度也他妈快的离谱，这怎么打？喂，有没有人介绍一下？我可不想体验被腰斩的滋味。另一边，东方白丽眼见如此恐怖的场景，也是不由得背脊发凉，额头冒汗。呼！东方白丽深吸一口气后，当即伸手捂住瑶儿的眼睛。小孩子不许乱看。第24章，谁说只要人多就杀不完的？住手！向正豪满脸震惊的急吼出声。眼前这批可都是他今天花了大价钱拉出来的精锐，他妈的，怎么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死完了？若是被飞天地这么杀下去，就算赢了，也可能赔掉裤衩呀！秦飞哪里会听他逼逼，瞥了一眼江夏的位置，提着刀就冲了过去。来啊！江夏眼里已经有些疯狂，就凭你一个人，能杀光这里所有人吗？哼哼，别忘了你还有2个妞呢。我日！向正豪可没有试试的想法。飞天地，住手吧，不然你的女朋友恐怕……啊！东方白丽没想到竟然还有自己的事，完美的脸颊上闪过一抹红晕，紧跟着手心便凝聚出一团若星河般灿烂的能量球。去死啊！爆裂飞星！下一秒，足有篮球大小的星光法球
高速旋转着向前方缓缓飞出。尬住了，东方百里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技能，真不知道这个技能动画会这么的慢。但是飞行法球却在移动中迅速膨胀起来，如同吹气球一样，眨眼间法球就扩张到1米多的直径。在场的玩家哪里见过这种技能，下意识感觉不对，想要后撤。可是等他们抬腿时，才发现自己的2条腿跟灌了铅一样，极难使唤得动。在他们身后，那颗膨胀后的飞行法球旋转速度则是越来越快，甚至在法球的黄道面位置拉扯出了一圈尘埃状的星环。我擦，什么东西？控制力这么变态！不止玩家，就连地面的碎石都在这股漩涡的拉扯下不由自主地飞向法球。很快，飞星的膨胀似乎到了极限，随着一道巨大的冲击波当空爆开，方圆数十米之内的所有玩家尽数被冲击波轰倒在地。轰！而爆炸的声音直到此刻才在场内所有人的耳边震响。-803，-1102，-630，-755，飞星爆炸的范围内，几十上百个伤害数字蹦出。如今的玩家哪能扛住这种伤害？但凡在爆炸波及范围内的玩家，几乎全体阵亡。一招清场，这就是法师。东方白丽自己都被这恐怖的效果吓呆了。哇，这也太爽了吧！东方百里之前内测的时候，根本没体验过什么叫一招清场，暴力输出。普通法系技能只要不给 BOSS 刮痧，就已经是最大的输出了。隐藏职业，星之旋法，江夏看的眼都红了。飞天帝，你他妈的泡妞还真舍得下血本啊！狗东西！江夏急不可耐道：“老子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交出手杀的所有奖励，不然我现在就当着你面干死这2个贱人！你在找死！”东方百里双眸瞬间变得冰冷。抬手就想再来一发星之法球，可是身体中却是抽不出任何一点魔力。切！江夏不屑道：“凭你的等级，能有多少魔法值？就算有魔法值，那种技能也不能多用吧？”东方百里没注意技能介绍，此刻才发现技能的消耗是全部魔法值，并且冷却还长达120秒。姐姐别怕，还有我呢！上官瑶兴冲冲的举起长弓。江夏横眼鄙夷道：“你敢动一下，我立刻就让所有弓箭手和法师出手。”哼哼。你们2个贱人能有多少血？能扛得住一轮吗？啪！东方白丽当即一把按住上官瑶的弓箭。对面的人太多了，数量上的优势一旦到达临界点，就会引起质变。几百名法师，一人一个能量球，就算没有任何准头，也足够秒杀一切玩家了。飞天帝的防御很高，但他似乎没有多少魔法抗性。刚才一颗普通的能量球就砸了他几十点血，哪怕他有5000生命值，在眼前这情况下依旧不管用。相当棘手，如果只有飞天帝一个人，凭他的速度和攻击倒是有冲出去的可能，但是对面一开始就把他们拖入了战斗状态，不能下线，他们2个是注定走不了的。万一对面那个江夏真发疯的话，姐姐你在怕什么啊？最多不就是死回去呗。上官瑶不理解白丽为什么要拦自己，气呼呼道。反常的是，东方白丽并没有回话，只是眉心紧锁，不知道在考虑什么。呵呵，江夏一声冷笑，说话呀，你怎么不告诉他，这个游戏里是没有女性保护的啊？想死？哪有那么容易？哈哈哈！江夏疯狂的笑中充斥着戏谑和讥讽。今天你们就算杀了我，也注定走不出这个地穴。但是放心，我绝不会杀了你们的，我一定让你们好好体验下那个垃圾玩意不能带给你们的极乐滋味。咯噔！东方白丽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江夏，你疯了！众神的规则里虽然没有女性保护，但龙国已经通过了众神女性保护法。江夏根本不给他说完的机会，满脸不屑道：“切，法律那是用来限制普通人的，强者从不在乎法律。飞天帝那个垃圾，真以为自己凭着点运气，混出点名堂，就能呼风唤雨了吗？笑死！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掌控。该死！”东方白丽暗骂一声。他今天出门前，老爸才叮嘱过，万万不要在查清飞天帝的身份前就突兀地暴露自己身份，事关重大。以飞天帝的逆天属性，一旦引起误会，导致双方交恶，那后果不仅是他承受不了，就连军方也会陷入极其被动地步。所以这件事只能慢慢来，他至少要试探出飞天帝的身份线索，以及对军方的大概态度后，才能摆明车马谈合作。可是现在若不是摆明身份，江夏这个疯子不管不顾起来，真不会放过他们。想到这里，东方白丽的目光不由得开始搜索起飞天帝的身影。这么久了，他在干嘛？下一秒，东方白丽整个人彻底呆住，眼前的世界
竟在短短几分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地的尸体、鲜血流成河。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江夏等人看到东方百里惊讶的神色，这才好奇地顺着目光看去。人群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原本密密麻麻的数百人，除了江夏那边的几十人外，其余地方只是稀稀疏疏地站着几个玩家，瑟瑟发抖。疯了！他们已经被飞天帝杀疯了。那把刀简直就是死亡的收割机，但凡寒光所过之处，必定是残肢横飞，鲜血四溅。此刻，侥幸存活的玩家眼里，提着刀的已经不是飞天帝了，那是杀神，妥妥的地狱杀神。向正豪！江夏不可置信的怒吼：“你他妈在干什么？杀了他啊！”唰！秦飞一刀斩断眼前的玩家，这才好整以暇地甩了甩军刀上的鲜血。你不是说杀不完吗？我试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唰！秦飞闪到另一名玩家身边，反手一刀将其拦腰斩断。对了，你貌似很喜欢废话，继续说啊。死！场内剩余的所有玩家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真杀完了。第25章，杀神在世，古魔狂喜。我们这次来的起码有500-600人啊，没了，全死完了。开玩笑的吧？盛世王朝的成员从没见过这种速度的屠杀，别说500-600号人，就算是500-600只史莱姆，你也得砍一会吧？怎么，才聊几句天的时间，你就把几百号人全杀完了？沉默，所有人的心里尽数涌出一股绝望的无力感。人家分分钟刀你几百人，还玩个屁啊！哗啦一下，剩余的玩家几乎同时拔腿跑路。混账，废物！江夏要气炸了，他妈的，今天谁敢跑，老子剁了他全家！盛世公会的玩家一听这话也不乐意了，去你妈的，老子公会都不带了，还管你？你敢动我家人一下试试？信不信我现在就提刀去临江集团砍你个逼养的？那个飞天帝，你继续啊，我们只是路过，再见。玩家们远远地跟秦飞打了招呼，多一句都不敢说。哈哈哈，笑死！秦飞嘴角一扬，来的时候没考虑我是谁，现在倒是学会放屁了。话音未落，秦飞直接一个加速堵住了地穴通道。山路崎岖，你们死回去更快一点。唰！秦飞二话不说，提刀再砍，根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离场。跑就有用了吗？240%的移动速度，每秒23.8米。博尔特来了，也得在后面吃灰。每秒6.12次的攻击速度，每分钟出刀367次。这1分钟之内，若是连100人都杀不掉，那效率得有多低啊！场内仅剩的几十名玩家连1分钟都撑不到，全体阵亡在秦飞刀下。哇！上官瑶那对宝石般的眼眸里，此刻全是小星星。哥哥他真的太帅了。呵，江夏此刻不怒反笑，脸上丝毫没有惧色，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看着秦飞。你个垃圾，敢杀我吗？这是什么白痴问题？秦飞这辈子就没听过比这更愚蠢的话。江夏从容不迫地整理了一下衣服，邪笑道：游戏里你还算有点本事，但别忘了，人是活在现实里的。我知道你是普通人，为了一点点小钱就得辛苦奔波大半辈子。也许这个游戏给你赚了不少钱，让你觉得自己行了，能够跨越阶级了。哼哼，哪有那么容易？江夏继续道：我江家5代打拼，若是被你用点游戏里的手段击败，那才是真的笑话。你活在现实中，有父母，有朋友，有同学，所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保密的。你懂也好，不懂也罢，老子现在跟你是不死不休，不管是1000万还是1个亿，我都会毫不顾忌砸下去。目的就一个，要你死，我要你全家都死。秦飞神色淡然地提着刀走到对方面前，唰，手起刀落，负15288暴击。江夏的人头当空飞起，秦飞仿佛跟无事发生一样，你们先回城吧。东方白丽愣了一下，才道：江夏那个人我大概听说过一些，他是有点脑子不正常的，所以他现在不确定秦飞身份，万一出手帮了倒忙多难看。秦飞摆了摆手，游戏而已，他能多疯啊？是这样吗？东方白丽心里真不太确定。上官瑶此刻忽然凑过来问道：临江集团很厉害吗？临江在地产行业里面算是排得上号的，在滨海有一些产业，但主要业务应该都在临江那边，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当然跟你家里肯定是比不了的。东方白丽又补了一句：以我还以为是好厉害好厉害的呢。上官瑶当即拍着胸口道：哥哥不用担心，那个白痴我一定会让人教育他的。哈，我担心什么？秦飞笑着揉了揉上官瑶的脑袋，一个游戏而已，别去费那功夫。秦飞知道上官瑶是个小富婆，
而东方白丽更不简单，他下午开的吉普车貌似是挂的军牌，对他们来说，临江集团大概率也就是比普通人强那么一丢丢吧。呢，上官瑶轻轻点了点脑袋。哥哥说不管，那就不管了。但是那家伙好可恶，只是游戏里杀了他，实在是太便宜他了。哈，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秦飞心里暗笑一声，反手招出蛊魔。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要么从今往后老老实实听话，要么我就挑个时间带你净化一下。蛊魔被关了半天，这点时间他是无所谓的。而且神器里的封印除了限制行动外，其余都还算能接受，甚至还可以勉强感应到外面时。结，眼前的这个小家伙看起来很单纯，但他杀起人类来可真是一点都不手软啊。讲真，就算是换个恶魔过来，手段也就跟他差不多吧。若是有空，必须要好好跟他介绍介绍地狱中的10000种刑罚。人类，你不可能指望强大的蛊魔对你服从，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进化，都不可能让我跟一个人类臣服。好，秦飞也不废话。蛊魔一看不对，急吼吼道：“等等，我看你也不是阿斯亚特那种老顽固，不如合作。”秦飞想了一下，我的条件里没有释放，在伟大的地狱魔神墨菲斯克的见证下，我们可以签订公平的合作协议。你提供给我足够的尸体，而我在能力范围内帮你杀更多的人，如何？只能杀人。秦飞可不想用宝贵的赃物位置换一个单纯的 PVP 道具。当然不是，就算是地狱恶魔，必要的时候我也是会杀的。就目前的情况看，灵魂系恶魔对我的帮助似乎还要更大一些。这家伙果然是恶魔，除了自己之外什么都不会在乎。秦飞觉得还行，如果非要他臣服的话，那需要的时间和精力都太多了，完全是浪费。加一个条件，若是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对任何人或物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或技能。这没问题，但同样的，如果对方对我威胁太大，我也是不会出手的。可以，成交。蛊魔的语气里明显是有点兴奋的，毕竟他可是有很多年没在人间活动了。伟大的墨菲斯克，您是地狱的支柱，您是恐惧的主宰，您是不朽的存在。随着蛊魔的呼唤，一缕缕的黑暗气息从地底冒出，紧跟着，黑暗中一只扭曲无比的邪恶眼眸缓缓浮现，以扭曲之眼为核心，黑暗气息再次在空中勾勒出一座六芒星阵纹。是否跟地狱魔将纯白蛊魔签订合作契约？毕竟的恶魔，秦飞还是仔细看了一下具体条件，确认没问题后点击确认。契约建立。扭曲之眼当即射出2道黑光，同时没入秦飞和蛊魔的眉心之中。蛊魔当即爆出一阵近乎癫狂的怪笑。1000年了，1000年了，老夫终于回来了。颤抖吧，绝望吧，恐惧吧，无尽的白骨之海，这次将彻底淹没整个艾帕西亚大陆。第26章，众神第一惨案1。装完了没有？装完了就抓紧过来干活。秦飞横了蛊魔一眼，嗨，来了。秦飞指了指脚边，尸体。这当然可以，但是……蛊魔支支吾吾道：“你要知道，我被阿斯亚特封印了1/5的灵魂，然后又被你封印了这部分灵魂的1/10，所以我目前除了基础的骷髅召唤外，什么都用不了。还有呢？”秦飞知道这家伙不会说实话，必然是有保留的。还有就是在目前状态下，召唤骷髅的等级很大程度上是由尸体品质决定的。直接点，你这个废物召唤的骷髅有几级？说什么呢？蛊魔一听这就不乐意了，小子，老夫可是地狱中最强的白骨恶魔，上古时代我曾亲手将上位天使制作成骷髅，并以无尽白骨绞杀了数十万的审判军团。抓紧时间，不然一会搞出来都是垃圾，还要怪尸体凉了。噗！蛊魔彻底绷不住了，放屁！老夫亲手制作的骷髅，最低也有人类的专家级水平。说话间，蛊魔身上催动出阵阵黑色烟雾，转眼间，烟尘笼罩整个地穴，遍地的新鲜尸体迅速腐化，露出白骨。嘎巴，咔嚓，本已断裂的碎骨自行拼接，组装成一具具骷髅。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时，竟会主动拾起一些玩家死亡掉落的武器和装备，给自己装备上。当然，玩家爆出来的装备毕竟是少数，根本不够用。这时候，他们就会掰断身边骷髅的肋骨或腿骨作为武器。蛊魔露出得意的怪笑。3000-4000的生命值，200-500的防御，300-600的攻击，如此属性，简直就是刷！秦飞一刀劈出，眼前的骷髅战士应声而断，脆得跟纸一样。蛊魔的脸都黑了，
小子，你拿的可是神器，普通骷髅怎么挡得住？当然，就目前的属性而言，老夫制作的普通骷髅也是足够媲美人类专家级的。东方白丽微微点头道：“属性勉强跟30级玩家平齐，但问题是，骷髅没有技能，生命值又比30级的怪物低很多，实战能力估计得全靠数量去弥补。结，在战争中，数量永远是最大的优势。”古魔自豪道。至于技能的缺失，也只是暂时的，只要再给老夫1000具尸体，就能给这些骷髅战士赋予一个白骨技能。秦飞抹了抹下巴，点头道：“看在成长性还不错的份上，勉强留着吧。”什么叫还不错？古魔对这句话表示相当的不满。哥哥，上官瑶看向古魔的眼睛已经在发光了。你答应了的，宠物。知道，等下给你玩。秦飞现在还有事情要办，走，回新手村。古魔则是一脸不解，宠物是什么意思？带上你的骷髅，不要掉队。秦飞冷冷道：“小子，老夫只是跟你合作而已，你还要不要尸体了？要，那就少说废话，多干活。”古魔憋了半天，硬生生是把怒火憋了回去。等着，小子，你总有死的一天，老夫一定要把你制作成骷髅战士，而且还是最低级那种。东方白丽看着浩浩荡荡的骷髅大军，心里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30级属性的骷髅战士，如果拿去练级，等等，为什么没经验？东方白丽刚才明明看到一只怪物被骷髅大军砸死来着。秦飞也发现了这点，思索道：“看来古魔确实不算宠物，所以他的召唤物击杀任何东西都跟我没关系。”唉，东方白丽有些可惜的叹了口气，其实已经很好了，就算没经验，但击杀是实打实的，爆出的物品总归是有的，而且还能用来推 BOSS， 这才是最关键的。意义不大。秦飞直言道：“为什么？”东方白丽不明白。当然是我自己杀起来更快啊。秦飞补充道：“不过若是用来挂机，那是真的不错。”好，东方白丽彻底服了。飞天帝若是亲自出手，不管是杀怪还是杀 BOSS， 那效率哪是一些骷髅能比的？等等，东方白丽又发现了盲点。既然这些骷髅意义不大，速度又慢，那飞天帝为什么要带着呢？想不通。骷髅大军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足足用了1个小时才抵达新手村外的野猪区域。突然出现的骷髅军瞬间就让所有玩家都呆住了。卧槽！亡灵大军，怪物攻城，快，把所有人都叫出来，我们这次发财了，新手村竟然能触发怪物攻城。新手村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是怪。玩家现在就蝗虫一样，走到哪扫荡到哪。如今突然出现了一支骷髅大军，那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能量球、箭矢、刀、剑、枪，所有攻击一时间都轰向了骷髅战士。-21、-15、-5、-8，可怜的伤害数字从骷髅脑袋上冒出，玩家们不仅没有失落，反而更加兴奋。哈哈，这属性100%是高级怪物！发了，这些骷髅根本不还手的，移速还慢，那不是纯纯的靶子吗？哈哈，老子今天一个通宵必能冲上等级排行榜。小子，古魔的身体微微颤抖着，来自内心的杀戮渴望此刻已经要按捺不住。杀！秦飞轻描淡写道：“姐，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第27章，众神第一惨案2。随着古魔的一声怪笑，所有的骷髅战士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武器。轰！一击之下，数十名毫无准备的近战玩家当场暴毙。结！在古魔放纵的狂笑声中，刚刚死去的玩家转眼间就化作了骷髅，重新站了起来。战士回去叫人。法师跟弓箭手注意拉扯。祭祀呢？赶紧多叫点祭祀叫过来。面对怪物攻城，玩家们自发的组织起来。别叫，我就是祭祀。啊？那你还拿根烧火棍愣着干什么？上祝福啊，惩戒啊，审判啊，干他啊！我日你大爷！老子要是有技能，还有你屁事！操了，这他妈不是造孽吗？攻城若是再晚1个小时，我都能拿到技能了。人群中突然有一名玩家站了出来。哈，风水轮流转，今天终于轮到我了吧？来自地狱的亡灵们，你们的爸爸来了！看招，光之祝福！嗡！天空中一道金色光芒骤然亮起，随即稳稳地砸中骷髅战士的脑袋。-1000。不得不说，在一众10几点乃至几点的伤害中，这1000点伤害就是鹤立鸡群，相当的扎眼。发光的臭虫，古魔对于光明力量的厌恶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下一秒，几道黑色气息从古魔体内冒出，转眼就窜到一名骷髅战士身上。咔！咔！受到黑暗力量刺激的骷髅战士快速拔高，
白骨转眼变黑的同时，黑暗气息在身上凝聚出一套战甲和一把长弓。亡灵弓箭手，秦飞当即认出了这个召唤物。相比骷髅战士，远程攻击的威胁明显更大。这个老东西还真在藏啊！古魔似乎猜到了什么，直接开口道：“小子，强行升级骷髅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只要给老夫稍微恢复一点实力，这些垃圾一般的亡灵弓箭手，你根本不会多看一眼。”很好，你还知道这是垃圾啊？秦飞点头道。古魔瞬间无语。与此同时，亡灵弓箭手的黑暗箭矢已然射出，须臾间掠过战场，径直插入那名祭祀胸口。噗呲，负980，秒杀！那名祭祀玩家直到死都没发现攻击是从哪来的。骷髅大军在亡灵弓箭手加入后，再也没有任何威胁。每一次的黑暗箭矢几乎都能带走一名祭祀，只有在没发现祭祀的时候，才会对法师和弓箭手下手。战局改变，玩家的伤亡在初次遭遇后再次暴增，古魔则在是享受杀戮中逐渐恢复。结！随着古魔一声狞笑，又有3只骷髅强化成了弓箭手。小骷髅还挺智能。秦飞见状，心道一声不错，相当不错。东方白丽稀里糊涂的看到现在，终于忍不住问道：“飞天帝，我们用骷髅大军进攻玩家，难道是隐藏任务的开启条件吗？”不是。那为什么？难道不好玩吗？东方白丽两眼一翻，当场无语。哈哈，开玩笑的。秦飞看他一脸郁闷，这才解释道：“江夏那种白痴没必要管他，见到就杀了。但是盛世那帮人很烦，就算江夏不说，秦飞也已经决定不会把游戏名字透出去，所以现实的威胁暂时可以不用管。而游戏里，江夏一个富3代，除了砸钱买装备、买玩家、买工会，其实什么都做不了。秦飞相信他有钱也亏得起，所以盛世这次失败后肯定还会来。就算自己打垮了盛世，搞不好也有什么圣天、圣地一类的工会继续纠缠。秦飞要的不是打败盛世，也不是打到他怕，秦飞是要让所有工会都看到惹到自己的下场是什么，让他们自己掂量好究竟要不要找死。死！东方白丽眼里不由得闪过一抹震惊，他好像明白飞天帝要做什么了，但是这种做法未免也太夸张了吧。另一边的上官瑶用力点头道：“对呢，盛世王朝也不是好人，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哥哥才不是他们能惹得起呢。”轰！骷髅大军面对玩家的进攻，继续向前推进。野区区域很快被大军推平，没有尸体，因为所有的阵亡玩家全部加入了骷髅大军之中。下山的时候，骷髅只有300多只，毕竟这玩意召唤的时候就有损耗，更别说战斗了。如今一场战斗打下来，骷髅的数量不减反增，直接来到了1000只以上。而亡灵弓箭手也升级了13只。新手村门口史莱姆区域，上千名玩家们组成了3道防线，严阵以待。情况不乐观啊，太诡异了。骷髅的等级爆高不说，还他妈有远程压阵，完蛋！真他妈的是近战不敢上，远程拉不动。向正豪等盛世成员死亡刚复活，刚好在场。大家不要急，全众神如今都没触发攻城，就我们这里有，肯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是特殊任务，甚至是隐藏任务。我想村里一定有 NPC 强者镇守，到时候我们只要协助好，就能击退这些骷髅。此话一出，不管是盛世成员还是其余玩家，纷纷表示赞同。厉害啊，豪哥，这思路太清晰了。嘿嘿，不知道任务奖励是什么？有没有隐藏职业啊？向正豪刚准备开口，就在骷髅大军中看到了一个死神般的身影。飞天帝！众多玩家在愣神片刻后，轰的一下炸开。哈哈，飞天帝来了！我就说怎么老觉着少了什么，原来是忘了飞天帝就在咱们村。区骷髅大军，还不快跪下唱征服，不然一会让你们见识见识众神第一人的实力。兄弟，这把稳了，有带，通天带，战绩可查。那谁给飞天帝让个位子，别耽误他老人家输出啊！靠！就飞天帝那属性，一刀9999，对付一些小骷髅，那还不是砍瓜切菜？一众玩家兴奋地讨论着，唯独盛世成员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向正豪看着对方那冰冷的目光，只能上前一步，硬着头皮道：“飞天帝，我们之间没怨没仇，一切都是生意，还请你理解一下。”哈！秦飞笑了，拿我做生意，还指望我理解一下？你怎么不拿你妈做生意呢？向正豪脸色一黑，咬牙道：“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什么火，可以去找临江集团，没必要跟我这里闹吧。”秦飞一脸淡然道：“他肯定活不了，你们也一样。”向正豪彻底懵了，怎么回事？还打算再杀一次吗？那他妈不得赔掉裤衩呀！死！向正豪眉心一下锁死，
重重道：“飞天帝，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不用搞得那么绝吧。”秦飞双眸一闪，杀！下一秒，10几道黑色箭矢速射而出，噗噗噗，向郑豪为首的几人当场中箭暴毙，而其余的玩家也有被箭矢击杀的。卧槽！骷髅大军是飞天帝的，我尼玛！飞天帝怎么半天不见就成众神 BOSS 了？这怎么玩？那个，弱弱的问一下，我下午刚进的盛世，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滚蛋！盛世的人真他妈是提着灯笼上茅房，找死！飞天帝也是你们能惹得起的。很快就有玩家站出来，别射箭，我不是盛世的人。噗！玩家的话还没说完，人就已经中箭倒地。紧跟着，骷髅大军挥舞着鼓棒展开进攻。啊，这也杀！众人懵逼了。飞天帝在搞什么呀？我们又没惹你。可惜，不管玩家说什么，都不可能让骷髅大军停下脚步。砰！砰！砰！骷髅大军每前进一步，都有大量玩家阵亡。目前玩家的属性根本无法跟大军对抗。祭祀、露头就秒，法师和弓箭手稍稍好一点，但也仅能多活一会而已。更恐怖的是，所有死亡的玩家要不了几秒就会变成骷髅，加入屠杀玩家的队伍。屠杀！纯粹的单方面的屠杀！谁能来救救孩子啊？疯了！疯了！飞天帝已经杀疯了！快跑啊！不行，我要去举报，这飞天帝根本不当人，乱杀无辜。同去同去，大家一起去举报他，我就不信官方能见势不管。没错，残暴，太残暴了！骷髅大军堵着新手村的门，将所有玩家拦在这里，疯狂屠杀。战斗比预料的更快结束，死亡后的玩家1小时不能上线，而剩下的玩家要么下线去举报，要么就只能待在村里瑟瑟发抖。骷髅不能进新手村吗？上官瑶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别！东方白丽连忙堵着瑶的嘴。众神中没有安全区，飞天帝若是狠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现在可以100%肯定，飞天帝跟下午的那个少年绝对不是一个人。如此狠辣的报复，没有波及现实，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江夏那个白痴真该去烧香的。如果他再强一点，飞天帝搞不好真会踏平江家。老东西，如果没有你的指挥，骷髅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自主战斗？秦飞开口问道。姐，老夫可是玩了一辈子的骨头，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只需简单的指令就能作战，即便没有老夫的支持，他们也能持续战斗30天。若是转化为白骨状态，再配合一定的黑暗环境，就算是1000年、10000年也保存得下来。啪！秦飞根本不给他把话说完，就将其收回了手套当中。而周围的骷髅大军依旧存在，并且还在执行之前的命令，击杀任何踏出新手村的目标。你说的是实话。但秦飞并没有再放他出来。东方白丽闻言忍不住打了寒战，轻声询道：“飞天帝，你不会打算让骷髅大军在这里堵上1个月吧？不行吗？”咯噔，东方白丽心头一颤，完了，真的完了！众神第一惨案就此诞生，新手村完了，盛世完了，而临江集团也一样要完。第28章，引爆全网，龙国震动，震惊！众神某新手村惊现怪物攻城，神秘骷髅大军围困新手村，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欢迎收看今日的走进众神栏目。不是史莱姆抢不起，而是被骷髅秒杀更有性价比。欢迎收看大型纪录片《我在众神里送死的日子》。飞天帝杀神附体是要屠尽新手村，一个召唤上万骷髅，到底是合理 bug 还是官方失误？新手村事件在1小时内就收获了3亿热度，登顶抖音热搜榜，而玩家们的评论更是凄凉。辛辛苦苦一整天一夜回到解放前，拼死拼活练了2级经验，这下连死2次，想死的心都有了。同情。其余新手村的人玩家纷纷表示，飞天帝太变态，你们还是换个地方练级吧。卧槽，你说的轻松，换新手村可是要删号重练的，反正又没有等级，重练就重练呗。那天赋呢？每个人只有第一次进游戏才有天赋大礼包的，删号就直接没了。哭死，我就是删号的那个倒霉蛋。悲剧啊，我那可是 B 级天赋啊， RNM 众神赔钱。切，哪有那么多 B 级天赋，号都删了，我还说我是 SSS 神级天赋呢。别吵了，你们至少还玩了一会游戏，我他妈刚下班登录就被分配到了这个新手村，现在门口的骷髅起码1万多，怎么搞？在线等急。地狱级倒霉鬼，等吧，飞天帝总是要练级的，他不可能一直赌下去吧？不行，官方必须给个解释，这他妈不给人玩游戏，你开的什么服务器嘛？临江别墅，江夏躺在床上，
一手端着红酒，一手刷着抖音，任由昨晚刚认识的小网红一个人练习声乐。哈哈哈哈，他还真敢封进新手村，垃圾就是无知。操！老子刚在黑市开了1000万悬赏，现在看真他妈的浪费。等着吧，你的身份马上就会被扒出来，要不了3天，你就会成为过街老鼠。死！江夏一脸的兴奋，啧，到时候我一定要你让看看，那2个贱人到底是跪舔本少爷的。龙国东区基地，东方战看完汇报，整个人都麻了。战帅，目前积累的投诉已经有30多万条，玩家的意见实在是太大了，工作人员为难道。东方战瞪了手下一眼，那你说怎么办？要不你去把飞天地号封了，还是开个 GM 账号把骷髅秒了？我们也没那个权限呀。工作人员绿着脸道，难道我有吗？东方战狠狠瞪了手下一眼，转头拿起手环给百里发去消息，乖女儿，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又不汇报？不知道。东方百里也很干脆。你，东方战突然有种感觉，这女儿会不会是白养了？乖女儿，你不是跟飞天帝在一起吗？骷髅大军是不是他招的？差不多就得了，新手村的玩家也没惹他吧？还是不知道。东方百里目睹全过程，但是骷髅跟圣器有关，他怎么说？瞎子都知道骷髅是他招的，结果你还不说？你这胳膊肘是要拐地球外面去吗？东方战心里一横，他妈的，老子解决不掉问题，还能解决不掉提问题的人吗？好，那你总要告诉老爸，到底是谁惹了他吧？临江集团的江夏，还有盛世王朝工会。东方百里可以说了，但他又补了一句，飞天帝似乎不打算走现实解决这件事，具体要不要插手你自己决定。不用现实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说他想动的话，起手就能秒了江家？东方战顿时感觉有点棘手，那照他现在这个操作，岂不是还要再封新手村一整天？抱歉，他要封1个月。东方百里轻叹一声，噗，1个月。东方战整个人直接瘫在椅子上，如果真封禁1个月，那龙国得失多少玩家？啪啪啪，工作人员迅速的敲击键盘。根据新手村数量和登录人数推算，封门第1天损失5万，往后平均每天损失1万。当然，玩家可以选择删号，那样我们将损失40万名有天赋的玩家，其中 B 级以上天赋玩家数量在4000以上。以龙国的玩家规模来说，这个规模其实并非不能接受，关键还是看付出代价之后能换到的什么。40万玩家跟飞天帝有可比性吗？东方战反问道。没有。工作人员这次回答很干脆，飞天帝如果不是内测玩家，那他的天赋层次将会非常之高，极可能是全众神最高的。如果加上首杀奖励和召唤骷髅大军，那在不远的未来，其一个人的战力就将远超1000万玩家。死！东方战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心里肯定知道答案，但就是不知道这么具体。都愣着干嘛？盛世工会、临江集团这2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不用管了吗？记住，但凡能给他穿1寸的鞋子，就不要给他穿2寸的。东方战现在只有一个选项，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动作。再说了，黑锅总是要人站出来背的。明白，保证完成任务。1个小时后，龙国众神官方抖音账户开启直播，全网推送，直播间热度瞬间破亿。哈哈，好，我就知道官方不会当哑巴的，这么大的事，堪称史诗级运营灾难。看戏，我估计飞天帝搞不好要被封号。枪打出头鸟，谁让他拿了个首杀就这么狂的？无数玩家带着小板凳冲进了直播间。当红主播南边面对众多玩家，笑着开口道：相信大家都对本次的新手村怪物工程事件有所了解，冰儿就不在这里过多赘述了。首先，我们对玩家在新手村的遭遇深表遗憾。第二，该事件不论是否由玩家造成，其性质都不违反刚刚颁布的众神管理法。第三，我们对于此类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希望广大玩家不要效仿。3句话说完，弹幕直接炸裂，清一色的卧槽瞬间铺满屏幕。来，我给大家翻译一下。遗憾等于这事老子不管，谴责等于我就说说，你该干嘛干嘛。操蛋了呀！老子一天死了3次，还他妈掉了天赋，你就只是遗憾一下就不管了吗？ RNM 赔钱？什么谴责？什么不要效仿？我看你这是鼓励飞天帝继续干事吧？我尼玛，飞天帝到底是什么来头？官方这活细啊！他奶奶的，不如给他挂个黄马甲，再发一块免死金牌完了呗。南边没有看弹幕，正色道：我们再次重申，众神一旦投入运营，将没有任何机构拥有管理权限，不论游戏内的任何 bug 还是游戏外的任何外挂，都可以视为合理且合法的存在。
游戏里对于玩家有益的 bug， 官方是支持玩家进行开发的。如若该 bug 对玩家造成损失，官方会对其进行强烈谴责。最后，冰儿想提醒大家，任何违反众神管理法的恶劣行为，将会由龙国众神特别行动处进行统一的管理与处罚，请不要以身试法。众神并非法外之地。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弹幕又一次炸裂了，摊牌了啊！这是明摆着支持飞天帝继续干呗。彻底叶雄，回家洗洗睡吧。该删号删号，该送死送死，反正一句话，打不过就认怂，别指望官方出头了。无数人在官方账号下面狠狠吐槽，但是下一秒评论关闭。临江别墅中，刚看完直播的江夏瞬间就萎了。众神官方这是要死保？难道我看错了？飞天帝的实力竟能有如此恐怖？不可能啊！众神官方那不就是龙国官方？啪！管家福伯推门冲了进来，少爷，刚才工业银行来电话，说是要重新审查我们的贷款资质。咯噔，江夏心头猛然一震，不可能吧？他就算是真的手眼通天，动作也不可能这么快。滴滴，管家福伯再次收到短信，少爷，龙国银行也把我们的贷款资质停了。要死！任何一个在房地产行业混过的都知道，只要贷款出现问题，那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坟墓。不可能！江夏的神态近乎疯狂，飞天帝那个摆摊的垃圾怎可能拥有这种能力？绝不是他！我不信！第29章，力量破万，反馈现实。新手村，爹，你完成了上古封印任务，你获得了1万点经验值，你获得了勇者证明，你获得了金币 X100。年轻人，你们的勇敢必将受到帝国的奖赏。村长露出一抹欣慰笑容，相信奥拉乌纳阁下也一定会重用你们的。爹，你获得了新的任务，前往圣卡尔斯，目标找到圣卡尔斯的守备军团长奥拉乌纳，奖励中等职业技能书 X1。勇者证明有用吗？秦飞伸手点了一下。爹，你获得了称号艾帕西亚的勇者，竟然是称号！秦飞心中一喜，连忙查看属性。艾帕西亚地勇者，品级魔法，力量加10，敏捷加10，智慧加10，体质加10，攻击速度正10%。啊，全属性1000点！哈哈哈哈！秦飞心里都要笑歪了。一天下来，带属性的魔法装备没搞到，却是先拿到了加属性的称号，爽！这属性加的真的爽！不要多，等下去城市随便买一套魔法装备，属性都能炸上天。面板，飞天帝，等级14，职业贪婪者，无罪之影，战士，称号艾帕西亚的勇者，天赋100倍属性，力量10400，敏捷3400，智慧3400，体质3400，生命值10335，魔法值6810，物理攻击10425，魔法攻击2040，攻击速度8.1秒，防御力1020，闪避值3400，命中值3400，暴击率5%，移动速度30.8米每秒，340%。技能斩击，无罪前行，无罪窃取，无罪伏击，无罪脱逃，3重影击。装备淬火军刀，盗贼的极意。力量破万，这下舒服。秦飞话音未落，耳边直接响起提示：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力量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力量破界时 X10。龙国玩家飞天地力量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力量破界时 X10。龙国玩家飞天地力量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力量破界时 X10。卧槽！秦飞自己都是懵逼的，这种事情有必要单独公告一下吗？系统公告：异界力量属性解锁，即日起，力量突破1000点的玩家可使用破界时转化获得异界力量属性。2条公告连续放出，全服玩家都是懵逼的。我玩你妈！老子明明是力量天赋拥有者，结果到现在才200多点力量，这合理吗？ G 大写的 G！ 我宣布飞天帝已经无敌了！见鬼！我开挂钉的速度估计都没他变态。不对啊，那个异界力量点是什么啊？切，明显是游戏后期才用得上的属性啊！异界，你他妈连新手村都没出去，谈个毛的异界啊！有道理，还是安心杀史莱姆吧。酷，兄弟们，谁来救救我们啊？飞天帝的骷髅还在门口挂着呢！放肆！堂堂飞天帝也是2等屁民能够议论的吗？来人啊，给我把他的棺材板钉上！
龙国东区基地，红色的警报在大厅尖啸，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手头的工作，望着大屏幕上的系统公告，激动、期待、颤抖、迷茫，所有人的心情都无比复杂。虽然他们都知道要有这一天，但没人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这么的猝不及防。好！东方战一声怒喝：“他妈的，老子终于赌对了一把！飞天帝果然是众神计划的关键人物。本来还打算说，通过女儿这条线，双方逐渐加强合作，然后来逐渐尝试开启反馈功能。现在好了，人家上线第一天就给你搞定。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东方战越想越对，怪不得隐藏任务的条件需要那么的多属性，原来属性就是解锁反馈的唯一条件。哈哈哈哈！还得是我女儿牛逼啊！开服就找对了人，这他妈的，哈哈哈！爽！东方战双手叉腰，狂笑不止。单凭自己女儿认识飞天帝这一点，他就能在基地不对，他就能在军区里面横着走。哼，我倒要看看谁他妈还敢卡老子的军费！小张，去把我床底下那半瓶毛子掏出来，今儿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话说一半，东方战又想起什么，凌厉的目光扫视全场。从现在开始，基地里的人一个都不许离开，所有信息必须交我审核后才能外发。通知廖明，给我女儿安排2个，不对，是3个加强连的护卫。是。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道：“可是战帅，飞天帝那边不需啊。”蠢！东方战一口喷道：“老子都查不到的人，谁能查到？你现在去查，那他妈不都是帮外国势力和间谍查的吗？从现在开始，谁再敢查飞天帝的消息，一律拉小黑屋处理。”我说的。工作人员当即敬礼道：“是。”漂亮国五角大楼，反馈现实解锁。霍尔德将军看了看日历，再次确认自己没有昏迷几年之后，终于醒悟。所有人听着，放下你们现在的垃圾工作，从这一秒开始，你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标，找出飞天帝的身份，然后给我干掉他。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不论是窃听、偷袭、暗杀、下毒、栽赃、陷害、收买，但凡能用的手段都给我用，不能用的也给我用，只要能杀了他。超级人类这种存在绝不能出现在龙国。霓虹防卫省，那你反馈现实功能第一天就解锁了。飞天帝怎么会这么强？防卫大臣的手忍不住开始颤抖。漂亮国一定会杀他的。不慌，我们现在不用慌。小天，立刻启动天照计划，我们没有时间再拖下去了。与此同时，不列颠的 MI6、冰熊的 KGB、圣巴黎的外情局、韩国的情报院、印地的黑猫，几乎所有大国的情报机关全都行动了起来。突如其来的现实反馈解锁，打了所有国家一个措手不及。村长家，东方白丽看着秦飞，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上官瑶则是惊喜不已的扑了上来：“哥哥好厉害，第一天能反馈现实了呢。”等等，秦飞突然发现哪里不对。你说反馈现实，什么意思啊？第30章，异界属性，黑暗来袭。东方白丽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对我们来说，众神是游戏，但是对众神来说，现实就是异界。”咯噔，秦飞心脏猛然一震，异界属性点可以在现实当中生效。上官瑶用力的点头：“哥哥以后可以当超人哦。”超人？哈！秦飞不禁笑道：“不好意思，我真没有把内裤穿外面的习惯。但是众神属性可以携带进入现实这件事，应该是真的。之前各种看似疯狂的决定，如今看来都是合理的。”打开包裹，力量破戒石，拥有突破位面的特殊能力，可将100点的力量属性转化为异界力量属性。破戒石作为异界属性的关键，其价值应该非常昂贵吧？秦飞思索道：“嗨，我买不起东方白丽，从未设想过要买，当然更买不起。”你都买不起？秦飞不免诧异。他知道破戒石肯定很贵，但没想到会贵到连他都买不起。其实也不一定，破戒的要求对普通玩家来说太高，而一颗破戒石能转化的属性又只有100点。对了，100点力量在现实中是什么效果？东方白丽对这些倒是很清楚。根据我们推测，10点力量相当于虚弱的成年人，30点力量是正常人，100点力量是拳击手。那破戒石若是单卖，恐怕还真没多贵，起码得3-5颗破戒石打包才值钱。秦飞回道：“不是这么算的哦。”上官瑶眨了眨眼：“现实力量是可以锻炼的，甚至有没有都不是非常重要，但体质不行呢。”紧跟着，上官瑶的双眸稍稍暗了一些，轻声道：“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如果能有100点体质的增幅，那不管什么病都有可能治好的。”死！秦飞倒是没往这方面想。对于重病的富翁来说，什么权力财富，什么超凡力量，都不如一副好身体。
再看上官瑶，泪珠已经在眼里打转了。呵，秦飞笑着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放心吧，体质又没多难，过几天给你搞2颗就是。真的吗？真的吗，哥哥？上官瑶刚激动起来，随即眉心又锁了起来。可是，唉。东方百里轻叹一声，给秦飞发了一个私信，解释道：瑶儿母亲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历经几次恶化，若不是看到众神出现的希望，恐怕已经支撑不下去了。但是时间依旧很紧，最多可能只有3到4周。秦飞纳闷道：3、4周，那不是很长吗？啊！东方百里惊异的抬头，解锁体质的要求很可能也是1万点。飞天帝你应该是力量型职业吧？跟职业又没关系，反正1万点体质难度不大，最慢也就3、5天，快的话明天就能搞定。秦飞不想解释太多，其实只要到了城市，有了装备的支持，那还不是随便解锁，自己想解锁几个就解锁几个。上官瑶嗷呜一声就扑到了秦飞怀里，激动道：瑶儿最喜欢哥哥了。秦飞只当他是太激动了，轻柔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东方百里见事情定下，不禁动容道：飞天帝，我先替瑶儿母亲谢谢你。上官瑶每天看起来乐呵呵的天真模样，说到底也是为了让他母亲能够放心。为了众神中的一丝希望，他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比自己少。但解锁反馈这件事，所有国家在开局就预料到了很难，别说3、5个月，就是3、5年也没点把握。其实更难还在后面。反馈解锁之后，谁能第一批拿到这种力量，关系到的不仅仅是财富，而是现实中的大国竞争的胜负手。如此紧要的东西，就算瑶儿家里再有钱，也没那么容易入手。飞天帝能够愿意出手，其价值绝非财富能够衡量。想到这里，东方白丽猛然惊道：糟糕，速度太快，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月一本来打算等几天再进游戏的，就算3、5天内破界时入手，他的等级和属性也跟不上。呀，上官瑶比他还着急。如今有实力的团队都在冲击，就算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能找到队伍带的。比绝望难受的是，看到了希望之后再被掐灭。哥哥，上官瑶的美眸泛起泪光，无助地看向秦飞。你们先安排他出新手村，到时候我等级应该不会低，那样带起来也不费多少事。秦飞想了一下，沉吟道：上官瑶的小脑袋欣喜地凑到近前，轻轻一点，摸爱瑶儿最喜欢哥哥了。就在这时，村长突然一脸惊恐地从外面回来。年轻人，封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秦飞几人刚才都在关注公告，没注意村长啥时候跑出去了。看来骷髅大军的事情还是会对他产生影响啊。封印已经加固，传奇法师阿斯亚特留下的灵魂也确认过，封印不会有任何问题。秦飞装作不知。死！村长听到阿斯亚特的名字，自然是不会有怀疑。可是如此多的骷髅战士，除了古魔，谁能召唤得出来？难道黑暗势力又要再一次席卷艾帕西亚大陆了吗？村长满脸愁容，这已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了，你们抓紧走，马上将这里的情况禀报奥拉乌纳阁下。爹，你获得了新的任务，黑暗来袭。目标：将新手村的情况汇报给圣卡尔斯的守备军团长奥拉乌纳。奖励：传送卷轴圣卡尔斯，经验值 X1000。爹，你获得了传送卷轴圣卡尔斯。秦飞看着手里的城市传送卷轴，难免有些无语。这是干嘛？难道要我自己举报我自己吗？啧啊，等下到了守备军团，那边不会再来个任务让我清理骷髅大军吧？快些！村落的守卫不可能抵挡得住骷髅大军的进攻。村长焦急地催促道。秦飞根本不急，心中盘算道：如果真的下发铲除骷髅大军的任务，到时候做不做还不是看我自己。想清楚之后，秦飞这才直接撕碎传送卷轴，一道时空漩涡出现在面前。走！爹，你抵达了帝国城市圣卡尔斯。第31章失踪的团长。入夜后的圣卡尔斯中心广场，光明常在，洁白的光线照射在地砖上，反射出波纹状的美妙光圈。秦飞回身望去，一座恢宏的大教堂映入眼帘，明亮的光线正是从大教堂的左手的塔楼上方照耀而出。圣卡尔斯大教堂，东方白丽哪怕不是第一次见，仍旧不免发出赞叹。当皎月行至3座塔楼顶尖的时候，魔法石就会放出光线，点亮城市。3座塔楼将分别照亮入夜、午夜以及黎明，其中午夜时分的主楼光线最亮，甚至可以照亮整个城市。有钱！秦飞暗赞一声，不管是哪里的教廷，都是主打一个钱多的花不完。但这不是重点。秦飞点开任务，你们发现没有，奥拉乌纳的身份变了。东方白丽微微愣神。秦飞指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说奥拉乌纳是行政官，但我们接受任务之后，奥拉乌纳的身份却是守备军团长。什么？
东方百里自己都没注意，此刻查看任务面板才发现确实如此。NPC 的职能还会变动？秦飞看他也不太清楚的样子，摇头道：众神都能反馈现实，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同时，秦飞对于阿斯亚特的事情也更有把握了一些。NPC 的身份可以变换，那就说明阿斯亚特的存活是100%可能的，且只要操作的好，就有很大概率能为自己使用。走吧，先去守备军团看看。守备军团是帝国外围行省的常备武力，除了任务和训练外，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城内。圣卡尔斯是缪斯行省的3大重城之一，东北部跟赫顿联邦接壤，向南越过阿兹特防线之后就是魔族的领地，而三方势力交接处是一片方圆千里的死亡沼泽，同时那里也是闻名艾帕西亚大陆的8大死域之一。上官瑶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全面，路上细细的跟秦飞说着。站住！驻地门口全副重甲的守卫拦下几人，军团重地，闲杂人等禁止靠近。秦飞刚要开口，却被东方百里拦住。飞天帝，能否先借我100金币？秦飞虽然疑惑，但并没有多问，点出100金币给他。接着，东方百里捏出10枚金币，极其自然地递到守卫手里。麻烦通报一下，我们有重要任务需要向奥拉乌纳阁下汇报。噗！秦飞差点一口喷出来。好，你们到游戏里竟然还要这么玩啊！军团长事务繁多，眼下只有蕾娜副统领在，你们有什么事情跟他汇报也是一样的。守卫说着就将几人放了进去，并且指明了位置。唉，东方百里不得已苦笑一声，帝国的官僚主义比现实还严重，守备军团算比较好的，市政厅和教廷那边才是真的麻烦。有时候办事贵就算了，多少能从任务奖励上补回来，但教廷任务的奖励真的是惨不忍睹。上官瑶突然有些想不通道：丽姐姐，光明教廷这样肆无忌惮，就不怕祭祀数量减少吗？万一真有黑暗势力入侵，那他们要如何抵挡呢？内测的时候祭祀就很难练，数量少等级低，但有些任务必须组祭祀，那时候他们开的价格也会很离谱。东方百里解释道：所以祭祀还是有人练的，勉强算是高投入高产出吧。秦飞听明白了，教廷这是走的可续持发展道路，唯有控制祭祀的数量，才能让黑暗形成威胁。任何世界都不会是非黑即白，而是有黑才有白。想想看，若是光明祭祀烂大街，那黑暗势力早也该灭亡了。到时候别说祭祀活不下去，就连光明教廷都得关门倒闭。说话间，几人来到军团驻地大厅，门口依旧是2名守卫。东方百里还是老方法，金币开路，顺利的进了大厅，这才看见副统领蕾娜。只见其一身闪亮的银质魔法铠甲，火红的卷发加上腰间佩戴十字剑，整个人显得英姿飒爽。唯一让人惊讶的是，对方太年轻了，不，甚至可以说是稚嫩。如果不考虑其余因素，眼前的军团副统领撑死不过28年纪，跟瑶儿差不多。当然，这都不是秦飞需要考虑的问题。蕾娜统领，我们是从山脉村落来的冒险者，这是我们的任务证明。东方百里处理这种事显然是驾轻就熟。好，我知道了，你们明天直接去冒险兵团报道。等等，蕾娜说到一半，眉心忽然皱起。你们这是完成了上古魔物的封印任务吗？是的，东方百里肯定道。好，蕾娜眼眸骤然变得明亮。对于勇敢的冒险者，帝国一向不吝奖励。第，你获得了魔法宝石 X1， 中等技能兑换券，军团 X1， 你获得了金币 X100， 你获得了军团声望 X1000， 还有额外的声望。秦飞心道，看来 NPC 也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官僚吗？蕾娜忽然起身，神色肃然地正视几人。你们既然完成了封印，那应该见识过黑暗的恐怖吧？东方百里面不改色道，是的，统领，地狱古魔是非常邪恶的存在，传奇法师阿斯亚特最终燃尽了所有的残魂，这才勉强将其封印。秦飞心道，来的时候太急，忘了跟对台词，没想到还能张口就来，厉害厉害，不愧是开过公司的老总，确实不一样。你说什么？蕾娜听到这个名字后再次动容，甚至有些失色的紧张道，你是说曾经的帝国守护者、传奇法师、贤者阿斯亚特？是的，副统领大人。贤者他还活着吗？蕾娜说完就感觉不对，连忙改道，我的意思是，哪怕是一缕残魂，亦或者是破碎的记忆体。东方百里极其遗憾的摇头，没有办法，封印破碎的实在太厉害了，完美演技。秦飞自认同样的话可以说的没有破绽，但要演到百里这种出神入化就有点不现实了。咯噔，蕾娜的身体竟是没站稳，稍稍颤了一下。太可惜了，如今的帝国正是需要贤者的时候，哪怕只是破碎的记忆体，
也能够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蕾娜顿了片刻，仔细扫视众人一眼后，目光最终落在百里的身上。我为什么从你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的星辰魔力？星之玄法。东方百里眼眸一闪，当即坦然道：“这是阿斯亚特临终前传授给我的职业。”咔！蕾娜的拳头猛然攥紧，眼里的震惊已然无法遮掩。但是下一秒，蕾娜又谨慎地扫视了一圈周围，在确认安全之后，才低声开口道：“你们跟我来。”不容几人拒绝。蕾娜带头离开，走向大厅后面的内室。咔吱！直到内室大门紧闭，蕾娜才转身看向几人，神色凝重地压低声音道：“接下来的话，你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团长大人他失踪了。”啊！秦飞几人惊讶地对视一眼。你是说守备军团长奥拉乌纳失踪了？第32章惊人奖励军团套装。这事情恐怕还要从头说起。蕾娜缓缓道：“1个月前，穆伦主教突然携带帝都的调令前来，撤掉了奥拉乌纳小姐的行政官职位，即刻调任守备军团。我们抵达军团后没多久，魔族突然在阿兹特防线外密集调动军队。奥拉乌纳小姐身为军团长，当即率领守备军团前往阿兹特防线增援，而我则是留守圣卡尔斯处理军团的日常事务。期间，我每天都会向奥拉乌纳小姐汇报，并且能够收到她的回信。但就在1周前，我发出去的信件再也没有收到回音。奇怪的是，防线传来的消息却显示奥拉乌纳小姐一切安好，并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几人听完后大概清楚了经过。奥拉乌纳身份并不一般，她出身的菲尼斯家族是帝国最古老的大贵族之一。蕾娜从小就是奥拉乌纳的女仆，长大后担任其护卫，在外面则是其副官。东方白丽凭着对游戏背景的了解，开口询道：“这件事有没有汇报给菲尼斯家族？”“有。”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家族回信里内容竟然跟军团一模一样。蕾娜恨恨地按住剑柄，咬牙道：“可恶！若不是因为防线战士调集了大部分军团战力，导致我根本无法离开。”秦飞听到这里，果断道：“我们可以帮忙寻找军团长。”“太好了！”蕾娜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欣喜道：“你们既然能够获得贤者的信任，那我也可以放心相信你们。”秦飞心里暗暗啧舌，阿斯亚特当年的声望真有点吓人啊！他死后这么多年，帝国上下竟然依旧能100%的信任他，怪不得他不想回来。翻译一下就是死要面子。爹，你获得了隐藏任务失踪的军团长，目标找到军团长奥拉乌纳，奖励军团勋章、军团声望 X10000、金币 X10000、稀有军团装备 X1、稀有宝石 X1。卧槽！隐藏任务。秦飞再看这丰厚的奖励，当即也有点纳闷，找个人竟然会是隐藏。这是菲尼斯家族的文章，相信小姐看见后就会明白你们的身份。蕾娜又一次叮嘱道：“切记，小姐失踪的消息绝不能对任何人说，关于任务的内容也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如果小姐真的出了意外，那隐藏在暗处的邪恶力量绝非你们能够想象。除了我之外，不论是军团、行政官、教廷，亦或者是其余家族，你们谁都不能相信。”说到这里，蕾娜看着几人，又是皱起了眉心。你们就这么去防线，实在太容易被怀疑了。这样吧，明天我安排一个冒险团前往防线增援，你们作为贤者弟子出任指挥官，这样就没人会怀疑了。还有，刚才的军团兑换券和宝石给我，对于贤者弟子来说，这份奖励实在是太少了。好，几人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蕾娜拿到东西，转而将自己的包裹展示出来。你们可以选一个高等技能和一颗稀有宝石。至于装备，我这里暂时只有军团套装，你们先一人拿一套吧。噗！饶是东方白丽的定力都没绷住，军团套装，天哪！他内测的时候在军团做了10几天的任务，才勉强兑换了一件，结果现在一个任务还没做，就能免费拿全套，不科学！这真的不科学！到底是什么难度的任务，才能在什么都没干的时候拿这么多奖励？不，如此高额奖励的背后，除了任务本身难度，恐怕都要归功于贤者阿斯亚特的声望吧。提前触发，东方白丽好像明白差距在哪了。把上古魔物的封印任务如何触发先放一边，单单去看任务难度，在很难寻找教廷高级祭祀出手帮忙的情况下，至少需要2-3个月才有可能完成。那时候还能拿到阿斯亚特的传承吗？基本不可能。而众神中一些特殊任务 NPC 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出现变化的。如果几人晚来几个月，那时候奥拉乌纳要么已经找到，要么就是身亡。隐藏任务的后续只有提前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才有可能接到。一步仙，步步仙。东方白丽之前并不怎么玩游戏，现在才算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金量。
军团套装有4种，分别是力量套、体质套、敏捷套、智慧套。套装内有5件装备：武器、手套、头盔、护甲、靴子。哥哥，我选体质套吧。上官瑶是弓箭手，但他现在得考虑母亲的属性问题，必须尽量多拿体质装备。不用，秦飞不差力量，拍板道：“我拿体质，你拿敏捷，百里智慧。”上官瑶闻言不由得摇头，泪光在眼里打转道：“军团套装的属性远比一般的魔法好，而且哥哥你已经付出太多了。”秦飞嘴角一扬：“那你等任务完成，把稀有装备给我好了。”可以的。上官瑶用力点头道：“先看装备，军团战刀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攻击力110，破甲30，体质10。军团手套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防御35，闪避20，体质8。军团战盔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防御20，闪避55，体质8。军团战甲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防御120，生命100，体质12。军团战靴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防御10，闪避22，移动速度10%，套装效果5%，攻击增加100点，防御增加100点，生命增加100点，体质增加15点。全套装备在替换盗贼极翼的手套后，秦飞的体质已经来到7500点，看来20级之前体质就能破万。另一边，蕾娜转身对百里道：“星之玄法是非常特殊的职业，如今贤者不在，恐怕也没人能够教导你。我所知道的也很有限。根据记载，星之玄法的伤害能力非常强大，但对魔力的消耗也非常严重。如果不考虑伤害和输出，技能推荐魔力充盈，宝石选择知识秘言最合适。魔力充盈，被动，高等，增加20%魔法值，增加20%魔法恢复效率，降低20%技能魔法值消耗。魔法值为0时不会陷入魔法枯竭。知识秘言，品级稀有，智慧增加50点，魔法值增加20%，魔法恢复效率增加20%，魔法冷却降低20%。此刻东方白丽真有一丝没见过世面的模样。稀有宝石，见都没见过，他根本不知道稀有宝石会有什么属性，自然不可能想到可以用宝石来搭配职业。如今再看这些属性，就像是脑袋里突然开了一扇窗，天亮了。第33章，职业宝石全面提升。谢谢，我本来还想拿一些消耗更低的魔法使用的。东方白丽越看越震惊，而现在有这些之后，日常战斗的魔法已经勉强够用了。另一边的上官瑶还没开口，秦飞就按住了他的小脑袋。麻烦看下多元射手选什么比较合适，又是稀有职业。蕾娜都有点被吓到了。自贤者离世之后，艾帕西亚大陆就再也没出现过星之玄法，至于多元射手，更是只有精灵王庭才可能。哦，你就是精灵，那没事了。蕾娜迅速地翻着奖励，忽然眼睛一亮：“小姑娘，你的运气真不错，没想到军团仓库还能如此难得的技能。多元共振，被动。当你的攻击拥有所有元素伤害类型时，多种元素之间会产生共振效果，最多20层。每次击中目标，可获得1层共振效果。共振效果0层以上时，每层增加30点所有元素伤害。共振效果5层以上时，每层额外增加2%的所有元素总伤。共振效果10层以上时，每层额外增加2%的元素伤害穿透。元素激荡，品级稀有，所有元素技能伤害增加20%，所有元素技能暴击率增加5%，所有元素技能伤害穿透5%。弓箭手和法师都可以学习多元共振。蕾娜解释道。但问题是，能够触发共振效果的人太少了。如今的帝国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就连如此难得的技能也要沦落到无人兑换的地步。可以，简直完美。秦飞替上官瑶定了下来，心里却是暗暗啧舌。高等技能和宝石的配合简直太爆炸了。上次看过白丽的爆裂飞星之后，自己就大概了解过他们两个的职业和技能。白丽是纯粹的大招流法师，所有技能都是伤害，而且一个比一个爆炸，唯独就是消耗太高，冷却太长。星之玄法本身并没有被动技能，原以为是职业限制，就是如此。可如今一看，那是自己根本没搞懂众神游戏职业到底该怎么玩。隐藏职业的强大是建立职业特有技能之上的。除此之外，
隐藏职业还是可以学习常规职业的一些技能，对自身的职业进行补充和强化。百里自身不缺伤害，所以只需补足消耗。而上官瑶的多元射手拥有所有元素类型的技能，本以为是仅仅是无惧怪物的抗性，任何时候都能做到高额输出的弓箭手，但他今天突然获得一个多元共振之后，那简直就是原地起飞，职业的高度瞬间拉升一个档次。如此高额的穿透和增伤，在一个技能里获得，根本就是离谱。秦飞自己看了都要流口水。如果再加上稀有宝石的强大效果，几乎能够无视怪物的抗性，做到超高输出，同时配合弓箭手超高攻速和暴击，那真是能一剑扎穿敌人大动脉。等等，宝石怎么用的来着？秦飞突然发现自己漏了点什么。转职后就可以将宝石融入职业之中呀。上官瑶理所当然道，一次转职可以使用1颗，2次转职使用2颗，3次转职就是3颗。嗨，没研究过。秦飞自己转职了，也有宝石，竟然连问都没问，也是见鬼。人家游戏的宝石都是砸装备上的，而众神的宝石直接就能用。蕾娜跟着解释道，宝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经验和等级，强行使用多枚宝石，只会导致宝石相互冲突，引发能量爆炸，当场死亡。秦飞皱眉道，那如果有2个职业呢？啊！蕾娜一对赤红的瞳孔顿时放大，不可思议道，你确定？片刻之后，蕾娜沉默了。你这个职业我没听过，不论是帝国史还是大陆史，都曾记录过对双职业体系的尝试，但很遗憾的是，所有人都失败了。蕾娜突然道，你应该见过贤者的，他有说什么吗？没。秦飞暗道，不过没事，等下我把他从书里捞出来，再慢慢问。蕾娜有些无奈，那我也不能确定，你在一转使用2颗是不是安全的？而且，你的另一个职业我也没见过，所以东西只能你自己选了。秦飞跟百里他们不一样，不论职业还是技能，都不是战力的核心，自己真正核心就一个属性。正常技能和宝石的伤害加成撑死了也就10%至20%，但是属性在自己这里有100倍的固定加成，所以哪怕只是1%的增幅，对自己来说也相当于100%。思路理清楚之后，那就简单了，只要能加基础属性，那就是必着眼搞。战斗热诚1级0-100高等，消耗10%生命值，激发战斗热诚，最多3层，每一层战斗热诚增加10%力量，增加10%体质，增加10%敏捷，增加10%生命恢复效率。每一层战斗热诚可持续10秒，生命值低于30%时不会陷入重伤状态。全面提升，品级稀有，力量增加10%，敏捷增加10%，智慧增加10%，体质增加10%。第一颗插入，属性立刻获得增幅，力量多了1000点，其余至少也有几百点。舒服！秦飞终于找到了最爽的提升方式，除了穿透、暴击这种特殊属性外，什么都没有基础属性增幅来的香。宝石在职业面板就可以直接插入，自己有2个职业，但战士职业没有去转职，先用这颗加属性的，另外一颗等明天转职后找阿斯亚特问下再说。秦飞搞定之后，原地一声怒吼，战斗热诚！啊！东方百里等人被突然起来的怒吼吓得一跳。吼！秦飞没有理会，跟着又是2声连吼。除了智慧，全属性暴增30%。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体质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体质破界时 X10。龙国玩家飞天地体质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体质破界时 X10。龙国玩家飞天地体质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体质破界时 X10。系统公告：异界体质属性解锁，即日起，体质突破1000点的玩家可使用破界石转化获得异界体质属性。东方白丽跟上官瑶同时呆住，体质解锁成功。上官瑶的眼眶瞬间湿润，哥哥，你真的……另一边，东方站的毛子刚摆上桌，就看作战室的红灯再次闪了起来。他奶奶的，飞天帝这是真变态啊！距离1万力量属性解锁才多久？他的庆功酒甚至都没来及喝一口，这就要2次庆功了。这下工作量真的有点大。东方战暗暗道，如果只是力量解锁，那对现实来说暂时还不会有太大影响。300-500点力量是当不了超人的，别说火炮导弹，就是机关枪几下突突都顶不住。可体质属性一旦解锁的话，那些人肯定是坐不住的。放眼全球，短期内除了飞天帝之外，恐怕没有人能拿得出体质破界石。
垄断，不管是谁想要这玩意，都必须求到飞天帝面前。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会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战帅，如今飞天帝的身份不明，对敌我双方可能都不是好事啊。是啊，东方战心里一声长叹。本来的计划是暂时不动，免得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敌人带了路。如今情况急转，他们必须要掌握飞天帝的一切情况，保证其100%的安全才行。因为他们现在完全承担不起飞天帝突然暴毙带来的损失了。这件事，东方战话音未落，就听桌上的红色电话叮铃铃的响了起来。死，该来的还是要来啊！第34章连续解锁。你们的敏捷套和智慧套给我用一下。秦飞一点体质，没加就完成了解锁，自然得趁机把奖励刷完。二人没多想，便把装备递了过去。下一秒，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帝敏捷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敏捷破戒10 X10。龙国玩家飞天帝智慧属性突破1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智慧破戒10 X10。系统公告：异界敏捷、异界智慧属性解锁，即日起，敏捷或智慧突破1000点的玩家可使用破戒10转化获得异界属性。系统公告：恭喜龙国玩家飞天帝解锁全部异界属性，额外奖励声望 X10000，金币 X10000，力量破戒10 X10，敏捷破戒10 X10，智慧破戒10 X10，体质破戒10 X10。一瞬间，整个众神的玩家都停了下来。我尼玛，老子是来玩游戏的，不是来听公告的。好家伙，这一天天的公告都要刷不过来了。全属性解锁，全属性破万，这能是人啊？听我说，这笔一定是开挂的。众神官方本来就不禁止挂，那飞天帝就是众神最大挂币。干，他肯定是用了属性修改器，要不然哪来这么变态的属性点啊？1万点属性，老子满级有没有这个属性都是未知数，太影响平衡了，建议删除飞天帝。陈复义，作战中心。东方战手里的电话还没来及放下，就看见10几条系统公告出现在大屏幕上。干嘛？到底是要干嘛？疯了！东方战的表情管理已经彻底下线，咬牙切齿道：单是解锁一个属性，就他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你死。你是牛逼，但是如今谁不知道你牛逼啊？就不能低调点？就不能一个一个来吗？你解锁那么多，有意义吗？你自己又用不完。先解锁一个，然后慢慢强化优势，咱先拉开跟其他国家的距离，卡住位置，尽量拖延他们反馈现实的时间节点，难道不好？东方站在上面疯狂吐槽，底下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提醒道：战帅，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忘了提醒他一下呢？噗！东方站当场一口喷出：见鬼！谁他妈能想到，给飞天帝一个解锁反馈现实的机会，他能把所有属性全给解锁了呢？好了，奖励到手，秦飞便将套装取下来还给他们。哥哥，上官瑶皱着眉心，有些纠结要不要继续说下去。体质的破戒石我会多留几颗，但如果3、5颗还不管用，那再加10几颗恐怕也不会效果。秦飞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在如今奖励拿满，所有属性的破戒石都有20颗，自己等下回去先试试。如果真有效果，肯定要留一部分给父母，剩下一部分备用。这样算下来，体质破戒石可能会非常紧张。更麻烦的点在于，目前除了系统奖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获取破戒石。秦飞的目光看向旁边，忽然醒悟道：蕾娜统领，你知道破戒石如何获取吗？破戒石？蕾娜在短暂的震惊后，毫不犹豫地回道：不知道。异界位面只存在于传说中，家族书库中不少有关于异界的记载。若不是小姐有段时间非常喜欢异界故事，我甚至连破戒石是什么都不知道。秦飞听到这里，反倒是不着急了。如果连帝国守备军团的副统领都不知道如何获取，那其余玩家能够获取破戒石的可能几乎就是0。另外，自己还有阿斯亚特，他那里应该会有线索的吧。最后，秦飞跟蕾娜确认了明天的出发时间，便离开了军团驻地。哎呀，上官瑶出门才想起来，刚才我们把黑暗来袭的任务忘了。秦飞一手按住小丫头的脑袋，怎么？难道你想把我辛苦招的骷髅都给清了吗？上官瑶小脸一红，弱弱道：哥哥，万一有奖励呢？那样岂不是可以无限刷钱了吗？就算刷不了金币，也可以刷声望呀。刚才的军团仓库里面，瑶儿可是看到了不少好东西呢。就是兑换的声望太黑了些，一件稀有装备竟然要5万点军团声望。秦飞想了一下，摇头道：即便不考虑骷髅损失对古魔的影响，召唤骷髅的正向收益也应该是高于反向刷声望的。别忘了，我们马上就要前往帝国防线，那里
才是骷髅的真正战场。战场，死！东方白丽一想到骷髅大军出现在战场中的画面，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太恐怖了吧！如果真能在战争中大规模运用骷髅召唤，那我们获得的声望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说不定足以担任军团长。怕就怕，东方白丽转而为难道，万一骷髅被当成黑暗侵袭的话，那可就到时候再看吧。秦飞暂时也没想好如何使用，一切还得到了防线之后才能知晓。城市虽然还有大教堂的照耀，但夜已黑，职业大厅已然关门。秦飞想办战士转职，只有等明天。另外，城中各个协会和店铺一样是关门状态，兜里揣着金币，想买点东西都买不到。若是玩家开的店铺，这个点肯定不会关门的。东方白丽语气当中有些可惜。秦飞一听，立刻来了兴趣。你之前内测的时候有收购过店铺吗？价格怎么样？很贵。东方白丽正说着，秦飞的眼皮却突然连跳几下，紧跟着视线范围内街道中闪过几道若隐若现的扭曲波纹。爹，你遭受了敌人的攻击，被刺。第35章暗杀，那你可真对人了。噗，负3390暴击，血红的伤害数字从秦飞头上冒出，同时秦飞的血条也随之下降了 15% 左右。什么？身后的刺客发出一声不可置信的低呼，但是作为一名专业刺客，丰富的战斗经验依旧让他用出连招。抹喉！秦飞身形微微一晃，闪避！该死！背后的刺客彻底怒了，但秦飞根本不去理他，单手按在刀柄，苍浪军团战刀瞬间出鞘，速度快如闪电，寒刃向右一斩，准确地劈在了上官瑶的后背。噗呲，刀刃见红，一抹鲜血溅射而出。负12800暴击，伤害数字在半空中冒出，对方血条显现的同时，当即被这恐怖的一刀直接清空。一刀秒杀！令人惊讶的是，上官瑶并未受伤，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扑通！上官瑶身后，一名包裹在黑色皮甲内的刺客手中紧握着匕首，颓然地摔倒在地。他那薄凸的双目之中显示的全是茫然。不知道为什么，暗杀的目标毫发无伤，他自己反而先死了。你击败了专家级刺客，你获得了15070点经验值，你升级了。谁？东方白丽此刻才反应过来有人偷袭，下意识地伸手摸向腰间。啊！秦飞看到这一幕，差点笑喷。你干嘛？想掏枪啊？东方白丽娇躯一震，尴尬的连自己要干嘛都不知道了。啪！秦飞一把将其从身前推开，反手冲着对面的空气就是一招斩击。唰！战刀裹挟着淡蓝的魔法光芒，凌空一闪。噗！负8180，对面的刺客竟直接被一刀斩击，凌空劈成两半。你击败了专家级刺客，你获得了13270点经验值。转眼间，2名专家级刺客倒地，而这仅仅发生在一个照面。瞪！刺客看到这一幕，终于感到了丝丝寒意，翻手隐去匕首，后跳撤退。秦飞哪里会放对方离开？跟我玩暗杀，你们还真会挑人。无罪前行。下一秒，秦飞的身形消失在街道中。那名刺客惊诧的同时，双眸绽出一道白色光芒，但是白光并没有侦测出秦飞的身形。怎么可能？刺客下一次懵逼了，以他的技能等级和经验，凭什么无法侦破一个新手盗贼的前行？呵呵，秦飞心中一阵冷笑，顺势瞥了一眼技能面板，无罪前行1级0100高等，移动速度提升 50%， 攻击伤害增加 50%， 将身体融入黑暗之中，从敌人的视野中消失。你在前行中发动的攻击并不会导致前行失效，最多3次。敌方侦测技能不高于你2个位阶的情况下，无法破除你的前行。消耗50魔法值，持续10秒，冷却30秒。无罪伏击1级0100高等，暴击率提升 50%。在敌人未发现你的状态下，对敌人发动致命一击，对敌人造成 150% 的物理和魔法伤害。你的伏击并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消耗100魔法值，冷却30秒。秦飞贴地而行，飞速掠过街道，径直绕到那刺客后背，一刀直刺。无罪伏击，直至刀刃插入对方身体，都没有带出任何一丝的声音。东方白丽和上官瑶没有看见这一刀，街道内潜伏的刺客也没有看见，直至刀刃拔出，鲜血如注。那名中刀的刺客依旧紧张地扫视四周，完全没有发现身后的情况。负16088暴击，
伤害蹦出的瞬间，刺客当场暴毙，到死。他都没发现自己是什么时候中招的。蹭蹭，秦飞左右两侧各自出现一抹光影波动，显然他们在看到自己前行后，就准备好了抓住自己攻击时的破绽，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实际情况却是，秦飞一刀伏击出手，前行依旧存在，并没有暴露身形，而他们却是因为剧烈的动作让前行出现了一丝破绽。秦飞也不废话，刷刷两刀分劈左右，速度之快，仿佛这两刀是同时劈出一般。负7890，负8010时，扑通，两名刺客的尸体和成片的鲜血同时从阴影中摔出。至此，秦飞的身形依旧在前行之中，没有暴露。东方白丽和上官瑶无比的震撼地看着这一幕，紧张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圣卡尔斯的大街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刺客，简直就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当前阶段就连抵达城市的玩家都可能不足10个，这些刺客死 NPC。 东方白丽想到这里彻底懵了，他可从没听说过 NPC 会在城市中对玩家动手的，而且还是采用当街暗杀这种手段，防不胜防，不是根本没办法防御。若不是飞天帝出手，他现在已经死了，而且死完之后都可能不知道是谁杀的。这样的刺客要杀玩家就跟捡豆子一样的容易，而现在短短几个呼吸内，就已经有5名这样的刺客倒在了血泊中。沉默，安静，寂静的街道中只能听见几只耗子发出细细索索的动静。终于，前行时间到，秦飞提着战刀从白丽二人身后走出吗，镇定自若道 ：“NPC 刺客大概率跟奥拉乌娜的失踪有关。”东方白丽有些心悸的点头道：“我是也这么想的，除了那个超高奖励的隐藏任务外，不可能再有其余 NPC 势力找我们麻烦了。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们2个死亡一次，任务铁定是要失败的。”秦飞摇头：“不只是你们任务失败，我的应该也一样。”第36章杀人执照，很有可能。东方百里眉心一紧，略微沉吟道：“如果刚刚接任务就被暗杀减员，那蕾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心你独自执行任务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将这件汇报给蕾娜吗？我看任务面板到现在也没有变化，有点复杂。”秦飞沉思良久，汇报的结果无非就几种：蕾娜确认奥拉乌娜遭遇危险，判断难度提升，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额外奖励，但是蕾娜的不寻常反应也可能导致敌人察觉出问题，进一步增加我们的任务难度。最后2人商议后还是决定装作不知道。这个任务的难度已经很离谱了，开局就是5名专家及刺客的暗杀，随便换个精英队伍过来都是必死，就算队伍里有专家也很难防备这种暗杀。刺客的作用就在这里，哪怕你等级比刺客高，装备更好，也有极大可能被刺客暗杀，更别说刺客等级装备比你更高的情况了，那几乎是一杀一个准。若不是因为自己也是刺客类职业，若不是因为自己全属性爆炸，生命超高，防御超高，伤害超高，闪避一出，命中一出，但凡少一条，暗杀队伍哪怕在意外损失2、3人的情况下，依旧有很大把握能在后续战斗中干掉自己。体质果然很重要。秦飞不由得感叹，不论是现实还是游戏，生命值永远都是相当宝贵的。明天有任务，晚上出城练级能不能赶回来不说，危险程度也太高，不如到大教堂下线吧。百里2人自然没有意见，他们今天的收获已经太大了。等级11，职业稀有，宝石稀有，装备全套魔法，而且还是军团的。上官瑶欣喜的下线去通知母亲，东方白丽则是慢了一步，绝美的面庞之中显出些许的犹豫。秦飞，有事？东方白丽试探性的问道。飞天帝，你应该是知道我身份了吧？大概吧。秦飞下意识的揉了揉鼻尖。呼，东方白丽长吁一口气，整个人感情轻松了许多。其实并非我故意隐瞒的，毕竟我的名字跟内测一样，也不是多难查的事情。说正事，我父亲也不能说是我父亲，应该是军方希望从你手里购买至少3颗体质破戒石。秦飞猜到了一点，但没想到会直接跟军方对接。你可以代表军方？我当然不行，不过我父亲还是可以的。东方百里直接道，破戒石的功能在那里摆着，敢开口购买的其实都没几个。说到底，我父亲代表的军方可能也只是一个中介而已。卧槽！秦飞只是知道他有点军方背景，没想到实力这么硬。3颗的数量不算多，但也不算少，尤其是我现在也没别的渠道去搞。所以那边的条件是什么？东方百里知道很贵，但依旧要开口。你知道的，军方本来就没多富裕，不可能出太多的钱。我母亲是瑶儿的表姨，所以我的钱跟父亲那边基本没关系。对于这种级别的交易来说，
我那点存款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5000万，我知道这点钱对你来说可有可无，但这是我们提供的极限，可以商议，但波动不会很大。嗨嗨，秦飞真想说，你从哪看出来的我这么钱？另外，若按游戏道具来算，高达5000万的交易绝对是游戏史的巅峰，但对于超现实的道具来说，似乎也只是合理范围。若考虑体质破戒时的特殊性，甚至可以说有点便宜。东方百里继续道，当然，现金不是核心，军方提供的是远非现金能够买到的东西。你和你家族将在未来100年受到军方的免费保护，任何事情只要不是钱，都可以想办法给你解决。同时，你本人还可以获得少将军衔，拥有龙组核心成员身份，可以配任何类型的枪械，有3名龙组成员贴身保护。龙组你可能知道，但核心成员的权限是完全不同的。简单说，不论是什么罪名，你面临的最高刑罚就是居家办公。卧槽，还真有免死金牌加杀人执照啊！秦飞有点小小的震撼。说真的，就这张证，你花几千亿都买不来。若是这证能卖，但凡买得起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拿下。但是对秦飞来说，一旦同意交易，就必然暴露身份。虽然有保护，但稍微想想也知道那也太拘束了一些。自由自在当然是最爽的，管你是谁呢？东方百里甚至不敢多说，只是望着他等待。可以，秦飞意外地答应下来。这种条件对自己来说真不一定有多好，但对家里来说肯定是好的。谁会拒绝单开一张族谱的诱惑呢？还有就是，这种离谱的条件必然是有时效性的。如今的破戒石被自己垄断，他们只有求自己。过几天，但凡出现什么意外情况，都可能导致这笔交易失去平衡，往后再也难拿到同样的条件。东方白丽的俏脸瞬间化为惊喜。下一秒，秦飞补充道：“条件没问题，东西我给你，但执行这些条件的时间由我自己决定。”东方白丽愣了一下，难道说你不需要保护吗？可是，这才是交易的另一个核心啊！如果老爸知道自己达成了交易，拿到了东西，但依旧不知道飞天帝的身份，他的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住呀？是的，暂时不需要。秦飞并不想现在就被当大熊猫看起来。更关键的是，若是现实中的实力不足，真说不定有被天天研究的可能。我需要问一下。东方白丽立刻点开通讯。片刻之后，东方白丽再次开口：“飞天帝，你想什么时候执行，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在确认前，我想先告诉你几个数据。第一，刚才2小时内有超过300名特工通过各种渠道入境。第二，刚才2小时内我们抓捕了超过1000名间谍，其中不是所有间谍的目标都是你。第三，在近乎无限资源的诱惑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守得住底线，所以你真的能确定自己的安全吗？”好家伙，秦飞没想到会这么夸张，但随即就掏出3颗破戒石塞到他手里。问题不大，先这么办。东方白丽一脸不可置信，还想再说什么，却是被秦飞赶下线去。没人知道才是真的安全。秦飞心道，就算是泄露，自己还是有底牌用的。反馈属性，这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如果还不行，那再考虑百里的条件也不迟。先试试体质的。秦飞取出破戒石，直接使用。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体质。第37章，超现实力量。下线。清爽的皂香中带着一丝微甜，扑鼻而来。这味道，秦飞太熟悉了。林大班长的床单果然跟他的味道一样。再睁眼，本应是雪白的天花板，此刻却是被一张清秀的面庞取代。那双本应闪亮的眼眸，此刻紧紧关闭，长密的睫毛正微微颤抖着。温润，秦飞下意识地舔了舔了唇边。甜。身上的小贼立刻似乎发现了不对，但却没有退缩半寸，反而主动追了过来。卧槽，搞偷袭！秦飞刚在游戏中被偷袭一次，怎可能现实里再被偷袭一次？想都没想，当即展开反攻。良久之后，小贼好像发现不对劲了，打不过，完全打不过。节节败退不说，2排长城还全面失守。双眸骤然睁开，小贼的眼神在惊讶和迷离中来回切换，最终转向了惊慌失措。下一秒，小贼便如同被人发现了一般，慌乱中挣脱起身，丢下战利品就开始疯狂逃窜。小样，还搞偷袭！秦飞冷哼一声，专家级的刺客队伍我都是随便秒，你这太菜了，得练。若不是要查看反馈属性，秦飞还真不会放他逃走。体质在游戏关联的属性是生命值和基础防御。秦飞现在有没有感觉身体有多好，只是感觉有些气血上涌，擎天立柱。
好像也有点道理。至于防御，秦飞捏了捏手臂，肌肉没感觉多少，手感也差不多，唯独是痛感似乎减少了很多。随便捏一下，并不会疼，直接测力量，效果应该更明显吧？秦飞暗道一声，再次上线，没有急着使用，反而是先查看面板，原属性没有变化，只是在基础属性的后面多了一个异界属性。可惜异界属性并不是基础属性，没有拿到100倍增幅。现在基本确定反馈是真的，当然是一口气全部反馈。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转化失败，一转职业最多使用10颗破戒石，原来是有限制的。秦飞还以为能随便用10颗破戒石，总计1000点属性，算下来几乎等于10倍拳击手的力量。这份力量已经超越现实的极限了吧？还有，我是双职业，不知道明天战士转职后能不能再吃一份。对于现实中的属性，秦飞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接下来，敏捷、智慧、体质全部吃满。再下线，秦飞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随便一握拳都能感受到那仿佛要爆炸一般的力量，偏偏身体肌肉和外形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不科学，但很玄学。秦飞随手一拳打出去，砰！远超常人的速度，竟是在空气中打出一声闷响。空气的阻力竟然如此明显。秦飞还想再试试，却是收住了拳。别把房间锤坏了，晚上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好在别墅内的地下室有健身房，异音器材都还在，甚至还有权力测试机。不愧是白丽，也就他会在家里搞这些东西。秦飞乐得用现成。先是速度，地下室折返跑，自己给自己掐表。啪！秦飞脚下用力一蹬，整个人便冲了出去。1、2、3，最长10米，折返刚好20米。秦飞5次折返回来，按表 7.02。4，秦飞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夏天的奥运会要不要去拿个金牌啊？不对，我只要去，好像就不止一个金牌吧。全属性1000点，就这个身体素质，还要什么技术？管什么操作？只要别搞表演类的项目，其余那还不是乱杀？算了，秦飞也没时间去外面当超人，试试全力，先来个稍稍轻一点的。随即砰的一拳轰在机器上，滴滴滴，298公斤，接近300公斤的拳力。秦飞查了一下数据，重量级拳击手的最大拳力也就在300公斤左右，像泰森那种重拳王的极限才可以接近400公斤，换成轻量级的拳手也就200公斤左右。关键是我还没出力啊！秦飞有点尴尬，到底要不要试试极限？万一功力过猛，不会把机器锤爆吧？靠！锤爆就买新的。秦飞现在不差这点钱，但若是目前的超级属性掌握不好，反而可能出问题。紧跟着，秦飞冲着机器连续挥拳，452公斤，878公斤，1361公斤。随即机器发出砰砰砰的巨响，拳力的数值也在逐渐提高。好，最后一拳。秦飞顿了一下，鼓足全部力量，轰！测试拳力的位置直接锤出一个凹陷，机器中蹦出几道火花，零件都锤飞了10几个。至于数值，彻底不显示了。呼！秦飞轻吐一口气。如果是普通人，这么一通爆发下来，别管打多少数值，肯定都会肌肉酸胀，甚至抽筋。但秦飞现在全身上下别说酸痛，就连一丝疲惫的都没有。可能是体质的原因，也可能是纯粹的力量爆表。不过，通过感觉，秦飞还是能大概预估一下最大拳力，3000公斤。如果是准备好的全力一击，应该有这个数字。要知道，这个数字就已经是人类永远触碰不到的极限。确认了力量之后，秦飞又在健身房一阵折腾，最终算是勉强掌握了这份属性。超越极限的力量，超越常人的反应，100米6秒7秒的速度，再加上这1000点体质的生命力和防御，秦飞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不说什么人形坦克，但绝对算得上超级人类了。就凭刚才这点程度的训练或者战斗，秦飞只想说 I can do this all day。 寻常普通人就算来个300-500个，随便打。小威力的子弹还没尝试过，但凭这个生命力，估计硬吃几颗也不会死。可问题是，对面能接自己一拳吗？这可是硬拳，不是子弹。防弹衣在这种拳力面前，穿和不穿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必死！呆子，你还好吧？林诗琪在楼梯口有些担心地望着秦飞。我好得很啊。秦飞转身，目光随即落在一片狼藉的健身房，顿时有点尴尬。不是我干的。林诗琪闻言，小脸顿时一沉，
那眼神简直跟当年忽悠他作业忘带的时候一模一样。嗨嗨，你吃饭了吗？秦飞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到楼梯口，拉住他的小手，走，晚上请你吃点好的。林诗琪出乎意料的没有多问，轻哼着应道。玉湖别墅的小区有点大，二人出门走了半天，还没到门口。秦飞越走越尴尬，那个，明天去买辆车吧，要不然你每天上下班都要走好远。我知道的，那是众神解锁后力量吧？林诗琪突然开口，顿时吓得秦飞一跳。你，第38章，我这个人一般不记仇。秦飞稍稍一想就冷静了下来，他的消息渠道比自己多，只是碍于保密的原因不能开口。叔弟，林诗琪轻盈转身来到秦飞面前，水波般摇曳的双眸之中映照出来的全是秦飞的面庞，一双纤细的手臂穿过双肩缓缓拉近。紧跟着，秦飞的耳边传来一阵温热的气息。飞天帝，你还打算要瞒我多久呀？嗨，秦飞顿时尴尬的干咳两声，这件事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林诗琪却根本给他解释的机会。好一会之后，呼，林诗琪大口大口的换了好几口气，这才郁闷无比道：你都不用喘气的吗？身体好，没办法。秦飞说的是实话，就现在这身体，憋气低于1个小时都属于是没发挥好。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哼！林诗琪轻嗯一声，傲娇道：能让本姑娘死心塌地喜欢这么多年的男生，又怎会是一个普通人呢？死！秦飞纳闷道：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呼！林诗琪再一次战败，但是眼里还是一副不服输的模样。你是怎么认识李总的？秦飞坦言道：真不认识。林诗琪眉梢一挑，俏皮道：你不认识李总，那飞天帝总是认识白丽的吧？嗨，也可以这么理解。秦飞想到这里，突然道：对了，我的游戏名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啊，不是所有人都别说。跟着秦飞跟他解释了一下目前的状况，林诗琪的神色也变得有些凝重。秦飞叹了口气，现在明白了吧？不说你就不知道，反而不会有危险。现在我才不怕呢。林诗琪牵着的手下意识的握紧，秦飞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确实不用怕，一切有我。林诗琪重重的点了点头，二人这才到外面寻了家饭馆，填饱了肚子。回到家还是得买车，不然出门走个来回真得1个多小时。秦飞再一次叹道：买车太……林诗琪刚想说浪费，转而就改了口，太扎眼。林诗琪确认道：厉总本来就有点怀疑你的身份，如果再买车，岂不是火上浇油？那你买。秦飞笑着回道：咱林大班长现在可是年薪30万的存在，买辆车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吧？林诗琪闻言顿时气得牙痒痒，堂堂飞天帝，随便一个任务奖励就是几百上千万，竟然说这种话！哼！林诗琪一咬牙，一跺脚，买就买，人这一辈子总要给喜欢的男生买辆车的。秦飞点头道：那明天就去，我看保时捷也不差，年轻人嘛，真没必要为了面子硬上小米苏7的。林诗琪现在就一个想法，咬死这个呆子。下一秒，秦飞反而是伸手一捞，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你干嘛？林诗琪当即被这突发情况吓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干？为什么不干？秦飞一脸不解的模样。林诗琪心跳瞬间蹦到180，不行，你都没有。说着，林诗琪便用力的挣脱出来，惊慌失措的冲上2楼。砰！房门关闭。哈哈哈！秦飞忍不住放声大笑。你应该知道，那个门对我来说其实跟白纸没什么区别的吧？啊！门口的林诗琪一听这话，顿时要疯了。你不许进来哦，不然我就告诉阿姨，说你欺负我。靠！明明是你先动手的好吧？秦飞一声冷哼，我这个人一般不记仇，有仇当场就报了。嘎吱！秦飞稍微一个用力，房门的握把便跟巧克力一般变形扭曲。说吧，晚上趁我玩游戏的时候，总共偷袭了几次？林诗琪一个人蜷缩在被子里，仅仅露出小半个脑袋和那双惊慌的大眼睛。就一次？谁知道你那么早就下线了呀？秦飞脸色一沉，我不信。真的，林诗琪极力辩解道，我就是看到抖音上飞天帝的视频，想找你对比一下，然后就什么？秦飞嘴角一扬，然后就顺便收了点利息嘛。林诗琪死鸭子嘴硬道，人家喜欢你这么久，收点利息很过分吗？好。秦飞点了点头，那我今天先还你点利息，合理吧？1个小时后，秦飞心满意足的回房睡觉，临走聊下一句，今天的利息
就先还到这里，你算下账，明天我再来。直到秦飞走远，林诗琪这才探出脑袋，目光落在那个被扭成麻花的房门把手，心中不免有些后怕道：呆子的身体也太变态了吧，现在都不给人喘气的机会，那以后岂不是……林诗琪顿时羞得将脑袋埋进被子里。秦飞没有回房间，健身房反正已经折腾得不像样子，索性就继续练习一下。他是真怕用力过猛出现意外，不然就凭现在这热血沸腾、战意盎然的状态，怎可能说走就走？这一练直接就到了天亮。呼，秦飞缓了口气，停了下来。练习整整1个晚上，俯卧撑、深蹲、举重加一起都不知道做了几万个嘛，结果仅是消耗了一些精力，让自己勉强平静下来而已。全属性1000点就如此恐怖，如果真跟游戏里一样破万，岂不是要手撕坦克？上楼洗个澡出来，整个人精神奕奕，丝毫没有困意。林诗琪一向起得早，此刻已经做好了早饭，见秦飞下楼后，急忙打了个招呼，转身就要逃跑。秦飞一个闪身就将他拦了下来。我上班要迟到了。林诗琪弱弱的挣扎道。早上6点半，你跟我说上班迟到？现在的打工人都这么惨的吗？秦飞洒然一笑，我这个人最讨厌欠债，利息积压那么多，若不抓住一切机会还，那还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第39章，贤者，你也不想这件事被帝国知道吧？半小时后，林诗琪气喘吁吁地逃离别墅。秦飞吃完早饭上线，众神的时间和蓝星一致，而帝国时间则跟龙国时间一致。天亮之后的圣卡尔斯明显热闹了许多，商队、市民、冒险者纷纷开始一天的生活。对了，蕾娜昨天的说要组建的冒险者团队，应该是要加入 NPC 冒险者吧？以目前玩家等级，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进城。想到这里，秦飞打开榜单，众神等级排行榜：第1，飞天帝，龙国，15级，无罪之影；第2，白丽，龙国，11级，星之玄法；第3，瑶道姐姐怀里，龙国，11级，多元射手；第4，卡尔·埃文斯，漂亮国，10级，毁灭法师；第5，西维纳斯，意呆利，10级，圣言祭祀；第6，凯撒，德意志，10级，召唤师；第7，李泰勋，漂亮国，10级，盗贼；第8，空；第10，空。他们都是通宵战士啊！秦飞还以为要更晚一点才有人能上榜呢，现在看来，所有人都在拼命。4个抵达10级，最快的2个似乎还转职了隐藏职业，我也得尽快转职才行。秦飞现在还差1个职业，开局选了战士，就算要转职隐藏，也只能走战士类的隐藏。问题是，先转职之后还有可能走隐藏吗？秦飞没有直接去职业大厅，而是拐了弯进了旅馆，开了房间，关好窗户，取出阿斯亚特的日记。蹭，书页展开的瞬间，阿斯亚特的灵魂便裹挟着愤怒的地狱火焰冒了出来。年轻人，你想做什么？看得出来，曾经的帝国守护者大贤者阿斯亚特也是有脾气的。嘘，秦飞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这里是圣卡尔斯大教堂，就在隔壁2条街。圣，阿斯亚特灵魂一震，怒意瞬间被按了下去，转而则是无限的冰冷。贤者，你也不想曾经的光辉和荣耀，因为一件小事就永远的被帝国人民踩在脚下吧？秦飞一脸轻松地说着。阿斯亚特的灵魂比之前更加冰冷，看得出来他已经在黑化的边缘了。秦飞并不是来挑衅的，转而道：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咯噔，阿斯亚特眉心一紧，沉吟道：这话什么意思？秦飞随即快速地将奥拉乌娜的失踪和昨晚的暗杀和盘托出。阿斯亚特的神情已然缓和，取而代之的则是震惊。菲尼斯家族的继承者竟会在帝国中，甚至是在帝国军团中被人绑架，可笑，完全无法相信。阿斯亚特直接摇头，帝国8大军团之一的火焰军团是由菲尼斯家族完全掌控，这是初代帝国皇帝许下的承诺，无人可以更改，除非是他们家族内部出现问题，否则谁也不能在军团中绑架菲尼斯家族成员。秦飞眼眸一转，你说的火焰军团我不清楚，但奥拉乌娜是在守备军团中出事的，而这个军团他也才刚刚就任10几天，既是菲尼斯家族的成员，为什么不去火焰军团？阿斯亚特还是有些无法理解。时代变了，秦飞淡淡道，帝国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帝国，如果你觉得这都是小事，无所谓的话，我也无所谓，现在就任由你灵魂消失好了。圣卡尔斯阿兹特防线。阿斯亚特没有回话，目光看向南方，魔族势力竟在1000年之中扩张到了阿兹特附近。该死，帝国中纳的那些贵族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秦飞心里盘算着时间，你还有2分钟。啧，
阿斯亚特暗暗沉默，我就算不死，仅剩的几分钟生命也做不了什么。那不是你操心的问题。秦飞迅速的整理问题，全部说出。第一，延长你的灵魂状态需要什么东西？第二，我作为双职业者，一转期间用2颗宝石有没有问题？第三，如果一转普通职业，以后能否继续转职隐藏？第四，破戒石如何获取？死！如此多的问题一口气抛出来，阿斯亚特都不免愣了一下。时间有限，他要抢在灵魂熄灭前解释，而且还得留一点时间，每一秒都要赶。首先，我需要灵魂魔石或者黑暗魔石，具体你可以查，找不到再教我。其次，双职业者可以使用双倍宝石，这就是开发双职业的意义。一转之后，任何时间都可以转特殊职业，也就是你说的隐藏吧。最后，破戒石不是你现在能获取的，不要问，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啪！秦飞也不废话，反手一拍，合上书页。这对话简直就是争分夺秒。现在算算，阿斯亚特大概还有1分钟的剩余时间，够了。下次对话一个问一个答，可以节约时间。简单问题的话，甚至还有可能问2、3次。职业大厅，此刻尚未到一天最忙碌的时候，秦飞直接找到前台的小姑娘。你好，我想进行战士一转，请将手掌放在魔法石上。小姑娘确认等级无误后，跟着道：转职需要缴纳1000银币或者10金币，首次转职还要钱。好，秦飞直接拍出100枚金币，麻烦加急。啊，好的。小姑娘看到多出的金币，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给，这是一转证明以及3本职业技能书，还有，这是欧布洛斯大师的地址。如果你能完成大师的考验，说不定有机会成为大师的弟子呢。第，你获得了隐藏任务大师的考验，目标完成欧布洛斯的考验，奖励未知。第40章大师的觉醒，这都行。秦飞本来只是急着转职，想着花点钱估计能快点，结果才100金币就把隐藏任务给拍了出来。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绝对不是夸张，而是保守，太保守了。离开职业大厅，秦飞用掉一转证明，完成战士转职。再看3本一转技能，跳跃斩击1级0100低等，向前方目标跳跃并对目标施展1次攻击，造成120%的物理伤害。敏捷越高，跳跃时速度越快，距离越远。消耗15魔法值。冷却10秒。力量训练1级0100被动低等，增加基础力量10点。重斩积蓄力量最低1秒，最多5秒，对目标造成150%至350%的高额伤害。消耗20魔法值秒。冷却30秒。跳斩虽然垃圾，但有位移还算实用。剩下的重斩就是废物，我有那时间输出不知道打几倍了。秦飞最喜欢还是力量训练，10点力量对自己来说就是1000多点，爽飞。再把锐利宝石装上，无视敌人10%的防御，伤害拉满。最后才是隐藏任务。秦飞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先去看看。奥拉乌娜的任务是很急，但他都已经失踪1周了，真要死的话也不急这一回。但是这个职业隐藏不做，这一趟出门去阿兹特防线，还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滚！什么水平也敢来敲老夫的门？随着怒骂声，一名年轻男子竟真是从门里连滚带爬的逃了出来。秦飞看了看任务地址，额头上显出3根黑线。没错了，是这里。门开着，秦飞直接走了进去。欧布洛斯大师在吗？好小子，还敢进来！只听一声怒斥，秦飞面前多晃出一道黑影，来不及闪避，砰！钢铁般的一拳结结实实的轰在了秦飞的胸口。-20，秦飞呆住了。对面留着络腮胡全白的老头看到伤害后也呆住了。你是谁？哼！欧布洛斯冷斥一声，眼里金光闪烁，双手背后竟是散出一股极强的压迫感。老夫这些年是得罪了不少人，也不管你是谁，报个名字吧，咱们决斗场见。秦飞额头的黑线更深了。欧布洛斯大师，职业大厅的小姑娘介绍我来的。噗！欧布洛斯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什么？你是来拜师的？不然呢？秦飞非常不解。欧布洛斯闻言，脑袋晃出一团残影。别开玩笑了，以你的实力，还用拜师？他很清楚，刚才那拳虽然只用一丢丢力量，也不致命，但绝不可能只打出20点伤害那么丢人的数字。眼前这少年，防御力高的就离谱。讲道理，他甚至怀疑皇家骑士团的精锐若是不会用技能的话，有没有这个防御力？但是我真的是来拜师的。秦飞可不想空手出门，
毕竟是个隐藏职业啊，哪能随便放弃？那个，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学无前后，达者为先。你也看到了，我除了属性不错以外，其余是一概不会的。哦，欧布洛斯看秦飞说的认真，顿时露出好奇的目光。属性探查，随着一道白光，秦飞的属性展示在半空中。力量13200，体质7600。噗！欧布洛斯差点一口老血喷出。什么鬼？这到底是哪里来的恶魔啊？10000点力量。欧布洛斯低头再看了看自己的那可怜的1500多点力量，哪怕他全身装备穿戴整齐，哪怕他所有状态全开，哪怕他有森林祭祀狂拉属性，他都觉得自己不一定能爆到10000点力量。这不是离谱不离谱的事情了，这是不可能，除非完成觉醒，成为英雄，否则一个人类的属性断然是突破不了10000点的。你走吧，老夫真没什么能教你的了。爹，大师的考验任务失败。卧槽！秦飞从来没想过属性太高还会导致任务失败的情况，这不是扯吗？老头，你过分了吧？跟你说了来拜师，有什么不能教的？我说能教就能教。欧布洛斯本来还有些颓废，可一听这话，那暴脾气立刻就上来。果然是来寻仇的。说，谁让你过来侮辱老夫的？属性高怎么了？来啊，决斗啊！靠！秦飞现在真想一刀给这老头捅死。谁闲得没事找老头打架呀？就问你能不能教？不能。欧布洛斯也是犟脾气，根本不带考虑的。再见。秦飞懒得废话，任务都已经失败了，最后想挽留一下也没机会，那还说个屁？哎，真走啊？欧布洛斯看秦飞转身离开，整个人顿在原地。那谁，你等一下，不是说好不教的吗？秦飞也是有脾气的，后悔了是吧？告诉你，我现在还不想学了呢。欧布洛斯尴尬的老脸一红。本来以你的属性，我是没那个资格收徒的，但你要是真想学，倒也不是不行。不收徒，那还转职吗？看在隐藏职业的面子上，还是稍微勉强一下吧。秦飞想了想，还是转身走了回来。欧布洛斯沉吟了一会，终于道：你知道老夫是什么职业吧？不知道。啊？欧布洛斯好想问，你连这不知道就跑过来拜师？如此重要的事情随意做决定，你家里人知道吗？嗨嗨，不知道也没事，反正也不是什么多稀有的东西。狂暴战士，一转核心技能就5个，2转2个，3转2个。你若是能帮老夫一个忙，这些都可以拿去。秦飞当然不会拒绝，条件好到爆，几乎等于1次任务直接完成3次转职。虽然不是真的直接3转，但任务只需要做1次，那可省事太多了，好吧？欧布洛斯再道：老夫今年60多，距离觉醒只差半步，但偏偏卡了10年没有机会。若是能在70岁之前拿到狂野之森的生命果实，此生或许还有希望完成觉醒。爹，你获得了隐藏任务，大师的觉醒。目标：前往狂野之森寻找生命果实。奖励：狂暴战士1转技能、2转技能、3转技能。第41章，圣言祭祀，西维纳斯。狂野之森在哪？秦飞对游戏不熟，出城往南，越过阿兹特防线500里左右，那里是魔族领地，且有重兵把守。欧布洛斯并没有隐瞒，坦言道：任务很难，老夫曾经3次组队前往，其中2次没有抵达目标地点，最接近的一次也只是在森林外围跟魔族的畜生干了一架。难不难的无所谓，但是看起来跟自己顺路的。行，没问题。秦飞随口回道。啊？欧布洛斯这下反而慌了。小伙子，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他看过秦飞的属性，如果他去，说不定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还有点大。可要是秦飞仅仅是敷衍，那他不是白高兴一场？不行，必须得想点办法。小伙子，这里是3本狂暴战士的技能书，你先学学看。欧布洛斯毫不犹豫地掏出家底，虽说不是很稀有，但如今狂暴战士的觉醒之路被魔族掌握，放眼帝国，其实也没几个老东西会这些技能了。爹，你获得了高等技能：气血狂暴、力量狂暴、战斗狂暴。先转职，再学技能。气血狂暴1级，0100，高等。爆发气血，让自身进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生命值上限提高 20%， 攻击速度提高 20%， 移动速度提高 20%。狂暴状态可持续10秒，消耗 10% 生命值，冷却100秒。力量狂暴1级0100，被动高等。狂暴状态下，力量提升 30%。战斗狂暴1级0100，被动高等。
狂暴状态下，暴击率提高 5%， 每次暴击敌人可延长5秒狂暴状态，攻击力提高 20%， 每次击败敌人可延长5秒狂暴状态。卧槽，这还是垃圾吗？极品啊！秦飞不知道对别人来说怎么样，反正自己用就是绝对的极品。30%的力量，突出一个极限加成，爽！小伙子，你会去狂野之森的吧？欧布洛斯还是不太放心。会，老夫年纪大了，你不要骗我。不会。真的吗？秦飞有点烦了。真的，100%，我现在就去。欧布洛斯这才满意的点头，放心的让秦飞出门。搞不懂他在担心什么。秦飞已经转职狂暴，不仅需要后续技能，而且任务还是跟觉醒相关。欧布洛斯需要的东西，将来自己一定需要。所以，这次任务一旦做完，那自己的狂暴之路，搞不好能一路抵达觉醒。等秦飞到达军团驻地，东方百里和上官瑶已经等了好一会了。走吧。秦飞跟二人打了个招呼。再次见到蕾娜的时候，他的身边还站着2个人，一是中年男性，骑士装扮，另一名祭司扣着斗篷，裹得很严实，看不清楚，但看身形应该是个女的。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支援防线，同时你们在路途中要尽量探查魔族的踪迹。刚刚接到的消息中显示，有几支魔族小队可能绕过了防线，偷袭来往的商队，切断防线的补给。蕾娜一心说着，仿佛根本不认识3人的模样。当然，这也是昨天提前说好的。放心吧，团长，有贤者的徒弟带队，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任务，铲除魔族小队。好，出发。蕾奈点了点头，直接道。过程太快，秦飞还没反应，一行人就出了门。弟，圣光骑士努克加入了你的队伍，圣言祭司西维纳斯加入了你的队伍。秦飞3人同时露出一抹惊讶的神色。西维纳斯？排行榜上的那个西维纳斯？队伍频道里，秦飞忍不住开口询问。飞天帝，你好。西维纳斯的语气相当的平静，声线也很轻柔，但他说的话100%不是龙国话，必须要系统翻译一下才能听懂。如今确定了对方身份之后，反而更惊讶。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秦飞心道，虽然说他的等级可以进城，但距离这么远，没道理出现在一个城市吧。我调查过，以新手村的范围来看，你最有可能出现的城市就是这里。西维纳斯解释道，支援防线的任务昨天晚上就在军团的任务列表中出现，并且上面标注了队伍指挥官身份。秦飞暗道，看起来好像有点合理，但是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西维纳斯继续道，我想购买一些破戒石，你开个价吧。够直接。不等白丽给自己使眼色，秦飞就回了过去，用完了。不太可能吧？西维纳斯明显不相信这个答案。一转职业最多使用10颗破戒石，而你昨天总共拿了80颗，所以现在最少还有40颗。如果真的用完，那你应该抵达2转，可排行榜显示，你的等级距离2转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上官瑶憋了半天，此刻终于没忍住，哥哥都说用完了，你怎么还这么多话？西维纳斯轻轻点头，飞天帝原来是上官家族的人吗？上官瑶一听，顿时哑火，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百里反手将瑶儿拉了回来，道：破戒石是不可能出售的，你不用想了。西维纳斯依旧是那般平静的语气，作为龙国军方代言人的你，可以替飞天帝做出决定吗？如果可以，那就当我没说过吧。东方百里眼眸骤然一凛，对方准备的太充足，什么信息都知道，只能说昨天的间谍还是没有抓干净。西维纳斯仅凭百里的一个迟疑，便直接道：看来你也没有那个资格，那飞天帝不如先听一下我的条件，如何？生意就是生意，总要听过所有的报价，才可以做出最合适的决定，不是吗？秦飞没有东方百里的特殊身份，不需要考虑能不交易的问题，自己跟他的条件里也没有什么约束，但西维纳斯的身份摆在那里，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则信不了一点，所以他不管开什么价格，秦飞都不会理，自然也就没必要听。破戒石我说没有就是没有。秦飞淡淡道。唉。西维纳斯轻叹一声，不再开口。本来是一个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下轻松赶路的任务，结果被他这么一搅和，搞得气氛无比尴尬，秦飞几人也没了聊天的兴致。队伍沿路出城，努克指着前方的岔路口，任务路线要走这里，需要探查魔族小队的踪迹。我是指挥官，你是指挥官。秦飞跟西维纳斯不对付，自然不会给这个圣光骑士好脸色，更别说对方只是一个 NPC， 还想一上来就抢了队伍的指挥权，那不是扯淡。你虽然是贤者的徒弟，但是你对圣卡尔斯并不熟悉，而且努克，我们听从指挥就好。西维纳斯忽然出声制止道。好，努克的脸色明显有些不快，但还是忍了下来，请指挥官吩咐。
走大路。秦飞哪有心思去管什么魔族小队，他现在要尽快抵达阿兹特防线，寻找奥拉乌娜的下落。你这是在违背任务指示？鲁克再一次开口道，语气中明显带着愤怒。我是指挥官，我说去哪就去哪。秦飞一手按住刀柄，丝毫不惯着对方。你是不是要违抗命令？鲁克恨恨地瞪了秦飞一眼，最终没有开口。队伍继续前进，直到中午，秦飞才打开地图查看线路，同时让队伍停下来休息一会。没有坐骑，这路赶得太慢了一些。蕾娜不知道为什么也没准备，难道真打算自己在路上探查魔族消息？疯了呀！看地图位置，几人现在出城才走了30里路，距离阿兹特防线起码还有200多里。按这个速度和进程，没有个3天基本没别想。除非不要睡觉，连夜赶路，那明天或许有希望能到。东方白丽看了一眼休息中的希维纳斯，趁机凑过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点神秘，我问了父亲，也没有查出来个所以然，只知道她背后是意大利最大的黑手党家族，并且跟漂亮国那边的关系非常紧密。”秦飞对这个人本不是很在意，只是觉得有点怪。那你们是得反省反省，为什么人家查你很简单，你查别人就那么难啊？这东方白丽自己也郁闷，但也不好说。漂亮国的情报渗透工作一向是防不胜防，关键是总有那么多的白痴死心塌地的跟他们混，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他至今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就在此时，耳边突然传来提示：爹，圣光骑士努克离开了你的队伍，圣言祭司希维纳斯离开了你的队伍。好，秦飞就知道这2个家伙不是来完成任务，现在直接不装了是吧？唉，希维纳斯起身一声叹息：飞天帝，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合作或者死亡，就凭你。秦飞手中战刀骤然出鞘，再加一个狗屁骑士！该死的东西，你敢质疑圣光的荣耀？努克抽出腰间10字长剑，阳光下，长剑泛出淡淡的金色光辉。咯噔！东方白丽心头一凛，猛然察觉出不对。NPC 的实力和他持有的武器品级等级基本一致，他拿的稀有武器很有可能是……话音未落，希维纳斯便直接开口道：“努克大师，请等一等。我想任何人在不理解光的伟大之前，都应该有一次忏悔的机会。”呵，秦飞笑了：“大师怎么了？我是兵大的，又不是夏大的。”第42章，单挑大师。废话那么多，先干再说。无罪前行。秦飞身形一晃，顺势引入黑暗中。战刀出鞘，跳斩就要出手，光驱散黑暗。只见努克大师左掌前推，口中一声高亢吟唱，嗡！中午的阳光在吟唱下，竟是照耀出一片刺目的白光，无比圣洁的光辉，毫无死角的将周遭的所有黑暗尽数驱散，就连最角边的草丛内都无法隐匿任何一丝的阴影。低你的前行被敌人侦破，秦飞从黑暗中显出身形，跳斩的动作竟也随之一起被打断，同时秦飞的身体也陷入了一丝的僵直，心中暗暗纳闷道：无罪前行可以避免被高出2个位阶的技能侦破，就算他是大师，技能也不可能超出伟大层次吧？除非是圣光系的克制。靠！秦飞不由得暗骂一声。对面，努克大师长剑指天，毫无感情的再次吟唱：亵渎圣光者，必将受到惩戒。下一瞬，天空之中的光线顿时凝成一线，绽放出明亮，令人根本无法直视。轰！众人还没看清那光线之中是什么，耳边便传来一声巨响。再睁眼，一根金色的巨型长矛从秦飞的后背射入，硬生生贯穿整个胸口，几乎将他整个人钉在大地之上。-18020，超高的伤害数字从秦飞身上飘出，东方白丽2人彻底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随便出手就有18000的伤害，这就是大师的实力。而秦飞应接大师一招惩戒之矛，竟然还活着，并且还有1/3的血条。一时间，东方白丽甚至不知道哪边更离谱。秦飞心里也是暗道一声，游戏经验不足，真他妈的吃亏。自己根本不知道对面要放什么技能，全程都在盯着努克大师的动作。谁知道他一个骑士，抬手竟然是这种从天而降的魔法技能。光系技能的速度太快，自己第一时间没动作就来不及了。现在血条被压到1/3，压力也随之而来，没有容错。接下来是一招技能都不能再接，本身就没有魔抗，任何的魔法技能吃下来都有点伤。气血狂暴，秦飞的生命值再次跌落。反正伤都伤了，还在乎那么多干啥？再来，战斗热诚！砰！秦飞周身迸发出道道血光，全属性提升，攻速一速提升，生命以每秒接近300的数值快速恢复。咔！
秦飞扭了扭脖子，吩咐道：“杀了那个女的，狗屁骑士交给我。”对啊，上官瑶终于想起来自己也是有战斗力的了呢，当即弯弓搭箭，瞄准西维纳斯。唰，3道箭矢并排从他手中射出，幽蓝箭矢周围裹挟着条条闪电，赤红箭矢燃烧着熊熊火焰，青色箭矢在风中骤然加速，光阻挡一切。西维纳斯双手紧握住白色法杖，口中轻声吟唱。霎时间，一层金色的屏障便自其头顶展开，如同倒扣的金碗，360度无死角地将其笼罩在内。唰，第一枚青色箭矢抵达屏障。意外的是，双方没有触发任何撞击，仿佛那金色屏障只是假象一般，任由箭矢穿越而过。下一瞬，青色箭矢插入西维纳斯额头，丢失！刷刷，闪电箭矢和火焰箭矢同时抵达，同时命中西维纳斯。丢失！丢失！轰！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径直轰在西维纳斯头顶。结果还是丢失。光之屏障，上官瑶嘴巴嘟起，细眉顿时拧作一团。可恶啊，这技能不是2转以后才能学的吗？你们根本不了解光的强大。西维纳斯淡然自若的开口：“飞天帝，你所依靠的那些属性，在伟大的光的面前，不过是一些令人可笑的数字。而你引以为傲的黑暗召唤，恐怕连施展的勇气都没有。你知道吗？一旦被教廷确认为邪恶之子，任何城市都会将你当作权力通缉的对象，任何 NPC 都会成为你的敌人，任何商人都不会跟你交易。不是红名，但比红名还惨。不是封号，几乎等于封号。”东方百里心头一震，急忙在私信中提醒道：“千万别暴露黑暗召唤，他不是开玩笑的。内测时有玩家得罪了教廷，根本玩不下去，只能放弃。”哈，哪有那么费事？秦飞轻笑一声，下一秒整个人就消失在视线中。鲁克大师下意识地使用圣光驱散，但纯洁的圣光之下，依旧没有显露出秦飞的身影。鲁克大师眼里出现一丝茫然。小心上面！远处的西维纳斯急呼出声。空中，秦飞举起战刀，居高临下，以爆炸般的绝对力量，犹如炮弹坠地般的恐怖速度，凌空斩下。轰！落点处硬生生被砸出一个巨坑，地面瞬间皲裂。巨震带来的冲击波裹挟着烟尘，当场冲出10几米开外。等烟尘散去，现出2道身影。鲁克双手横举十字剑，架在胸口；秦飞一把战刀压在十字剑之上。格挡，优秀！呼！西维纳斯不免松了一口气。飞天帝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已知属性中，他的力量是最早破万的。哪怕是最低等的职业技能，在这种恐怖的力量下爆发出来，都会显得非常恐怖。另外，众神中的 NPC 不是怪物，他们的面板和玩家一样，所以他们的伤害构成也需要技能、装备、宝石等道具搭配。唯独不同的 NPC 的战斗经验丰富，技能等级和熟练度都很高，所以同级别中对战，玩家基本不可能是 NPC 对手。如果是团战，那玩家的垃圾配合更是只有被 NPC 团队玩虐的份。投降吧！西维纳斯自信无比道。以努克大师的战斗经验，你的伤害再高，也只有被格挡的份。哈哈哈！搞笑！秦飞爽朗的笑声在场内响起，手中的战刀不断下压，逼迫的努克大师面孔都有些扭曲，别提开口回话，就是喘息都有些困难。挡！我这一刀2万点的力量，你挡得住吗？第43章斩杀，一套带走。多少？2万。西维纳斯、东方白丽、上官瑶，就连秦飞刀下的努克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神色。下一秒，秦飞抽刀回身，努克刚要开口释放技能，眼前又是一刀闪过。当！努克格挡的姿势不变，但是胸口却仿佛被锤了一般，脸色霎时间憋得通红。再来！秦飞抽刀再斩，速度之快，几乎只在眨眼间。当！努克再一次格挡成功，可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了。扑通！恐怖的力量之下，双膝不由得一弯，原地跪倒。你！西维纳斯的语气中终于透出一丝紧张。大师级圣光骑士竟然被一个刚刚进入新人玩家压制的，连还手机会都找不到。该死！这种特殊的压制状态，如果没有人插手，努克大师恐怕真有危险。神圣的火焰啊，去燃尽那世间的黑暗吧，去净化那世间的污秽。嗡！一颗凝聚星光的飞星不知何时来到西维纳斯身边，吟唱中的咒语顿时被飞星打断。待西维纳斯转头，正好对上东方白丽那近在咫尺的绝美面庞。光之屏障堪称无敌的远程防御术，但若是被人近身，那将毫无抵抗能力。东方白丽嘴角扬起一抹挑衅的笑意。
我这一招的威力也不是很大，希望你能挡得住。另一边，秦飞一声冷哼，这就扛不住了吗？可努克双眸充斥着血丝，愤怒地看向秦飞。下一瞬，秦飞抽刀旋身，反手斩向努克的肩膀，快到反应不过来。努克的敏捷属性本就无法跟秦飞媲美，骑士本就不需要敏捷，他凭借等级和装备带来的敏捷，撑死不过200-300点。至于攻速加成，对骑士来说更是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在速度上，双方之间的差距那都不能叫碾压，就像是搏击冠军殴打小朋友一样，那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更别说努克之前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如今连僵直都没反应过来。砰！秦飞一刀砍在努克肩胛上，负5200。再看血条，这一刀起码斩下去10%。噗！努克仰天喷出一口鲜红，整个人顺势后退，丰富的战斗经验下，让他举起十字剑就要施展技能。可是眼前的秦飞如同鬼魅一般追了上来，差距1秒的时间，对努克来说勉强可以施展一个技能，但对秦飞来说最少可以斩出9刀。刷刷刷！秦飞抬手就是9刀，负5301，负5122，负4820。当连斩之中，努克身上竟是突然绽出一抹金光，头顶上跟着凝聚出一枚如太阳般闪耀的纯金符文。0！刚才这一刀斩在金光之上，竟是连半点伤害都没打出来。秦飞手中战刀攻击不停，当当当，9刀斩完，竟是有4刀被对方无伤吃了下来。努克的生命值跌落到30%以下，整个人看起来虚弱无比，但却还能动作。无敌！秦飞正在思考这技能到底是不是无敌的时候，努克在重伤中伸手取出一枚环绕金色光线的十字纹章。圣光啊，请祝福我吧！嗡嗡嗡，阵阵圣洁金光从天空洒落，同时一条条绿色的回复数字出现在努克的头顶，加1000，加1000，加1000。圣光骑士，能打能奶，偶尔还能整个无敌。眼看着努克的生命值就要祝福下回满，秦飞却发现对方身上的无敌金光已然消逝。1秒无敌，那你还不死？秦飞嘴角一扬，抬手就砍。努克能在如此快速的攻击中抽空使用一个技能已经是极限了，在面对秦飞的攻击，还是只能当木桩。负2170，负2200，负4699暴击。祝福之下，努克的防御力有着明显的提升。作为骑士，他的防御力本来就很离谱。秦飞接近2万的攻击，带无视防御的宝石也就只能砍他5000血。如果是正常物理职业，能打他几10点血都算不错。现在的努克防御高到上万点，还顶着祝福每秒几千的回血，一般人看到这场面，当场估计就要放弃。太肉了，根本没有打下去的欲望，肉的你头皮发麻。但秦飞却是不管，普攻1秒刷你上万血，就问你能扛几秒。努克周身鲜血狂飙，但还是用尽一切力量握紧十字剑。只见他眼里一片赤诚，似乎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好，还能放技能是吧？秦飞现在可不会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既然普通打断不掉技能，那就干，无罪逃脱。秦飞起手的不是攻击，反而是离场，瞬间脱离战斗状态，所有技能全部都能使用。努克见状，还以为对方的攻击坚持不下去了，顿时脸色大喜。但是下一秒，秦飞的身形便消失在阳光下。前行！努克本来打算出手的技能不得已中断，必须要破了对方前行才能进攻，否则你没有目标，再强力的技能打不中人啊！努克当即抬手，口中吟唱就要出声。迟了，秦飞之前是没经验，现在哪会给对方技能出手？凭自己的速度，他若是不拉开100米以上的距离，都不可能放出任何技能。伏击！秦飞来到努克身后，一刀直捅其后心，负10722暴击。此刻的努克甚至还不知道遭受攻击，也不知道他的血条已经被一刀捅掉大半。前行伤害提升，伏击伤害提升，外加暴击，伤害就是这样。若是不能破防，打个3点5点都很正常。可一旦破防，超出对方的防御极限后，随便暴击就能打出上千点。秦飞的伤害本来就比努克的防御高，平砍他都挡不住，更何况出技能。但是伏击的效果下，努克发现不了攻击，他的技能也不会被打断。眼看侦测技能就要出，秦飞双手握紧刀柄，低喝出声：“3重影击！”唰，3刀攻击在空中凝练出一道寒光，负4280，负4700，
负9810暴击。噗！鲁克仰天喷出一口鲜红，血条瞬间清空。D， 你击败了大师级骑士，你获得了35080点经验值。D， 你升级了。第44章5000万，一波暴富！轰！另一边的爆裂飞星此刻才刚刚爆炸，希维纳斯招出圣光祝福，竟是在爆炸中勉强活了下来。虽说全身被爆炸崩出无数伤口，但生命总保了下来，并且还在祝福中快速恢复。跳斩！秦飞没有任何的停留，下一瞬就落到希维纳斯面前。希维纳斯的眼里此刻除了慌乱，就只剩恐惧，根本没办法反应。光之屏障几乎可以抵挡一切远程技能，但就是不会阻挡敌人进入。一刀，唰！秦飞轻松至极地斩下了他的脑袋。结束了。东方百里直到此刻才看到离开前行状态的秦飞。远处，大师级的圣光骑士努克已然倒在了血泊之中。真杀了！那可是大师啊，最高100级的存在，对面随手一招技能就能秒出上万伤害，可在飞天帝面前，竟是连1分钟都撑不住。除了开局的技能之外，他甚至没对飞天帝造成任何一点伤害。东方百里刚想上前查看，就听耳边提示响起：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帝越阶挑战成功击败99级圣光骑士，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奖励技能卷轴 X10，奖励稀有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帝越阶挑战成功击败99级圣光骑士，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奖励技能卷轴 X10，奖励稀有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帝越阶挑战成功击败99级圣光骑士，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奖励技能卷轴 X10，奖励稀有宝箱 X1。服务器的玩家全懵了，卧槽！飞天帝已经在干99级 BOSS 啊，没看错吧？确定不是9级吗？日哦，我现在连9级都没有。不对吧？他现在也就15级还是16级，怎么可能击败99级的圣光骑士？圣骑有无敌的吧？靠！就算没无敌，也是有防有奶啊！他怎么杀？我知道，他开的挂，只要叮的一声，敌人就死了。噗！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驳。西西里岛，希维纳斯从游戏中退出，即便是现实里，他依旧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门外，来自10几个家族的大佬得到他的允许后，这才进来。失败了。希维纳斯微微点头。飞天帝的属性太夸张，2万点的力量，大师级 NPC 都无法抵挡，其余属性应该也有接近1万的。大师级技能出手，秒不掉他。但如果是大师级法系，或许有机会。回忆着刚才的战斗，他唯一能得到的有用信息就是飞天帝的魔抗不高，如果有超强伤害技能，还是有那么一丝的击杀可能的。谈判失败，合作和控制都已经是不可能。接下来怎么办？任由他发展的话，不论游戏还是现实，都会成为我们的死敌。众位大佬有些急了。呵呵，希维纳斯微笑着开口：“放心吧，我将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有可能吗？漂亮国那边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会有的，没有人可以彻底的消失，只要他还活在这个星球上，就不可能消失。希维纳斯丝毫都不担心。其实这次任务不论输赢，他都已经赢了。现实中，飞天帝将面临无限绞杀，而游戏中也是一样。漂亮国五角大楼通知埃文斯，游戏中暂时不要去找他了。霍尔德将军无奈地揉了揉眉心，该死，他在游戏中发展的怎么会这么快？这才开服第2天就成功挑战大师级 NPC， 谁来告诉我，他哪来的技能和战斗经验去跟大师级 NPC 单挑的？全场寂静。作为参与过内测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清楚，大师级 NPC 在前期几乎就是无敌的。首先，对方是 NPC， 不会让你以人数优势攻略，想单挑可以，但大师级 NPC 具备的技能和战斗经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举个例子，这就像是业余围棋选手 vs 当代最强智能 AI， 能有赢的希望吗？除非机器当场爆炸，否则就是玩虐。将军唯一的解释就是飞天帝的属性超越了技术压制的极限。工作人员继续道，他凭借属性上的碾压，直接锤爆了 NPC， 秒杀，不给 NPC 操作，硬伤害灌死。噗！霍尔德真想给他一发子弹。这话说的不是比他技术挑战成功更让人难受？毕竟飞天帝的属性越高，就意味着他能带入现实的能力越强。给我联系一下那些废物盟友，是时候让他们出点力了。
临江别墅，江天恨恨地盯着一副无所谓模样的儿子。你看看你干的好事，让你好好打游戏，你跑去招惹飞天帝。江夏撇了撇嘴，爹，你信我，那小子绝不是什么隐藏大佬。不是。江天啪的一把将手中的资料甩到了他的脸上。龙国5大银行都要把我们的贷款给停光了，还不是大佬？哼！江夏不屑道，他们不借，我们还就还了。爹，别看龙国有个飞天帝，但这样下去，迟早被所有国家围剿。我们就算不得罪飞天帝，也要被他连累，难以发展。不如趁这个机会资产清空去漂亮国。以前走不掉，现在游戏里的金币是没有限制的，无限收购金币。到时候我们人一撤，他们连根毛都要不回去。死！江天本来气得不行，如今一想，好像……你确定游戏金币是无法追查的吗？肯定。江夏兴奋道，众神是 AI 管理，几大国都没有权限，金币兑换的银行也查不到账户，否则飞天帝早就被外国势力给干掉了吧。江天眼神闪过一抹狠厉，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这是我找人来办，你最近别进游戏了，但凡能出手的东西，一件都别留。众神。秦飞翻开公告，有些疑惑，之前击杀专家刺客都没有公告，所以 NPC 是不算 BOSS 的吧？为什么这次出了公告呢？东方百里调整了一下情绪，解释道，大师及 NPC 3转职业，技能全齐，战斗经验丰富，拥有超高的战斗 AI， 几乎不会在战斗中出现失误。单挑战胜大师 NPC 这种事情目前是基本没可能的。有道理。专家级虽然是有50-60级，比一般冒险者强，但依旧属于修炼中的冒险者。大师则不一样，在本职业内几乎发展到了极限，一旦觉醒，恐怕就能突破到了英雄层次。对了，99级应该是未觉醒状态吧？是，一旦觉醒就是100级的英雄。东方百里跟着补充道，内测没有人觉醒，任何连任务和条件都不知道，所以我知道也很少。跟着东方百里再次开口，飞天帝，昨天交易的太极，附加的条件你不需要，钱呢？5000万。秦飞肯定得要，钱你直接交易我就行。众神中的交易是全自由的，现实中无权查看，绑定的银行卡也是全隐私状态，不用担心银行卡突然暴富，直接被请去喝茶。还真是，东方百里都能猜到这点，军方当然也猜到了。可是飞天帝都没卡破戒石，他们自然也不敢卡这点现金。爹，秦飞看着账户上5000万到账，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嘿嘿，一波暴富。第45章寒焰夜行兽。我眼红了，5000万是先买保时捷凑合下，还是为了面子买个小米SU7呢？不如直接把百里的别墅买了吧。那栋别墅的位置也没多好，5000万应该够了，就是不知道他卖不卖。哥哥，上官瑶欣喜喊道，大师爆装备了。哦，秦飞刚才杀希维纳斯毛都没爆，那天杀刺客也是毛都不爆。上官瑶现在是一点都不嫌弃尸体恶心，小手熟练地掏出2件装备，给努克的圣光十字剑，品级稀有，需求60级，攻击力352，破甲200，力量30，体质30。此剑受到圣光的洗礼，光属性技能威力增加 30%。努克的圣光十字架，品级稀有，需求60级，生命值增加 10%， 体质增加 10%， 防御增加 10%。此项链受到圣光的洗礼，光之祝福效果提升 30%。 东西都是好东西，就是等级需求太高了。秦飞有些可惜。东方百里闻言不由得暗暗啧舌，别开玩笑了，人家接近100级的 NPC 还装备这么多好东西，结果依旧是被秒的菜。相比之下还是你更变态。另一边，秦飞在查看系统奖励。技能卷轴使用后，玩家获得的经验将全部注入卷轴中，最多积攒经验值100万。卷轴经验储蓄完毕后，可用来提升技能等级，10点经验值兑换1点技能熟练度。好，秦飞以前没考虑过升级技能的事，凭自己的属性，技能可以用就行，有没有等级都感觉不重要。但经过今天的战斗之后，可以发现普攻永远好用，但需要爆发的时候，还是技能更强。尤其是前行，这个关键技能一定要提升。只要前行不被破，那对面不管是 NPC 还是 BOSS， 自己都能应付得游刃有余。今天要不是开局前行被破，就努克这个纯肉木桩，但凡能撑过5秒，都算是自己放水了。如今有了经验卷轴之后，不需要自己每天无聊的练熟练度，简直完美。直接使用。秦飞考虑的是接下来的任务难度。
属性可以由别的地方提升，但技能就必须经验。在抵达阿兹特防线之前，不知道前行的熟练度等级能不能突破到下一位阶。等等，秦飞想到什么，转头看向白丽，技能的等级提前到极限后，可以从低等变成中等吗？可以用经验突破一次。东方白丽回道，但是第二次突破的时候，就需要去导师那里完成突破任务后才行。一次，那就是从高等晋升为强力。也就是说，只要不是圣光系，就至少得传奇技能才能破除自己的前行。可以，前行的基础就是高等，提升一次很划算。剩下的奖励就一个稀有宝箱。如果是缺钱的时候，这宝箱真就卖给小富婆了。现在自己手里有5000万，没道理的。赌一手。秦飞刚把稀有宝箱取出来，瑶儿的小脑袋立刻就凑了过来，看他那期待的模样，明显是从公告看到宝箱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了。哥哥，上官瑶眨了眨眼睛，委屈巴巴的拽了拽秦飞的袖口道：“你都那么强了，再多一件装备也就最多强那么一丢丢吧。可是瑶儿不行的，就刚刚你们打架，瑶儿是一点忙都没有帮上。”东方白丽有些无语：“瑶儿，你的技能比我好用的多，刚才是没办法，光之屏障太恶心，完全克制远程职业。”秦飞真有点敌不过那双可怜巴巴的卡姿兰大眼睛。箱子给你开，要是不能用的话就给我。最喜欢哥哥了。上官瑶对开罐子毫无抵抗力，拿到箱子，兴冲冲地搓了搓小手。天灵灵地灵灵，财神显灵，开！倏地，一抹幻灭的幽蓝光华出现在几人眼前，紧跟着便是几声轻微的嘶鸣。活的！秦飞有些惊讶地看去，上官瑶手里正捧着一只小巧玲珑的四蹄生物，像马，几乎通透的幽蓝身体，脑袋上顶着的2只棱角，四只蹄子和双脚都有燃烧着冰蓝色的火焰。坐骑？宠物？秦飞有些纳闷了，这玩意也是箱子能开出来的吗？哥哥，是坐骑呢？上官瑶将小家伙递了过来。寒焰夜行兽，品级稀有，需求10级，骑乘中可战斗，骑乘时附加100点冰霜元素伤害，骑乘时附加100点火焰元素伤害，骑乘时冰霜和火焰抗性提升 20%， 移动速度 100%， 最大骑乘人数2。卧槽，这就是欧皇之手吗？秦飞服了，稀有宝箱直接开稀有宠物，还他妈是带属性的。瑶儿的手是真的红，太红了，但要说后悔还不至于。秦飞现在多少也是有家底的人，当即将寒焰还给了他。哥哥，你不要吗？上官瑶惊讶的小眼神看向寒焰，要说他不想要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拒绝了。稀有坐骑，内测的时候都没几个人拿到，哥哥比瑶儿更需要的。说了，你能用就拿着，难道还要我食言啊？秦飞开玩笑道。这上官瑶明显有些动摇了，但是别但是了，下次拿到宠物再还我一个就行。秦飞不打算再说。那瑶儿跟哥哥一起用吧。上官瑶将坐骑放了出来。倏地，一股冰寒的气息便在几人面前散开。落地后的寒焰气场可真的是比刚才强太多，单体型就比蓝星最大的夏尔玛还要雄壮3分。脚下的寒焰踏在地面，很快就能灼烧出一个蹄印。幽蓝的身体透光发亮，鬃毛虽然没有燃烧寒焰，但那顺滑的程度比海飞丝广告还夸张。若是夜里，这只寒焰的视觉效果还会更夸张。可恶，我眼红了。东方白丽从小到大都没眼红过什么，这次他真眼红了。以前在部队里他就喜欢战马，但现实中的战马再威武也比不了魔幻世界啊。哼哼，不给不给。上官瑶用力搂住寒焰的脖子，紧张兮兮道，除了哥哥谁都不给。哎，姐姐真是白疼你了。东方白丽极其夸张地叹了口气，调笑道。上官瑶刚要还嘴，却见寒焰发出一声警惕的啼鸣。谁？秦飞转身望去，却见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飞速的道路上奔驰，不出2个呼吸，那火红便冲了几人身前。驴！蕾娜控住战马，目光凝重扫视几人，叫停的人呢？第46章，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军团副统领蕾娜。秦飞皱眉道，你不是说不能离开军团吗？蕾娜闻言，眉心不由得一紧。事发突然，支援防线的军团任务来的却是2名教廷成员，尤其是那个圣光骑士，我虽没见过，但可以肯定他隐藏了实力。还有，特意给你们安排的任务路线，为什么不走？我骑马速度比你们快，就算教廷的人有问题也可以。说着说着，蕾娜目光不经意地瞥见远处的血泊中的尸体，那是圣光骑士。秦飞双手一摊，我只能说是他先动手的。杀了？怎可能？
雷娜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震惊道：“没记错的话，你的主要职业是盗贼，核心技能前行完全被圣光克制。百里他们是远程，同样受到光之屏障克制。大师级是有点难打的。”秦飞随口道：“什么？努克是大师？”雷娜感觉自己有点幻听了。你能赢大师，而且还是职业上克制你的大师，不然呢？秦飞眉梢一挑，如果不赢，现在尸体都凉了吧？雷娜轻咬一下唇边，坚持道：“那是你们没有走我安排的路线。”秦飞还真不惯着他，是他们死之前也是强烈要求走任务路线的，但被我拒绝了。啊，这……雷娜瞬间无语了。他只想到，如果对方心怀不轨，那在预定路线上他就可以帮忙，但没想到的是，对方也知道路线，一样会在预定路线上埋伏。努克大师，凭他的实力或许能够抗衡，但若算上其余的埋伏的话，他自己都有可能死在那里。不愧是贤者选择的人。雷娜惊叹之余，还是有些搞不懂。可你们只一个初级小队，为什么会让对方派出大师级针对呢？东方百里郊区猛地一震，醒悟道：“昨天晚上偷袭我们的专家级刺客，大概率也是教廷的人。”什么？昨天晚上就偷袭了？雷娜表现得比他们还要震惊。了解完经过之后，雷娜忍不住长吁一口气，连专家级的刺客队伍都杀不了你，是得大师出手才行。教廷，这应该是帝国最强的势力之一了吧？连阿斯亚特都要忌惮，连古魔都不想去招惹。秦飞必须要再确认下，你是如何确认教廷的人有问题的？有仇？雷娜竟是直接点头。小姐在担任行政官期间，唯一得罪过的就是教廷，更别说小姐的调令还是穆伦主教带来的。现在想想，当初就该拒绝调令才对。东方白丽一开始没注意，现在一听便惊讶道：“教廷的权力这么大？我记得帝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啊。调令是大臣下发的，看起来没有问题，只是不该由穆伦主教宣布。”雷娜微微摇头，叹息道：“多年以来，教廷的实力愈发强大，而帝国中的大贵族跟教廷也多有矛盾，这里面情况太复杂，并不是我能说清楚的。”秦飞对此没多少兴趣，不管双方之前有没有矛盾，现在都是板上钉钉的敌人。好消息是，西维纳斯那个女人如果不是有任务背景，她也调动不了大师级战力。坏消息是，西维纳斯以后或许能调动更多的教廷战力针对自己。任务瞒不住了，我们要尽快抵达阿兹特防线才行。东方白丽断定道：“如果能找到奥拉乌娜，凭她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在帝国中还不至于让教廷封杀。若不然，我们真要考虑下去别的国家发展了。”哈！秦飞轻笑道：“咱又不是吓大的，西维奈斯那个女人吹牛逼还行，真要封杀，她有那个能力吗？教廷要是真能肆无忌惮，何必为了奥拉乌娜大费周章？至于蕾娜，早800年也该杀了。”蕾娜闻言，脸上写满了问号。那个，我有这么好杀吗？嗨嗨！蕾娜清了清嗓子，先去防线找到小姐才是正事。给，这是菲尼斯家族的战马，加上你的那匹夜行者，刚好够用，我自己用卷轴回去就行。本来他是打算让小队暗中前往防线调查的，可现在敌人貌似什么都知道，还有什么好隐藏的？但他也不能直接离开，只要他人还在军团，就能掌控一部分军团力量，那对方不管做什么，多少都有一点顾忌。坚守军团是小姐最后下达的任务，他必须坚持。爹，你获得了坐骑火焰战马。火焰战马，品级魔法，需求10级，骑乘中可战斗，骑乘时火焰伤害提升 10%， 骑乘时火焰抗性提升 10%， 移动速度 80%， 最大骑乘人数1。魔法坐骑比寒焰差是肯定的，但也不错了，毕竟是免费的。秦飞等蕾娜回城后，反手将战马收了起来。吃饭休整，30分钟后发车。东方白丽点头应下后，突然叹道：“我现在终于知道游戏仓为什么要卖3000万了，众神的时间线真的不等人啊！”噗，3000万的游戏仓，抢劫呀！秦飞刚想开骂，转而一想，如果任务真的急，那几十分钟吃饭时间可以省，但其余问题要怎么解决？而且，相比毫无保护的躺在床上，有个游戏仓之后，多少有点防护和反应时间吧。买，现在就买！秦飞下线之后，直接给林诗琪赚了3500万。这种东西自己买有点太扎眼，如果用班长的身份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3000万的游戏仓算你能用，但剩下的500万要干嘛？林诗琪看到转账之后，立刻回道：“给你包装一下。”秦飞笑道：“3000万的游戏仓都买了，总不能过得太朴素吧？对了，晚上有空记得去买身行头，再配辆豪车。至于上班，你就当是富家千金出来体验生活好了。记住，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林诗琪还想反驳来着，结果一听这话，当场无语。回到游戏，不要，瑶儿要跟哥哥一起上官瑶毫不犹豫地将百里推了出来。对此，东方百里只能暗恨一句：这妹妹真是白养了。第47章，阿兹特防线逃跑的团长。看着上官瑶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模样，秦飞也不好耽误时间，当即将他抱到寒焰上。至于火焰战马，则给百里一个人使用。嘻嘻，上官瑶上马之后，双手紧紧搂住秦飞，俏脸上明显是一副小人得逞的模样。下一秒，上官瑶就开始皱紧眉头，用力的鼓扭起来。哥哥，盔甲好硬呀，换掉好不好？他穿的皮甲太软，而秦飞的板甲全是钢板，他一下贴过去，比地面还凉。别说豪车，其质感甚至都不摇摇车的好。别乱动。秦飞低声喝了一句：不嘛就要。凭上官瑶的大小姐脾气，他一旦任性起来，那是9头牛也拉不住。最终，秦飞还是没有顶住精灵族大小姐的撒娇攻势，军团板甲全丢包里。这样才舒服吗？上官瑶当即开心的用脸颊来回磨蹭。你确定？秦飞心里暗道，你自己的质感的才是真的无敌好吧？只能说，精灵族的水准那是一如既往的高，光滑如碧，娇嫩如水。初试微凉，再试则温。本来他以为林诗琪的质感就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还有高手，就像是一团会呼吸的温水，能够完全将你包裹进去。不过这应该是游戏里的特殊性吧，现实里恐怕难有比林诗琪质感还好的了。驾！秦飞勒住缰绳，催动寒焰加速。下一瞬，寒焰便如同超级跑车一般弹射了出去，速度之快，甚至超越秦飞自己。卧槽，什么情况？秦飞自己都被这速度震到了。哥哥，坐骑的基础速度跟玩家不一样的。瑶儿在怀里解释道，算下来，普通坐骑大概跟现实里普通马匹的速度差不多，40公里左右。坐骑的品质全部按基础速度划分，普通坐骑10米每秒，精良坐骑15米每秒，魔法坐骑20米每秒，稀有坐骑25米每秒。寒焰作为稀有坐骑，基础速度就是每秒25米，再获得100%的移速加成，就是每秒50米。而秦飞现在的速度是每秒35米。原来如此，玩家如果全凭2条腿，那速度很难追上坐骑。秦飞自己的敏捷属性何其爆炸，也就勉强比魔法坐骑快一点而已。当然，如果有加速技能全力爆发的话，肯定能比寒焰快。等等，白丽呢？秦飞一回头，白丽就已经不知道被甩到了哪去了。魔法坐骑和稀有坐骑看起来差距不大，但真正的时速能差出几十公里。秦飞特意放慢了一些，才看到东方百里拍马追上来。二人同步一下速度后，全程狂奔。天黑前，秦飞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阿兹特防线。眼前，一座气势宏伟的关隘就这么横在2座山峰之间，高耸的城墙于山腰起势，如同一把巨斧将山峰当中劈开。为了抵挡魔族，竟需要修建这种防线吗？秦飞不免感叹道。怀里，上官瑶跟着道，其实这不是防线，只是通往阿兹特防线的关口。秦飞露出一抹惊讶的神色，这还不是防线？不是呢。上官瑶接着道，出关口后是阿兹特平原，帝国在平原上修筑了3道防线，用于抵抗魔族的入侵。如果只是单独的关口，那魔族大军一旦冲上来，估计只需几轮魔法就能将其碾碎。听他细细说完，秦飞大概清楚了魔族的实力。魔族一般为青紫色皮肤，跟人类外形几乎一致，也可以说人类语言，但并非人类，也非兽族。魔族没有感情，他们几乎就是为了战斗和魔法生的。魔族战士拥有强悍血统，魔法法师拥有极高智慧，同时所有魔族全部效忠于魔帝，且可以为了魔帝随时赴死。魔族之内完全奉行强者为尊，弱者在他们那里是没有任何尊严的。严格的阶级划分，低级魔族必须100%服从高级魔族的命令，哪怕是死。问题来了，如此强大的魔族，帝国是如何防守的呢？秦飞刚说完便摇头道，不对，应该问的是帝国之前是如何做到压制魔族的。从阿斯亚特那里得到的信息来看，魔族以往跟帝国的斗争中应该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不知道，反正帝国现在只能勉强防守。东方白丽内测时来过防线，所以很清楚阿兹特防线每天都有无数战斗，军团、冒险团、各协会的职业者每天都在跟魔族战斗，这就是防线的日常。不过内测时魔族并没有大规模调动过，双方也没有进行大军团作战，
都是小规模的防线争夺。说话间，秦飞几人抵达关口，上百名军团守卫，重兵把守，哪怕是关口内部也要层层盘查。不过，秦飞有蕾娜的任务在身，甚至没有交金币就顺利通关。关隘内部，大部分区域都被军团占据，当然，里面也给协会和冒险者团队准备的大量旅馆休息。同时，除了进出主要道路禁止商业外，其余几条街道都是有店铺的。冒险者、协会成员、军团成员等，但凡前来防线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购买补给，也可以在街边摆摊交易。由于军团任务的高额奖励以及魔族战斗的缴获，吸引了大量冒险者前来。街道虽小，但其繁华程度，如今看来竟是完全不亚于圣卡尔斯。尤其是冒险者物品的交易数量上，有可能还要超过不少。我们也在这里补给吧。秦飞什么都没准备，包里连一瓶药剂都没有。东方百里想了一下，那就去军需处，我们有声望可以兑换一些药剂。不，秦飞直接带着几人选了一家药剂店铺。魔力药剂魔法 X 100瓶，每秒恢复80点魔法值，持续10秒。这些应该够补蓝了吧？秦飞接着购物。生命药剂魔法 X 100瓶，每秒恢复200点生命值，持续8秒。瞬回药剂魔法 X 100瓶，直接恢复500点生命值，冷却3秒。总共多少钱？盛会一共830金币。老板乐呵呵的搓手道：多少？金币？秦飞一听这话，脸都要黑了。你确定不是银币？怎么可能？老板的脸也沉了下来。这可是魔法药剂，还有瞬回的，嫌贵就买普通的呀。真的是。东方白丽有些尴尬的提了提秦飞袖子。阿兹特的税率很高，物价消费也高，当然瞬回药剂本来就贵，这些东西在城里也得500金币的。靠，这他妈谁玩得起？单单一次补给的药剂就价值100万左右了。秦飞心里骂归骂，但还是付了钱。嘿嘿，谢谢惠顾，下次来给你打折，打8折。老板熟练的将金币揣进兜里。下次那就是没有呗。秦飞倒不是为了折扣来的。老板，知道防线外面什么情况吗？能有什么情况？反正就是打呗。老板一脸奸笑。不过看大家最近购买药剂的豪爽程度，魔族可能真要开始进攻了。咯噔，东方白丽心头一震，这才刚开服就要撞上大规模军团战，那种激烈程度的高级战场，作为新手能活着就是奇迹了，还想去找人？做梦呢。秦飞若无其事的点头，自己花了这么金币就是要打探消息的，当即笑道：打起来才好赚钱嘛。团长怎么说？我们这边应该也准备好了吧？你问哪个团长？老板没听清楚。东方白丽随即在秦飞耳边解释道：防线有2个军团，一个是圣卡尔斯的守备军团，另一个是阿兹特军团。我们是卡尔斯来的，当然是问守备军团的团长。秦飞这才开口道：呵，圣卡尔斯。老板的笑容之中显得有些玩味。我劝你们最好别说是守备军团的，容易被打。为什么？秦飞略显惊讶。当然是因为你们那个怂包团长。眼看魔族大战将近，他倒好，一个人偷偷跑路了。老板没好气的啐了一口：我呸！什么菲尼斯家族，真是够丢人的。第48章突然开战，魔族入侵。你说什么？团长叛逃？东方白丽的语气顿时变得有些激动，但秦飞却是异常冷静，将他按了下来，笑着解释道：不好意思啊，我们其实是冒险团来的，跟守备军团没什么关系。哼，反正跟我的生意是没关系的。老板自顾地摆放着店铺内的药剂。对了，帝国有发布对叛徒的悬赏吗？秦飞笑着道：万一遇到，说不定还能赚一笔。悬赏？老板摇了摇头。他今天早上跑的，悬赏应该还没下来吧。好。秦飞道了声谢，带着2人离开店铺。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些激动。东方白丽低头拧眉道：对方明显是知道了我们要来，所以干脆宣布奥拉乌娜叛逃，来个死无对证。这次任务大概率是要失败了。哈哈，秦飞不禁笑出声来。失败就失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2女同时露出无法理解的神色。秦飞洒然道：做任务是为了升级拿奖励吧？是。东方白丽肯定道：论奖励，我们也拿的差不多了，后面的稀有装备真拿不到也没办法。秦飞跟着道：论经验，肯定是军团大战给的更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找人？乍一听，2女连连点头，但仔细一想，不对啊！哥哥上官瑶轻声道：我们已经得罪了教廷，若没有奥拉乌娜的支持，那以后怎么办呢？东方白丽补充道：而且隐藏任务如果就此失败中断，后续恐怕很难再接到这么高奖励的任务。肯定的。
是可惜，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秦飞随即问道：“我对战略不是很懂，先假设奥拉乌纳已经死了，那教廷的意图是什么？”“当然是报仇。”上官瑶非常肯定的点头。他们本来就有矛盾，杀了自然是最轻松了。圣卡尔斯以后，没人敢反抗教廷了吧？东方白丽陷入沉思，并没有反驳，因为这是教廷看得见的收益，也是奥拉乌纳死亡后的唯一受益者。好，那请问如何阻止教廷成为胜利者呢？秦飞不等他们回答，继续道：“从之前的封印任务来看，如果能彻底击杀古魔，那肯定是能完成的，不一定是要封印。所以，只要能阻止教廷达到目的，那这个任务也可以完成，甚至不用交付给蕾娜，我们在帝国或者菲尼斯家族都能拿到奖励。”东方百里娇躯一震，眼里闪烁出异样的光华。如果能阻止教廷彻底掌控，任务真能完成，说不定还有超额奖励。但是，东方百里眼眸一转，更加为难道：“但是要阻止教廷彻底掌控圣卡尔斯，其难度恐怕不亚于之前直接灭杀古魔。比如，行政官、军团长2个职位，我们至少要拿到1个。当然还有更直接的，比如直接灭掉圣卡尔斯教廷。这里面不论哪一个，看起来都没有完成的可能。不，太疯狂了！”东方白丽吓得脑袋直摇。教廷绝不是玩家能够覆灭的。传说中，教廷可是有召唤出光明神迹，直接降临在整个艾帕西亚大陆的。啊，这一下反倒是秦飞绷不住了。你说真的？神灵？是。东方白丽一点都不像开玩笑。嘶！秦飞明白误差在哪了。众神，有神灵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只是自己压根没考虑过神灵会如此直接的方式出现在游戏中而已。不论如何，还是先打再说。秦飞不确定超额的任务需求能不能完成，但可以肯定寻找奥拉乌纳肯定不是首选。教廷不管要做什么，现在都是没准备好的状态。如果一切就绪，他们没必要在得知我们接任务的当天夜里就搞偷袭，更没必要在已经搞臭奥拉乌纳之后还对我们进行追杀。东方白丽眼眸闪烁间似乎明白过来，你是说他们已经急了？多沉闷的号角声突然长鸣，直接打断了几人的对话。魔族开始进攻了。现在，秦飞跟白丽对视一眼，双双确认，敌人真的急了。既然他们急着进攻，那我们只要阻止就行了。秦飞的策略很简单，谁让我不快活，我就让谁不快活。敌人要干的事情，不管是什么，阻止他就完了。走！秦飞拉起摇上马，直接冲向关外。同时，关隘内的军团士兵也迅速整装列队。这是战争的号角，全员出动。但对于街边日常活动的冒险者来说，他们更多的惊讶和慌乱。魔族10几年没有发动大规模作战，怎么就今天突然开战了？该死！我才刚刚加入冒险团啊，能不能不去战场？可怜的小家伙！战争号角一响，所有人都必须参战，否则就是逃兵。你也不想跟奥拉乌纳一样成为家族的罪人吧？哎呀，我想回家。很明显，大家都没有准备好这场战争。第2声战争号角响起，军团士兵已经整装完毕，列队出发。秦飞几人有坐骑提速，已经早一步来到外面。坑坑洼洼的战场，一眼看不到尽头。当中，3条以大地魔法加固的碎石防线，如同3条巨龙横卧在平原之上。最远处，那一座座类似塔楼的存在，是魔族的堡垒。它们比帝国防线略高10几米，数量奇多，且以几何阵列矗立在大地上。防线中的帝国士兵此刻还在迅速收缩。日常战斗中，士兵需要突出防线外，攻占魔族堡垒，争夺防线主动权。如今正式开战，所有士兵就必须回到防线进行固守。秦飞出示支援任务，顺利登上了第3道防线。直到此刻，才望见远方的魔族阵营中那黑压压的一片，不是大地，而是整装待发的魔族军团，一动不动。从远处看，魔族军团就是一个整体，连一丝的晃动和杂乱的迹象都没有。由此可见魔族军纪之严明。如此一支大军，如今正蓄势待发，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对阿兹特防线发起最猛烈的攻势。嘶！任何人看到那令人发怵的魔族大军，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反观防线，这里的帝国军团士兵三三两两的冲上来，有的甚至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在哪里。东方白丽的脸色有些沉重。为了此战，魔族准备了足足4个军团。帝国这边本就只有2个军团，其中一个军团长还一声嘹亮的号角瞬息间响彻整个防线，但这号角却不是来自背后的阿兹特关隘，而是对面的魔族大军之中。轰！4个魔族军团同时发动，开战！秦飞搂紧前面的瑶儿，冲着白丽喝道：“向前冲，
留在这里只有挨打。第49章战争就是拿来刷经验的。轰！无数颗火球从魔族军团中腾空而起，每一颗火球的直径都超过了5米，剧烈的燃烧让他们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灰色尾迹。无数火球在天空中并排前行，仿佛是拉开了整个天空的幕布。末日般的灼热气息压得战场中所有人都喘不过来气。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战争已经开始。飞天帝，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参加的战争吗？东方白丽有种莫名的不真实感，好像自己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家人们，这才游戏开服第2天，直接就冲到了种族战场，是什么感觉？太离谱了吧！就目前的玩家等级，哪怕最高的飞天帝，也该是在城市周边做做任务，刷刷经验，杀杀小怪。战争这种事跟新手是毫无关系的。虽说一转之后的称谓是精英，但那是针对30级冒险者的称号，不是说你转职后就能成精英的。挺好，这才叫隐藏任务吗？秦飞打趣道。若是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任务，那有什么好隐藏的？顶多是特权任务，单独给你做而已。东方白丽额头显出3根黑线，暗道一声：好，您的逻辑实在是太出色了呢。上官瑶内测时可没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此刻激动呐喊道：冲呀，为了帝国！乖，别闹。秦飞按住激动不已的瑶儿。我们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就地刷经验，然后再看后续变化，决定要不要找奥拉乌娜；另一个是穿越魔族大军前往狂野森林。我在还有个任务在那边，若是趁战争时期过去，说不定会相对容易些。3人仗着坐骑速度，飞快地奔驰在2道防线之中。火羽绝不会以这片地方为落点，魔族要的是击溃防线，怎可能把魔法浪费在空地上？所以几人暂时还不用担心被军团级别的魔法秒杀。还有就是，秦飞对于魔族实力不了解，得问问百里才能决定。东方白丽仿佛是贴脸中了一个沉默魔法。哥，你的2个计划都太离谱，要我怎么回答？东方白丽想来想去，只能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魔族崇尚武力，内部淘汰非常残酷。凡是能够加入军团的魔族士兵，最低就是30级，但不需要2转。魔族队长必然2转60级的战斗专家，由于天赋优秀的缘故，普遍要强于人族专家。魔族统领至少是90级的大师，魔族大统领或军团长1级都是巅峰大师，很有可能完成觉醒，晋升英雄。如此一说，秦飞心里就大概就数了。还行，只要不吃军团级魔法，就问题不大。噗，还行。东方白丽瞥了一眼划破的天际火球瀑布。军团级作战，药剂是很难补得上来，要不然顺回药剂的价格也不会是普通药剂的10倍以上。就这内测时，依旧有大量玩家阵亡在战场，其中最大的死因是秒杀，要么大招魔法秒杀，要么就是围攻秒杀。糟了！东方白丽忽然顿住，惊呼道：战场的死亡机制跟其余地方不一样，日常作战死亡需要1天才能复活，如果是大规模作战，不知道。内测时龙国这边的玩家就没经历过大军团级别的战争，那你们要小心点了。秦飞自己不慌，他们2个的生命值太低，随便中一个魔法或者流石搞不好都会被秒。7天！东方白丽看着手环，身体瞬间冰凉。军方来消息说，战争级别的死亡惩罚可能是3倍等级掉落和7天禁止登录，死亡7天不能上线。现在连秦飞都觉得这惩罚有点过了，1个小时不上线，损失点等级而已，以凭自己的刷经验速度，可以说是毫无影响。若是1天也没事，就当休息了。但是7天，4太长了。众神总共才开服2天，你就7天不能上线，那不是眼睁睁看着别人超越你，除了干瞪眼啥也做不了吗？跟我走！秦飞手中缰绳一转，韩燕立刻扭头冲向了东边。东方白丽调转战马跟上来之后，不由得疑惑道：那是死亡沼泽的方向。第50章，战争就是拿来刷经验的。2帝国以阿兹特防线为中轴，跟魔族南北对峙。从防线往东穿越平原后就是死亡沼泽，反过来向西则是一片广袤的沙漠。若不是这样特殊的地形，也不至于让帝国跟魔族对峙多年，谁也拿不下谁。我们不会是去死亡沼泽吧？东方白丽是真有些吓到了。8大死域是天生的空间禁地，无法会用传送卷轴的。当然，战场也不能用，那是战争双方设置的空间屏蔽阵法。好，秦飞刚想说，真不行的话，咱还能传送走呢。现在不用想了，安心刷经验吧。等下你们2个骑韩燕负责殿后，其余交给我。轰隆隆，天空中的火球临近落地，终于撞上了帝国法师施展的魔法屏障，震天彻地的爆炸在战场上方接连响起。
好，上官瑶的欢呼还没说完，就听咔嚓一声，魔法屏障就轰然崩碎，紧跟着一排排巨型火球就准确地砸在了3道防线之上，轰隆，轰隆隆，连续的爆炸震得大地都在颤抖，成百上千个冲击波混合在一起，撕天般的咆哮几乎要将整个大地掀翻。军团级的魔法屏障为何碎得这么简单，就一点准备没有？东方白丽真不知道，明明月前就知道魔族调动，这么多天下来是怎么做到还是毫无准备的？呵，秦飞轻笑一声，你不会以为军团里出问题的就只有奥拉乌纳吧？啊，阿兹特军团也出了问题？东方白丽真搞不懂了，叫停疯了？为什么要？秦飞没有回话，一个人冲下坐骑，反身将白丽从火焰战马上抱了起来。东方白丽整个人靠在秦飞怀里，如遭雷劈一般动弹不得，脑袋里更是一片空白，彻底宕机。仅1秒，秦飞便将他丢到了寒焰背上，火焰战马收起来，全速向东边冲，起码要冲出魔族正面进攻范围。上官瑶顿时急道：“哥哥你呢？我跟得上。”秦飞说完，直接开启战斗热诚和气血狂暴，无需前行再加速，就可以完全跟上寒焰的速度。呼收到！东方白丽好歹是在部队待过的，稍稍冷静下来就能想到飞天地的计划。正面冲击魔族军团，他们2个肯定是没有活路的，但若是冲到战场外围，就不会吸引魔族军团的注意了。到时候有飞天地在前方坐镇，后方有他跟瑶儿的远程输出补位，虽不能魔族军团正面硬刚，但绝对有实力跟对方打个游击战术。凭他的出身，若是连个最基础的游击战术都不玩不转，那才是丢人丢到姥姥家。轰！魔族军团中再次腾起无数颗火球，同时无数魔族战士在火球的照耀下向防线发起冲锋。阿兹特平原每一道防线之间都至少有5里地的距离。由于魔族大军最近的频繁调动以及军团方面的各种混乱，第一道防线在开战前其实就已经处于半放弃状态了。如今魔族4个军团数十万战士同时发起冲锋，第一道防线更是跟纸糊的一样，仅仅几个呼吸，防线就被魔族战士撕成了碎片。秦飞没有管那边的情况，一边喝药补充生命值，一边领着寒焰疯狂冲刺。很快，魔族军团的先锋就已经抵达第2道防线。轰！黑压压魔族战士如同蝗虫般无视一切伤害和阻挡的冲上防线。帝国士兵并非没有攻击，但数量上的差距和先前魔法压制，让他们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组成有效的防御阵型。这次魔族军团的战术可能就一个字：快！东方白丽突然想到了什么，瞳孔瞬间放大。闪电战！魔族可能想在今天就拿下整个阿兹特防线，然后马不停蹄地向圣卡尔斯进发。人呢？东方白丽刚想沟通一下战术，结果刚刚还在一边的飞天地转眼就没了。抬头再看，一名刚刚越过防线尚未落地的魔族战士当空裂成2半，滚烫的紫色血液洒向地面。-43200暴击！魔族战士血条仅在伤害迸发的瞬间闪了一下，随即瞬间消失。4万！空接！暴击！秒杀！东方白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尸体，他还在考虑战术。飞天地那边已经开杀了，而且还是秒杀。爹，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你获得了600点经验值，战场经验提升，你额外获得了600点经验值，100%经验提升。东方白丽又一次呆住，他以前的在防线做任务的时候，经验提升只有30%，现在竟然翻了好几倍，经验是真不错。队伍频道里，秦飞不由得赞了一声，战场果然是拿来刷经验的。东方白丽彻底无语，飞天地，这经验除了你，恐怕谁来也刷不了吧？不，东方白丽振作了一下情绪，淡淡星光在其掌心凝聚。瑶儿，视线看远，不好随意攻击目标，我们是打辅助的，所以只需要看住威胁飞天地的魔族法师。明白了。上官瑶拉满战功，多种元素魔法在剑矢上汇聚，整个人在元素照耀下显得神采奕奕。这一次就让我来守护最好的哥哥吧。话音未落，上官瑶就听耳边提示声狂响：爹，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爹，你升级了。上官瑶一剑未发，眼前的魔族小队就已经被秦飞全部刀完。紧跟着一抹红晕转眼间染遍他的小脸，就连尖尖的耳朵也染成了7分血红。哥哥赖皮，你杀得太快了。第51章全服焦点。龙国东区基地，这次东方战终于收到了女儿的第一手内幕消息。
阿兹特防线的全面战争。为什么事前的 AI 推算中没有显示出任何一丝的可能？底下人刚要解释，就被东方战按了下去。那都不重要了，因为战争已经开始。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开服第2天，首批内测玩家大部分都已经抵达10级，只要购买指定传送卷轴，那么在天亮之前，他们是可以抵达阿兹特防线的。众人似乎猜到了什么。可是战帅，目前我们玩家的等级太低了，他们刚转职就杀到战场，没有军团装备支持，没有等级属性支持，这几乎就是送死啊！而且一死就可能是7天。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内测时的精英，如果才开服就停号7天，那损失的进度实在是……砰！东方战一张国字脸上写满了坚毅。如果连这都不敢打，那还算什么精锐？那还说什么入关？小张，你记一下，从第2、第3、第4级团军各抽5支队伍，立刻前往阿兹特防线。如果他们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定能获得巨大提升，说不定还能接到超额奖励的军团任务。若是死了，那就是技不如人，回去都他妈给我照死里练！死呼！在场众人深吸一口气，同声喝道：“是！”保证完成任务。圣卡尔斯大教堂，辉煌的金色大厅中，由纯金打造的光明神像似乎比太阳还要耀眼，让人无法直视。神像下方，一名身披暗金色华丽教服的中年男子缓缓起身。西维纳斯、阿斯亚特的那几个徒弟真的可以击败大师吗？回穆伦主教，是这样的。西维纳斯轻声回道。短暂的沉默。穆伦主教起身取出一枚印章，递了出去。伟大的光明神不想看到他们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是，神的意志必将得到践行。西维纳斯恭敬无比地接过印章，心中却是暗暗揣测道：主教还是太谨慎了。飞天帝既然去了战场，那不管有没有圣殿骑士团的加入，恐怕都是死路一条吧。天亮之前，魔族军团肯定可以攻陷阿兹特防线。不对，飞天帝要是当逃兵的话，似乎还真有点可能杀出来的。逃兵？呵呵，看来你不管怎么选，都是死路啊。与此同时，阿兹特防线是战争任务也出现在圣卡尔斯。现在已经不是第1天，城市的道路上已经有大量玩家的身影。军团发布的任务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众神。魔族入侵，战争这打得也太早了吧！别说任务奖励翻倍，就是你翻5倍，我也只能流口水啊！哎，兄弟，你疯了？真接这任务啊？秀你千万别去！哼，接任务的玩家根本不理旁人的劝阻。众神中的第1场战争，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值了。死就死，等级低也无所谓。可若是能捡几个军团装，那就是血赚。对，有道理。你没看吗？好多游戏主播都已经接了任务走了。靠！看那边，那是南边吧？众人顺着方向望去，只见一名全身雪白、头顶卷曲魔角、背身恶魔双翼的绝美女子，黑色皮质的超短裤跟抹胸加一起，估计都没用掉3尺布，非常的节约，更是将她那魔鬼般的傲人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仔细看，那精致的五官下，明显有当红主播南边的模样，但更魅惑，粉钻般晶莹瞳孔，勾魂眉眼的弧度，只需一眼就能将周围的大学生看得喷血3尺。卧槽，牛逼啊，魅魔！可以，我真的可以。南边，你要去战场吗？我刚买的坐骑，要不要试试？战场太危险了，组队吧。我可是隐藏职业哦。面对周围近乎疯狂的玩家，南边没心思理会，接了任务后，当即展开恶魔翅膀向阿兹特方向奔去，速度之快，竟是一点不比精良坐骑差。靠！这该死的恶魔种族玩起来也太爽了吧！那是这玩起来能不爽吗？我丢你个烂仔！老子说的是恶魔种族能飞，你在想什么？阿兹特防线，秦飞眨眼间收拾完一队魔族战士，银币爆了几百枚，不算多。装备2件，热血军团战甲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防御80，生命150，攻击55。热血军团戒指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攻击50，攻击速度10%。同样的军团套装，但是魔族的攻击属性更多。秦飞目前没有更换体质套的打算，除非是属性更好的套装。但是魔族的军团戒指是真的不错。秦飞将戒指戴好之后，更多的魔族战士已经冲过了防线。4队、6队过去解决掉那几个帝国杂碎。魔族中一名统领仅是瞥了秦飞等人一眼，发布命令后便率领更多的战士向第3道防线冲锋。日常的普通任务小队5人一组，大型任务或者军团战争小队
可以有25个人一组。随着魔族统领的一声令下，2个魔族小队便从左右两侧各自发起冲锋。嗖嗖嗖，5、6颗流星火球立刻从后方的魔族法师手中发出。你们撤远点！秦飞脚下一蹬，整个人便如旋风般冲向魔族小队。战斗热诚，狂暴，全状态开启。身后，东方白帝眼疾手快地向魔族小队后方丢出一颗爆裂飞星，紧跟着便驾驭寒焰后撤。上官瑶在移动中瞄准，早就准备好的箭矢瞬间离弦，火焰、闪电、冰霜3种元素箭矢同时射出。尚未抵达魔族队伍之时，便看到秦飞一人一刀径直冲入了魔族队伍当中。唰！一道寒光亮起的瞬间，6、7道寒光横飞而出。太快！每秒超过11次的攻击频率，战刀挥舞之间全是残影。-22610，-23500，-42980，暴击，-23003，-22080，十几条伤害数字同时在魔族队伍中爆出。当场就有3名魔族战士暴毙，4、5名魔族战士陷入重伤状态。人族大师，帝国统领，魔族队长看到这种情况，眼珠都差点瞪出来。第52章，乱杀。可是为什么没有军团徽章啊？埋伏！狡诈的帝国大师竟然在这里设计埋伏舞等，可恶！2名魔族队长没有因为看到秦飞恐怖的伤害而退缩，反而爆发出了更强的战意。杀！今天就算全员阵亡，也必须要让阴险的帝国大师付出血的代价。好，梁静茹要是在场，都要给你的勇气点个赞。秦飞笑闷了，头一次遇到这种明明是送死，竟然还不跑的好人啊！刀光横飞之间，又是几名魔族战士倒地。可是另一边的魔族小队直接放弃了对百里他们的追击，当场掉头围剿秦飞。哥哥小心！上官瑶手中箭矢连发，可却都被对方的法师屏障拦截，无法造成太多伤害。而东方白帝的爆裂飞星则是效果显著，此刻在魔族队伍轰然爆开，瞬间将对方即将合围的阵型冲散。同时，飞星的高额伤害还顺势带走了敌方一些重伤的残血魔族。杀！秦飞到现在为止，甚至连一次攻击都没中过。本来他们要是2个小队，4、50个战士法师围剿，或许还有点威胁，但现在有白力在后面释放控场技能，真就是一点威胁都没有了。刷刷刷！队伍中只见寒光闪烁，飞快移动之间，所有途经的魔族战士尽皆崩血倒地。魔族队长愤怒的眼神此刻终于开始颤抖。太夸张了，这杀伤力已经不是战争，而是在收割，仿佛死神在割草一般，轻松地收割着在场魔族战士的生命。拼了！为了斯拉克斯！魔族队长忽然一声暴喝，双手举起的3米长的巨型战斧，疯狂的状态下，大量暗红色的能量在其周身凝聚。跳斩！秦飞一个闪身落地，直接劈在了魔族队长的脑门。-22100，三重影击，-17020，-38055，暴击，-18772。噗！魔族队长一招技能尚未出手，就被飞过来的刀影直接秒掉。爹，你击败了专家级魔族队长，你获得了18010点经验值，战场经验加成，你额外获得了18010点经验值。毫不留恋，秦飞甚至不看掉落的金币和物品，一个加速就冲向了远处的几名魔族法师。相比于血量高达几万的战士，法师的生命值连1万都没有。魔力屏障，嗡的一声，几道透明魔法屏障便横在了秦飞面前。咔嚓！秦飞一刀斩下，屏障便发出清脆的崩裂声。魔力屏障用来抵消魔法，具备很好的防御效果，但对于物理攻击的抵挡效果非常有限。刷刷刷！秦飞紧随其后，一连3刀轻松斩碎屏障的同时，还顺便带走了5名魔族法师的生命。至此，魔族热血军团第4小队20名战士加5名法师无一幸存，全体阵亡。而此时距离他们接到绞杀秦飞的命令仅仅才过去10几秒而已。全体听令，冲锋！另一支魔族小队此刻才堪堪赶到战场，没有任何的犹豫，魔族队长直接下令发起冲锋。秦飞手持战刀，冷冷地看着对面冲锋。轰！20名魔族战士全身包裹在暗红色能量下，赤红的瞳孔里迸射出疯狂神色，所有的武器全部对准秦飞。向前，向前，还是向前！呼吸间，魔族队伍的无畏冲锋就杀到了秦飞面前。重斩！秦飞原地不动，又不是要休息，只是挑战冷却懒得跑路而已。噌！一道璀璨的刀芒迎面劈向魔族的无畏冲锋。为首的魔族队长冲得最快，
冲得最凶，自然是直接冲到了重斩之下。噗嗤，魔族队长的巨斧还没落下，就被眼前的璀璨刀芒直接劈成两半。紧跟着，分开的尸体竟还带着冲锋的惯性，从秦飞身体两侧掠过。负102003暴击，一刀秒杀！60级的魔族战斗专家，连秦飞一刀都没抗住，死！东方白丽当即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飞天地的伤害很恐怖，但再恐怖也不至于恐怖到一刀就能秒杀魔族专家吧？毕竟魔族是有血统的，生命、防御、攻击各种属性都要比人族高。如此恐怖的伤害能力，意味着在同职业 PVP 中，但凡大师级以下都挡不住飞天地一刀。与此同时，魔族战士终于找到了攻击秦飞的机会。复仇！为了斯拉克斯，10级把血色战斧带着冲锋的速度和复仇的怒吼直劈而下。唰！秦飞身形一晃，当即就有5、6把战斧落空。丢失！丢失！丢失！剩余的战斧稳稳命中。砰！砰砰砰！战斧在秦飞身上的战甲劈出几道火花。负728，负1402暴击，负642，负580，负778，一连串伤害数字蹦出。秦飞的血条稳定的下落了一丢丢，3000左右的伤害，差不多1/10。秦飞点头肯定道：“非常不错，你们已经尽力了。”噗！有魔族战士当空喷出一口鲜血，疯了！他们不是没见过必死的战斗，但也不能这么离谱吧？伤害高到足以秒杀队长，那铁定是帝国大师级的存在啊！若是防御还高到他们都拍不动，那恐怕只能是帝国英雄了吧？这种存在，为什么没有在开战前收到通知呢？该死的人类，你到底是谁？阿兹特军团长不是你。至于守备军团的那个菲尼斯，不是已经被你们自己人追杀到了死亡沼泽了吗？哦，还有意外收获。帝国军团整个阿兹特防线，所有人都认为奥拉乌纳当了逃兵，但防线对面连一个魔族的小兵知道守备军团长奥拉乌纳被自己人追杀，逃去了死亡沼泽。好好好，秦飞忍不住扬起一抹笑意，你们真的是好人啊！唰，一抬手，刀刃翻出片片寒光，眼前的几名魔族战士尽数被斩。紧跟着，以冲锋角度包围而来的魔族战士尽数撞到了漫天刀芒之中。只是2个呼吸，一整个魔族小队的战士全部阵亡，比刚才还快。恐怖！远处观望的几名魔族法师此刻双腿都在颤抖。下一秒，几发箭矢插入魔族法师脑门，顺带着一道闪电从天空劈落。负802，负1200，负722，负829。紧跟着，一颗绽放着瑰丽星光的陨石轰然砸落。砰！陨石落地的瞬间爆裂炸开。负3000，负3000，负3000，成片的伤害数字叠加崩出，没有来及做出任何抵挡的魔族法师直接被白丽一发流星陨落，全部带走。耶秒杀！上官瑶开心无比的举起战功炫耀，仿佛都是他的功劳一般。第53章纵横战场，等级狂飙。战场的双倍经验加持下，秦飞的经验卷轴一会功夫就攒到了近30万。嘿嘿，若是经验照这个速度刷下去，等这一战打完，那不得起飞喽啊！远处的东方白丽闻言，忍住笑意道：“飞天帝，我们这是已经起飞了。15级。”上官瑶远远挥舞着手臂道：“哥哥，我已经15级了哟。”东方白丽打开排行榜，想看看飞天帝有没有20级。等级不变。为什么？啪！秦飞甩手给他们丢了2个技能卷轴，你们属性缺的多，暂时别用，等级高了再练技能吧。竟然是这种功能！东方白丽还以为是直接提升技能等级的。现在虽然是攒经验兑换，但是一张卷轴估计能提升好多级技能呀。奥拉乌纳的任务线索有了，暂时放着吧，等下有空再说。秦飞现在一点做任务的心情都没有。东方白丽刚才也听见对话，点头道：“死亡沼泽的难度至少得2转或者3转才能尝试，否则奥拉乌纳也不可能选择那里作为逃亡方向。”开怪！秦飞一指远处的魔族军团。呐，上官瑶最听话了，让开怪就开怪，当即一手多元射击就飞往了远处的魔族军团。咔嚓！闪电箭矢的落雷直接命中在冲锋中的军团中心。魔族统领疑惑的目光四处扫视，下一秒，他就看到了秦飞几人以及全部阵亡的2个魔族小队。帝国大师，除了这个可能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如此快的灭掉2个魔族小队。看来你们就是帝国最后的援助了吧？哼！魔族统领大手一挥，瞬时间就有上千名魔族战士停下冲锋，
令行禁止，杀！浇灭帝国最后的希望。一声令下，魔族统领双腿一夹胯下魔兽，调转方向，亲自出征。同时，麾下近百小队、上千魔族战士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东方百里见状，额头不禁渗出几滴冷汗。瑶儿，你这个怪开的效果未免有点太好了吧？那是自然。上官瑶得意地昂首道：“哥哥那么厉害，只开一点点怪的话，怎么够杀呢？”好，你是懂给我上压力的。秦飞轻笑一声，反手抽刀进入前行状态。这次你们别跟过来了，成建制的魔族军团绝非小队能比，单单在法师的配置上就能够形成完全阻挡百里他们所有攻击的魔力屏障。如果进攻，100名法师配合的军团级魔法，随便擦个边都是秒杀。秦飞现在不可能撤退，只有进攻。侦测，魔族统领看见秦飞消失的瞬间，就做出正确的指挥命令。嗖，10几颗魔法光球快速穿越大军，一路推向前方。战场中，一切阴影都在魔法光球的照耀下暴露无遗，但秦飞的身影并没有被光球侦测出来。果然是帝国大师！魔族统领低喝一声，似乎也有准备，双手抽出2柄造型怪异的长刃躯刀。单凭你一个就想暗杀本统领，未免也太狂妄了吧！暴怒领域，轰！魔族统领方圆10米之内尽数被暗红的血色覆盖。赤色的领域中，一切活动的物体都变得是那么的扎眼。作为军团统领，魔族大师即将觉醒的存在，如今面对一个前行，即便无法侦破，也有办法可以对付。1秒、2秒、3秒，敌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在暴怒领域之中，不可能遗漏。魔族统领对自己的领域有着100%的自信，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来。怕了吗？魔族统领不由得放声狂笑。身为帝国的暗杀大师，你既然出现在这里，却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吗？卑微又怯弱的人类啊！你们果然只配沉服在斯拉克斯的脚下。话音未落，只听军团中嗷的一声惨叫，一名魔族法师不明所以的倒在了血泊之中。暗杀法师？呵，魔族统领微微一愣后，差点笑抽过去。就凭你一个人的前行，又能杀我多少法师？来，让他杀！好，这可是你说的。秦飞进入魔族法师队伍后，就不用再前行了。自己没魔抗，距离法师队伍太远，就算可以凭速度拉扯技能，但也无法再放心战斗。现在吗？秦飞已然利用前行杀了到法师队伍中间，法师被刺客近身，那结果还用说吗？唰！秦飞手中战刀横起，整个人猛然杀入法师群之中，刀光若瀑布般在魔族法师中穿行。-24200，-25100，-24900，每一片刀光下都有几名魔族法师暴毙。超高的移速，超高的攻速，秦飞此刻恍若是化身成了刀芒本体，肆无忌惮地穿行在军团之中，所向披靡，挡者皆死。几个呼吸间，魔族军团中就有数十名法师阵亡。如此快的绞杀速度，看得魔族统领睚眦欲裂，都愣着干什么？给本统领杀！轰！魔族战士得令进攻，可是下一秒，他们就被自己人困住了脚步。法师在战争中是利器，但法师自身太脆弱，必须要受到保护。军团行军，法师队伍一般都处于中间位置，秦飞就在军团中间，但法师不能对着自己人释放技能，而外围的战士向里面冲锋，更是将法师逃跑的路线都给断了，甚至反向把自家的法师推向那漫天的刀芒之中。混账！魔族统领见状气到满眼喷火，可他却没有喝退手下，毕竟对面的那个帝国的暗杀大师，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想跟暗杀大师单挑的。别管法师了，冲锋！魔族统领是不会在乎手下的死亡，他要的只有敌人的死亡。只要能干掉这个帝国的暗杀大师，那必是大功一件。另一边，东方白丽紧张地望着战场，上千规模的魔族军团，若是一个不小心被困，让几十名魔族战士形成合击，那飞天帝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但他身前，上官瑶已经无聊地在数数了，10个、20个、30个，呀，又升级了。与此同时，龙国基地中，所有工作人员全体呆滞地望着大屏幕。喂，白丽这会功夫已经连升4级了吧？他在干嘛？死！他应该跟飞天帝在阿兹特防线吧？战场啊？那岂不是说他在暴杀魔族军团？哈哈！东方战一声狂笑，嘴角都要咧到天上去了。好，不愧是我东方战的女儿，给老子冲！
干掉飞天帝那个拎不清的混小子！嗨嗨！旁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干咳2声，提醒道：“那个战帅，有没有一种可能，百里的等级是飞天帝带的呢？”咯噔！卧槽！东方战好玄一头栽下来，混账东西，老子要你提醒！他飞天帝不升级，怪我喽！第54章，战场纵横，强力技能2，众神等级排行榜。第一，百里龙国17级，心之玄法。第二，摇到姐姐怀里，龙国17级，多元射手。第三，飞天帝龙国16级，无罪之影和狂暴战士。第四，卡尔埃文斯漂亮国13级，毁灭法师。第五，凯撒德意志13级，自然召唤师。第六，李泰勋漂亮国13级，盗贼。第七，伊芙琳贝雅冰熊12级，自然战士。第八，斋藤龙二霓虹12级，魔剑士。第九，艾斯威廉不列颠12级，骑士。第十，维纳印地12级，祭祀。超了，超了！众神中，无数玩家看着排行榜上飞天帝的名字跌落，当即爆出一阵欢呼。飞天帝也不是神，开挂了不起啊！切，等级还不是被人反超，爽！他妈的，这简直比老子爆个神器还爽！早就该治治那个挂壁了，干！动不动就刷公告，动不动就干 boss， 搞得众神跟他家开的一样，想干啥干啥。别人都是一个职业，他偏要搞2个，简直无法无天。与此同时，也有人道出疑惑：可是百里他们不是跟飞天帝一个队伍的吗？咋就队员咔咔升级，队长没动静？嘿嘿，他们是在战场吧？那种地方肯定是法师和弓箭手刷得快啊，这还用想？他就算刺客战士双职业，但也是近战啊，近战凭什么在战场刷经验啊？敢去救他就得敢死。有道理，讲什么都是屁话，没等级就是没等级，别他妈给挂壁找借口了。就是电子竞技，实力说话，菜就多练。哼哼哼，飞天帝，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怎么了？现在等级刷不动了，连公告也弹不出来了吗？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帝率先领悟强力技能，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奖励技能卷轴 X10，奖励史诗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帝率先领悟强力技能，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奖励技能卷轴 X10，奖励史诗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帝率先领悟强力技能，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奖励技能卷轴 X10，奖励史诗宝箱 X1。我尼玛，刚才谁说他刷不出来公告的？来，你站出来，我保证不会打死你。你说你好好的，刺激他干啥？完了完了，让飞天帝那个挂壁率先领悟强力技能，简直是如虎添翼，往后谁他妈还能打得过他？卧槽，强力技能那不是100级以上的大师才能搞的东西吗？不，我不信，技能都是熟练度升的，凭什么啊？凭什么我练了2天的技能，熟练度才30-40点，而他晚2天就突破到大师级了呀？凭什么奖励史诗宝箱啊？妈妈，我馋哭了呀！早知道技能也有奖励，我就先去练技能了。噗，别吹牛逼了兄弟，这次你上你真不行。龙国基地，工作人员兴奋地冲过来道：战帅，找到了，飞天帝不升级的原因找到了，他在练技能，技能卷轴应该是用经验兑换熟练度的道具，极品啊！这可是能快速提升技能的大杀器啊！东方战一张老脸，黝黑黢黑的扫视着众人。闭嘴！我自己不会看大屏幕吗？还要你们说？滚滚滚！抓紧研究战场攻略去，让我们的人快速提升等级。东方战将所有人轰出去后，转头就扯出一张比哭还难看的笑脸，悄摸的给百里发了个信息：乖女儿，那个飞天帝的技能卷轴能卖点吗？不多，就2张好不好？还有，刚才奖励的史诗宝箱，老爸看着是真心不错，你给想想办法呀。咱军方不能连一件镇压底蕴的装备都没有吧？你说是不是啊？阿兹特防线。东方百里收到信息的瞬间就妈了，没好气道：我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把你女儿卖了好不好？东方战一听这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老爸倒是想为国捐躯，关键是飞天帝他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干嘛？您还真想卖啊？东方百里当即恨恨地咬牙道：你以为你女儿不想为国捐躯吗？关键是飞天帝他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嗨嗨！东方战清了清嗓子，在这件事上，你还是得多多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作为新时代的军人，我们要做到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上。老爸看好你，加油！东方白丽现在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另一边，秦飞硬是砸掉一张满经验的卷轴，这才将无罪潜行提升到强力。无罪潜行1级0.50000，强力，移动速度提升100%，攻击伤害增加100%，将身体融入黑暗之中，从敌人的视野中消失。你在潜行中发动的攻击并不会导致潜行失效，最多6次。敌方侦测技能不高于你2个位阶的情况下，无法破除你的潜行。消耗300魔法值，持续10秒，冷却15秒。高等技能一共20级，强力技能大概也是20级吧。强力技能起步5万的熟练度，至少需要50万经验才能升1级。秦飞算了一下，手里10几张卷轴全用完，也不够把强力技能突破到伟大的吧。相比起来，10几张卷轴却足够自己所有高等技能突破到强力。还是强力更香一点。无罪潜行的基础移速和伤害提高全部翻倍，潜行中的可攻击次数也是翻倍。当然，这都是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冷却时间缩短1半，爽！15秒的冷却和30秒的冷却完全是2个概念啊！如果能配点冷却缩减的装备或者宝石，当潜行的持续时间和冷却时间一致时，那这个技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对面破不掉潜行，那直接就脏杀了，真的是脏杀！从头到尾，敌人都不带发现你人在哪里的。战场中，秦飞的停顿轻易被魔族统领所捕捉。该死的人类，片刻功夫就杀了我麾下过半战士，怎么累了吗？给我死！嘘！魔族统领手中2柄弯刀凌空甩出，当即化作2道飞旋的血刀向秦飞杀去。第55章1秒15刀，瞬间100万伤！闪避！闪避！秦飞身形一晃，原地掠过2把血刀。偷袭！你真会玩！秦飞又不是瞎子，而且飞旋的血刀速度并不快，轨迹又那么明显，怎可能发现不了？但是魔族统领对于攻击丢失并没有露出失望的神色，相反，他手中取而代之的又是2把暗红色的血刀。嘘！没有任何停顿，2把血刀再次被他甩出。暴怒之下，魔族统领的技能动作似乎比之前更快了3分。同时，血刀甩出之后，他的掌心又凝聚出2把同样的血刀。嘘！嘘！嘘！秦飞关注技能的功夫，魔族统领又连续甩出3次血刀攻击。好像有点东西。秦飞暗道，这个技能有点类似弓箭手的箭矢，属于远程物理，但轨迹不是直线，而是飞旋的曲线。由于其速度比箭矢慢，在数量少的情况下是很容易闪避的，但数量一多就不好闪避了。跳斩！秦飞一个纵跃，直接来到魔族统领后方。等会杀你，先去后面排队吧。对方上千名的魔族战士，此刻还有一半没解决呢。秦飞可不会放过这么多行走的经验值。至于经验卷轴，暂时不会再用，毕竟其余的技能暂时看不出紧要性，而性价比上目前也比不了属性。以后升级要求经验多了，再去提技能也不迟。身后，魔族统领连续几次的血刀攻击被秦飞这一下跳斩全部甩开，但是他依旧不慌，转身向着秦飞继续甩刀。疯了！秦飞手中展开手中战刀，轻松斩掉10几名魔族后，回头望去，只见最开始丢出的血刀已经旋到了极限距离，短暂的空中停滞后，10几把血刀以更快的速度回旋。下一秒，10几把血刀几乎同时杀到魔族统领后背，他却是看都不看，双掌凌空一捞，竟是神乎其神的将10几把血刀全部抓在了手里。嘘！回旋的10几把血刀竟是再一次向秦飞杀来，而且经过魔族统领2次攻击的血刀速度比之前更快，再加上本就没有停歇的攻击，战局瞬间改变。数十把血刀以快慢不同的速度呈包围之势向秦飞绞杀而来。东方白丽从未见过这种诡异的技能，原以为魔族就只有战士和法师2个职业，战士血统、智慧天赋，这是他们的种族优势，只要发挥得好，其实也足够用。现在看来，是他自己对魔族不够了解。在高级别的魔族中，一样有类似隐藏职业，一样有稀有且强大的技能。众神中，每一个能拥有大师称谓的存在，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流星陨落，东方白丽不能再看，当即将刚刚回满的魔法值全部打了出去。阿斯亚特！魔族统领看到流星的瞬间，便联想起了一个令他有些恐惧的名字。不，你不是。哼，既然不是阿斯亚特，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等干掉这个暗杀大师，再去解决。
魔族统领一个俯身跟在雪刀后面急速前冲，而流星陨落在锁定位置后就不好更改落点和角度。至少现在的东方白丽是没能力改变的。只见他俏脸当即一沉，暗暗自责道：笨死了，大招怎么能出得如此随意？他现在的魔法值只够使用2个技能，后面技能要求的魔法值起步都比他的最大魔法值高。没办法，是真急了。魔族统领的技能连他都没见过，此刻让对方趁机丢出这么多血刀，彻底起势，俨然有些无法抗衡。怪不得秦飞眉心皱起，刚才对方血刀出手的时候，周围的魔族战士就没有围攻，反而是向外撤退。看来他们是知道这招的。前行！秦飞刚用跳斩，此刻没有位移手段，只有开前行加速，才有机会冲出血刀的包围。要知道，那几十把血刀可不是普通战士的斧头。努克大师作为一个以防御为主的骑士，魔法技能出手都能有打出上万伤害。魔族统领也是大师，而且还是以攻击为主，伤害只会比努克凶猛数倍以上。唯一的不同点，血刀是物理攻击，自己有3000左右的防御可以抵挡，还是有些容错空间的。不过秦飞并不打算尝试那血刀的威力，就是前行一开，谁也不碍，身形快速的绕开血刀范围，直接冲到了最外围，冲着撤离的魔族战士疯狂下手。爹，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你获得了1800点经验值，战场经验提升，你额外获得了1800点经验值。爹，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你的队伍击败了魔族战士。爹，你升级了。秦飞自己斩杀的魔族经验值拿的最多，东方白丽他们连续升级的经验消耗撑死20-30万，而同样的击杀数，秦飞100万的经验卷轴都攒满了。现在秦飞开始冲击，速度比他们更快，而且不止1倍，肉眼可见的经验条狂飙，18级、19级、20级。身后魔族统领疯狂的血刀攻击连绵不绝，攻击范围极大，最远可攻击100米左右的目标，但这100米的范围在秦飞的急速下仅需2秒就给闪出去了。魔族统领加速冲锋，秦飞就跳斩，他再冲，秦飞就前行，一个追一个杀，魔族统领愣就是连秦飞的影子都追不上。就这，还是他胯下有坐骑加成状态，若是没有坐骑，那他连秦飞的车尾灯都看不见。该死，魔族统领这下是真要疯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技能跌到白柄血刀齐飞的最强状态，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打不着。畏头畏尾的胆小鬼，来啊，有本事的跟本统领正面战斗啊，一个只会逃跑的家伙也能称得上大师吗？哈哈，秦飞杀得正爽，听到这话忍不住笑道：不要跟我哇哇叫，等你手下死完的时候就轮到你了。死完？魔族统领此刻才发现，才片刻功夫，秦飞就把剩下的几百名魔族战士杀得差不多了。你！魔族统领彻底陷入暴怒之中，双掌猛然冲着胸口拍去。砰！白把血刀不再向秦飞追杀，反而是以魔族统领为圆心，360度无死角的射了出去。轰！一招清场，不需要秦飞出手，魔族统领自己出手，将周围的仅剩的魔族全部杀光。同时，死亡的魔族迸发的鲜血尽数融入暴怒领域之中，方圆数百米之内，尽数被魔族统领拉入血色的暴怒世界。靠！抢我怪！秦飞趁机瞥了一眼经验值，刚好21级。行，既然你想早点投胎，那就成全你。暴怒领域中的魔族统领全身沐浴鲜血，双掌再次横推，受死吧！轰！血刀的数量竟是直接翻倍，无死角，无差别的向周围斩去，避无可避。翻倍后的血刀数量已经是无差别覆盖攻击。秦飞看着近在咫尺的攻击，跳斩，一步跃上半空，紧跟着急坠而下。砰！秦飞的战刀径直斩在魔族统领额头，负23400。再看对方血条，仅仅斩落不到10%，其中还有一部分甚至是魔族统领刚才爆发时自己消耗的生命值。也就是说，拥有种族血统的魔族战斗大师起步就是100万生命值。哈哈哈！鲜血禁锢。魔族统领看到面前的秦飞，不怒反笑，双手凝聚出数十道血色锁链，直接将秦飞控在了原地。远处，周围数百把血刀即将抵达最远攻击距离，马上就能返回。你死定了！一把血刀秒不掉大师，但是数百把血刀，别说什么大师了，就算是帝国英雄，他都照杀。不客气。秦飞扭了扭脖子，鲜血禁锢的锁链只是限制位移，并不是彻底禁锢一切动作。前行，战斗热诚。
狂暴，全状态拉满，暴怒领域内。秦飞的前行依旧能够做到完美消失，但鲜血禁锢的锁链并没有挣脱。来啊来啊！哈哈哈哈！魔族统领一动不动，狂笑着等待自己的胜利。下一秒，秦飞的战刀出手，唰！10几道刀芒连成一片，竟是硬生生盖过领域中的血色，绽放出夺目寒光。-62020，-6-102，--1202，-1201暴击，-68900，-6-222，-121628暴击，极限的攻速，1秒15刀，瞬间100万伤。爹，你击败了魔族热血军团统领，你获得了12万点经验值，战场经验提升，你额外获得了12万点经验值。爹，你升级了，你升级了。第56章大爆，飞刃投掷，众神等级排行榜。第一，飞天帝，龙国，23级，无罪之影和狂暴战士。第二，白丽，龙国，19级，心之拳法。第三，瑶到姐姐怀里，龙国，19级，多元射手。排行榜前，众神的玩家全体妈了，媳妇，跟牛魔王一起出来看上帝。不过盏茶的功夫，飞天帝就从16级一路狂飙到了23级。坐火箭吗？马斯克，别乱说，我的火箭真没这么快。好家伙，刚才白丽一口气连升6级，我还以为他天下无敌了。没想到您才是众神第一高手。恭喜飞天帝重夺众神排行榜第1位，我服了，以后我再也不逼逼赖赖了。您悠着点吧，别再刺激我就行，我只想好好玩游戏，不想天天出门看上帝。龙国基地，战帅，我就说白丽的等级都是飞天帝带的吧。东方战冷眼一瞥，滚！漂亮国五角大楼，谁告诉我的？以当前玩家实力，绝不可能左右众神的战争局势。霍尔德已经不知道拿这群废物怎么办了。嗨，将军，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战场中成千万的精英战士，几百名专家级队长，数十位大师级统领，这根本就不是开服几天就能攻略的副本啊，是 bug。飞天帝一定用了某些未知 bug， 不然任凭他什么属性，也不可能在战场中活下来。砰！霍尔德猛地掀翻桌子，白痴！间谍呢？特工呢？还不快给我去查查到底什么 bug！ 另外，马上调动人员前往战场。战场的收益我们可以不要，但绝不能让龙国拿到，不然的话，你们统统都得给我滚去阿拉斯加抓螃蟹。圣卡尔斯大教堂，他竟然真能杀穿战场，太夸张了吧！希维纳斯只觉得离谱，随即他的目光便落在前方整装待发的圣殿骑士团。出发，午夜之前必须抵达阿兹特防线。战场，才100万生命值就敢跟我哇哇叫？秦飞从头到尾就没怕担心过输出。等级越高，属性越高，战斗热诚和狂暴带来的属性增幅就越大。现在的日常面板，攻击就有18000，全状态拉满，攻击起步3万以上，开前行之后，伤害稳稳破6万，再配合超高的攻速，实际输出简直爆炸。小东西爆的还挺多。秦飞将战利品捡起来，热血誓言之盔3阶，品级稀有，需求60级，攻击力80，防御140，力量50。热血状态下额外获得 10% 攻击力， 10% 攻击速度。热血承诺之靴3阶，品级稀有，需求60级，防御120，体质50，移动速度 30%。热血状态下额外获得 10% 攻击力， 10% 移动速度。3阶的稀有军团套装，属性是真不错，可惜就是不全，暂时也用不上。秦飞暗道一声不对，就凭现在的练级速度，60级其实也没多远嘛。还有宝石，热血激荡，品级稀有，热血状态下每次攻击提升 1% 的攻击速度，最高 50%。热血状态下每次攻击提升 1% 的攻击伤害，最高 50%。又是热血状态，秦飞有点郁闷了。这颗稀有宝石虽然就2条属性，但加成是真的高啊。问题是，自己现在连这个热血状态怎么开都不知道。最后只剩一本技能书，魔族技能书，这玩意爆出来耐用吗？等等，不会是热血吧？秦飞真眼馋那个热血状态，况且配套的宝石和装备都有，这要是来个技能，那不直接去机场等着起飞啊？拜托了，欧皇，请给我来个热血吧。下一秒展开技能，飞刃投掷，高等，向目标投掷手中的武器幻体，造成 50% 的物理。
武器换体抵达最远距离后返回，可以再次激发，并额外的 20% 攻击速度提升和伤害提升。武器换体最多可同时存在30个。武器换体的飞行速度、距离跟自身敏捷有关，消耗30魔法值。冷却无。秦飞沉默了，热血没开出来，反倒是把魔族统领的主要技能开了出来。说实话，这个技能的效果真的很爆炸。物理系的远程攻击技能本就不多，更何况还想拥有超大范围，两样兼备的物理技能更是凤毛麟角。不然，为什么范围杀伤都是法师特权呢？物理啥都行的话，直接把法师删了不完了吗？所以，这个技能的稀有性，就算对众神一窍不通的人都能明白，估计也就魔族才会有研究这种东西。秦飞现在头一次杀魔族，就把这玩意爆了出来。你要说不欧吧，真给了好东西；要说欧吧，秦飞自己也不确定这玩意能不能用。你领悟了高等技能飞刃投掷。第57章金色史诗誓言黑龙。卧槽，真能学会啊！秦飞只是试试，结果试试就成了。另一边，东方白丽二人也驾着寒焰赶了过来。怎么了？秦飞将爆出的技能跟他看了一下。魔族技能，4而且还是非职业的，公用高等技能。东方白丽美眸一闪，顿时显得有点激动。众神中有3类技能，一类是职业技能，必须职业匹配才能学；另一类是公用技能，物理系、法系、射手系都有自己的公用技能。最后是异族技能，异族技能不仅限定职业，而且还限定种族，比如兽族技能只有兽族能学。但是在异族技能中，也有极少的一部分技能是全种族公用的，这种技能非常的稀有，爆率之低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随即，东方白丽语气一顿，转而皱眉道：稀有是肯定稀有的，只是异族技能一般都很难使用，不是不能用，而是没有异族的种族天赋和属性，也没有相关的职业加成，很难将技能的威力发挥出来。哈！秦飞眉梢一挑，那你可真找对人了。放眼整个众神，就没有我不能发挥的技能，全属性加成，任何技能在我手里都是能发挥的，只是现在全力加点，用物理系技能带来的伤害更高而已。如果能学魔法，凭自己现在的智慧，还真不比白丽炸的伤害少。但法系终究还是不合适，自己的装备、宝石、属性加点都不是冲着法系去的，连职业技能都没有，单靠一些公用技能也无法将法系发挥到极致，没必要浪费那个时间。哥哥，上官瑶一脸兴奋贴了过来，搓着小手道：开箱子开箱子。好家伙，史诗宝箱我自己都没捂热呢，就已经被你盯上了。行，秦飞将箱子取了出来，看在你小手红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呢。上官瑶自信满满的接过箱子，得意洋洋道：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命格就是旺夫。噗！秦飞跟东方白丽异口同声的喷了出来。好，你是懂算命的。下一秒，闪亮的金色光辉出现在上官瑶的手中。淡定，秦飞一点都不惊讶，史诗宝箱肯定是要出金的，关键是出什么金。待金光散去，众人才看见箱子里趴着一只周身燃烧地狱火焰的黑龙。哇，是宠物爷，超可爱的。上官瑶宠溺的将黑龙宝宝捧在掌心。噗！秦飞要吐血了。好家伙，总共就给你开2个箱子，一个开坐骑，一个开宠物。牛逼！秦飞本来是不相信算命这类玄学存在的，现在有点信了。离谱！瑶儿给自己开东西的时候，真不见开什么好东西出来，但是给自己开，那是一抽一个准。牛逼！下次箱子还让你开。秦飞点开宠物的属性面板，誓言黑龙，品级史诗，类型成长性宠物，拾取、战斗、附身，当前等级0，攻击300，防御300，生命值1000。技能拾取，可拾取银币、金币、卷轴、宝石；吞噬，可吞噬经验、金币、稀有品质以上装备、宝石、道具加速成长；附身，可将自身攻击、防御、生命值的 10% 借给主人使用。预言吐息30级领悟，预言风暴100级领悟，黑暗吞噬200级领悟，毁灭一击300级领悟。拾取宠物还能附身，卧槽！秦飞现在只想问一句，这真的是史诗级宠物吗？它跟神宠之间的区别在哪？等级吗？靠！这家伙0级的属性就已经要爆炸了呀！哥哥，小黑貌似只有你能养得起了，你要好好对他哦。上官瑶不是不喜欢，而是根本养不起。吃经验就算了，这只小家伙还要吃金币，
吃装备，吃宝石，岂不就是吃稀有的？他要哭了，他自己都没那么多稀有道具呢，拿什么喂？秦飞沉默的脸上显出3根黑线。说实话，我也养不起，谁家有这么多稀有道具给他吃啊？经验倒还凑合。秦飞将小黑丢在肩膀上，选择分配10%的经验，随即用手指搓了搓小家伙的脑袋。啊！以后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饿不死的。啾啾！小黑甩了甩了脑袋，黑金色的瞳孔迅速地锁定在了周围掉落的银币和装备上。上千名魔族阵亡在此，单单银币都不知道掉了多少，就连装备和宝石都铺了一地。靠！差点忘了还有这么多战利品没拿。秦飞当即带着小黑跟百里他们一起打扫战场。可是不一会功夫，3人就回来了。秦飞速度快，有小黑辅助，银币是都捡完了，具体已经没有数字，反正秦飞现在包里的银币总共有32万8千，离谱！单是银币掉落的价值就有300多万。秦飞没有算装备，因为装备太多根本拿不完。我尽量装首饰和宝石，其余你们看着拿吧，但不要装满，等下估计还有。秦飞说完又一次出去。东方白丽来不及喊，只能在队伍频道里开口道：战场的爆率高，这么多军团装备，还有价值不菲的2阶套装，总不能全丢在这里吧？你有办法？秦飞反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基本已经处于魔族军团的外围，想回阿兹特关隘交易，先得杀穿魔族军团才行。而战场又不能用卷轴，就算想回圣卡尔斯也没戏。也不能算办法。开战的时候，我通知公司的人前来支援。东方白丽补充道：如果还不够，军方那边队伍也应该快到防线了，到时候请他们帮个忙，背点东西还是没问题的。当老总的办事确实方便。秦飞确认物品不会消失后，自然不会反对。现场估计有200-300件装备，哪怕就是军团的兑换价格，恐怕都够一夜暴富的了。可是军方的人要如何穿越魔族军团呢？上官瑶思索道：不会要我们去接一下，然后再送他们出去吧？只能这样了。东方白丽轻叹一声：赚钱嘛，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别说他不能无视这满地的装备，如果他现在截个图发给老爸，估计他能疯了一般的派人冲过来捡。真的，这一地的军团套装对团队前期的实力增长来说，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必须要拿，死都要拿。秦飞没有搭话，他在考虑如何穿越魔族军团。刚才的战斗并没有太多的危险，因为自己的前行杀到了法师队伍里，先解决掉了最大的威胁。其余除了那个统领外，连给自己造成伤害的都没有几个。但远处的魔族军团绝没有那么简单，那里不仅有统领，还有魔族的军团长，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军团长。更关键的是，魔族军团的后方还有不知道多少法师压阵，那不是现在这个身板能冲过去的。飞天帝，你的药剂还多吗？不如趁现在还能下线，吃个饭等他们一下，到时候两边联合，尝试看能不能接一些人过来。东方百里建议道：不多，能叫他们带点补给吗？秦飞受伤是没多少，大部分血都是技能消耗的，但是生命值基础数字太大，一个狂暴就要损失几千血，再加上热诚，1万血就没了。2种药剂一起补，都得好一会才能补满，消耗是真的大。可以。东方白丽暗自松了一口气。飞天帝要是懒得收拾这些装备，那他就是累死，把军方全拉过来，也带不走这满地的装备，只能干瞪眼。虽然这些东西捡走，依旧要花钱找飞天帝买，但仅仅能买，就有多少势力要眼红了呀？要知道，龙国如今所有势力凑一起，估计都拿不出10几套军团装，给我带点魔力药剂，还得搭配点顺回的。秦飞心里盘算道。飞刃投掷那个技能看起来真不错，唯独就是消耗30点魔法值看起来很低，但你要施展100次呢，3000了吧？刚才的魔族统领肯定有别的装备或者天赋支持他这样消耗的，而秦飞没有，哪怕他有几千点智慧，1万点魔法值，都无法支持飞刃的无限续航。毕竟这是战争，不是刷怪，哪有时间给你坐着回复啊？远处魔族军团似乎已经发现了这里的异样，上千名魔族阵亡绝不是小事，尤其是在战场外围，非主攻方向出现这种损失更是不可接受。走远点再说。秦飞跃上寒焰，带着2人远离战场后才点击下线。弟，你正处于特殊地图中，首次下线时间最多2个小时，若超时未能上线，则直接判定人物死亡。战争时期连下线都受限制。秦飞不由得啧舌道：我还以为只有死域那种特殊地图才会有这种情况。东方百里虽没料到，但也不太惊讶。飞天帝，你有游戏仓吧？
特殊地图首次下线过以后，再下就只有60分钟时间，而且还是1天公用的。秦飞没来及问林诗琪，只能先应道有。回到别墅，天色都已经全黑。秦飞洗漱完毕下楼，林诗琪门口的拖鞋还在。加班？秦飞随手发了个语音通话。的，今天就要加班了，而且还可能是通宵。林诗琪回道。那游戏仓买了吗？秦飞补充道。买2个吧，你也要用的。噗！林诗琪一口喷出。呆子，游戏仓可是3000万一个，不是3000块呢。嘿，秦飞笑道，一晚上要是不赚个3000万，哪好意思跟林大班长说话呢？你，哼，给你买，我下单了。林诗琪说完还不忘叮嘱道，记得吃饭，我冰箱里准备了一些菜，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下。秦飞，没时间，一会就要上线。对了，林诗琪刚要挂断，突然又道，我听人说你现在是在阿兹特防线吧？是啊，怎么了？嘻嘻，不告诉你，一会再说哦。林诗琪神秘兮兮地挂了语音。嗖，一阵凉风从客厅掠过，秦飞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为什么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第58章，防线失守，帝国军团大溃败。吃完饭休息一会，提前上线。秦飞并没有等百里他们一起，自己还有事要做。刚才拾取的戒指、项链、宝石都没来及查看。魔族的军团装备基本都是偏向进攻的，关键是属性怎么选。体质有需求，但再多几十点意义不大。智慧，秦飞觉得几十点智慧恐怕也不足以抵达飞刃的无限续航。那就敏捷，力量自己是够用的。刚才看魔族统领使用飞刃，速度就不够快，而且飞刃的距离和速度都跟敏捷有关。如此一看，这技能确实不是一般人能玩的。首先，它是消耗大量魔法，必须要有一定的智慧属性。其次，它又不是魔法伤害，努力的智慧全白费，还是需要提升力量和攻速。最后，技能本身又需要大量敏捷，否则输出太慢，打不到人。结果就是4个属性，3个都要加。体质就不用说了，不加体连生存都是问题，还谈什么输出？所以飞刃这个技能的本质其实是全属性发展。好，秦飞想清楚之后，顿时兴奋了起来。对别人来说，这玩意就是鸡肋，但对自己来说，绝对是最能突出全属性优势的技能。先挑装备，热血军团戒指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敏捷10，攻击速度10%。热血军团戒指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敏捷10，攻击速度10%。热血军团项链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敏捷10，攻击速度10%。热血军团腰带1阶，品级魔法，需求10级，体质10，元素抗性10%。戒指项链全部敏捷，腰带补一点元素抗性。若不是没有把统领的武器爆出来，连军团套装都可以更换。目前就先这样吧。秦飞确认装备后，打开面板。飞天地，等级23，职业贪婪者，无罪之影，狂暴战士，称号艾帕西亚的勇者，天赋100倍属性，力量18480，异界力量1000，敏捷8030，异界敏捷1000，智慧4730，异界智慧1000，体质10340，异界体质1000，生命值31420，魔法值9470，物理攻击18720，魔法攻击2838，攻击速度16.97秒，防御力3417，魔法抗性0%，元素抗性10%，闪避值8139，命中值8030，暴击率5%，移动速度63.91米每秒，813%。技能飞刃投掷、斩击、跳斩、重斩、力量训练、战斗热诚、气血狂暴、力量狂暴、战斗狂暴、无罪前行、无罪窃取、无罪伏击、无罪脱逃，3重影击。装备：军团战刀、军团手套、军团战甲、军团战盔、军团战靴、热血军团戒指左，热血军团戒指右，热血军团项链、热血军团腰带。战斗属性算是拉满了，细节上估计得使用飞刃之后再慢慢调整。防御方面，敏捷提升增加了大量闪避，而魔族的命中值应该没几个能突破1万的吧？秦飞自己的命中都不过万，他们凭什么过万？如此一来，
自己哪怕站着不动让魔族打，他们的命中率都不可能超过30%。但魔族军团的数量依旧是个巨大威胁，100次攻击命中30次，秦飞可以无所谓，但1000次攻击命中300次，谁能扛住？不过近战攻击也没可能瞬间打出1000次的吧？只要注意飞刃这种技能，不要被军团级魔法轰炸就行了。秦飞最后取出破戒石，这玩意昨天已经吃到限制，但自己双职业宝石都能用2个，没道理破戒石不行吧？弟，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哈，果然可以。秦飞心里狂笑，现实世界的力量如果进一步提升，那才是无敌。吃就吃完，力量、敏捷、智慧这些就算留着，父母也用不了。他们现在估计都没进游戏，等体质一个属性破千都不知道要多久，再想其余属性破千，不是做梦吗？体质破戒石还有7颗，暂时不动，其余破戒石全部吃完。弟，秦诗诗申请添加您为好友。秦飞一看名字，顿时无语。林大班长，下次直接叫你取名仙人好了。呆子你在哪呢？战场。我也在啊，为什么没有看见你呢？啊？秦飞纳闷道，魔族军团都是瞎子吗？怎么放你出来的？呆林诗琪哼哼道，我当然是在阿兹特防线里面啊，你难道在外面啊？不然呢？那你等等哦。林诗琪有些遗憾道，李总说等下他跟飞天帝出来接我们，到时候就能见面了。噗！秦飞笑喷了，哈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飞天帝呢？阿烈，林诗琪忽然一下就卡壳了。秦飞再道，林大班长，你练级的速度有点快啊，目前能到10级的玩家还不多吧？那是自然，身为班长肯定是要比同学们快那么一丢丢的。林诗琪上一秒还神气十足，下一秒看见对方等级后瞬间崩溃。23级，你怎么那么快的？秦飞摸了摸下巴，一般，也就比林大班长快那么一丢丢吧，勉强混个全服第一而已。林诗琪，下一秒，东方白丽跟上官瑶上线了。林大班长，等会记住别露馅啊！秦飞叮嘱了一句，连忙挂了语音。公司和军方的人都到了，现在出发吗？东方白丽开口道。你拉2个人到队伍里面来。秦飞直接道，你公司的和军方的都拉一个，到地方找起来方便。地图上可以看到队员位置，也不会认错。东方白丽闻言，美眸下意识的一转，便把人都拉了进来。弟，召唤师秦诗诗加入了你的队伍，战士高成加入了你的队伍。阿兹特关隘，第一批抵达的玩家已经登上城墙。放眼战场，第1道防线全破，第2道防线全破，第3道防线也是最坚固、守军最多的防线，此刻还在争夺中。但源源不断的魔族战士和铺天盖地的各种魔法轰炸，全城压得帝国军团连头都抬不起来。城墙上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卧槽，战场打成这样，估计一会就崩了吧？怎么玩？军团任务是下去支援，这他妈叫支援？我看送死还差不多。得，也就法师弓箭手爽一爽，他们站着丢技能都有经验刷。确实，不单单是玩家，军团中的法师、弓箭手，各种远程职业已经是全力开火。但凡有魔族突破第3道防线，冲到城墙下，立刻就会遭到各种法术和剑士的攻击。可是防线那边支撑不住，魔族军团涌到城墙下的也越来越多，单凭城墙上的力量，失守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他妈的，帝国军团的指挥呢？防线都炸成这样了，军团常人都找不到在哪，搞毛线啊！老子是来刷经验的，不是来送死的呀！玩家们也郁闷，本想着过来跟着军团混点经验和好处，谁曾想到了地方一看，帝国军团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魔族打得溃不成军。反过来，城墙上的玩家数量眼看着就要比军团守军都要多。他妈的，老子成主力了！与此同时，不少玩家在城墙上开启直播。阿兹特防线失守，帝国军团大溃败，魔族无敌，帝国完败，圣卡尔斯恐遭魔族血洗。首战季中战，帝国进入灭亡倒计时。第59章割草神技。网上直播标题一个比一个离谱，但偏偏效果奇佳。抖音上更是热点爆炸，只要你敢开直播，顿时就有无数观众涌入。男冰儿凭着官方身份，再加上魅魔的自身颜值，当即就冲到了热度第一。兄弟们晚上好，本次的突发战争，冰儿将全程为大家直播。现在的战况是，魔族马上就可能突破第3道防线，即将对阿兹特关隘发起首轮冲锋。除了帝国军团，现场不少玩家也参与到关隘的防守之中。另外，我有看到龙国军方团队的玩家到场，
让我们先去采访一下龙国军方对这场战役的看法。高成作为此次特别行动的负责人，面对南边采访，只是冷冷吐出4个字：军事机密，无可奉告。另一边，直播间的玩家顿时不乐意了，装什么呢？玩个游戏还机密？你以为是现实啊？切，明明都是来看戏的，还要搞得跟来参战的一样，怎么地？难道你想凭着身后100多号人，就想把魔族打回老家吗？哈哈哈哈！现如今玩家是什么水平，大家都知道。但凡能有个12、3级，都能冲进排行榜前列；能冲到10级抵达城市，其实都能算是凤毛麟角了。更别说10级后转职还得花钱，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拿来疯狂刷任务赚钱。若不是有众神首战的噱头，恐怕真就没几个人会过来。主播，你还是抓紧找一下飞天地吧。就是，他刷经验刷得这么快，肯定是在战场。南边看到弹幕后，笑着回道：“飞天地当然是此次战争的焦点。”但是主播在关隘并没有发现他的身影，他确实有可能还留在战场之中。随即，镜头偏移，第3道防线的战况出现在画面中，黑压压的魔族军团，数量更不知道有多少，不间断的魔法轰炸，堪比现代战场的火力压制。死！炸裂！众神作为首款虚拟游戏，而且还是刚开服，大部分玩家都还在新手村趴着，哪里见过这种场景？仅仅是几个画面就已经被震得说不出话来。他妈的！魔族无敌！来，把飞天地叫来！我说把飞天地叫来！哈哈，飞天地这就是神，来了也得死！我真不开玩笑，就这战场，谁来谁死！看看人魔族那火力，露头就秒！死！我现在加入魔族还来得及吗？删号！老子这就去加入魔族！为什么非要选人族呢？太拉胯了呀！属性一般般，技能一般般，防线是一碰就碎，战争是一打就输，晦气！魔族丑是丑了一点，但能力强啊！我要是一开始选魔族，说不定这会都有资格加入军团了。面对一群帝国废物，那不是酷刷经验，酷升级啊！南边在旁边解说道：魔族，众神几大种族之一，自带种族天赋有2种，一个是战斗血统，一个是法力智慧。所以说，魔族基本都是战士和法师。同时，魔族的战士和法师也比一般人族战士和法师要强一些。玩家本来就是有点羡慕魔族了。如今这么一说，更是有不少等级低的玩家当场就想删号。等等，主播你看东边，魔族军团在干嘛？南边自己都没注意，看到弹幕提醒才发现，战场东侧一片片蔚蓝色光晕，如同一朵朵飞旋的兰花，在魔族军团之中绽放。看不清，主播干活啊！别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不骂你。镜头，给镜头！南边儿则是一阵手忙脚乱后，连道歉，不好意思啊，兄弟们，战争迷雾限制。镜头不能拉得那么远，我惹，那不是急死人。弹幕是真的急，明明看着魔族军团大批的倒地，却根本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玩家发现了盲点，看排行榜，飞天地又开始冲击了。什么？众人连忙打开排行榜，众神等级排行榜，第1，飞天地，龙国，25级，无罪之影和狂暴战士。第2，白丽，龙国，20级，心之玄法。第3，摇到姐姐怀里，龙国20级，多元射手。卧槽！我刚才看的，飞天地明明还是23级，现在怎么就25级了？起飞啊！他要干嘛？一天满级吗？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刚才是飞天地在魔族军团里面乱杀呢？弹幕的疑问第一时间得到南边的回复，基本不可能。我们通过排行榜可以看到，飞天地的职业是刺客跟战士。然后南边将镜头对准远方，虽然无法看清，但通过近大远小的比例推断，那些如果是技能的话，其范围最小也有200米以上。弹幕也反应过来了，是不可能，200米的技能范围，法系都得馋哭。战士就算成神，也没这么恐怖的技能范围吧？绝不是飞天地，我赌一根辣条。靠！才敢赌一根？你是飞天地粉丝吧？这种大范围的技能，要能是飞天地，老子直接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痰盂。南边思索了一下道，有可能是白丽的技能，他是隐藏职业心之玄法。看来法师才是战争中的永恒杀气。战场中，东方白丽和瑶远远的看着，人都傻了。丽姐姐，那是哥哥的技能吗？上官瑶都有点不自信了，弱道，就是那个丢的小圆圈，真的是哥哥的技能吗？可能是飞刃投掷吧。东方白丽也不敢确定。
哪怕他看过飞刃的技能介绍，此刻也没办法将技能说明和现在的恐怖画面结合到一起，太夸张了。湛蓝色的魔法光圈在魔族军团中飞旋，所有接触光圈的魔族战士全都跟豆腐一般被其轻松切割。几十个高速旋转飞刃光圈，如同冲击波一般猛地向四周炸开，几十上百名魔族战士便连反应都来不及，当场暴毙倒地。下一秒，飞刃以闪电般的速度回撤，而秦飞根本不等飞刃回身，便以超高的速度又一次冲到魔族战士的包围之中。嘘！急速回撤的飞刃因为秦飞的位移，从而修正轨道，如同回手的镰刀般，直接将返回路径上所有魔族尽数斩杀。弟，你击败了魔族战士！你击败了魔族战士！弟，你升级了！你的宠物誓言黑龙升级了！你升级了！你的宠物誓言黑龙升级了！你的宠物誓言黑龙升级了！爽！秦飞身在战场，转眼间收割数百名魔族，经验狂飙，直接爽炸。飞刃，我愿称你为众神第一割草技能。第60章，英雄登场，盗贼今日开张，一波收割。秦飞升了2级，誓言黑龙升了8级，而魔法值还剩3000多点。凶！飞刃吃蓝是真的凶。秦飞现在是满飞刃状态，推一波出去就是900点魔法值的消耗。开玩笑，之前的魔族统领拿什么支撑呢？装备、血统还是技能？他100多把飞刃，到底凭什么持续输出飞刃的？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些。白脸，你们跑远点吧，我魔力不多，就不带你们过去了。秦飞吩咐完，便展开前行，冲进了魔族军团。技能卷轴使用。秦飞暂时找不到别的减消耗办法，只有尝试提升技能等级，不是肯定不行的。如此割草神技，绝不能摆在那里观赏。嗖！魔族军团中当即有上百枚光球升空，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刺客前行。远处，魔族骁勇军团长阿纳雅伸手拍了拍胯下的雪域狮鹰兽，呼！雪域狮鹰兽猛然扇动那直径超过20米的巨大翅膀，几个旋身骤然腾空。唰！雪域狮鹰兽凌空一个盘旋，随即再俯冲而下，凌厉的金色鹰眸迅速扫视整个魔族军团。1圈、2圈、3圈，啾！雪域狮鹰兽巡视3圈，依旧没有发现可疑的生物，不由得发出一声疑惑的啼鸣。没发现。骁勇军团长阿纳雅不由得有些动容，能躲过芬克托的阴谋扫视，至少也要伟大或者传奇以上的前行吧。帝国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名大师级以上的刺客？大家小心点！阿纳雅先一步提醒周围的统领，随即便亲自在半空盘旋。令他震惊的不只是前行，对方刚才施展的技能明显是飞刃投掷。一名顶级刺客确实是最适合飞刃这个技能的存在，但刺客的魔法值绝对支撑不了飞刃的消耗，同时极其脆弱的刺客也绝对不适合在战场出现。阿纳雅全神贯注地扫视军团，心中暗道：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刺客，今天都是你的死期。城墙上，雪域狮鹰兽的出现彻底让军团守军绝望了。那是魔族骁勇军团的阿纳雅，完全觉醒的英雄职业者。他都来了，我们的团长呢？绝望。面对魔族英雄，帝国防线甚至找不到可以对敌的存在。要知道，骁勇军团长阿纳雅可是有飞行坐骑的啊！城墙这种东西根本不是阻碍，单凭现在的守城弩、法师团、冒险团，如果全部用来阻挡他，也不是不能阻挡对方登上城墙。但那样一来，他们就根本阻挡不了下面的魔族军团。怎么办？不要慌，帝国的支援马上就到！阿兹特军团的统领亚伦大声呵斥着周围的军团士兵，可惜没用，敌方英雄登场，而己方根本没有，差距太明显了。如今的帝国士兵双腿都在打战，哪里还有心思战斗？另一边，南边的直播间则是当场炸裂。英雄，骁勇军团长阿纳雅，牛逼克拉斯，看人这出场逼格直接拉满，不愧是种族英雄，压迫感就是强。看那飞行奇宠，魔族还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人族没有？帝国干啥吃的？废物吗？爱了，我魔族就是牛逼！帝国的废物们，抓紧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飞天帝呢？他不是牛逼吗？来，把他喊过来！老子就不信了，他要是能跟魔族英雄阿纳雅过3招，不多，就3招，都算我输。主播呢？堂口拉出来，我赌飞天帝今天不敢出门。没毛病，他估计一看阿纳雅出场就下线了吧。直播间的战局一边倒，帝国完败。
南冰二人在现场，只能说现场气氛更压抑，玩家脸都青了。明明看到骁勇军团长阿那亚就在不远处的天空，他们也不敢动手。高成看到这种情况，心底也难免有些打鼓。帝国毫无抵抗的意思，防线失守只是时间问题。飞天帝现在能不能冲过来都是问题。那留在战场的装备还有拾取的希望吗？林诗琪已经在发消息了，骁勇军团长阿那亚好像是英雄呢，你千万别过来啊！马上就到。秦飞直接回道：啊！林诗琪吓了一跳，我是让你别过来啊，呆子，你怎么不听呀？别说话。秦飞一路前行，并不担心被发现，但是天空中骁勇军团长阿那亚的威压确实不是之前的统领能比。别说现在没有动手的空间，就算想动手也很难威胁到空中的目标。另一方面，现在要回阿兹特关隘的距离又太长，魔族军团的数量太多，走不了直线，10秒的前行根本穿越不了第3道防线，那就杀。秦飞右手一甩，军团战刀便化作一道流光飞了出去。趁着前行还在，战斗热诚，狂暴！轰！魔族军团中突然冒出20多道蔚蓝的飞旋刀刃，攻速拉到极限。秦飞在前行破除的1秒钟时间，差点将飞刃完全叠满。噗噗噗！四周的魔族战士在触碰飞刃的瞬间就被刀刃切割开来。-23010，-40230暴击，-28002，-25400，一层层的伤害数字从战场中飘出。30把飞刃，虽然做不到无死角，但是战场的魔族密度太高，一招推出去，起码就有上百名魔族战士殒命。下一秒，飞刃回撤，又是上百名魔族殒命。飞刃纯粹的是战场收割机，除了战队长、统领，所有普通魔族都挡不住飞刃的伤害。哼，抓到你了！无需雪域狮鹰兽提醒，半空中的阿那亚的双眸已经锁定了秦飞。呼！阿那亚控制着雪域狮鹰兽，一个高速俯冲，凌空急坠。同时，阿那亚手中的金色战矛已然泛出阵阵辉光，其中凝聚的能量，哪怕距离100米也会感觉到窒息。就知道你会来。秦飞暗笑一声，左手的军团手套不知何时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副半透明的奇异手套。盗贼的极意！冷却时间刚刚好，本来这次冷却是要用来拯救阿斯亚特的，现在只能让那老头再等等了。下一秒，秦飞看准阿那亚俯冲的位置，一个跳斩主动跃出。好胆！阿那亚眼眸闪过一抹金光，对面一个刺客竟敢正面跟自己对拼。无论如何，这份无畏的勇气也是值得赞扬的。可是下一秒，秦飞身体一侧，战刀横劈的同时，左手在雪域狮鹰兽身上轻轻一抚，低窃取成功。你获得了稀有坐骑雪域狮鹰兽。第61章飞天地竟能恐怖如斯。阿那亚胯下坐骑消失的瞬间，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砰！秦飞的一刀先斩在他肩膀。-22039。对阿那亚数百万的生命值来说，这种伤害实在是不痛不痒，但是失去坐骑后的他在空中没有支撑，秦飞一刀直接将他身体劈歪，然后阿那亚懵逼中来不及撤回的全力一击，结结实实的命中了他自己的魔族军团。轰！剧烈的爆炸径直轰碎了战矛前方的一切，方圆数十米之内的一切全部粉碎。魔族战士队长无一幸存，全部在阿那亚的一击中化作齑粉。惊人的能量冲击波横推100米开外，周遭魔族就算不死，也被这一发冲击波直接清场。英雄，完全觉醒的存在，其任何一招的威力都不是100级以前的职业者能够理解的。得亏阿那亚是战士，若是觉醒法师的全力大招，甚至足以将方圆1000米的范围彻底抹平。那样一来，阿兹特防线崩不崩不确定，但魔族军团必定是损失惨重。突如其来的变故震得城墙上的士兵和玩家全体呆滞。卧槽，那是谁？飞天帝？他是真敢来啊！高成见状，眼里止不住的兴奋，当即猛喝一声：好！全员准备接应。此刻的林诗琪却是看得心头狂跳，双手下意识地按住胸口。刚才魔族英雄那恐怖的一击，若是硬接，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呆子都叫你不要来了吗？同时，南边的直播间满屏的卧槽飘过。不是吧？众神第一变态兼挂壁，飞天帝他真来了？那谁？刚才谁叫飞天帝来的来着？你追星的机会来了。不对，我的痰盂呢？来，飞天帝的全屏攻击出来了，我就想问问我痰盂准备好了没有？靠，我不想玩了。别的战士学个斩击都要交钱，结果到你这里就是直接推全屏是吧？ GB， 这就是开挂的，大家看好了，
以后千万不要学。日，我倒是想学，关键是能学的了吗？啪啪啪！秦飞潇洒的在远处落地，看着满地狼藉的战场，忍不住笑着鼓掌道：“优秀优秀，不愧是魔族英雄！”你无耻！反应过来的阿娜雅瞬间气到全身颤抖，眼里几乎能冒出血来。卑鄙的家伙，把芬克托还给我！哈哈，你在做梦吗？秦飞笑抽了。难道魔族除了长得丑之外，连智商都有问题吗？混蛋！阿娜雅已经气到牙齿都在打颤。自小就被无数魔族嫉妒的绝世美貌，竟然会被人说成丑。人类，你死定了！阿娜雅猛然攥紧拳头，强行遏制住即将喷涌的怒火和热血。我斯拉克斯之光，阿娜雅破碎之矛，此生必将摘下你的头颅，制成酒器。靠！秦飞轻嗤一声，吹牛逼谁不会啊？我还说今天要全灭你们魔族呢。轰！说话间，秦飞再一次将数十柄飞刃横推而出，紧跟着一个闪身杀入远方的魔族军团之中。小贼，受死！阿娜雅已然疯了，单手提着金色战矛，想都不想就冲了出去。刷刷！秦飞凭借移速在魔族军团左右穿梭，阿娜雅则是一个超远距离跳斩，径直落在秦飞后方10几米处。破碎连环刺！疯掉的阿娜雅也不管距离够不够，更不管秦飞周围的魔族战士，冲着秦飞的后背直接捅出一团毛影。啪！秦飞背对着阿娜雅，闲庭信步间伸手打了一个响指。下一秒，30把飞刃便在阿娜雅身后汇聚成流，急速旋转着从她身边飞掠而过。噗噗噗！阿娜雅的周身瞬间被飞刃切出数十道伤口。-18210，-19230，-18007，-34000--310，-3次的满额伤害，最终汇聚成一个数字：752000。仅仅是飞刃技能的一个正常回撤，就在阿娜雅身上刷出近100万伤害。噗！阿娜雅技能被打断，身体受伤，当空喷出一口子血。不远处，秦飞反手接住回撤的飞刃，再次用力向前一推，轰！30道飞刃呈扇形旋了出去，前方的魔族战士眨眼间就被飞刃斩尽。前行！秦飞的速度骤然飙升，勉强能够追上飞刃。待飞刃到达攻击极限时，秦飞已经超越了飞刃，前冲出了100米开外。下一秒，所有的飞刃开始自由回归。嘘嘘嘘！一群还想追击秦飞的魔族，此刻尽数被来自身后的飞刃斩断。死！飞天地竟能恐怖如斯！直播间内，无数观众被这疯狂割草的一幕吓傻了，所有人当场成为复读基本机，满屏幕的恐怖如斯刷过。疯狂！这是什么技能？给个话，老子死也甘心了。无敌！魔族在飞天地面前就是菜，纯虐。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跪着看直播，太恐怖了。为什么我觉得他一个人真能把魔族全灭？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今天飞天地不把魔族全灭，我直播倒立日3档封禅。好，你说的，我就不信了，他飞天地真能把魔族英雄干死？看那血条了没？100万伤害下去也就打个1/4，你以为英雄是好杀的？哎，等一下，谁能告诉我阿内雅刚才那拉风的坐骑去哪了？啊，他可能是不想用吧。眼看追不上飞天地了，他可是真的一点都不想用了。弟，你技能卷轴中的经验已经除满。好，秦飞等的就是这个。如今魔法值刚好见底，人也已经冲到了城墙下。跳斩！凭秦飞如今的敏捷，一个跳斩纵跃的距离足足有100米之远。如今随便锁定城墙上的目标，眨眼便跳上了墙头。砰！秦飞若炮弹般轰然落地，身后飞刃旋转着落在掌心。男兵儿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瞳孔放到最大，连呼吸都停止了。好帅，帅炸了！与此同时，直播间也炸了。我惹！不得不说，当初飞天地退出装逼界的时候，我是极力劝阻的。哎，如今龙国的颜值也就全靠我跟飞天地撑着了。好，巅峰期的飞天地颜值，连我也要退避三舍吗？第62章，史诗奇宠，魔力窃取，魅魔。秦飞看着眼前双眸透红的男兵儿，略显疑惑道：“男兵儿娇躯一震，低头轻恩道：“我是官方主播男兵儿，可不可以加下你的好友呀？”此话一出，直播间满屏的问号飞过。主播，你在干嘛？喂，麻烦把口水收一收。完蛋，兵儿的眼神都他妈要拉丝了。主播是个恋爱脑，彻底无了。飞天地，以后请对兵儿温柔一点。我日，楼上是哪家的舔狗？
你要当牛头人吗？飞天地，夺妻之恨，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哦，秦飞想起来了，之前众神宣传的时候，确实有个主播挺漂亮的，只是游戏中的魅魔气质太爆表，完全认不出来。没问题。秦飞想了一下，毕竟是官方主播，还是同意了。另一边，高成也走上前来，在队伍频道中开口道：“飞天地，现在还是执行原计划吗？”原来是什么计划？战场装备回收计划。高成连忙补充道：“当然，装备还是你的，我们只是搬运工。”秦飞回身扫了一眼城下，阿娜雅似乎在治疗伤势，但她的眼神没有一刻从自己身上离开过，看样子她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与此同时，魔族后方的法师军团正在前压，其中有3名魔族明显与普通魔族不同，想来也是军团长级别，这跟之前计划时的局势完全不一样。按秦飞设想，阿兹特防线至少能抵挡一段时间，自己杀回来，带批人再冲出去。对于庞大的战场和漫长的防线来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而已，可能会引起魔族注意，但不太可能让魔族军团全力对付自己，更不可能引起所有魔族军团长和统领的围剿，很难。秦飞实话实说，战场中的装备很多，但你们没命拿。高成一张国字脸，无比坚毅，死也要拿，这是我接到的命令。东方百里也在队伍频道中解释道：7天时间刷出军团装是可能的，但刷不出全套，更刷不出魔族军团套。如果只用死亡7天的代价就能换一包魔族军团套，还是非常划算的。若仅仅只有一个阿那亚，秦飞倒是无所谓，他没有飞行奇宠的优势，累死也追不上自己。真打起来，凭借前行和飞刃，绝对能够掌握主动权。但现在问题是，其余军团长是什么实力，有什么技能，有没有飞行坐骑，秦飞是一丁点都不了解。还有一点，英雄和大师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单单阿那亚刚才那爆炸一击，恐怕就足以秒杀大部分统领。那种恐怖的攻击力和范围，估计也就努克那种能开无敌的可以硬吃。秦飞自己倒不至于说危险，只要有速度上优势还在，再小心点对方技能就行。可是高成他们不行啊，就算全部死光，他们不一定能冲到战场。对秦飞来说，自己单独杀出去和护送高成他们出城捡装备的难度，两个难度则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后者必须要和魔族军团正面硬刚，甚至说必须要打出一定的优势，完成小范围的清场，才能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拾取装备。试试吧。秦飞取出满经验的技能卷轴，使用。技能升级成功，飞刃投掷1级0.50000，强力，向目标投掷手中的武器幻体，造成 70% 的物理伤害。武器幻体抵达最远距离后返回，可以再次激发，并额外获得 30% 攻击速度提升和伤害提升。武器幻体最多可同时存在60个。武器幻体的飞行速度、距离跟自身敏捷有关，消耗30魔法值。冷却5，死。秦飞看完技能介绍，顿时有点头皮发麻。伤害提升了，飞刃数量也翻倍了，整体提升可以说是无比巨大。但魔法消耗没有变化，不对，消耗更高了。如今叠满飞刃的是60把，也就是说一次满状态攻击就要消耗1800点魔法值。闹呢？阿斯亚特也扛不住这个消耗吧？难道说这个技能除了有种族天赋的魔族，别人根本用不了？你们先等会。秦飞说完，径直闪身下了城楼。所有人看得一愣一愣的，啥情况？飞天地不打了？要不你追上去问问？滚！老子要能追得上还需要问你？秦飞随便寻了一处无人的地方，直接取出阿斯亚特的日记。就一个问题。秦飞当即道：人族如何支撑每秒大概3000点以上的魔力消耗？除了药剂外，最低需要支持1000点以上。阿斯亚特微微停顿1秒。法师的黑暗系技能魔力汲取，盗贼的生命和魔力窃取，传奇以上装备，宝石携带的击中恢复效果，以及部分稀有层次以上的特殊天赋。盗贼的那个技能1转能学吗？不能，至少2转。好，谢谢。秦飞啪的一下合上日记。那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不愧是艾帕西亚的顶级工具人，方法都有了，但现在还是无法实现。法师技能明显学不了，传奇以上装备宝石也没戏，至于天赋那更别想了。最大希望就是2转的盗贼窃取，30级，其实差的并不多，还算比较靠谱。但秦飞刚才忘了问无罪之影的2转有没有任务，还是到时候再问吧，暂时不浪费他生命了。窃取魔力，这好像是个思路。秦飞眼眸一闪，便将目光投向了手套。幸运女神之心，古魔。
还有刚刚到手的飞行坐骑，雪域狮鹰兽芬克托，品级史诗，需求10级，骑乘中可战斗，可飞行。技能阴谋扫视，可侦测范围内目标，破除前行，破除一定范围的战争迷雾，并与主人共享部分视野，持续30秒，冷却300秒。兽王怒吼，增加主人 20% 攻击力，并有 10% 几率震慑目标，降低目标 10% 防御和攻击力，持续10秒，冷却300秒。快速飞行，飞行状态下额外增加 100% 移动速度，持续60秒，冷却120秒。扩展背包，可携带6个背包，移动速度 100%， 最大骑乘人数2。不错，面板能展示出来，那应该是可以直接用的。秦飞的目光依次扫过技能，卧槽，有点牛逼啊！侦测能破前行和战争迷雾， 20% 伤害加持和削弱，远超稀有坐骑的速度和飞行，最后竟然还能带6个背包，哈哈！秦飞心里忍不住笑出声来，还得是幸运女神的小手更红啊！这种极品说牵走就牵走了，舒服！秦飞直接将雪域狮鹰兽招了出来，芬克托，啾！雪域狮鹰兽昂首一声尖笑，并没有因为更换主人有任何的不满，反而能从手套里出来，更让他兴奋。别动，让我看看阿奈雅都带了什么东西。秦飞按住雪域狮鹰兽，随即打开挂在他身侧的背包。第63章帝国之殇，好战之勇。抠门！秦飞一边掏东西，一边还不忘吐槽：芬克托明明可以带6个背包，你为什么就让他背一个？怎么？你是怕他累到了吗？很快，背包里的东西全被秦飞拿了出来。血魔石 X12， 提升 200% 的生命恢复效果，持续180秒。魔族的生命值太高，不是稀有药剂都很难补吧？秦飞心道，魔石倒是个好方法，本就极高的自然恢复，再用魔石提升一下，每秒估计能回几万血。骁勇军团套装3阶 X2， 跟之前魔族统领爆的3阶稀有套一样，属性上则是纯粹的力量暴击套，也不带首饰，先放着吧。宝石倒是能用的。好战之勇，品级稀有，周围敌人数量超过5个时，攻击力提升 20%， 周围敌人数量超过10个时，技能冷却时间降低 20%， 周围敌人数量超过20个时，首次进入滴血时获得无畏状态。无畏，不受伤势影响，立刻恢复 25% 生命值，攻击和移动速度提升 20%， 持续5秒。好东西！秦飞看完宝石的属性，立刻就把自己的极锐宝石给换了下来。开玩笑，最后的属性几乎就是多了一条命啊。前提是不要在围攻中被敌人秒杀才能生效。秦飞现在最担心就是被军团级别的魔法轰杀，有这颗宝石后，那真是随便玩了。最后，阿奈雅的包里就只有1封信了。卡拉维会在战前受伤，菲尼斯已不具备威胁，你们要求的事情已经办妥。等到了圣卡尔斯，希望你们也能遵守承诺。没有抬头，没有收尾，仅仅只有2句话，应该是密信。菲尼斯应该是指奥拉乌纳吧？秦飞抠脚趾也能猜到卡拉维大概率就是阿兹特军团长。看来写这封信的人直接将整个阿兹特防线全部卖给了魔族。谁在帝国有这么大势力？如此庞大的帝国防线，说卖就卖？叫停？目的呢？秦飞暂时想不清楚，还是将信收好。爹，你触发了隐藏任务帝国之殇，目标调查出卖帝国阿兹特防线的罪魁祸首，奖励未知。秦飞一点都不惊讶，不用任务触发也知道这肯定是隐藏任务线。如果找到奥拉乌纳，估计也能拿到同样的任务，则还是要去找他。秦飞想了想，教廷的关键的人物根本不会见自己，而帝国的人物自己一个也不熟，唯一知道名字的菲尼斯家族若是空手过去，估计也是没戏。所以在没有奥拉乌纳这个关键人物的情况下，整个任务根本推进不下去。待秦飞回到城墙，魔族4位军团长赫然列阵在前，他们的到来成为了压垮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绵延数公里的魔族大军已然将第3道防线彻底纳入囊中，而原本的帝国守军则是放弃了最后的防线，向后方逃亡。此刻，上千名帝国战士正围堵在城墙下，疯狂敲击着大门。开门，开门啊，让我们进去！我不想死啊！这场战役是帝国出卖了我们，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兄弟枉死吗？混蛋，放我进去！此刻，就算是瞎子也能看出来，驻守在防线的军团就是在等死。亚伦作为阿兹特军团的统领，脸上写满了痛苦和纠结。开门，等于弃守关隘，回到帝国就是死路一条；不开门，就要看着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惨死。
甚至说2个选择都不可能带给他和军团任何活命的希望，怎么选都是死。你即将崩溃的亚伦在看到秦飞的时候，好像是溺水之人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大师，帝国那边还会有支援吗？不会，秦飞肯定道。亚伦和周围的帝国战士听到这里，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几乎就要瘫软下去。没有支援，那我们的死守还有什么意义？统领，我们弃城吧。现在撤回圣卡尔斯，如果能获得教廷的帮助，我想我们一定可以守住的圣卡尔斯的。周围的士兵接连劝说着，而亚伦此刻依旧不敢做出这种决定，软弱的目光不由得投向秦飞。大师，这里的情况您也看到了，如何选择，全凭您一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帝国军团没有指挥，没有足以抗衡魔族的英雄，一旦陷入劣势，就会如雪崩般溃散。秦飞还在思考，而身为军人的高成看到这一幕后，明显有些坐不住了。你们军团长呢？为什么不来？亚伦犹豫了一下，终于道：卡拉维军团长昨天夜里遭遇刺客暗杀，重伤昏迷，至今未醒。刺客？秦飞眉梢一挑，对方确实是有刺客团队的。那刚才的密信很有可能是今天才刚刚送到阿奈亚手里。如此一来，那个送信的叛徒或者说刺客还是有可能留在现场的。高成听完反而觉得更离谱，就算军团长受伤，难道军团就没有别的指挥官了吗？如今就只剩我一个了。亚伦双眸透出一抹愤恨，咬牙道：都怪菲尼斯家族那个叛徒，若不是他战前叛逃，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统领前往追击。若不是他带走了守备军团大量统领，防线又怎会这么快被魔族攻陷？是他背叛了我们，是他出卖了帝国。高成当场沉默，他能想到帝国防线竟然会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输的该。内部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不输才是真的见鬼。秦飞可没有帮奥拉乌纳洗刷罪名的想法，当然自己也不会平白无故背上弃城的锅。生命是你们自己的，要战要逃，你们自己决定。秦飞淡淡道：我只有一个要求，军团里最好的魔力药剂全部交给我。魔力药剂？亚伦愣了一下，大师，你现在要魔力药剂，难道说你还要留下来战斗吗？你们输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输。秦飞反手一挥，当场将雪域狮鹰兽招了出来。在场众人看到这通体雪白的狮鹰巨兽，不由得呆住。林诗琪跟南冰儿更难掩眼中的喜爱。直播间弹幕再一次炸裂，卧槽，不公平！飞天帝是从哪搞的这玩意？能给我来一只吗？求了，这辈子没飞过，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第64章决斗，你配吗？好。亚伦沉默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为了帝国，为了阿兹特军团的荣耀，我愿跟阿兹特共存亡。大师请稍等，我立刻去拿补给。对了，给我多带几个背包。秦飞补充道。另一边，高成将准备好的补给拿了出来。飞天帝这次来的匆忙，只在城市购买了300多瓶魔力药剂，先放着吧。秦飞暂时没有增加续航的手段，只有靠药剂，所以你们不用跟我出城，现在可以撤退了。啊！高成一脸的诧异，那么多装备，你就一个人，要怎么带走？秦飞拍了拍身边的狮鹰兽，我一个人更容易。那边白利公司的人在吗？随便来了个跟我一起。就你吧。林诗琪呆呆地看着秦飞。我吗？可是，别耽误时间，过来。秦飞脸色一沉，伸手就给林诗琪拖到了狮鹰兽上面。南冰儿见状，当即红着脸抿嘴道：飞天帝要出城的话，可以带我一个吗？我只是一个负责任战地记者，不需要组队的，当然死亡也没关系的。没座位。秦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没事，我有翅膀，跟在旁边也是可以的。南冰儿红着脸说完，直播间当场就有崩溃的迹象。主播，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舔狗，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舔狗。曾经我以为只有我是小丑，没想到主播你比我还小丑。醒醒吧，冰儿！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放弃吧，人家飞天帝宁愿选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姑娘，也不会选你这个魅魔的。等等，你管那叫平平无奇？卧槽，他那颜值都快接近满分了好吧，尤其那清纯的气质，我敢用命跟你赌，他在现实里100%是校花级别。你看，你他妈给我截图看，他即便没有种族加成，在跟边儿的魅魔同框的时候，都能毫不逊色，不落下风。这是什么概念？若是放现实里，就他这样的校花，你就是把狗舌头舔断都没机会。
嘶，我知道了，飞天帝就是毒好校花这一口。飞天帝糊涂啊，校花再好，哪有魅魔好？实战中，魅魔的狂暴攻速加成，哪是校花能比的？切，如果校花选择使用体操服加白丝，那阁下又要如何应对呢？我是成年人，我全都要。好一个天使向上，恶魔向下。与此同时，亚伦那边的补给和背包也取了过来。大师，这里还剩几颗法力魔石，跟药剂配合使用，效果会更好。至于稀有的顺回药剂，本来是有很多库存的，但都被菲尼斯叛徒偷走了。清醒之魔力药剂 X30， 品级稀有，效果立刻恢复1500点魔法值，冷却30秒。法力魔石 X7， 提升200%的魔法恢复效果，持续180秒。好，秦飞从回到城墙开始就在使用药剂，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回满。普通魔力药剂的恢复量太可怜了，说难听点，甚至没有秦飞的自然恢复量高。弟，你使用了法力魔石，基础药剂恢复效果增加200%，自然恢复效果也增加200%。算下来，秦飞目前每秒能够恢复500点以上的魔法值。虽然跟飞刃的消耗相比，仍旧有很大差距，但在魔石的支持下，只要补一瓶顺回，立刻就能恢复4500点魔法值。够了，秦飞将药剂装兜里，空的背包全部绑好，翻身跨上狮鹰兽。呼！芬克托跟主人是有感应的，双翅一震便腾空而起。城下，阿娜雅看到对方骑上自己的爱鹰，顿时气得睚眦欲裂。小贼，有本事下来跟我战上一场，我可以保证绝对公平。在他身边，热血军团长本特利怒嚎，锋芒军团长瑞奇突袭之剑，嗜血军团长维穆尼冰霜之刃同时开口。我等以斯拉克斯之名立誓，绝不会插手你跟阿娜雅的战斗，而且在决斗期间，我们也不会对阿兹特发动进攻。决斗？噗！哈哈哈！秦飞靠在狮鹰兽身上，人都要笑抽过去。你们是没有飞行坐骑吗？没有的话，可以说我借给你们一只啊。阿娜雅的牙都快咬碎了。该死的小贼！你若是没胆量决斗，那就看着帝国防线被我们碾碎吧。呵呵，秦飞冷笑两声，谁告诉你我是帝国的人？动动脑子，你们跟帝国叛徒联系了那么久，难道他就没告诉你有人会过来插手吗？此话一出，4位军团长同时皱起眉头。按理说，今天的战斗就不该有意外才对。一位帝国的暗杀大师怎可能默默无名？又怎可能在帝国和他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来到战场？防线就在那里，你们若是想毁灭就抓紧，别指望我会管。秦飞说话间，驾着芬克托开启飞行加速，一路向魔族后方冲去。南边此刻竟也挥舞着恶魔双翼跟在后面。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确实是称职的，但是直播间的玩家却不是这么想。卧槽，主播真狗，明明自己能飞，刚刚却大门不迈地挂在城墙上，让我们看了半天马赛克。现在飞天帝一来，明明说了不带他，他还偏要巴拉巴拉的跟出去，这恋爱脑没救了。治好了也一样是流口水。林诗琪靠在秦飞怀里，终于找到机会开口了。飞天帝，我一个召唤师帮不上什么忙的，有手吗？我想应该是有的吧。那够了。秦飞说完，目光看向魔族后方的法师团。他要干嘛？热血军团长本特利疑惑地看着秦飞离开视线。逃跑？身为一个大师，连荣耀和声望都不在乎了。嗜血军团长维穆尼顺着秦飞离开的方向远远望去，那是咯噔！维穆尼瞳孔巨震，怒吼道：“卑鄙！他要偷袭后方的法师团！”第65章全灭法师团。偷袭？当一名暗杀大师侵入己方的法师团，会发生什么？几名军团在疑惑地对视一眼后，随即统统露出惊恐的神色。混账！他疯了吗？该死！该死！该死！全军！暴怒的热血军团长本特利刚想说全军掉头，就被维穆尼打断。现在调动军团返回还有什么意义？那你说怎么办？本特利一边怒吼，一边横眼看向阿娜雅。他胯下骑的可是雪域狮鹰兽，速度远超其余飞行坐骑，现在就算追也追不上。阿娜雅眼中喷火，我一定会杀了他的，一定。维穆尼沉默片刻，直言道：“通知法师团，全力使用范围技能轰杀，不顾代价。”你……本特利愣住了。你知道法师团在刺客晋升后全力使用范围技能意味着什么吗？维穆尼神色冰冷，不论胜负，法师团都有可能会全灭。死！几位军团长同时倒吸一口凉气。魔族虽然有2种天赋，
但战斗天赋的人数远超法师天赋，至于双天赋融合的那种，则更稀有。所以，对他们来说，法师团依旧是绝对的战争利器。若是可以不顾及法师团损失，那他们又何必需要帝国叛徒的帮助才开启战争？法师团若是团灭，那我们将很难攻陷卡尔斯。既定的战争任务失败不说，连阿兹特攻陷后的防守都会遭遇困难。几位军团长也不敢承担如此大的代价。魔族只讲功过，损失全部法师团的过失，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维穆尼依旧冷静，现在损失法师团，起码还能换掉帝国的一个暗杀大师，不然法师团就是白送给他的。死！几名军团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下令吧，我们现在去追，绝不能给他任何逃生的机会。天空中，雪域狮鹰兽振翅悬停，秦飞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法师团，一道道魔法光华正在迅速凝聚，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魔法元素将地面渲染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你还要下去吗？林诗琪紧张无比的担忧道。法师团当中的魔法元素已经汇聚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军团级的魔法，大量法师汇聚在一起，同时开启魔法引导，从而推高魔法的伤害和范围。这种魔法的引导时间太长，需要的法师太多，一般都是仅限在攻城或战争时使用。针对单一目标虽然有秒杀效果，但对方也能跑，所以效果并不是非常好。况且堪称底蕴的法师团仅为单独击杀一个目标而发动，其投入和产出也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哼，还真想两败俱伤啊！秦飞轻笑一声，在来之前他就猜到了对方可能动用的手段，此刻毫不犹豫地从狮鹰兽上一跃而下。嗷！芬克托昂首一声兽王怒吼，攻击力加成 20%， 威慑！下发法师团的数量起码过千，在芬克托的威慑下，当即有上百名法师的技能受到影响。秦飞人在半空，技能全开，前行，狂暴，战斗热诚。身后，阿纳雅等军团长骑着普通狮鹰兽追击，远远看到这一幕，当即道：“是时候了。”维穆尼冷哼道：“不，为什么？此人太过狡猾，他开着前行，并不能确定位置。如果他没去攻击法师团，岂不是错得离谱？”维穆尼解释道：“所以，在未确认他的位置前，绝不能随意发动。”哈哈哈，还是法师的脑子好用。本特利大笑着回道：“这次他死定了。”哼，阿纳雅却是难免有些不忿。让整个法师团给他陪葬，实在是便宜他了。还不动手？秦飞略有些意外，看来魔族当中并非都是头脑简单的家伙啊。不过，你们若是没有速度匹配芬克托的飞行坐骑，那不管实力多强，也不可能左右战局了。下一秒，秦飞悄无声息的落地，面向的却不是法师团，而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飞刃投掷，嗖！一秒之内，数十把飞刃呈扇形向左侧旋了出去。下一秒，又是数十把飞刃向右侧飞了出去。远处的维穆尼一直全神贯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秦飞的攻击，但对方暴露的位置并不在法师团之中，距离军团更是远的不知道有几千米。不管了，暴露就是死！轰！一道道直逼太阳的火球从法师团当中升空，不等这些巨型火球飞上几十米高空，转眼间就掉头向下，范围直接覆盖了秦飞位置周围的方圆数百米。唰！待飞刃叠满之后，秦飞立刻展开移速，向着法师团的一侧冲刺。跑！维穆尼冷笑：“你跑得出军团级魔法的范围吗？若是你还算有点勇气，直接潜入法师团当中，说不定还能多拉一些陪葬。现在，你只会死得毫无价值。”说话间，无数颗巨型火球在空气中迸发出层层热浪，毁灭般的压迫感直追秦飞而来。跳斩！秦飞一个纵身，竟是在这时候选择杀入了法师团当中。全状态的极限速度，每秒100米。从法师团发出攻击到火球落地的间隙远超3秒。军团级魔法的缺陷就是这么明显，慢。哪怕提前引导和凝聚魔力，还是慢。秦飞最后一个跳斩更是在万点敏捷的支持下，飞跃出200米左右的距离。从空中看去，秦飞如同一道流光，飞速冲到攻击范围边缘，然后一个斜线穿插，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杀到了法师团后方。什么？维穆尼瞳孔瞬间放大，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般，颤抖。这是什么级别的速度？就算是暗杀大师，也不至于有这么离谱的速度吧？刺客，敏捷是肯定高的，速度也是快的，但刺客要杀人，肯定要攻击啊。不论如何，大师级刺客的敏捷和速度都不该有眼前的秦飞夸张，尤其是在维穆尼等人还知道他拥有超高攻击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了。
轰！秦飞杀入法师团的瞬间，火球落地，爆炸声震耳欲聋。落点之内的上百名魔族法师当场被炸成灰烬。太近了，法师团在攻击之前就知道肯定会误杀自己人，但他们必须执行命令，这是魔族的铁律。轰！冲击波紧随其后爆发开来，大批的魔族法师展开屏障阻挡，防御冲击波的同时，也防御杀到眼前的秦飞。嗖嗖嗖，一道道湛蓝色的光圈竟是在冲击波中穿梭。仔细看，那些光圈的速度似乎竟要比冲击波还上3分。飞刃，60把飞旋的光刃风驰电掣般的向秦飞回归。噗噗噗，飞刃以极限速度混合着冲击波的威力，如割草般斩尽路途中的一切阻挡。仅是一个眨眼，飞刃全部返回，而上百名魔族法师也随着飞刃的回归而宣告阵亡。轰！秦飞双掌横推，60把飞刃当即以圆形向四周杀去。天空中，林诗琪的向下看去，一轮火球，一轮飞刃，2轮杀戮过后，秦飞的位置刚好是幸存法师团的中心点。眨眼间，一朵直径超200米的巨型兰花，裹挟迸发的青紫色鲜血，在大地之上娇艳怒放。爹，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法师，你获得了630点经验值，战场经验提升，你额外获得了630点经验值。爹，你升级了，你升级了，你升级了。林诗琪耳边的提示声已经炸锅，完全听不清楚，点开面板查看，18级，疯了！他还在担心秦飞有没有事的时候，秦飞一招大范围收割，就让他原地狂飙8级。我的天哪！刚才那下技能到底杀了多少魔族？秦飞自己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反正他刚好攒了一张满经验的技能卷轴。跳斩升级，爹，技能升级成功。跳跃斩击1级02000中等，向前方目标跳跃，并对目标施展一次攻击，造成130%的物理伤害。敏捷越高，跳跃时速度越快，距离越远。消耗25魔法值。冷却8秒。力量训练升级，爹，技能升级成功。力量训练1级02000被动中等，增加基础力量50点。冷却减少了2秒，可以。秦飞这跳斩用的太爽了，肯定要升级的。只是经验升级只能突破1次，不能继续再用，否则真要一口气升到强力。而且低等技能的消耗也不多，一张卷轴用了2次，还有80万经验。战斗热诚升级，爹，技能升级成功。战斗热诚18级528千高等，消耗10%生命值，激发战斗热诚，最多3层。每一层战斗热诚增加18%力量，增加18%体质，增加18%敏捷，增加18%生命恢复效率。每一层战斗热诚可持续18秒，生命值低于30%时不会陷入重伤状态。好，一层多8%，3层就多24%，随随便便就是几千点属性。秦飞现在属性高了，再生技能带来的收益简直爽炸。随手点掉一颗血魔石，配合药剂，快速恢复生命。同时，身形绕着法师团的边缘急速移动，移速、攻速在技能升级的前提下再次拉升。数十把飞刃呈圆形向外收割，仅仅2个呼吸，魔族法师团全灭。完了！维穆尼看到法师团内绽放的鲜血之花，全身颤抖着吐出2个字：全完了。混蛋！阿娜雅怒吼出声，让我过去杀了他！杀！维穆尼无奈中带着诧异转头，可是他根本不和你决斗啊！什么意思？其余2名军团长还没理解其中的关键。他的速度太快了，再加上全场第一的飞行坐骑，只要他不想打，你就打不了。维穆尼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回首军团吧，他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灭了军团。什么？灭我军团？本特利、瑞奇、阿娜雅3人瞳孔里满是震惊。他敢！第66章，1000件装备是什么概念？战场外围，上官瑶望向天空中翱翔的雪域狮鹰兽，美眸止不住的闪动。丽姐姐，那只坐骑是哥哥的吧？等下我可以坐上去试试吗？东方白丽随口敷衍了2声。此刻，他的心已经完全乱了。飞天帝真有可能是认识林诗琪的，也就是说，飞天帝就是他那天见过的少年。虽然不能100%确定，但起码有90%可能。问题是，不能确定的事情就没有意义。反过来想想，哪怕最后确定了，又能如何？只要飞天帝不愿意说，他就不可能对外泄露飞天帝的身份，哪怕面对军方和老爸也是一样。想到这里，
他的心情反倒是安定了许多。直播间，所有的观众全体看傻了。卧槽！卧槽！一招就他妈一招，那么大一个法师团没了，战士秒全屏啊！不对，他刚才那招都他妈要打到屏幕外面去了吧？什么概念？我宁愿相信母猪会上树，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飞天帝 V 你50，能让我上去爽爽吗？哼！我希望你识趣一点，别逼我跪下来求你啊！干！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技能？铜球！来一个懂地啊！如果能学习这个技能，我宁愿兄弟单身一辈子，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羡慕，嫉妒，牙都咬碎了，拳头都能攥出血来，孩子要馋哭了。我愿意献祭主播，领悟此技能。主播呢？发挥一下你的魅魔本能，前去特别调查一下，求求了。主播你别光发呆啊，说辞，说辞啊！男兵儿以最佳角度全程目睹了整场战斗，激动到全身上下尽是细细的汗珠，好容易才缓过神来。1分钟不到，全歼魔族法师团，而且还是当着魔族4大军团长的面。飞天帝真的太帅了！3句话给直播间内的几千万观众都给干沉默了。主播，你悠着点，玩个游戏而已，不知道还以为你桌子下面藏了。啪！所有人的直播画面一黑，紧跟着屏幕上显出一行字：该主播的直播内容涉嫌违规，正在整改中。这能违规？666，舒服了，没天理了呀！他只是一个魅魔而已，他有什么错？我惹，给我开门啊！这个主播我看了1年了，他有没有擦边，我还能不清楚吗？啊，原来是擦边主播，果断关注。战场中，秦飞解除小黑的附身，放他出去拾取银币，自己则是收拾装备。他们好像不打算过来了呢。林诗琪在天上看得更清楚，几名魔族军团长都已经到了半路，结果突然就掉头回去了。秦飞抬头一看，确实如此。他们是打算回去攻城吗？也好，那你下来吧。好呢。林诗琪刚说完，两眼望着狮鹰兽就有点麻瓜了。这个坐骑要怎么控制啊？雪域狮鹰兽感应到秦飞的召唤，低头就一个急速俯冲，当即吓得林诗琪尖叫连连，那感觉比过山车还要刺激100倍。林诗琪落地之后，小脸都吓白了。下次叫殷师傅慢点好吗？哈哈。秦飞笑着点头应道：好，下次我带你一起。不过现在先干活吧。地面掉落的装备太多了，战场的爆率明显比之前杀怪高出一截。1000多名法师，就算秦飞只杀了70%，那爆出的装备也至少有上千件。一个背包若是拿装备，撑死了就20-30件，6个背包也不管用，根本装不下。还是先挑首饰、技能、宝石、武器，其余都等等吧。另一边，南边终于调整好状态，恢复直播。开播第1秒，映入观众眼帘就是满地发光的装备。卧槽，这他妈是到底爆了多少？飞天帝，我错了，施舍我一件吧，不要多好。我看地上那蓝色的宝石不错。等等，还有技能。死！飞老板，来本技能，谢谢，不管多少钱我都要。那个项链好漂亮啊，能送给我吗？我愿以身相许。去，后面排队去。就是，咱这全网超火的魅魔主播都还在眼巴巴的排队呢，你还想插队？你什么体质？走！秦飞简单的打扫了一下战场，便拉着林诗琪乘坐狮鹰兽返回。这次飞行的速度明显比来时慢了不少。原来阿娜雅只带一个背包是有道理的，负重真的影响坐骑速度。这一次，秦飞路过魔族军团上方的时候，维穆尼几人的眼神全部复刻成了阿娜雅，几乎要给他生吞活剥了。杀！全军出击！维穆尼、阿娜雅、本特利、瑞奇同声暴喝，唯有拿下阿兹特，他们此战才有活命的机会，否则损失法师团如此惨重的代价，还没有拿下几乎毫无抵抗的帝国防线，那后果绝不是他们能够承担的。城墙上，亚伦已经趁着刚才片刻的时间，接应外面士兵回到城内，并且重新组织起了一定防御。轰！弩箭、魔法，一轮齐射，死开！阿娜雅一声怒喝，强大的气血当即将周围的魔族震开，手中战矛绽放出耀眼的金色光辉，破碎刺天。第67章杀！暴力狂刷！阿娜雅整个人化作一道璀璨的金光，如同一颗金色流星，瞬息间撞向城门。轰！大量魔法加固后的合金城门当即爆出一声撼人心魄的巨响，就连嵌入山脉中的阿兹特关隘都要为之一震。至于普通士兵跟玩家，更是被这一击轰得耳鸣目眩，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嘣！无数碎裂的金属随着战矛的轰击崩碎纷飞。下一秒，有魔法守护的城门竟开始扭曲凹陷。幸好，阿那亚的金光在惊天一击后开始慢慢的淡了下去。死！城墙上所有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英雄，未免有些太恐怖了吧？我差点以为他一个人就能轰碎城门，碾碎整个防线。砰！雪域狮鹰兽稳稳落在城墙上。高成，东西你清点一下，找人带走吧。秦飞将背包丢出来，顺手把他踢出队伍。好。高成没料到任务可以完成这么轻松，整整6、7包装备。要知道，这可是都来自魔族的法师团的极品啊！对军方来说，法师的数量绝不是问题，问题是自家的法师没有装备，根本打不出来输出。有了这些背包里的装备之后，必定会给军方的攻坚团带来质的改变。飞天帝，我们也撤退吧。撤什么撤？正捡钱呢。秦飞反手给狮鹰兽挂上空背包，带着灵石旗又一次冲了天空。卧槽！捡钱！高成呆住了，下面可都是魔族军团长啊！难道说你今天还要继续挑战英雄？挑战？哈哈哈！秦飞在空中发出一阵放声大笑。杀一群垃圾，有什么挑战可言？咔嚓！阿那亚反手拔下嵌入城门的战矛，目光狠狠瞪向秦飞。混蛋！维穆尼黑着一张紫脸，闷不吭声。但下一秒，数百道冰霜之刃便从他身后激射而出，直扑天际。搞笑！秦飞眉间一挑，胯下的狮鹰兽凌空一个旋身，原地拔高上百米。嗖嗖嗖！一根根冰霜之刃如同倒锤的冰蓝色流星雨从天空中呼啸飞过。但这种画面仅仅持续了数秒，冰霜之刃腾空2、300米后便失去了继续冲刺的能量，转头坠落。秦飞悬于云边，目光冷漠，仿佛看着一个死人。军团长中唯一的法师就是你吧？咯噔！维穆尼没来由的心头一震。该死！身为一名法师，他有无数应付刺客暗杀的经验，哪怕是大师级刺客，他也无惧。可问题是，眼前这个暗杀大师已经不能叫大师了。小心点，如果破不掉他的前行，那我们都会是他的目标。哼！本特利一声冷斥，我还怕他不敢来呢。瑞奇举起手中巨刃长剑，凝聚出道道辉光。攻城！我就不信他敢来。秦飞淡然一笑，也不理会对方的激将法，别降低高度，等我。不等林诗琪回话，秦飞已然纵身跃下。4名军团长说是不在乎，甚至看都不看，但实际上他们的关注点从未从秦飞身上离开过半刻。前行！秦飞在空中消失的瞬间，维穆尼便是沉声一喝：冰霜领域。嗖！一阵寒风凭空袭来，晴夜之下竟是飘出无数片晶莹雪花。领域并不能破除秦飞的前行，但是领域可以展现出维穆尼周遭的一切物体，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前行都不能完全消失。只要对方进入领域之中，身上沾染到雪花，就会被领域的主人所感知。就算不碰雪花，动作中的任何一丝微风或者脚步都会引起领域的波动。前行在面对掌握领域的顶级大师之时，将失去以往的强悍作用。秦飞在之前面对飞刃统领时就见识过对方的领域了，自然不会硬闯。而且一个战士都会使用禁锢技能，作为顶级大师乃至觉醒英雄的维穆尼又怎可能不会？法师跟刺客单挑，只要掌握前行，准确控制目标，就至少拥有50%胜率。如果是团战，抱歉，遭遇控制技能的刺客几乎就是必死。所以秦飞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魔族大军。最大的威胁，法师团已经全灭。虽说魔法军团中还有一些随团进攻的法师，但秦飞拥有好战之勇后，已经不需要忌惮他们了。开始吧！秦飞在黑压压的魔族大军中穿越，战斗热诚狂暴，全状态开启。轰！60把飞刃依次从秦飞手中甩去，呼吸间便如湛蓝色的海潮般向四周扩散。-40102，-80210暴击，-41050，-43001，-86002暴击。从天空望去，只有不断倒地的魔族和一层层飘飞的伤害数字。该死！阿那亚感觉自己要疯了，他竟然又去屠杀军团。本特利咬牙道：“没有胆量的家伙，让我去找他。”不，维穆尼直接道：“先拿下阿兹特，到时候他失去依靠，绝不敢进攻。到时候他若还想暗杀，那凭我们几个的领域也足以覆盖了。”瑞奇瞥了一眼远方，补充道：“飞刃投掷的魔法消耗极其严重，若是没有相关天赋作为支撑，就算杀也杀不了多少。”本特利，
好，全力攻城！城墙上，亚伦看见秦飞一个人在魔族军团中横扫，激动到全身颤抖道：“兄弟们，我们的英雄来了！守住！英雄，远超一般的英雄。毕竟，就连阿兹特军团的卡拉维团长都无法像眼前的飞天帝一般横扫魔族大军。为了帝国的荣耀，杀！”仅剩的帝国士兵士气大振。相反，玩家却是有点崩溃，尤其是刚刚赶到战场的别国玩家。上帝啊，那到底是什么怪物？刚开服他就能一个抵挡魔族大军，以后岂不是要当超人？太卑鄙了！他一个人就把魔族军团杀光，那我们的经验还到哪去刷？哈哈哈！还有这种逻辑？高成在旁边听着，几乎笑岔气，真他妈的会吹牛逼！魔族就在下面，你们倒是去刷呀！哼，无耻的龙国人！你们除了去捧一个会开挂的家伙，还会什么？有本事的话，公平竞争啊！作弊算什么本事？切！高成一脸不屑，论无耻，谁能比你们更无耻？若不是因为五角大楼强行压制别国，埃文斯凭什么能选到最容易卡 bug 的新手村？若不是窃取别国的研究成果，他又凭什么早早完成毁灭法师的隐藏任务？你们连国家都抢来的，无耻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漂亮国的几个玩家顿时怒了：你在放屁！埃文斯本来就应该拿下手杀的，若不是有飞天帝出现，你们统统都只是废物。两帮人吵着吵着，眼看就要打起来。突然有人道：“等等，那个秦诗诗是谁？他要30级了。”高成这边也是一脸茫然，直接打开排行榜。卧槽，已经30级了。第68章，升级，再升级，疯狂屠戮。众神等级排行榜：第一，秦诗诗，龙国30级，召唤师；第二，百里，龙国29级，星之玄法；第三，摇到姐姐怀里，龙国29级，多元射手；第四，飞天帝，龙国26级，无罪之影和狂暴战士；第五，卡尔埃文斯，漂亮国16级，毁灭法师；第六，凯撒德意志15级，自然召唤师；第七，李泰勋，漂亮国14级，盗贼；第八，伊芙琳贝雅冰熊13级，自然战士；第九，斋藤龙二霓虹13级，魔剑士；第十，维纳印地13级，祭祀。众神里通宵练级的玩家全体崩溃。谁啊？秦诗诗又是谁啊？还有高手，他妈的一夜冲30级，是人啊！变态！我以为飞天帝已经够变态了，没想到还有更变态的。我惹，哪来这么多高手？我不信，这个秦诗诗一看就是妹子，100%就是飞天帝带上来的。啊？这，你是说飞天帝随随便便就能带人上30级吗？嘶！飞天帝我错了，刚才外面人多，我说话有点大声，麻烦带我一下好吗？卧槽！飞天帝，我不想努力了，黑丝白丝发光丝，什么丝我都可以的。战场外围，舒舒服服蹭经验的上官瑶一脸雾水。丽姐姐，为什么她的等级会比我们还高呢？唉，东方百里满脸无奈，轻叹道：“只能说人不一样吧，人跟人终究还是不一样的。飞天帝那里，他是想蹭也蹭不到，而林诗琪是不想蹭都不行，硬塞都要塞满。可是我到底是输在哪里呢？搞不懂。他知道林诗琪很可爱，他也很喜欢，但我也不会有差的吧？而且看林诗琪那天的表现，他应该也不知道秦飞就是飞天帝的吧？如此一说，自己跟妹妹明明就是先来的啊？还是说林诗琪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比自己还会？东方白丽忽然想了起来，那天林诗琪一个如此清纯可爱的校花，竟然要主动找秦飞合租，连他都觉得离谱。现在看来，小丑好像是他自己。拼了！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输。另一边，秦飞在军团中疯狂割草，完全不管攻城的情况，刷出来的经验之多简直爆炸。林诗琪、百里他们在外围蹭一蹭，都直接顶到了30级上限，而秦飞自己一直没动，自然是在攒卷轴的。呼，最后一张卷轴终于满了。开始，秦飞取出卷轴，一阵狂点，跳斩、重斩、力量训练、窃取、伏击、逃脱、3重影击、战斗热诚、气血狂暴、力量狂暴、战斗狂暴全部升级。跳跃斩击20级，10000 10000中等，向前方目标跳跃并对目标施展一次攻击，造成150%的物理伤害。敏捷越高，跳跃时速度越快，距离越远，消耗
50魔法值，冷却5秒。力量训练20级，10000，10000，被动中等，增加基础力量150点。重战20级，10000，10000，中等，积蓄力量最低1秒，最多7秒，对目标造成350%至650%的高额伤害，消耗30魔法值秒，冷却30秒。战斗热诚1级05000，强力，消耗10%生命值，激发战斗热诚，最多3层，每一层战斗热诚增加20%力量，增加20%体质，增加20%敏捷，增加20%生命恢复效率。每一层战斗热诚可持续20秒。生命值低于30%时不会陷入重伤状态。气血狂暴1级05000，强力，爆发气血，让自身进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生命值上限提高40%，攻击速度提高40%，移动速度提高40%。狂暴状态可持续20秒，消耗10%生命值，冷却80秒。力量狂暴20级05000，被动强力，狂暴状态下力量提升60%。战斗狂暴20级05000，被动强力，狂暴状态下暴击率提高10%，每次暴击敌人可延长5秒狂暴状态，攻击力提高40%，每次击败敌人可延长5秒狂暴状态。无罪窃取1级05000，强力，对附近的目标发动一次偷窃，有15%几率获取对方身上或包裹道具，无论偷取是否成功，你都不会被对方发现。目标不能高于你30级，连续对同一目标使用将导致无罪效果丢失，消耗200魔法值，冷却300秒。无罪伏击1级05000，强力，暴击率提升70%，在敌人未发现你的状态下对敌人发动致命一击，对敌人造成250%的物理和魔法伤害。你的伏击并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消耗200魔法值，冷却30秒。无罪逃脱1级05000，强力，立刻脱离战斗状态，移动速度增加600%。你使用传送卷轴时的效果将被隐藏，效果等同于前行，消耗50魔法值，持续6秒，冷却60秒。3重影击1级05000，强力，伤害降低20%，你的每一次攻击都将对目标造成3次伤害，消耗300魔法值，持续2秒，冷却20秒。高等技能全部提升到强力，而低等技能已经不能再用经验提升了。最让秦飞意外的大概就是力量训练这个最低等的技能，仅仅是中等提升满级，竟然多出了足足100点力量。要知道100倍天赋加成之后，这可就是10000点力量。如今所有技能提升后，满状态下的伤害至少要高出1倍，而且秦飞的包里还有10张已经攒满经验的卷轴没用完。杀！秦飞斩进一侧的魔族军团，继续向另一侧进发，身后飞刃如灿烂长河紧随其后。第69章决战英雄阿兹特关隘。城门在几位军团的攻击下摇摇欲坠，城墙上的守军在冰霜领域下死伤惨重，所剩无几。眼看魔族就要杀入城内，混账东西，我忍不了。本特利的心都在滴血。这次战争热血军团一直是冲在最前线的，损失自然不小，可若能拿下军功倒也能接受，但如今仅仅因为一句先攻城，竟是直接导致他麾下军团近乎全灭。除了他身边的禁卫，剩下的热血军团战士幸存者竟不足1/10。该死，那可是3、4千名骨子里流淌着热血的战士啊，是他在魔族立身的根本。让他去。维穆尼这次没有阻止，那人屠杀的速度太恐怖了，完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不过他终究是杀不完的，准备进城。给我开！在阿那亚的怒吼声中，手中战矛再一次凝聚出璀璨金光。真敢来啊！秦飞远远看到一名军团长追来，暗笑不止。既然要来，那最后的满经验卷轴就不留了。爹，技能升级成功，飞刃投掷11级8000133000，强力，向目标投掷手中的武器换体，造成81%的物理伤害。武器换体抵达最远距离后返回，可以再次激发，并额外获得52%攻击速度提升和伤害提升。武器换体最多可同时存在93个。武器换体的飞行速度、距离跟自身敏捷有关，消耗30魔法值，冷却
无，果然，秦飞暗道一声，强力技能的提升效果远比高等来的更多，仅仅11级的提升，几乎就有过去20级的效果，但消耗的经验值更惊人，10张经验卷轴，足1000万的经验值，竟然只能提升一半。弟，你已经抵达30级，请在完成2次转职后再继续提升。秦飞并不惊讶，因为林诗琪和百里他们都30级了，全都卡着在一个突破的都没有。帝国胆小鬼，别跑！本特利身高超过3米，全身肌肉如同紫金般反光，手持一柄巨刃战斧，来战！轰隆隆，本特利的一声怒嚎如闷雷般响彻云霄，甚至盖过了整个战场的厮杀声。噼啪，蒸腾的紫色热血如燃烧的火焰缠绕在本特利周身。轰！热血在大地之上爆炸，转眼间就将他方圆100米内的战场尽数染成血色。小子，你若能接我一斧，本次战役我热血军团立刻认输。本特利的眼里尽是恨意，他的暴怒弥漫整个战场。哈哈，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秦飞一掌推开近100柄飞刃，从容转身。你若能接我一招不死，这场就算我输。本特利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当真？我以帝国守护者贤者阿斯亚特之名立誓，这一招若是杀不了你，我立刻认输。秦飞神色肃然，字字镇定。此话一出，亚伦等帝国战士顿时激动不已，眼里泛出泪光。贤者他竟然还在守护帝国。同时，维穆尼、瑞奇乃至本特利尽皆露出震惊之色。你真是阿斯亚特的徒弟？好，很好。当年阿斯亚特杀入我族圣地，伤我族人，夺我宝物，今日就让我本特利怒嚎，为我族完成复仇。说罢，本特利双手握紧巨刃战斧，身体前倾，脚下领域竟也开始急速收缩，层层紫血尽数收于身体周围。哼！秦飞一言不发，眼神冷漠，伸手用掉最后一颗法力魔石，再补上一瓶瞬回药剂。若非顶着一招接近3000魔法值的消耗，秦飞才懒得理他。战斗热诚，狂暴！吼！天空中狮鹰兽收到感应，同时补上状态。双方主力决一死战，而且仅限一招。如此关键的决斗，不仅让帝国所有人驻足，就连魔族军团的战士也不由得自主地屏住呼吸。刺激！直播间内所有观众都瞪大了眼睛。飞天帝是真敢啊！军团长怎么了？英雄又怎么了？杀！你就给我杀！南边将镜头拉到最近，连大气都不敢喘。只有一招的机会，一定要赢啊！死！直播间内的观众这才发现，就一招吗？糟糕！对面的是军团长，是英雄，而且瞎子都看出来，对面是战士系，就算站着不动给你打，那起码也有100万血吧。赢不赢不好说，但你说秒，不可能！我敢赌100个辣条，飞天帝绝对是会赢对方一手。南冰儿看到弹幕，顿时负气道：不可能！飞天帝说一招就一招，主播恋爱脑，发言无效。我敢开盘，你敢赌吗？说着，南边更是直接拉开盘口，就1比1的，就赌飞天帝一招技能解决掉魔族军团长本特利。卧槽！弹幕瞬间炸了。主播，你来真的？这盘口你敢开，我他妈就敢下。想清楚，一招技能就想打出1000万以上的伤害，那有多扯淡？年轻的魅魔呀，千万不要被恋爱脑冲昏了理智哟。南边冷声斥道：不敢赌的话，就把嘴闭上。啊！观众傻了。主播，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的？在飞天帝面前时，你是柔柔弱弱，含羞待放，结果面对粉丝时，那是猛虎下山，冲拳出击。好，感谢主播给我科普一下了，什么叫双标舔狗？赌了，这波不为别的，就是想看主播酷。兄弟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说什么也不能放过这种双标主播。算我一个。来，如果主播输了赔不起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别的支付方式的哈。卧槽，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榜一大哥真要发力了啊！战场中，魔族战士纷纷退远，给决斗中的2人让出位置。战！本特利又是一声怒吼，全身紫血几乎燃炸。第70章，1000万爆伤，震惊全网。阿娜雅是斯拉克斯之光没错，但他也一样是靠着实力站上军团长位置的。正面硬刚，他不惧阿娜雅，只是他有血域狮鹰兽辅助，再加上战矛的技能的攻击优势，才让他难以应付。如今面对刺客的单挑决斗，他不会输，也不可能输。对面，秦飞最后一次震出飞刃，依旧是向身后。下一秒，
秦飞展开前行，急速前冲。如果是正常对战，本特利绝不会随意出手，但如今只限一招，他胜券在握。在瞥见秦飞的身影波动出现在领域范围之内后，他毫不犹豫地劈出巨斧，怒嚎裂地，轰！漫天紫火随着巨刃战斧砸在地面，瞬息间，本特利前方近100米范围的大地被巨斧劈裂，紫火轰击在地面，反震弹飞，如同喷发的火山岩浆，毁灭一切。一招，本特利前方的区域就被劈进了炼狱，但他并未欣喜，因为如此范围的伤害并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数字。唯一的解释，对手根本没走正面来。哼，果真是胆小鬼。本特利又不是没打过刺客，自然知道对手最喜欢被刺。但是你太小看我族战士了。本特利在释放一击大招后，竟然没有任何技能后摇，转身举起巨斧，竟是能再来一击。无需探查，多年战斗经验下，他本能地感觉到了敌人就在眼前。事实也正是如此。秦飞此刻就在本特利面前，神色平静，丝毫不为对手连续的2个大招而惊讶。英雄，众神4转职业，完全觉醒，高等技能、强力技能都基础，他们可能领悟的甚至是伟大层次的技能。装备、宝石，多种效果的搭配之下，往往能做到常人做不到之事。他们的技能、战斗能力绝对是可以突破一些常识的。若是跟普通职业一样，又怎能叫英雄？所以，不管本特利能做到什么程度，秦飞都不会惊讶，没那个必要。从他同意决斗开始，他就已经是死人了。战士，要么是攻击决定胜负，要么是防御决定胜负。秦飞是战士，但也不完全是。在他这里，速度决定一切。本特利的连招是恐怖，但他第1招结束到第2招落地，时间太长了。唰！近100柄飞刃如倒悬一线的瀑布汹涌而来，背对飞刃的本特利毫无察觉。再说了，就算知道，他也没有防御的打算。噗噗噗！几乎一瞬间，100道飞刃将本特利贯穿切割。-142931，-370020暴击，-138,088，-167010，-332110暴击，-385540暴击。近100道伤害在本特利头顶腾空而起，依次爆出，最终汇聚出一个血色数字：1820万。阿娜雅看到伤害数字的瞬间，彻底呆滞。不可能！死！维穆尼跟瑞奇同时倒吸一口凉气，震惊的同时，却也暗自庆幸，幸亏是热血军团的本特利出战，否则这般伤害，他们任何一个都顶不住。好爷！南冰儿和林诗琪几乎同时欢呼出声。赢了！1000万伤害，本特利的血条眼看着就空了。直播间的买书的玩家正准备哀嚎，下一秒，本特利全身凭空爆出一阵紫红色的气血，本来已经眼看着打空的血条，竟然在瞬间恢复到了50%以上。林诗琪和南冰儿尽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远处的上官瑶更是气愤不已。上千万的血这样加，明显是耍赖皮，太卑鄙了。而本特利却是嘴角上扬，受死！秦飞眼见对方瞬间恢复，依旧没有动容。好战之勇的宝石他自己都有，敌人的军团长不可能没有。前行前释放，前行中回撤，果然是增加伤害的。开战前，秦飞就已经想好了爆发的方式，事实也确实如此。既然一次前行回撤解决不掉，那就再来一次。论速度，秦飞不知道对比对方快多少，闪电般出手，轰！刚刚入手飞刃当即反转杀回，-270020暴击，-112002，-104008，-241650暴击，-1200501，-117,200，二次反推，伤害增加50%左右。虽然没有前行高，但依旧爆炸。1120万，伤害蹦出的瞬间，本特利的血条当场归零，再强悍的身体也经不住连续2次这样的暴力打击。但作为热血战士，他绝不会轻易赴死。该死的东西，给我陪葬吧！本特利在死亡之际，竟还是挥舞出了巨斧，怒嚎裂地。秦飞刚才可是见识过这一招了，脚下一蹬，跳斩，砰的一声，秦飞在巨斧落下前，潇洒淡定地撤出了数百米开外。轰隆隆，大地龟裂，地火喷涌，战场再一次发出巨震。可是本特利却是没办法再追击了，在他身后，近100道飞刃再一次呼啸点头，从他身体内贯穿而过。这一次没有任何的伤害。热血军团长，魔族英雄，本特利怒嚎阵亡。系统公告：
龙国玩家飞天地越阶挑战成功击败130级热血战士，奖励声望 X50000，奖励金币 X5000，奖励稀有技能卷轴 X1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奖励史诗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地越阶挑战成功击败130级热血战士，奖励声望 X50000，奖励金币 X5000，奖励稀有技能卷轴 X1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奖励史诗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地越阶挑战成功击败130级热血战士，奖励声望 X50000，奖励金币 X5000，奖励稀有技能卷轴 X1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奖励史诗宝箱 X1。哎，又可以开箱子了。上官瑶看到公告，双眸都笑成了弯月。直播间内，卧槽，主播这不算啊，真不能算。飞天地赖皮，我说的，他都打2招了呀，肯定不算。主播你看好，别乱结账，不然我报警了。南边才不会理他们，直言道。本特利连续2次使用大招，都能算是1招，而飞天地的手从头到尾就抬了1次，结果这都能被你说成赖皮。游戏规则是你家定的吗？还是说你们想当众表演双标加无赖？死！直播间顿时沉默了。算下来，本特利那种肯定是利用特殊效果做到的大招双连，100%是算1招的。而飞天地那边，如果不看飞刃，只看他的手，从头到尾也确实只动了1次。变态啊！他是利用技能的效果先打了1段伤害，然后再使用技能刷2段伤害。切，人家魔族都能用效果来2次打断，这才刷个1段伤害，算是吗？魔族都没说赖皮，你他妈比魔族都急。现实中，所有国家负责众神的部门都乱套了，1天内2次挑战都赢了，大师不是他对手，英雄他也照杀不误。我的上帝啊，他真要当超人了吗？谁还能阻止他？再让他玩下去，所有游戏的奖励和资源都要被他一个人刷完了。霓虹，防卫上，快去问问漂亮国到底如何处理飞天地。如果继续这么玩下去，我们可支撑不到游戏中期就要崩盘了。漂亮国五角大楼，立刻向龙国施压，飞天地绝不能继续出现在游戏中了，否则直接开战。龙国东区基地，哈哈，从今天开始，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大小声。东方站就插站跳起来欢呼了。飞天地杀得好啊，拿下魔族英雄，横扫战场。这一波究竟要爆出多少装备呢？快快快，给我统计下，到底要多少人过去才能把装备全部背回来？第71章，热血沸腾，天赋魔纹。爹，你击败了魔族热血军团长本特利，怒嚎。你获得了208万点经验值，战场经验提升，你额外获得了208万点经验值。爹，你获得的经验值已出等级上限，溢出部分将在24小时后消失，你可以尝试使用经验类道具保存。经验竟然不保存？秦飞暗道一声，还好奖励给了新的技能卷轴，稀有技能卷轴。使用后，玩家获得的经验将全部注入卷轴中，最多积攒经验值1亿。卷轴经验储蓄完毕后，可用来提升技能等级。10点经验值兑换1点技能熟练度。卧槽，稀有卷轴竟然可以存上1经验。那另一张卷轴是什么？强力技能突破卷轴，使用后可将一个20级强力技能突破至伟大。给力！秦飞现在最关键的输出技能就是飞刃，本以为强力20级就到头了，没想到竟然还可以提升。当前状态的飞刃就已经是1000万秒伤了，如果再提升30级，晋升伟大。鬼鬼2个字，爆炸！最后一个箱子奖励，秦飞没动。罐子这种东西还是给留给小红手一会过来开吧。秦飞回到本特利的尸体旁边，你可是军团长啊，总得来点好东西吧？热血军团的装备该有飞刃能用的吧？还有热血军团的技能，随便来点都得是极品吧？嘿嘿，开摸。爹，你获得了史诗级战斧 X1， 你获得了史诗级腰带 X1， 你获得了稀有戒指 X1， 你获得了稀有魔纹 X1， 你获得了高等技能 X1， 你获得了稀有魔石 X1， 你获得了金币 X3200， 你获得了血魔石 X55。 卧槽，2件史诗装备外加高等技能，稀有戒指，稀有魔石。他甚至爆的都不是银币，而是金币，并且一下就爆了3000多枚，单单金币都价值几百万了吧？果然，真想一夜暴富的话，还是得砍 BOSS 啊！热血战斧，怒嚎，千年苦厄，热血不灭。战品级史诗，需求100级，攻击力1800，破甲1000，力量120，体质60，
热血状态下提升 30% 生命值，热血状态下提升 30% 攻击力，热血状态下提升 30% 近战攻击范围。热血腰带，怒嚎，千年苦厄，热血不灭。战品级史诗，需求100级，力量40，体质80。热血状态下提升 30% 体质，热血状态下提升 30% 元素魔法抗性，热血状态下提升 30% 攻击技能伤害。史诗套装，这属性真的变态，但是等级要求也是真的高。秦飞现在肯定是用不了，就算等级到了，大概率也是不行。热血军团的装备刚才真爆了一大堆，虽然没他们团长的好，但等级要求低，很快就能凑齐。关键是没有热血状态啊，属性无法生效，等于没有。要是纯看基础属性的话，也不一定比帝国军团的好。英灵守护，品级稀有，需求30级，全属性20，所有元素抗性 20%， 攻击力 20%， 防御 20%。这个可以，这个真的可以。秦飞看到全属性20点，眼睛瞬间就亮了，感动，终于有一件能用的稀有装备了。极品爆了一大堆，愣是找不到能穿的，这不是要死吗？防御、抗性、攻击、属性，我擦，完美！秦飞立即将戒指更换，整个人的心情都感觉好了一些。热血沸腾，高等，燃烧生命，每秒损失 1% 生命值，获得热血状态。生命值损失 1%， 攻击力提升 2%， 生命值损失 1%， 攻击速度提升 2%， 生命值损失 1%， 攻击范围提升 2%。 卧槽，真有这个技能？秦飞自己都没信心了。热血状态不管怎么看，怎么都像是魔族专属技能，根本就不是其余种族能学的。哈哈，这技能就算不配合热血军团的套装，也足够炸裂了啊！攻击范围，近战最需要的属性之一。秦飞的飞刃虽然能射得很远，但谁会嫌弃射得更远呢？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拒绝打到对岸的成就。学习，这必须要学习。该技能为魔族专属技能，天赋限制，无法学习。我就知道。呼，秦飞长吁了一口气。虽然之前就猜到这个技能人族不可能会，但你不要爆啊！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没看见，那就是能学。现在好了，希望破灭，剩下没什么东西了吧？魔石、魔纹、稀有血魔石，提升 50% 生命值上限，提升 500% 的生命恢复效果，持续360秒。我就说这家伙怎么比阿那亚肉这么多，2000万的血，变态了属于是。秦飞转头看向魔纹，天赋魔纹，品级稀有，汲取一个种族天赋，放置于魔纹当中，汲取的天赋品质不能高于魔纹品质。天赋空，秦飞愣愣地看着魔纹，硬生生研究了10几遍，还是感觉头皮发麻。靠！阿斯亚特，你个老六当年杀入魔族，是不是就为了偷这东西？炸裂！魔纹的效果实在是太变态了。汲取种族天赋，什么概念？这玩意真能改变一个职业的本质。魔族战士若不是有天赋，哪会有这么强？艾帕西亚大陆上那么多种族，你把他看家的东西都要抢走了，那人家还怎么出来混世啊？在看到魔纹之前，秦飞的目标就是把热血沸腾学了。在看到魔纹之后，秦飞已经在考虑用这个汲取魔族天赋会不会有点太浪费了呀？原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拥有魔纹之后，统统都不是问题。飞刃最的问题不就是缺蓝吗？那搞个法师种族的天赋不就瞬间解决了吗？如果天赋够好，说不定连抗性问题都一起给解决了。赢了！城墙上，亚伦和一众士兵不可置信看着战场。赢了！统领，我们真的赢了！呜呼！帝国万岁！英雄万岁！帝国军团的士兵在狂笑中禁不住流下眼泪。我们终于赢了！飞天地，阿兹特的英雄！帝国万岁！英雄万岁！与此相反，战场内的魔族战士全体沉默，他们愤怒，他们不甘，但输的并不冤枉。哪怕是在魔族，这也是一场没有疑问的决斗胜利。维穆尼和瑞奇面面相觑，眼里都是同样的茫然。战争到这一步，还要如何进行下去？还没结束，没有。阿那亚不甘地回头看向城门，刚才他的全力一击已经彻底打碎了阿兹特的城门，现在只需进城就可以拿下这座屹立100年的坚固防线。第72章，我做事就是这样，就是要绝。撤军吧，
维穆尼的语气不甘中带着更多的无奈。强行进城的时候，飞天帝不知道要屠戮我们多少战士，就算有一半可以勉强保下来，就算进了城，可我们已经没有了法师团，更没有侦破他前行的能力。单凭我们3个，还能守住阿兹特吗？瑞奇摇头道：“除非你能控制住他3秒以上，我才有机会杀他。只要他不死，我们就守不住。”唉，维穆尼早前想的是，拼最后的机会，强行进城，到时候他们4个展开领域，还可以抗衡对面的暗杀。可他不知道的是，飞天帝可以屠戮的这么快，不让本特利去阻拦他，依旧没有几个战士能进城；让本特利去拖延时间，结果他却在决斗中一招殒命。两难的选择，竟然没有一个是对的。我错了，维穆尼哀叹道。从他出现的一开始，就应该以他为战略重点，不惜代价，全力围剿，再配合法师团的攻击，起码还是有希望的杀他。只要他死，我们就赢，否则没有希望。阿娜雅在愤恨和不甘中狠狠瞪了秦飞一眼。撤军吧，为了斯拉克斯。维穆尼和瑞奇同时挥手，撤军。轰隆隆，剩余的魔族军团缓缓开拔。此刻的他们早已没有了冲锋的气势，此刻撤军等同战败。一个个魔族战士低着头，拖动着脚步，他们也不甘心，眼看的胜利就此丢掉，谁能甘心？可这就是战争。哦呼，赢了！滚蛋吧，丑陋的魔族！城墙上的帝国士兵忍不住狂欢。哈哈，飞天帝无敌！高城等一众龙国同样在欢呼，唯独那些来自漂亮国的玩家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该死 ！shit！ 龙国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强？他们一定是违反了众神的规则，违反了当初的协议。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是没有遵守当初制定的协议，这是对众神协议的背叛，更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背叛。哼！高城横眼瞥去，一群小丑。轰！一群漂亮国玩家心态瞬间爆炸。无耻！你们等着！全球这么多国家，绝不会让你们龙国的阴谋得逞的。每一个向往正义和自由的人民，都绝不会向你们这种邪恶势力屈服的。噗！哈哈哈哈！高城真要被他们这群小丑逗喷了。就在这时，秦飞一个人横在魔族军团的前方，冷冷道：“我允许你们走了吗？”阿娜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怒不可遏道：“你还要怎样？这场战争，你已经赢了。战争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秦飞神色冷漠：“但你们必须死！死！”维穆尼眼神彻底疯狂，别想再用决斗了，我们不会理你的。要战的话，我们会一起上。瑞奇拔剑附和道：“帝国和斯拉克斯虽然一直都在战争中，但有些事情你最好不要做得太绝，不然我们就算丢弃其余国家不管，也一定要将帝国彻底毁灭。”哼哼，秦飞笑了，不好意思，我做事就是这么绝。你，维穆尼等人彻底呆住了，他们可从没想过帝国中还有这种人存在。战争是为了领土和生存，彻底得罪一个国家和种族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我们如果要全力对付帝国的话，其余国家也很难站在帝国一边，甚至还有可能落井下石。维穆尼尝试解释，但秦飞则是根本不理，自顾道：“我说了，帝国和战争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们3个人想一起上也没问题，但是我一定会先杀光战场上的所有魔族。”说废话不是秦飞的习惯，若不是没有了法力魔石，他早就动手了。刚刚叫林诗琪回去取一点药剂，现在则是慢慢恢复一点。对面，维穆尼感觉自己要疯了。如果飞天帝要杀，他们3个拦得住吗？拦不住。如果飞天帝还要继续追杀，他们3个能活着回到魔族斯拉克斯吗？有可能，但更可能的是死亡。因为飞天帝拥有血域噬鹰兽，他可以随时追上，并且他还有前行。漫长的道路上，时时刻刻防备一个拥有秒杀他们能力的刺客，那绝对是一场噩梦，那是比地狱还要痛苦的噩梦。就在他们陷入绝望，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身后的阿兹特关隘中，一发犹如太阳般的刺目的光球缓缓升空。深夜瞬间明亮，更甚白昼，一切黑暗，无所遁形，光明叫停。维穆尼悍然转身，目光在看到城墙上的瞬间，瞳孔巨震。圣殿骑士团，他们怎么会死？该死！一瞬间，维穆尼想明白了，随即却是无限的愤怒，是阴谋。这场战争从头到尾都是帝国的阴谋。瑞奇更是绝望地闭上双眼，早该猜到的，帝国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放弃阿兹特？从飞天帝出现之时，我们就该明白的，帝国所谓的叛徒，所谓的合作，所有的一切，
恐怕都是一场阴暗的谋略，就是为了此刻将我们绝杀在此。嗨嗨！秦飞听到如此绝望的发言，真差点喷出来。圣殿骑士团的到场，其实自己比他们还要意外。说实话，看到圣光的一瞬间，秦飞就准备好腹背受敌了。这群家伙大概率不是来帮忙的，如果是帮忙，没必要发那种程度的圣光，摆明了就是要限制自己的前行。虽说技能刚刚升级过一次，可强力前行到底能不能无视那颗明显比之前威力更大的圣光法球，一样是未知数。没办法，光与暗的克制关系实在是太凶了。都怪我！阿娜亚浑身颤抖着，流下痛苦的眼泪。斯拉克斯之光，从未像此刻一般暗淡过。若不是因为我的大意丢掉了芬克托，你们还有活的机会。若不是我把你们全部叫来，也不至于落入陷阱。若不是我，帝国的阴谋绝不如此轻易的得逞。就算军团会损失一些实力，但帝国也必须同样付出血的代价。他的绝望和痛苦远非其余两个能比。下一秒，他的目光迎上秦飞。帝国赢了，你赢了，你的所有要求我都可以答应，只求你能放过我的战友和族人。第73章千万声望，帝国英雄。阿娜亚、维穆尼和瑞奇同时露出震惊的神色。下一秒，二人同时暴喝出声：今日就算战死也不能投降！斯拉克斯之光绝不能接受这样的羞辱。帝国人有多卑鄙，你也看到了，怎么能相信他们？阿娜亚已经想清楚了，一切都是我的错，就让我独自承担吧。他的目光紧紧看着秦飞，他在等待宣判。秦飞一样需要思考，圣殿骑士团的出现带来的变数太多了。自己杀了圣光骑士努克，再加上一个希维纳斯从中操作，教廷100%跟自己是敌对状态，没有任何缓和的可能。至于魔族，杀了就是钱。简单说，自己跟魔族只有利益关系，并没有无法缓和的敌对关系。所以只要利益符合，那一切都可以谈。白丽，圣殿骑士团你了解吗？秦飞私信问道。那是只属于教廷的骑士团，内测时从未听说过这个骑士团的任何行动，但传闻中应该是帝国最强的几个骑士团之一。东方白丽很快回复道。都是大师？秦飞反问。不清楚。东方白丽犹豫道，我所了解的是，但凡圣殿骑士团参与的战斗，没有败绩。好，不用说了。秦飞现在就算没有前行，也不会惧怕大师级的圣光骑士，但对面来了一个团，都是大师，不好对付是肯定的。更麻烦的是，教廷的光之屏障对远程技能的防御几乎是无敌的。之前见识过一次，箭矢和魔法都射不进去，那飞刃大概率也进不去。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强杀魔族还是强杀圣殿骑士团，可能性都非常低。如果再让骑士团跟魔族解释清楚，双方继续合作，那对自己来说就是最不利的局面。秦飞转眼分析完毕，直接道：你留下，并且向我做出不可逆的保证，那他们都可以活着离开。扑通！阿娜亚没有任何犹豫的单膝跪地，双手奉上一枚闪烁淡金色光芒的纹章。我阿娜亚破碎之矛，在斯拉克斯之魂的见证下宣誓，只要维穆尼、瑞奇以及剩余的军团战士可以活着回归斯拉克斯，我就将永远臣服在您的脚边。爹，阿娜亚破碎之矛有条件向你臣服，是否确认收为随从？好。秦飞点下确认，随即冲着维穆尼等摆手，你们可以走了。你维穆尼的脸上并没有侥幸存活的欣喜，反而只有愤怒。阿娜亚，你的行为让每一个斯拉克斯的臣民都感到不耻。呸！懦夫，我没有你这样的战友。维穆尼毅然决然的唾弃，并没有让阿娜亚太过伤心，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回去吧，我没有资格让你们替我复仇。希望下次你们可以小心一点，不要再被帝国的谎言欺骗。瑞奇看了一眼身后，帝国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斯拉克斯绝不会容忍任何的欺骗和背叛，绝不！所有魔族战士在他们的命令下继续撤退，但他们看向阿娜亚的目光里只有不耻和鄙视。结束了，魔族撤军，战争结束了。城墙上的帝国守军喜极而泣。这一场帝国明明已经崩溃，眼看即将败亡的战争，最终却是以魔族英雄的投降和撤军作为终点。没人敢相信这个结果。亚伦、帝国士兵、高城、众多玩家，乃至于匆匆赶来的希维纳斯和圣殿骑士团都不敢相信这个结果。他竟然一个人就击退了魔族军团？开玩笑吧！希维纳斯从未想过魔族会输，双方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魔族4大军团，4位英雄级军团长，大师级统领有数十位，
法师团规模上千。帝国2个军团没有军团长，统领所剩无几，法师团更是早早被抽调的不足300。当然，这些对比其实没有意义，因为真正左右战争胜负的其实只有一个人——飞天帝。希维纳斯看向战场，心中暗道：最后的机会，现在利用圣殿骑士团，或许还有杀他的希望。下一秒，战场内所有人耳边响起提示：战场公告，第7次阿兹特战役结束，帝国胜利。军团声望开启结算，军功排行榜公示：第1，飞天帝龙国1120万；第2，秦诗诗龙国150万；第3，摇到姐姐怀里龙国110万；第4，白丽龙国110万；第5，法爷就是强龙国2.3万；第10，高成龙国0.5万。除了秦飞队伍成员外，其余玩家获得的声望基本都是5000的基础奖励。战场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帝率领的队伍斩杀魔族英雄，成功扭转战局，独自击退魔族军团，功勋赫赫，全员奖励声望1万，全员奖励军团声望100万。龙国玩家飞天帝功勋卓著，单场战役获得声望超过1000万，特别奖励史诗称号帝国英雄。史诗称号？秦飞立刻点开称号面板，帝国英雄，阿兹特的守护者，品级史诗，全属性提升100点，物理和魔法攻击力提升 30%， 攻击和施法速度提升 30%， 移动速度提升 30%。 当阿兹特的守护者处于阿兹特防线时，生命值和魔法值提升 100%， 所有属性提升 10%。 爆炸！这属性直接就是一手爆炸。秦飞更换之后，即便不开任何状态技能，都比之前最强状态还要强。如果再开技能，真不行，回头再把维姆尼跟魔族军团刷掉吧。就这属性，秦飞觉得就算顶着圣殿骑士团也能给他们刷干净。至于阿娜雅，她这回功夫还跪在前面呢。秦飞忽然想到什么，开口问道：帝国中跟你联络的是谁？第74章利益均沾，那不如自由贸易。主人，这件事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阿娜雅疑惑不已地抬头道。秦飞眼眸一横：我什么时候允许你反问了？属下知道错了。阿娜雅知道自己的身份，虽然有些不习惯，但总会习惯的。属下没有见过帝国中的联络人，双方一直是通过信件联系，而这些合作则是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甚至是我在抵达阿兹特之前。所以这次对方提出计划时，我们早已放下了全部戒备。呼，由此看来，帝国谋略之深远，实在令人惊叹。拍马屁，你是驾轻就熟啊，但可惜你拍错了地方。秦飞一点都不领情道：信件也是需要联络人的，谁接手的？谁给你们的承诺？信件是在防线中的一处隐秘点交换的，对方提前使用刺客放置，我们跟踪过，但不能跟进阿兹特，所以也没有多少意义。阿娜雅继续解释道：至于合作的建立，大概是在3年前，对方从未失信过，期间也从未要求我们付出什么。唯一知道的，对方在帝国内身居高位，能够轻易调走军团长级别的英雄。这次的约定是尽力放开阿兹特的防御，而我们拿下防线后，进攻至圣卡尔斯外，随便战斗一场再撤退即可。至于后续，我们是否进攻别的城市，对方并不关心。隐藏的这么好，秦飞有些惊讶。看来帝国的叛徒真的很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那这一切的意义呢？就是为了把阿兹特送给对面？不会啊，从阿娜雅这里得到消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纯粹的利益合作。那就是为了抹黑菲尼斯家族？可代价也太大了一些吧。阿兹特防线的战略地位其实非常高，这里失守，帝国南部的几个行省都可能受到威胁。兑换下来，菲尼斯家族不会因为一个叛徒就彻底崩溃，而100年时间建立的防线却是实打实没了，怎么算都是亏。当然，秦飞并不了解官僚的作风，也许他们就喜欢这么干吧。这回功夫，林诗琪落地，东方白丽他们也都赶了过来。李总，任务完成了吗？先看住战场，这些装备不能让其余玩家染指，尤其是外国玩家。东方白丽一点没有放松警惕，整个战场的装备价值无法估量，别说普通玩家，别说工会，就算是国家也会眼红。城墙上，圣殿骑士团的格兰尼斯此刻神色严肃，他现在是帝国英雄，没有帝国的许可，肆意对帝国英雄进行攻击，恐怕要在整个帝国内掀起无法预料的风波。现在要如何行动，已经不是你和我能决定的了，还是请示主教之后再定夺吧。帝国英雄这个称号不是刚刚奖励的，死！声望和称号
竟然有如此大作用。希维纳斯从没想过，向来无所顾虑的圣殿骑士团会因为一个称号、一些声望而有所忌惮。看来，不管是现实还是众神，都要重新考虑了啊！秦飞等了一会，也没看圣殿骑士团或者希维纳斯有任何动作。上官瑶在跟雪玉试阴兽玩了好一会，终于想起来，哥哥箱子好像还没开呢。哥哥，林诗琪第一时间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他记得很清楚，秦飞没有妹妹的呀。可就这一个神色的变化，便被东方百里抓在了眼里。诗琪，你是不是认识飞天帝啊？没有。林诗琪顿时一个机灵，结巴道。秦飞见状，心里是直摇头。林大班长的演技也未免太差了吧？是这样吗？东方百里美眸中闪过一抹狡黠。可是我看你们貌似很熟的样子呢。说话间，还不忘将林诗琪拉到一边，刻意避开秦飞的视线。李总，你真的误会了，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飞天帝呢。林诗琪缓过神来，演技明显有所增长。飞天帝帅吗？东方百里直言道。噗！林诗琪一个没绷住，当场喷了出来。不帅，那个他一点都不帅的。可为什么我看飞天帝就很帅呢？东方百里心里暗笑，小姑娘就是小姑娘，2个字，拿捏。啊，是吗？林诗琪一副惊讶的模样。嗨嗨！东方百里清了清嗓子，压低声线道：诗琪，你知道你现在是众神排行榜第1吧？林诗琪连连点头。你是别人推荐过来的，你也知道众神的重要性，所以你该明白众神等级排行第1的重要性。是的，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小心没有用。东方百里轻哼叹道：世界第1这个皇冠有多重？单单过去2天，就至少有几百名特务想暗杀飞天帝。他在游戏里无敌，可现实呢？也能无敌吗？咯噔！林诗琪的小心脏立刻就不争气的狂跳起来。你知道反馈现实，飞天帝也许反馈了一些属性，但依旧不够无敌吧？东方百里一副满是关怀的目光，将林诗琪拉进怀里。连飞天帝都不能无敌，都有危险，更何况你呢？你的身份隐藏了吗？你身边足够抵抗多国暗杀的力量吗？3句话，林诗琪彻底慌了。厉总，我的身份跟很多人都说过，我也……别怕，东方百里轻柔安抚道。你知道我身份有些特别，所以在现实中，我身边一直有3个加强连的暗中保护。林诗琪是知道这点，可是那是李总你的，我们2个人要不认识就算了，既然认识，那就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东方百里直言道：我跟一起住，自然可以顺便保护你。这样最好了。林诗琪的顿时放心来，谢谢李总的照顾，我实在是不知道说才好。没关系，你进了公司，大家就是姐妹嘛，姐姐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东方百里心里一阵得意，拿下。那你先下线准备吧，我一会就到。阿莲，一会就到。林诗琪突然感觉哪里有点不对，但是说不上来。龙国基地，战帅，紧急会议。东方战抠脚趾都知道是什么事，那群狗东西坐不住了吧？也是，开服3天就能斩杀魔族英雄，若是再给他点时间，恐怕真有可能逆天斩神。说话间，视频会议在办公室内开启。画面中，漂亮国、不列颠、霓虹、高卢国、枫叶国、韩国 G20 国家全员到齐。啪！霍尔德将军直接将众神协议拍在了桌上。龙国，你们竟敢公然的违背协议！砰！东方战当即拍案而起，怒道：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拿着张废纸跟我大小声？废纸！霍尔德当场就要气炸了。你敢说众神协议是废纸？协议生效，智能全面接管，不论开放后的结果如何，所有国家均不可有提出任何异议。东方战丝毫不慌，有条不紊道：这玩意签完就没有任何的约束力，老子拿它上厕所都嫌它拉屁股。你太无理了。霍尔德知道这是废纸，但他除了废纸什么也没有。霓虹防卫大臣长井士二见状劝道：协议终究是协议，里面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发展与和平。但是龙国现在的所作所为明显破坏了协议的初衷。我代表霓虹对龙国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愤慨。如果你们继续一意孤行，那我们将采取一切抗议采取的措施，直到协议的初衷得到施行为止。东方战脸色一沉，冷喝道：你想开战啊？好啊，来啊，那不如现在就打，信不信露头就给你秒了？你别以为我霓虹会怕了你龙国。长井士二的面孔瞬间扭曲，说话间小眼珠还在不停地向霍尔德那边偷瞄。龙国，你现在是打算开战是吧？霍尔德狠狠道。好啊，那你就先准备好，跟 G20 全员开战吧。
哈哈！东方战大笑间，冷眼横扫。你们以为一起上我就会怕？有本事就来试试！死！G20成员国的代表顿时被这句话震得不轻，但印地的国防部长却是兴奋了起来。Good， 我印地愿意率先参战。不列颠的 MI6局长眼看局势不对，当即劝道：“那个，大家都先冷静一下，其实不过是众神一名玩家引起的小误会，我看完全没必要搞成世界大战嘛。”是啊，是啊，都冷静一下。枫叶国防部长在后面附和道。啪！霍尔德第一个哼道：“除非龙国将阿兹特战场的收益与 G20成员分享，否则只有开战。”嚯，还真是看了钱才来的啊！几千件军团套装，眼红了是吧？知道，你们也就这点出息了。其实，东方战有那么一瞬间，还以为他们改姓了。100年了，还他妈跟老子玩利益均沾？好啊，想利益均沾，那你们先把国门打开，让老子自由贸易啊！第75章，跟美女总裁合租是什么体验？龙国基地会议结束，战帅，他们真能同意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啊？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大国可以拒绝自由贸易的诱惑，周围人的嘴角此刻已经比 AK 还难压了。扯淡，想想都没那么简单。东方战自己也没想到，那群老海盗竟然会答应的这么干脆。是装备的价值太高，还是自由贸易的保护力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不确定，但这件事真不是他能决定的。只要能自由贸易，别说1000件众神的装备，就1万件，龙国也会毫不犹豫地交易出去。但这些装备的决定权并不在他，也不在龙国。阿兹特防线城墙上，秦飞看着军方的队伍在外面打扫战场，人多就是力量大，看样子不需要1个小时就能全部结束。飞天帝，恭喜你成为帝国英雄！希维纳斯走过来恭贺，仿佛之前的战斗根本不存在一样。秦飞眼眸一转，冷冷道：“你们是因为帝国英雄才没有动手吗？”飞天帝真会开玩笑。希维纳斯心平气和道：“抛开教廷的身份不谈，作为玩家，任何的竞争不过都是为了利益而已。既然破戒石的生意谈不了，那我想装备的交易你一定会感兴趣的。”秦飞连1秒都懒得考虑，滚！你，希维纳斯准备了半天的话术还没展开，谈判就结束了。你会后悔的，一定。秦飞冷眼横去，你现在要等级没等级，要装备没装备，杀了也没有任何价值，不然你以为你能站着跟我说话吗？再废话一句，圣殿骑士团都保不住你，我说的。你，希维纳斯气的身体都在发抖，这辈子从没有人敢跟他这么说话，现实中不可能有，众神之中有着教廷身份的保护更不可能有。如今他身后站着的可是帝国最强军团之一的圣殿骑士团，不管谁说这句话，他都会要对方血溅当场。可飞天地平偏偏就是那个例外，他是个疯子，他真干得出来。希维纳斯已经死1次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眼下这种关键时刻绝不能再死1次。飞天帝，我会记住这句话的。希维纳斯狠狠地咬着唇角，转身离开。秦飞根本不关心他要干什么，教廷要干什么也不是现在要考虑的，关键是任务。阿那亚的存在最多只能证明帝国确实出现了叛徒，除此之外，他的出现对任务本身也没有更多的意义。当然，自己若是去魔族领地的狂野之森，阿那亚应该是个不错的向导。另外，帝国的声望已经刷了很多，不能再随意丢弃，否则代价就有点沉重了。还有一点，从军方源源不断增加的人手就可以看出来，玩家已经在大规模的离开新手村，进入城市。从这一刻起，全世界全人类在众神之内竞争其实才真正开始。自己在阿兹特战役中获得的装备是第1桶金，也是未来的基石。如果真缺钱的话，自己卖点金币也就够用了。至于这些装备，根本就不用出售，也不能出售。别说国外势力，就算是龙国军方，自己都不会卖。这种决定都不需要太高的眼界，也不需要任何的推理就能判断。只要知道一点，众神能够让所有国家、所有势力疯狂的无脑投入，那就够了。众神中获得的实力和地盘，远比现实中增强实力和增加地盘来的重要。白里也说过，现如今银币、金币的价值其实是远远高于兑换价的，只是普通人无法开发，才会大量出售。不管如何，先想办法建立工会再说。秦飞总不能每次都让白里的人和军方的人帮自己打扫战场吧？奥拉乌纳的任务必须完成，帝国之殇也是一样，因为这是能够接触到帝国高层的任务。如果完成，其收获
绝对足以让自己在众神中获得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的实力。哥哥瑶儿困了。上官瑶在旁边揉了揉眼睛，迷糊糊道：“战役结束后就没限制了吧？抓紧下线睡觉，一会天都亮了。”秦飞刚才看林诗琪和白丽都已经下线，应该是处理公司的事情去了吧？才不要，箱子都还没开呢。上官瑶想到这里，顿时又来了精神。靠！看你年纪不大，毒瘾却是不小啊！秦飞也不管小丫头的撒娇，搓着她的脑袋就给按下线了。秦飞自己也准备下线。阿娜雅虽然是魔族，但现在她是随从，有证的，所以可以在帝国自由活动，让她自己去开个旅馆休息，等自己上了再联系。接下来最要紧的就是2次转职，飞刃的消耗问题必须解决，但无罪之影的任务只有去问阿斯亚特才知道。可惜老头的生命按秒算，只有等明天带着天赋魔纹一起找他吧。若是时间不够用，还有盗贼的极意可以保底。至于狂暴战士的2转路线则更明确一点，只要带着阿娜雅找到生命果实，再回去交个任务就行。一个是去魔族领地，一个是去死亡沼泽。秦飞不确定奥拉乌娜是否活着，所以只能先去死亡沼泽，就算有2转任务也得延后。事情有点多，而且都有点急。下线。秦飞并不困，洗个澡吃点东西就能上线。舒服。秦飞冲完澡裹了条浴巾出来，正准备下楼，楼下便传来林诗琪的声音：“李总，你先坐一会，我给呆子，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客气，这里毕竟是我家，我还是挺熟的。东方白丽一点都不客气的推门，大大方方的走进了秦飞的卧室。秦飞愣住了，一袭薄款的黑色风衣，一双修长到令人惊叹的双腿，半透的黑丝在灯下折射出油色反光，再加上一字的抹胸包臀裙和黑丝间形成的绝对领域，足以任何男大学生喷血。卧槽！秦飞暗道一声，得亏现在的身体素质远非人类能比，勉强还算控制得住。这是我的卧室，你知道这里是我家吧？说话间，东方白丽的美眸止不住的打量。嗨，现在的大学生都有8块腹肌吗？秦飞一脸黑线，房子我已经花钱租了，你那天当场不毁约，现在又跑过来干什么？第76章，房东先生。大，东方白丽的红底高跟鞋一步一步踏在地板，直直走到浴室门口。你的小女朋友现在可是众神等级排行第1名，身为老板，我肯定需要保护员工的安全呀。秦飞刚才在游戏里就看他们2个窃窃私语，但总也没想到最终是林大班长把自己出卖了。他跟你说什么了？东方白丽双手负后，昂首挺胸的再进一步，微笑道：“你别乱猜哦，世纪那里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跟他比较投缘，不想看他遭到别国势力的暗杀，才过来保护一下他而已。至于房子，我租1间就可以了，放心，会给钱的。”死！不是秦飞的眼神非要向下，而是雪山就在眼前，占据了几乎的视野。秦飞皱着眉心，向后退了2步，回到浴室。我差钱吗？东方白丽闻言，美眸之间反而闪过一丝狡黠，2步急追，贴上来道：“那样正好，最近公司的财务非常紧张，我真没有钱交租的呢。房东先生，你看我能不能用别的办法交租呢？”啪嗒，东方白丽反手一带，竟是将浴室门关了起来。干嘛？秦飞这辈子不是没吃过亏，但从来没吃过这种亏。东方白丽这模样，明显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还装？老子还能被你威胁了不成？下一秒，秦飞伸手一推，顺势掐住了对方的下巴，眼中透出阵阵凌厉。可不等他开口，东方白丽便昂起脑袋，红唇轻启：“哼，男人，你是在玩火？”卧槽！秦飞瞬间语塞，搞什么东西啊？你抢我台词？咯。东方白丽见状，禁不住爆出一阵浅笑，眼眸向下：“尸体就在楼下哦，你怕了吗？”我怕什么？秦飞不解，沉吟道：“我现在火气很大。”哼。东方白丽斜靠在门后，屈膝抬腿，美眸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道：“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噗！笑死！哈！秦飞现在也懒得再演了，松开对方的下巴，轻斥道：“你知道我是谁吧？你知道1000点体质是什么概念吗？还没有子弹。哼，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无 CD 加特林？”呼！东方白丽轻呼几声，房间内的水汽尚未消去，温度本就有点高，再喘气的话，温度就更高了。嗅，什么味道？这么香？不像是洗发水，好像也没有哪个男人会用奶味的沐浴露吧？东方白丽有些疑惑，但身后的风衣却是有些挂不住了，站得有点麻。东方白丽刚想起身，便觉双膝一软，不由得跪坐下来。混蛋！我会输。
哼，欺负我是小姑娘吗？我只是没吃过猪肉，但不是没见过猪跑。什么无 CD 加特林，我就赌你今天不敢开枪。林诗琪就在楼下，他怕什么？长这么大他就没输过。东方白丽的瞳孔瞬间放大。半小时后，厉总可以下楼吃饭了。林诗琪喊道。噗，可嗨嗨，来了来了。东方白丽狠狠地瞪了秦飞一眼，随手拿起墙上的毛巾，对着镜子仔细地擦了擦嘴角，这才匆忙下楼。靠，那是我的毛巾！秦飞暗骂一声，无奈地将跟了3年的毛巾丢进垃圾桶，换身衣服下楼。桌上已经摆好了2碗面条以及煎蛋和培根。你怎么也下来了？林诗琪嘴角扬起，还好我多准备1人份的，一起吃吧。东方白丽现在老实了，闷头咀嚼着培根，一声不吭。秦飞则是直接干饭。味道怎么样？好吃吗？林诗琪开口问道。好吃，奶香味的东方白丽随口道。奶香？林诗琪皱着眉头，夹起一片培根送到嘴里。不会啊，我明明放的黑胡椒呀。噗，嗨嗨！东方白丽连忙改口道。不是，我刚才喝了几杯牛奶。哦，林诗琪点头道。厉总那牛奶还有多的吗？我昨天出门忘了买。没。东方白丽美眸幽怨地横了一眼秦飞，道：刚才一口气全喝完了，有点撑，你还是找秦飞吧，他可是多得很呢。啊？林诗琪可不记得秦飞有买牛奶的习惯，他连房间都是自己收拾的，根本就没看见牛奶啊。秦飞一脸黑线。好，厉总，你非要这么玩是吧？下次能放过你都算我输。吃饭，我一会还要上线。吃完饭，林诗琪忙活一天，已经困到眼皮打架。厉总，没事的话，我先睡了。去吧，东方白丽主动道。这里真是我家，不用跟我客气的。好像有点道理。林诗琪想通了之后，也不纠结，跟秦飞打了招呼，直接上楼睡觉去了。东方白丽看他上楼，终于叹道：你的身份暂时没有问题，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秦飞直接道：你搬出去，我会放心一点。哼！东方白丽轻嗯一声，翻眼道：没必要这么担心吧？难道还怕我吃了你啊？卧槽！什么情况？秦飞眉心一竖，你要是没吃饱就直说。啪！东方白丽直接将500毫升的牛奶杯往桌上一拍。房东先生，请给我续一杯好吗？我就赌你今天撑不死我。第77章，协议若是有用，还要拳头干吗？好，绝了！你这种赌法，不输的倾家荡产都是奇迹。瑶儿那种撑死了是个赌鬼，而你这种简直就是赌怪。2王4个二挂手里都能找到那唯一输的方式。秦飞摆手道：再见，我今天很忙的，没时间跟你胡闹。东方白丽闻言起身道：没闹，说正事。你的正事就是续杯。秦飞反问道：对。东方白丽刚点头就连忙摇头：不对，是游戏里的事。你这次收获的军团装备，龙国希望全部收购，钱不是问题，你开就好。我只是传话的，具体你自己决定。秦飞知道他说的什么，但装备不是军方收购吗？东方白丽解释道：装备是龙国要的，收购后具体怎么处理，连军方也决定不了。你大概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几千件军团装在游戏前期基本就属于核武器了。G20所有国家是所有，全部联合起来要求我们平分装备。哈！秦飞笑道：他们在沉浸在100年前的列强梦里，还没醒吧？这种事开什么条件也不可能答应他们。哎，东方白丽眼眸一亮，还真有条件可以答应。自由贸易。秦飞脱口出道：他们是能卖芯片还是卖光刻机，外加再降低我们工业品关税，再降低汽车关税吗？这你都能猜到。东方白丽反倒惊讶了，靠我好歹是个大学生吧？秦飞直接摇头道：不用想，装备不卖。为什么？东方白丽不解道：这可是100年来从未有过的优厚条件，一旦打开他们的国门，自由贸易，我们就能把他们的工业体系全部打爆。你不知道，龙国的电动车在外面的关税都要超过30%了，即便税率拉到100%，他们也不会放心，还是会考虑全面禁售龙国电动车。呵，秦飞笑了，我不是说龙国打不爆，而是这种离谱的条件，狗都知道是假的。你别说签协议，只要装备交易是一次性的，你打算拿什么去保证他们不撕毁协议？难道开战吗？东方白丽咬牙道：肯定会。那不如直接打。秦飞反正不考虑，你要是问一个大学生，他肯定会告诉，国门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拳头打开的。协议？如果靠协议就能打开别人国门，那还要拳头干什么？死！东方白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道理是没错。军方和龙国一开始也不信，但谁叫他们信誓旦旦的拍胸脯保证呢？只能说条件太诱惑了。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漂亮国他们只要装备到手，就会极大的强化前期攻坚实力，而往后的全球竞争又基本都集中在游戏里，所以这个交易直接就会让龙国在游戏里的强大优势荡然无存，并且还会在游戏里给自己培养出了10几个有力竞争对手。可是东方白丽沉思道，几千件装备你用不完，总是要出售的，卖到外面几乎就等于卖给漂亮国。一开始的众神协议里，漂亮国拿到了极大的汇率优势，凭他们的资金体量完全足以收购众神前期的所有极品装备。秦飞本想说就算丢仓库里落灰也比出售来的更好，毕竟自己现在分身乏术，就算要建立工会也没时间去管理，更别说经验和人才上的匮乏，连前期的展开都会遇到无数问题。但这一切在看到东方白丽之后好像有了选择。你想干嘛？东方白丽被盯得有些不自在，双颊倏地绯红。我在想。东方白丽娇躯一震，顿时紧张道，别，诗琪在楼上还没睡着呢。秦飞无语了，我在想，你跟军方到底什么关系？你的公司是属于军方还是你自己？呼，东方白丽这才缓了一口气。男大学生不可怕，但1000点体质的男大学生真的太可怕了。说实话，到现在他的嘴还是骂的。我父亲在军方工作，刚好负责众神项目，至于我本人已经退役2年，而公司则完全属于我自己，所有投资都是来自母亲的遗产，跟军方也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也没有任何性质上的合作。秦飞知道这些就够了。公司估值多少？东方白丽美眸一转，哭笑不得道，估值都是假的，会计事务所估算出来有20亿，但实际资产只有2亿，其中账目现金1亿多，未付账款2000多万。卖吗？秦飞直截了当，按估值算。东方白丽瞬间愣在原地，不是认真的吧？秦飞把情况大概解释了一下，东方白丽顿时便明白了，美眸更加幽怨地横了他一眼。你要买我的公司，还要买得我人？肯定要人啊！秦飞摊手道，你不能指望大学生自己创业吧？那不是坐等亏掉裤衩。再说了，我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哼！东方白丽一副不相信的模样，我看你的精力可是充沛的很呢，一点都不耽误的。靠！秦飞俯身一探，便将东方白丽拽了进怀里。东方白丽再一次瞳孔巨震，身体若是瘫软到无法动一根手指。你疯了！哈哈！秦飞差点笑抽过去。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东方白丽真不知道刚才哪来的勇气，但最起码刚才他有林诗琪做后盾呀。可现在底牌出尽，人家根本不带怕的。秦飞直接道，俗话说阎王不差恶鬼，总要让人吃饱才好叫人干活呀。我吃饱了，真的。东方白丽极其诚恳地说道。你觉得没用，我觉得。第78章20亿公司全面收购。1楼客房，秦飞洗完澡出来，神清气爽。外面天色大亮，游戏里最麻烦的事情搞定，其余再赶也不是今天。索性先去买车，顺便等下游戏仓和盗贼极易的 CD。李总，你今天休息吗？东方白丽拧着眉心，小心地对着镜子补着口红，怨道：小混蛋，2个小时，整整2个小时，你就不能换一下吗？秦飞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貌似是你自己非要赌的吧？再说了，担心受伤影响工作的也是你吧？东方白丽瞬间哑然，一对美眸几乎能凝出水来。太恐怖了，这就是1000点的体质的含金量吗？简直就是战神。其实不管刚才换哪里，他都不可能动得了一根手指头。现在嘛，除了涂个口红都会疼以外，也就是吃得太饱，实在不想动。是，人家已经知道错了。东方白丽咬着红唇投降道，下次请房东先生去找别人租好不好？诗琪就在楼上的，他已经不打算再要强了。小诗琪看起来柔柔弱弱，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难道这种事情还有天赋可以讲的吗？没事，你要自信，你是最棒的。秦飞鼓励道，等几天把等级拉起来，我再去搞点体质装备，这样你就能用破戒石了。啊！东方白丽娇躯一震，感觉灵魂都要出窍。不好吧？破戒石那么宝贵，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好了。秦飞，我看你就很需要。东方白丽忍不住翻了他一个白眼，暗道：哼，明明是你自己需要才对吧？若是不用破戒石，就算加上诗琪，2个人一起，恐怕也不够你折腾的。东方白丽没来由的俏脸一红，连忙将秦飞推了出门。那你要多努点力才行，
我身体差，最少要10颗破戒石才行。1000点体质的装备确实需要。百里和诗琪他们都是不加体质属性的，要抵达1000点，其中等级最多凑个几十点，技能也许可以凑几十点，但很难。所以他们的体质属性都要从装备和宝石上找。这样算下来，全套稀有的体质装备还不够，至少还要几件史诗，而史诗的等级要求又太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很急，秦飞暗暗记下，一会找机会问阿斯亚特。片刻后，秦飞带着东方白丽出门。收购事宜刚才已经谈好，现在就是去办个股权转让手续。秦飞1分钱不出，全面收购东方纵横。东方白丽继续担任总裁，年薪管饱就行。他负责现实中招人以及游戏中的工会建立，秦飞负责当甩手掌柜，该出钱出钱，该出人出人。第一步，先把手头的装备利用起来，大概几百人团队就够了。这些秦飞根本不需要管，反正让白丽会管好的。他是部队出身，老爸底子又够硬，什么都能查得清楚，断不会让任何的魑魅魍魉混进来。秦飞若是自己搞工会，单单一个背景审查就能把头皮抓麻。1个小时后，东方白丽看着已经不是自己名字的公司，心底不由得叹了口气，真是冤家，才不过1晚上时间，我竟然就把自己卖了，关键是好像还没收钱。算了，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得吃饱。东方白丽想起来道，目前游戏中的装备已经都整理完毕，我们现在回去。不急，先给你换个车。秦飞有驾照，白丽身体不行，自然不会让开，现在直接导航保时捷 4S 店。你这个车的牌照有点扎眼，暂时别用了吧。东方白丽解释道，我的车在修，刚好老爸最近都在基地，他用不上，我就拿过来开几天。说到这里，东方白丽忽然顿住，惊呼道，你该不会那天见面就知道是我了吧？你就说你有没有查吧。秦飞真是服了，我都吩咐林大班长别乱说了，结果你不是还是知道。哼，东方白丽不由得意道，他还小嘛，明显是藏不住的事情的。保时捷 4S 店，美女，这是全新一代帕美，目前店内刚好有一台现车，就是选配有点高，总共选了大概48万，裸车170个左右。销售面前的美女戴着墨镜，豪爽道，就他吧，刷卡。现在的人买车比买菜都容易。秦飞刚刚到店就看到这一幕。东方白丽闻言却是笑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赚钱的速度比收菜还容易？有吗？当前一件普通的军团装市价50万以上。东方白丽肯定道，魔族军团装起码100万，不计算更贵的首饰、技能、稀有和史诗装备的话。你1个晚上刷了大概80多亿。噗！秦飞自己都不知道刷了多少，现在一听差点喷出来。东方白丽算完又补充道，抱歉，这还是市场压低后的单件价格，全套价值是翻倍的，再有大批量交易的话，价值还得再翻倍。如果考虑战略价值的话，那直接就没法计算了。嗨，东方白丽正经道，更正一下，印钞机都没你这么夸张，几百亿的现金，别说漂亮国，就算是国内一些势力都能砸得出来。可问题在于，军团装目前有价无市，单件还好说，成百上千的交易数量根本买不到。秦飞暗暗点头，估计都是时间价值，再过几天玩家大批量的狂刷军团任务，到时候装备想卖几千块都难。时间无价，哪怕出售装备，仅仅会让其余势力快一点发展，秦飞也不会选择卖，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只要别人发展不起来，那自己就可以随便发展，到时候不管刷点垃圾出来，都能卖他们天价。销售呢？秦飞直接问道。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秦飞伸手一指刚才没订走的帕美，除了那辆以外，所有100万以上的现车给我打包。噗！身为一名保时捷销售，他不是没见过富豪买车，但真没见过这种方式买车的。菜市场吗？打包。先生，您刚才说什么？东方白丽叹了口气，说好低调的呢。不好意思，你可能听错了，他不需要那么多车。护销售长吁了一口气，拍了拍胸口道，好的，您具体需要哪一款？东方白丽盘算了一下道，给我们1辆卡宴和1辆帕美，再加1辆992 GT 就可以了。噗！销售又一次绷不住了，合着您算完账还是来打包啊？另一边，刚刚买车的美女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当即摘了墨镜，惊呼出声，飞天地。第79章黑暗召唤。卧槽！秦飞心道，今天是撞鬼了吗？怎么谁都认识自己？转头望过去，清丽的装扮，精致的五官，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眼熟。
真眼熟，不得秦飞认出，东方白丽却是先一步道了出来。南冰儿，众神最红主播南冰儿，他的出现没有引起店内的任何波动，因为所有的女销售都在看秦飞。真是飞天地呀！你看视频，有点像的。真的有点像。很快，店内的女销售就疯了一般涌了过来。我终于看到飞天地本人了，感动。飞天地，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超喜欢你的。南边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不好意思，认错人了。秦飞真想说，你现在说认错人有用吗？但他也没办法，只能冲着一群近乎疯狂的女销售道：我是来买车的，你们真的认错人了？怎么会？刚才主播都说是你了，怎么会认错？女销售们明显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南边再解释，他们也不信。最终，还是店内经理出面，才算平息了风波。先生，真的不好意思，给您带来困扰。请放心，我们店内的客户信息是绝对保密的。得，越描越黑。好在秦飞也不会透露信息，车款肯定是白丽付，车也都是挂他名字，连公司名字都不挂了，免得麻烦，也不差那点税。手续很快办完，南边终于找到机会道歉，不好意思，刚才真的认错人了，我能请您吃饭个赔罪吗？东方百里心道，难道我是透明人？不过转念一想，东方百里却是替秦飞应了下来，可以。一句话，让秦飞和南冰儿同时愣在原地。秦飞是完全不知道他在玩哪一出。东方白丽凑到耳边哼道：我的房东先生，看不出来吗？那个女主播满眼都是你。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若是碰到满眼都是你的女孩子，就别再端着了。秦飞无语道：我担心是这件个吗？东方白丽暗暗幽怨道：我若不是担心你暴露身份，又怎会这么大方？哼哼，对他来说，什么保密不保密协议，远没有你一句话来的有用吧？啊，这是要出卖色相吗？我当七尺男儿，需要靠脸吃饭。但是为了保密考虑，白丽说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不好反驳。秦飞直接用手环给南边的游戏好友发去消息：今天的事情不要说出去，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南边激动的手都在颤抖。那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还是正式一点的道歉比较好。秦飞，今天事情太多，改日再说。好的。南冰儿晕晕乎乎的离开 4S 店，整个人都是飘的。认识飞天地的第一天，直播间就赚了300多万。第二天过来买车，结果竟然在现实里见到了飞天地本人。他还是那么帅。美女，您的车今天不打算开走吗？销售在后面追了半天，才将他喊住。啊，你说什么车？销售一脸无语。这就是网上传闻的终极恋爱脑，社死女网红，盛世舔狗南边吗？他今天见到飞天地本人，竟然还能记得住自己名字，多少也算是个奇迹了。另一边，秦飞跟白丽开了帕美离开，其余车则是留在 4S 店，晚点让公司员工过来开走。路上，二人找了家餐厅吃饭，顺便打包了几份回家。林诗琪一觉睡到下午，刚好赶上二人带回来的热腾腾饭菜。不过刚起床，他也吃不下多少。李总，今天还上班吗？东方白丽看了一眼秦飞，从今往后怕是都要加班了。公司易主的事情，他不能对外说，不然有心人一查就知道了。不过我们在别墅上班就行，抓紧时间，今天的工作很重。中途，林诗琪还特意单独找到秦飞，呆子，你注意一点哦，李总现在貌似更怀疑你了呢。秦飞交完利息，这才道：你小心就行，我一切都能搞定。说实话，今天南边的事情倒是给自己提了醒，自己进游戏修改了一点相貌，但没修改太多。男人做出判断需要逻辑，而女人做出判断是不需要逻辑的。可恶，他们全凭感觉的，根本不跟你嘻嘻哈哈。若是认准了，那之后基本就扭转不过来。所以秦飞觉得还是少出门，或者出门多少掩饰一下，总不能随便是个人就能认出来，那也太离谱了吧。呼，林诗琪大口喘着气，羞红着脸道：你太过分了，厉总还在这里呢，万一被他看到，岂不是全部穿帮了？呵，他能顾住自己就不错了，还敢呲牙。秦飞随口道：上线吧。阿兹特防线，东方白丽去跟高成核对装备，秦飞则是在旅店内取出日记。3个问题。阿斯亚特不等秦飞说完，直接道：先听我说，时间不够了。灵魂魔石和黑暗魔石都是极其稀有的存在，估计你也短期难找，而帝国恐怕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上次想到了一个暂时替代的办法。你只需要给我一个30级的召唤师，我会以黑暗魔法师强行将其转职，
到时候我以召唤体出现，可以无限存活。堕入黑暗这种事，很难有人可以接受，所以你尽快吧。记住，等级若不够30级，则至少需要300点智慧。啪！阿斯亚特说罢，自己窜入了日记中。他的时间真的没几秒了，但秦飞的嘴角却是止不住的上扬。林大班长，抓紧过来！第80章，开局召唤贤者是什么概念？现在面板智慧482点，可以了吗？灵师骑士召唤全智慧加点，几乎不需要其余属性，但秦飞还是给他配了一套装备，反正军团装备多，用都用不完。人到了，开始吧。秦飞取出日记，阿斯亚特微微点头，左手迅速地插入心口，噌，阵阵地狱火焰凭空腾起，随即火焰中一本黑暗魔法书缓缓浮现。阿斯亚特的脸上的表情极其痛苦，似乎这本书已经跟其灵魂融合，现在要取出来，几乎就等于在撕扯他的灵魂。黑魔魔法书仅仅拉扯出一半，仅有半边离开他的灵魂体，他就扛不住了。书地，阿斯亚特的右手指地，周身燃烧的地狱火焰落在地面，凝聚成一个六芒星阵法。下一秒，阿斯亚特目光看向林诗琪，凝神道：“跟我念。”林诗琪有些紧张的点头应下。二人几乎同时开口：“伟大的永恒黑暗啊，我愿以灵为器，灭世间一切光。我愿亡灵不得安息，我愿毁灭重现人间，我愿黑暗吞噬一切。臣服吧，你将成为黑暗的奴仆，你将成为无知利刃，你将永困世间，不得超脱。”轰！六芒星四周的地狱火焰转眼没入林诗琪眉心。下一秒，林诗琪瞳孔中便闪过一抹至暗预言，同时阿斯亚特脚下的地狱火焰反向吞噬，将其彻底淹没在火焰之中。啊！即便是曾经的帝国守护者、贤者，阿斯亚特也没有忍住这灼烧灵魂的火焰，禁不住发出一声惨叫。不会失败吧？秦飞心道，自己的转职问题还没得到解答，但是他的惨叫貌似还是挺有力气的。帝国贤者总不能把自己玩死吧？很快，地狱火焰焚烧中的阿斯亚特容貌大改，曾经的人类模样已然再看不见，半透明的幽魂身体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与地狱火焰完全融合的黑暗灵魂体。冥冥中，一根黑暗锁链若隐若现地插在他的心口，而锁链的另一端则是连接林诗琪的脚边。成功了！秦飞点开排行榜，林诗琪的职业已经变成了黑暗召唤。应该是。林诗琪轻声回道，转职成功，并且收服了帝国守护者、贤者阿斯亚特，成为黑暗灵体。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要召唤师。秦飞恍然道，先让你成为黑暗召唤，然后再由你将他的灵魂彻底禁锢，从而留在世间。呼！阿斯亚特长吁了一口气，脸上却并没有重获新生的欣喜。永恒的黑暗禁锢，彻底的被黑暗奴役，没有哪个灵魂会愿意承受这种近乎永恒的折磨。所以小姑娘，往后没有我的同意，最好不施展这种黑暗召唤术，成功率非常之低，尤其是那些生前较为强大的存在，你不仅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还有可能遭受反噬，反过来被黑暗吞噬掉灵魂。这次召唤几乎是阿斯亚特主动的，所以没有出现任何反抗，也不会有意外。但若对方灵体强大，就必须形成完全的压制才能成功。这么说起来，那黑暗召唤也不强啊。秦飞摸了摸下巴，啧舌道：“我还是有能力保护召唤者的。黑暗灵体并非普通召唤，被黑暗禁锢的灵体可以持续存在，并拥有很多强化的可能。”阿斯亚特缓缓开口，声音沙哑森寒。如此一来，再去禁锢普通灵体，那不过是纯粹的杀戮和毁灭，又有什么意义？靠！你还装起来了？不过这次说的还算有点道理。身为一名召唤师，开局就禁锢了曾经的帝国贤者，掌握全部的星之玄法，掌握大量法术技能，掌握黑暗魔法书，能够使用大量黑暗魔法。就这种召唤兽，还算勉强凑合吧。秦飞按下嘴角的笑意，直接道：“现在时间多得很，坐下慢慢聊。”跟着，秦飞将这段时间的任务大概给阿斯亚特简述了一遍。你说你一个人击溃了魔族4个军团？阿斯亚特的表情明显写着不信，吹牛逼也不是这么吹的吧？秦飞也懒得解释，那都不是重点，关键是谁会希望帝国灭亡，而教廷又想要什么，以及这次失败后他们大概还能做什么。东方纵横的工会成立已经在准备阶段，一旦开始，秦飞就注定了要在帝国混下去，所以必须要掌握帝国中的情况，并且借此机会在帝国中拿到相应实力。帝国之殇任务就是最好的机会。1000年了，阿斯亚特沉默良久，叹息道：“帝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本就复杂，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不比你多，
怎可能解释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如果教廷真的有想法，而帝国又处于弱势地位的话，那灭亡恐怕只是时间问题。这个过程会很快，会非常快。他之前在圣卡尔斯大概听了一些，就感觉到了不对。军团出事，菲尼斯家族出事，且背后还能看到教廷的身影。那整件事不管是不是教廷主导，都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存亡。一个伟大帝国的衰败，往往都是先从内部开始的。如果这时候再遇到其余国家或种族间的战争，那帝国的毁灭也只在旦夕之间，且几乎无法扭转。秦飞没有教廷的罪证，但跟阿斯亚特说话间，故意将祸水引向了教廷，而阿斯亚特却给出了几乎直白的答案：教廷的实力可以强大到翻手毁灭帝国。阿斯亚特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沉默了一会后反问道：你们应该不知道真正的帝国史吧？嘿，秦飞笑了笑，恭喜你猜对了。别说真的帝国史，假的我也没看过。阿斯亚特并不惊讶，继续沙哑道：帝国史中描述的是开国皇帝率领子民在残酷艾帕西亚大陆披荆斩棘，创立一个鼎盛、繁荣、和平的神圣光明帝国。而实际在上古时代，众神行于地面，所谓战争不过是神灵之间的博弈，不单单是人类。艾帕西亚大陆上几乎所有种族都是神灵的奴仆和棋子。第81章，以人类之躯比肩神明。秦飞看过众神的背景故事，游戏中神灵在上古时代出现，并于后来的时间长河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秦飞本来对这些是没兴趣的，但阿斯亚特突提起来，肯定有他的道理。你不会是想说教廷背后的老大光明神是会直接下场参与战斗的吧？阿斯亚特微微点头。上古时代确实有记录，自上古之后能够记录到的最强存在就是天使，其中被记录最多的是为人们驱散黑暗的光明天使。4转英雄，7转天使，其中的差距很大吗？秦飞现在的实力，可以说除了教廷的英雄有点难搞之外，其余英雄都可以正面打。但阿斯亚特，他是传奇法师、贤者，实力也就比英雄也就高出一个档次。可为什么秦飞依旧会觉得这个贤者的实力非常强，根本看不懂？魔族你很熟吧？魔族的军团长130级的英雄，你觉得在全盛时期杀他会麻烦吗？不麻烦，一招湮灭就能解决。阿斯亚特回道。那魔族传奇呢？秦飞再问。还是一招湮灭。秦飞觉得他有点吹牛逼了。你也是传奇，你确定？哼！阿斯亚特冷声哼道，巅峰传奇的星之拳法怎是其余传奇能比？更别说我当时手握星之池和全之卷轴，仅差一个材料便能突破半神。秦飞嘴角一扬，那古魔呢？阿斯亚特愣住了，恨恨咬牙道：古魔当本体在地狱时，生命力和魔力几乎无限，即便在人间，他也能随时抽取地狱的黑暗力量。那一次的黑暗入侵，帝国4大军团近乎全灭，审判军团近乎全灭，超半数子民沦为白骨，而教廷和万民的祈祷却没有呼唤来光明天使的降临。那一战，若是能给我再争取点时间，待我突破半神之后，就算是古魔，我也能给他打回地狱。看出来了，他对教廷是没什么好感的。同时，他的声望如此之高，似乎也正因为教廷在那一战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效果。他以生命为代价，强行封印古魔，结束战争，以人类之躯比肩神明。同时，秦飞也大概推断出来，众神的职业晋升路线越到后期越难，差距也越大。还是先说靠谱的英雄和传奇，实际差距到底在哪里？阿斯亚特不太理解他的问题，直言道：英雄本身之间的差距就非常大，跟传奇更没什么可比性。一次觉醒成功，勉强算是英雄，等级上限是130级。这时候他必须将所有技能提升到满级状态，才能开始2次觉醒。此后还需要不断的修炼觉醒技能，才能抵达150级，直到最终完成传奇试炼，才算晋升传奇职业。若是再算上传奇阶段的3次觉醒和巅峰试炼，其中的差距更是常人难以想象。懂了，秦飞这次是真懂了。3转前每次都是30级，而3转后大师层次多了10级，这是用来觉醒的。4转英雄又多了10级，总共20级的2次觉醒。5转传奇在3绝和巅峰试炼的基础上，还需要一个让阿斯亚特都头疼的门槛，才能突破半神。传奇就是人类的巅峰，半神虽然只有一半，那也是神，远非人类可以媲美。阿斯亚特当年的全盛时期，或许有资格跟正常半神掰掰手腕，但跟古魔这种极为特殊的最强半神，还是没得打。说正事吧，
秦飞大概摸清楚教廷实力就行。众神中的 NPC 本能的惧怕神灵，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自己，管他什么神不神灵的呢？干就完了。无罪之影，心之选法，多元射手的2次转职如何进行？阿斯亚特微微诧异道：“这么快吗？我在日记待了多久？2、3天吧，已经算慢的啦。”秦飞摆了摆手，2、3天就完成一转？不是，你真把魔族军团一个人杀完了呀？死！阿斯亚特心道：帝国现在这么强，还用担心教廷吗？星之选法本来是要寻找天空之城的，不过我在的话，直接找我转就行了。多元射手我没有办法，帝国如今如果没有这个职业，就需要寻找高阶精灵转职。无罪之影则需要前往死域寻找隐蔽在黑暗中的赦罪魔，他会引导你前往赦罪神殿进行转职。你获得2转任务，前往赦罪神殿。目标：前往任意死域寻找赦罪魔，前往赦罪神殿。奖励：2转职业技能死亡沼泽。那正好，跟寻找奥拉乌娜的任务顺路一起解决。秦飞取出天赋魔纹，这个东西你认识吧？阿斯亚特瞥了一眼，沉吟道：魔纹还是稀有层次的。汲取天赋后，将其融入胸口就可以使用，但要注意，任何人都只能使用1枚天赋魔纹，该魔纹无法移除，要取代的话，必须要用更高层次的魔纹。秦飞点了点头，使用后无法移除不是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要达成每秒3000点以上魔力消耗，魔力窃取跟魔纹哪个更合适？阿斯亚特没有迟疑，主要伤害为魔法，就用魔纹；如果没有，那就用魔力窃取。人族的天赋很差，而魔纹能够带来的效果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一点点的魔法消耗而浪费。往后的觉醒一次比一次难，多一个稀有天赋的效果，几乎无法从别的地方弥补。就算是双职业也不能浪费。果然，秦飞自己也觉得没必要。那魔纹的天赋还是从属性角度出发，属性越多越好。若是实在找不到好的，再考虑配合热血沸腾。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在1转或2转阶段获得超过1000点的体质属性？此话一出，东方白丽、瑶儿，就连林诗琪都紧张了起来。阿斯亚特却是摇头，几乎不可能。体质对人类来说是最难获取的属性之一。秦飞连忙补充：“我没说我，别人呢？”阿斯亚特看了看周围，兽族、魔族的战士体质都很高，精灵会比人类好一点，但也不容易。就没有体质魔石之类的东西，直接增加个几百点的？秦飞皱眉道：“有。”阿斯亚特淡淡道：“生命果实全属性提升100点，但这是各职业觉醒都需要的东西，非常稀有。如果生命果实的品质更高，则会有单独增加某一个属性的，大概有3到500点左右的单属性提升。”第82章星门死亡沼泽。卧槽！生命果实，狂野之森。秦飞心里暗骂一声：欧布洛斯够黑的啊，开局就找我要这种级别的道具。阿斯亚特摇头道：狂野之森恐怕找不到那么好的生命果实，若是精灵王庭，希望会大一点。靠！狂野之森还不一定找得到，还得去精灵王庭。秦飞觉得，真有那时间，努力练练级，搞搞装备和宝石，就凑不到1000点吗？不，也不一定是精灵王庭。魔族掌握狂野之森这么久，肯定有存货吧？直接杀到魔族腹地的斯拉克斯开抢，是不是更方便一点啊？等到了狂野之森再说吧，毕竟还有阿纳雅带路，总比去精灵王庭靠谱点。现在，生命果实已经不是百里和瑶儿他们需要，秦飞自己也需要。全属性100点，那就是1万。如果是单家的，那效果更炸裂，随便搞个3万5万的体质，那家伙搞不好都能跟教廷战撸了。走吧，先去死亡沼泽，我去2转，你们负责寻找奥拉乌娜。秦飞本来不急着走的，但现在必须要搞快点。不急。阿斯亚特走到百里身边，抬手便引来几道星光，帮助其成功2转。技能和宝石选得不错，可惜我现在的状态暂时用不了星之选法的技能，也教不了你正常的法师技能。呼！阿斯亚特长吁了一口气，继续道：星之选法并不是来自艾帕西亚大陆本身的职业，其职业历程修炼之艰难，你现在可能有点理解，但我接下来说的一定要记住。星门传送，这个技能的传送距离几乎是无限的，甚至可以跨越位面，所以千万不要乱用，否则一旦传送到未知领域或位面，死亡都是最轻的。最怕的就是迷失，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而且星之选法3转后的技能威力非常恐怖，除了湮灭可以通过熟练度控制以外，其余技能都不要在城市释放，否则代价会非常惨重。至于星门，如果要用的话，就必须要知道传送目标点的完整4维坐标，记住是4维，并非帝国中常用的2维或3维坐标。
现在你使用技能，我告诉你死亡沼泽的坐标。啊！东方白丽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哦，好的。接下来，东方白丽在阿斯亚特的指点下引导技能，随着魔法和星光的汇聚，一扇若水晶琉璃般璀璨星门缓缓浮现在房间内。秦飞没心思看门，他在考虑一件事：如果星门可以传送到异界位面，那岂不是说这个门可以直接通往现实世界？卧槽！那还要什么破界石膏属性？直接把人物都传回去了啊！老子无敌！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众神的人物角色回到了现实，那现实中的人是什么状态？想想还是有点头皮发麻。星号，真别乱搞，还是慢慢堆，破解来的稳一点。咔！星门展开，林诗琪看了看秦飞，我也去吗？阿斯亚特是你的召唤灵，你不去，他怎么办？秦飞还有自己的任务，没工夫带他们的。你要去的，死域中有很多我需要的东西。不对，是你需要那些东西来强化我。阿斯亚特第一次当召唤灵，还是有点没转过来圈。但是，作为召唤灵，反过来指导主人强化自己，你也是开天辟地头一个了吧？众人组好队伍，依次跨入星门。下一秒，眼前就是充满黑暗和瘴气的沼泽。明明是白天，但这里的天空却昏暗的如同黑夜，安静死寂。你甚至感觉任何生灵存在的迹象。死亡沼泽在这些年来扩张了不少，我记得这个坐标应该在沼泽外围的。阿斯亚特自顾自道：爹，你踏入了特殊区域，该区域禁止传送类道具，你的防御和抗性受到区域影响，正在降低。秦飞暗道：星门还是刁啊，明明是禁止传送区域，他直接就传了进来。不过也对，星门连异界都随便传，还有哪里是不能去的？芬克托，秦飞挥手招出血鹰兽，白烈、瑶儿，你们跟诗诗一队，先去寻找奥拉乌娜的踪迹。如果她活着，那你们就一起收集材料等我。我一个人速度快，转职后再来找你们。安排完毕。上官瑶却是一把就将秦飞抱住，瑶儿要跟哥哥一队。东方白丽想了一下道：飞行坐骑方便搜索，多带一个人确实不方便。阿斯亚特是黑暗灵体，跟着主人可以飘的，不需要坐骑。行，那你们小心点。秦飞不想耽误时间，不然在死亡后惩罚加倍的死域，还是一起行动更安全。不过，有完全黑化的阿斯亚特跟在他们两个旁边，黑暗死域也跟他回个家差不多吧。再加上他亲传的徒弟白丽，就算遇到帝国追击的队伍，想来也该是能解决的。你要自己去转职？阿斯亚特明显更希望更早寻找到奥拉乌娜，了解帝国当前的情况。赦罪魔一般都隐藏在黑暗深处，他本身是没有攻击能力的，除了引导前往赦罪神殿，他最大的用处是赦免其余生灵心底的罪恶。可是洗涤罪恶的代价，往往是更加彻底的堕入罪恶，所以他经常出没的地点周围会自然的围绕许多魔物，而这些魔物往往比正常的魔物更加疯狂，也更加邪恶。跟着，阿斯亚特以魔法绘制了一幅地图，这是我记忆中的沼泽地图，本就不一定对，又比较简单，你拿去警示做个参考，不要全信。好，这个任务提示真的专业。秦飞知道了寻找的方向，又有地图，当即一个翻身跨上寒焰。作为夜行兽，寒焰在沼泽地形速度略有降低，但并不算影响。两队人分开，白丽他们必须要返回沼泽边缘，寻找奥拉乌娜逃亡中留下的痕迹。秦飞则是拿着地图，一直向沼泽深处进发。嘻嘻，上官瑶这丫头却是开心的不行。明明一队人过来，都有任务忙，唯独她没事。秦飞突然想明白，对啊，你又没事，跑过来干什么？上官瑶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一句话说完，眼泪就吧嗒吧嗒的落了下来。哥哥，你不是不喜欢瑶了？噗！神仙问题。秦飞还来不及开口，上官瑶便脑袋低垂，呜呜咽咽道：瑶儿知道的，那位诗诗姐姐是哥哥的女朋友吧？第83章二转 BOSS， 就这？白丽跟你说的？秦飞不由得皱眉，她不是说好保密的吗？丽姐姐没说，瑶儿自己看得出来的。上官瑶越说，小珍珠就掉得越多。瑶儿什么都不懂，只会胡闹，肯定是比不了诗诗姐姐的。瑶儿不会跟姐姐争的。但是哥哥，你能不能不要把瑶儿丢掉？瑶儿一定不会惹哥哥生气的。如果瑶儿做的不对，哥哥可以说的，瑶儿会改的，真的。卧槽！秦飞无语间，当即伸手怒搓了几下他的小脑袋，想什么呢？宫斗剧看多了呀？才没有呢。上官瑶将脑袋埋进秦飞怀里，哥哥已经有女朋友了，瑶儿是该走的。可是瑶儿不想走。说话间，上官瑶一双宝石般的眼眸带着点点泪光，带着心底悸动和期望，对上了秦飞的眼神。唉，
秦飞叹了口气，真不知道说他懂事还是不懂事，不走就不走，没人逼你的。瑶儿最喜欢哥哥了。上官瑶瞬间破涕为笑，两只可爱的精灵耳朵顿时支棱了起来，小脑袋贴在肩膀，开心的来回磨蹭。秦飞一转头，却是看见一只白里透红的尖尖耳朵，如同刚剥了皮的水蜜桃，让人禁不住。啊！上官瑶娇躯一震，整个人微微颤抖起来，血色肌肤在眨眼间映出一朵朵粉色桃花。寒焰在死亡沼泽中飞速前进，上官瑶终于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秦飞对着地图一路冲进黑暗，眼前的沼泽再没有一丝的光亮。有了上次探索的经验，这次出门包里装了光照魔法石，等级很低，没有特殊效果，唯一的作用就是亮。但沼泽内的瘴气似乎可以吸收光线，此刻依靠魔法石也仅仅照亮周围3米的距离。远处时不时闪烁起一颗一颗血红色的光点。按地图的标注，沼泽中的魔物最低也有50级以上，全部是主动攻击类型，其中不少魔物都是成群结队的出动，猎杀他们见到的任何活动物体，包括同类型的魔物。死域本不该有任何生灵经过，可死域中产出的特殊材料和道具往往价值非凡，每年都有大量的冒险者组队前来。除此之外，死域怪物的经验值也远超其余区域。同时，神圣帝国、赫顿联邦、魔族3方势力每年都会定期组织3转队伍对死域进行讨伐。如果不管这些怪物，死域是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扩张的，最终黑暗死域会将周围的一切乃至于整个国家和大陆统统吞噬。漂亮国五角大楼，霍尔德看着刚刚接到文件，眼里都能喷火。混账东西，他们竟然真敢拒绝交出装备！砰！霍尔德一拳捶在电脑屏幕当中，上面显示的众神排行榜，埃文斯已经掉到了第6，刚刚被德意志的自然召唤超越。将军，我们真要开战吗？手下小心翼翼地询问道。白痴啊你！霍尔德狠狠咬牙道，开战在这种事只有总统可以决定，我们只负责汇报。不过这次就算不开战，也至少要联合 G20 全员对龙国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哼，没有 G20 的进出口贸易，再把他们从国际金融体系中踢出去，我倒要看看靠着还无法反馈物品道具的众神能不能让他们继续撑下去。还有，霍尔德转头看向远处的大屏幕，直播画面明显是来自众神。一片雪山中，成百上千名玩家有节奏地施展着魔法，大厅内时不时传来怪物的愤怒嚎叫。埃文斯那边还需要多久才能拿下2转 BOSS？ 不考虑 BOSS 滴血状态下的爆发，大概还有15至20分钟就可以拿下了。哼，好！霍尔德的眼中终于露出一抹得意。龙国跟飞天地，他们根本就不懂玩游戏。帝国、联邦、兽族、魔族，这些都隶属于 NPC 势力，即便越阶挑战成功拿到奖励，也不会计算为 BOSS。拿个手刹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无知！我看他们根本就不懂怎么玩游戏。等着吧，等埃尔文斩蛇2转 BOSS 成功，等制裁落地，等全球封锁，有的是你们哭的时候。死亡沼泽，一道道飞刃若流光般闪烁，急速地穿梭在遍布瘴气的黑暗之中。所过之处，一颗颗血红的眼眸随之熄灭。爹，你击败了沼泽魔蝶，你获得了5080点经验值。特殊区域加成，你额外获得了1524点经验值。爹，你击败了幽暗毒蛇，你获得了6122点经验值。特殊区域加成，你额外获得了1836点经验值。秦飞骑着寒焰，手中飞刃依次发出，明显是为了节约魔法，控制了技能输出频率。即便如此，耳边经验值提示也是响得一刻不停。相比之前的战役，肯定是差得远。1小时100万经验，估计都有点悬。秦飞属实是看不上，但要是不杀的话，自己也无法分辨怪物的状态，判断不出他们周围到底有没有隐藏的赦罪魔，所以只能用最简单也最费事的办法一路亲过去。哦！一声怒嚎突然在秦飞背后响起，转身看去，只见一对如若灯笼般大小的恐怖目光穿透层层瘴气，狠狠地注视着自己。还挺肉的呀 ，BOSS 吗？秦飞现在不开任何状态，飞刃伤害都有6万以上，50级以上的魔物生命值最低都在30万以上，所以只要保持8把飞刃列队绞杀，基本就没有能活下来的魔物。眼前这只明显有100万以上，要么等级特别高，超60级以上，有3转实力，要么就只能是 BOSS。 来都来了，顺便杀了再走吧。秦飞跑了半天图也没个头绪，索性一拽缰绳，掉头回去。砰砰！
砰！魔物在瘴气中疯狂的嚎叫，同时发出巨大无比的轰击声。秦飞管也不管，随手甩出近100道飞刃。嘘！一排飞刃笔直地向魔物射去。黑暗的沼泽中，连成直线的飞刃如同喷射的极光，稳稳地轰在了魔物正面。-62300，-67500，-128500，-81800暴击，近100把飞刃的伤害层叠爆出，810万。此刻，秦飞也正好驾着寒焰来到魔物身边。沼泽巨魔，2条粗壮的大腿牢牢地插在沼泽当中，仅大半身子露在外面，也足足有10几米高度。墨绿色的皮肤上遍布腐蚀后的脓包，肩膀上扛着的巨大脑袋，臃肿、丑陋、恶心，令人反胃。胸口处一个明显的空洞，那是100道飞刃贯穿而过留下的痕迹。1000万生命值都没有，还敢跟我哇哇叫？谁给你的勇气啊？秦飞无奈摇头。爹，你击败了沼泽巨魔，你获得了32万点经验值，特殊区域加成，你额外获得了9万6千点经验值。秦飞看对方实在有点恶心，便招出黑龙，让他过去拾取金币。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2转，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史诗宝石 X1，奖励稀有魔石 X1。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2转，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史诗宝石 X1，奖励稀有魔石 X1。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2转，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史诗宝石 X1，奖励稀有魔石 X1。漂亮国五角大楼，霍尔德的咖啡刚刚到手，正准备欣赏艾文斯击杀 BOSS 的绝美画面，结果啪，咖啡狠狠地摔在地上。混蛋！谁他妈告诉我飞天地在现实里买车泡妞，完全不关注游戏的？谁他妈跟我保证飞天地在阿兹特旅馆找了几个美女，玩得天昏地暗，门都不出的？该死的！到底是谁谎报军情？第84章狂刷奖励1，圣遗物宝箱，史诗宝石。卧槽！2转 BOSS 的奖励竟然比击杀英雄还要好。秦飞自己看到奖励都愣住了。上官瑶眨了眨眼，思索道：众神直接发放的奖励中 ，BOSS 给的最好。NPC 势力的直接奖励会差一点，但是难度要更高一点的。要是魔族也算 NPC 势力，那确实是奖励差，难度高。为什么？秦飞纳闷道：难道是游戏不鼓励玩家去干 NPC？ 上官瑶努力地摇了摇头：不是的， NPC 势力一般都会涉及到任务，如果有实力跟 NPC 抗衡的话，是可以拿到很多 BOSS 给不了的隐藏奖励的，比如声望一类的东西吧。再具体的，瑶儿也不是很清楚了。声望？秦飞想起之前的击杀公告，如果不是越界，那就算击杀大师、英雄，可能连公告都没有，能获取的仅限是击杀后的掉落收益。但是自己之前2次越阶击杀都是有任务的。努克大师是因为奥拉乌娜的隐藏任务，魔族英雄本特利有军团任务，甚至也可以算是奥拉乌娜的隐藏任务支线。2次获取的实际奖励加一起都没有圣遗物宝箱层次高，可是任务获得了进度，同时也拿到了帝国英雄的称号，这可是一般 BOSS 根本给不了的东西。同样的，教廷也不会因为自己斩杀几只 BOSS 就会在公开场合有所忌惮。如此来说，击杀 BOSS 主要针对的是玩家自身的实力奖励，击杀 NPC 主要针对的是玩家势力的提升奖励。如此说来，那3转 BOSS 奖励会不会直接给神器啊？秦飞感觉可能性真的很高。2转 BOSS 的奖励相比1转还是提升了很多的，就是最大的宝箱奖励没有变化，3转应该会有变化，毕竟3转满级可是拥有大师层次的实力。走，去里面转转，看看有没有3转 BOSS。秦飞现在不急着转职了，先把 BOSS 奖励刷出来再说。就在此时，耳边再次传来提示：系统公告，漂亮国玩家卡尔·埃文斯率领队伍击败首领级 BOSS，2转，奖励金币 X1000，奖励稀有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魔法模式 X1。众神里的玩家有点崩溃了。啊，飞天地杀 BOSS 就算了，你也杀？卧槽！原来我以为游戏太难，除了飞天地以外，大家都是苦哈哈，都杀不了 BOSS。没想到小丑只有我一个，你们是真能杀 BOSS 啊，而我只能杀史莱姆。龙国基地，埃文斯为什么这么快？东方站还没来及庆祝，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木千城那边什么情况？进度到哪了？工作人员立刻回道，木局的队伍刚刚抵达2转 BOSS 区域，正在清理外围小怪，估计还要2个小时后才能展开正式攻坚。今天结束前
还是很有希望斩杀2转 BOSS 的。很有希望，那就是有点困难喽。东方战闻言，难免有些想发火。飞天帝是不卖装备，但不是跟他谈好了先借30套装备用2天吗？你们倒是用啊，比埃文斯慢这么多，我倒是好说。牧局那边怎么交代？工作人员满脸尴尬。战帅，目前的进度就已经是租借装备后的效果了。如果没军团装，牧局那边单清理小怪都要清到明天。啊！东方战怀疑自己听错了，当即指着大屏幕道：“来，那你告诉我，埃文斯的队伍没装备，拿什么杀的 BOSS？” 对于这点，基地的工作人员真有话说。战帅，漂亮国的优势你是知道的，他们除了钱多之外，势力还非常庞大。您看这个数据，昨夜到今天，除了飞天地那边以外，整个众神大概出产出了1200至1500件魔法装备。没毛病。东方战觉得很合理。众神里面的玩家太多了，尤其是国家势力、大型集团都配备了大量游戏仓，这些团队的前期续航拉满，练级刷怪速度远超普通人，再加上他们的内测经验以及团队优势，他们是肯定能刷到魔法装备的，只是很难，爆的少，可能一个团队1天也就刷几件出来，够一个人用都扯淡，更别说一个团队甚至是成百上千人的 BOSS 攻坚团了。但你架不住这种团队的数量是真的多啊！放眼全球，配备游戏仓的顶级内测团队起码不下1000个，再算上开服前几天不眠不休的普通玩家团队，那数量更是恐怖。1天几千件魔法装备还是爆得出来的。战帅，漂亮国的金融实力您是知道，他们用金钱和信息控制了一切。工作人员继续道，所以这1000多件装备只要出现在市场，最有基本流入漂亮国手里，就算不去市场销售的装备，他们一样能拿到。毕竟除了我们和冰熊，其余哪个国家和哪个集团公司，哪个人敢跟漂亮国说不？他们连明抢都可以，更别说买来或者借来攻略一下 BOSS。卧槽！东方战冷不丁的激出一身冷汗。你是说，如果没有飞天地，我们现在已经输成狗了？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凭我们的实力，拿个第2名，甩后面国家几条街还是没问题的。工作人员为难道，但要跟漂亮国争，就是没办法。他们在众神里玩的是纯氪金模式，您要是玩过普通游戏就知道，氪金佬的力量几乎就是无敌的。现在他不仅可以氪金，还能压制其余所有的氪金佬，将大部分国家和集团公司的优势全部集中到他自己手里，追肯定是追不上的。这个在前期计划里我们不是已经预料到了吗？死！东方战明白为什么生气了。飞天帝把他的预期拉得太高。正常情况下，漂亮国的埃文斯领先其余团队是默认的，而且领先的越来越多也是默认的。毕竟他几乎把所有国家和大型集团的魔法装备全都抢走了，就顾着自己打 BOSS。 别的国家高级玩家数量没他多，装备更是稀烂，连看一眼 BOSS 都是犯罪。想到这里，东方战立刻拨通语气，嘿嘿，乖女儿，你忙不忙？第85章狂刷奖励2。在忙？忙也得听我说完。东方战一边咬着牙一边笑道，凭你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应付2转 BOSS？ 正在杀。东方白丽本来是找人的，但路上遇到一只沼泽巨蛇，现在有飞行坐骑，外加贤者召唤师灵师奇，自然是先杀了再说。哈哈，好，不愧是我东方战的女儿。东方战嘴都笑歪了。对了，顺便跟飞天帝说说，让他多刷一点奖励。他秒个 BOSS， 那不跟喝水一样简单？有钱不赚是傻子。再说了，奖励我们全刷完，其余国家就没得刷。嘿嘿，最好把前10的奖励全给我刷干净，一个都没别留。他奶奶的！前10奖励虽然不如飞天帝的首杀，但那也是稀有宝箱和稀有宝石啊。这些东西落别的国家手里，基本就等于落漂亮国手里。到时候拼3转 BOSS， 漂亮国又要拉别的国家一大截，那还玩个屁！死亡沼泽，一条全身披着纯黑鳞甲的3角巨蛇正在沼泽地里疯狂的扭动、甩尾，拼命逃窜。跑得掉吗？阿斯亚特冷哼间，单手一指，嗖！沼泽地中腾起2条黑暗气息，瞬间凝成2条锁链，哗啦啦，黑暗锁链几乎不费力气就将巨蛇缠绕锁死。就是现在，爆裂飞星！好！东方白丽凝聚了半天的技能终于出手，轰！没有凝滞，没有蓄能的时间，飞星出手便如流星般砸在巨蛇的脑袋上，当场炸开。-183000，-183000，-183000，连续6次的伤害直接轰掉巨蛇1/3的血条。呼！东方白丽长吁一口，有老师教导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若不是阿斯亚特指点，
他不知道要试验多少次才能明白爆裂飞星可以提前蓄力，甚至还可以是多次蓄力，增加伤害段数。现在他技能熟练度的获取速度暴涨，威力更是翻了10几倍。而且这还不是技能开放的极限，他的飞星距离阿斯亚特口中的出师还差得远。另一边，阿斯亚特顺势飘落在巨蛇头顶，噗嗤，右手径直插入巨蛇脑袋上的伤口之中。下一秒，沼泽巨蛇的全身血肉尽数被地狱火焰灼烧，但他却诡异的没有挣扎。同时，巨蛇的头顶飘出一缕缕幽蓝气息，缓缓融入阿斯亚特的手臂。那是巨蛇的灵魂。东方白丽不由得皱眉。很快，巨蛇的灵魂尽数被阿斯亚特抽取，凝在掌心，化作一颗小小的幽蓝魔石。唉，黑暗就是深渊，一旦踏入，便再也无法回头。阿斯亚特暗暗轻叹一声，反手将魔石丢给林诗琪。黑暗召唤的灵体，除了智慧外，就只有灵魂魔石和魂系装备才能获得提升。这颗灵魂魔石虽然品质一般，但也够我暂时恢复到大师实力。你先收好，需要用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林诗琪不解道：“阿斯亚特老师，魔石你自己不能用吗？”阿斯亚特已经死了，以后在外面叫我霍恩吧。阿斯亚特解释道：“身为召唤灵，我自己是不能提升的，只有你获得提升，我才可以跟着提升。刚才顺便查看了一下巨蛇的灵魂，他似乎是见过一个人类队伍经过，我们去北边看看吧。”死，还能查看灵魂记忆？东方白丽又一次被震惊到了，这位贤者的实力恐怕比自己跟尸气加起来还要恐怖啊！系统公告：龙国玩家白丽率领队伍击败首领级 BOSS 2转，奖励金币 X1000，奖励稀有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魔法魔石 X1。秦飞听到公告，立刻给百里发了个消息：“你们不是去做任务了吗？”“是啊，刚才顺路看到了一只 BOSS， 阿斯亚特说要杀了提取材料，就顺便解决掉了。”东方白丽跟着提醒道：“对了，2转 BOSS 的奖励可以重复杀的，沼泽里的 BOSS 貌似不少，不如把奖励拿完再转职。”“靠！你不早说！”秦飞刚才经过有几只像2转 BOSS 的怪物群，都懒得回头，一路就奔着3转 BOSS 去的。东方白丽美眸一转，婉转道：“我早上倒是想起来要说的，但是某人根本不给人家张嘴啊。”“嘶！”秦飞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咬牙道：“好好好，等着，我们晚上再聊。”下一秒，秦飞便掉头杀了回去。2分钟后，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2转，奖励金币 X1000，奖励稀有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魔法魔石 X1。众神中的玩家顿时无语了。干嘛？你干嘛呀？刚拿手杀几分钟，又杀一个，非要赶尽杀绝啊？就不能给我留一只吗？啊，给你留着，你也杀不掉吧？杀不掉也得让我看一眼 BOSS 长什么样吧？这他妈的，别最后游戏玩几年 BOSS 什么样都没见过。飞天地有没有开直播啊？我想看一眼就看一眼。突然出现的公告立刻让正在攻略 BOSS 的团队感到了压力。卧槽，他不会再刷奖励吧？ fuck， 这要是让他刷完，我们耗费这么大代价的攻坚，岂不是要亏爆炸？快杀！所有药剂都别省了，所有技能都给我砸！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2转，奖励金币 X1000，奖励稀有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魔法魔石 X1。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2转，奖励金币 X1000，奖励稀有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魔法魔石 X1。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2转，奖励金币 X1000，奖励稀有宝箱 X1，奖励稀有宝石 X1，奖励魔法魔石 X1。10几分钟内，系统公告跟不要钱一样的狂弹。刷完了。刷完了。10次奖励是系统的极限，但不是飞天地的极限。我了个擦！这要是给他1万次奖励，我真怕他一天杀1万只 BOSS。大胆一点，不要怕，才1万只 BOSS 而已，飞天地加个班还是杀得完的。赫顿联邦赤火盆地，数百名来自龙国的玩家正在努力清理大量的火。一名身姿卓越的女子，美眸如星，夜眉如剑。只见其身形飘逸地穿插在魔兽群中，单人执剑每出手都能打出上千点伤害，尤其是暴击频率更是高达30%。即便是20多级的火魔兽，在他手下也支撑不到1分钟。木局，奖励已经被刷完了，我们现在还要加快进度吗？蹭！穆千成反手收剑回鞘，微微沉吟道：“正常攻坚吧，别浪费药剂，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好，手下组员立刻去调整战斗安排。穆千成心里却是忍不住道：“飞天地到底是哪冒出来的？
他就凭一个人，真就能压着国家级的资源团队打？漂亮国五角大楼，将军，现在五眼联盟的代表正在向我们抗议，说是我们抽走了装备，才导致他们攻坚放缓，没有拿到奖励。霍尔德额头一黑，放屁！就飞天地刷奖励的速度，他们就再多1000件装备也追不上。滚！叫他们给我滚！龙国基地，东方站有点头皮发麻。好家伙，我是让你刷奖励来着，但你这刷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你这是把我们预定内的奖励都给刷掉了啊！工作人员尴尬地提醒道：“战帅，木局在2号线。”咯噔，东方站现在是真的要头皮发麻了。凭他现在的实力，那真是跟谁说话都不用小声。但穆千成不一样啊，国安局长，龙组大姐大，底子红的都发紫，他在中海都是横着走的人物。4个字，无人敢惹。那个跟他说我开会去了啊，不在。东方站不用想都知道没好事，先遁再说。死亡沼泽，开箱子。上官瑶手里抱着一堆宝箱，已经不知道开哪个好了。第86章，盗贼的极恶。你先开稀有箱子吧。秦飞说完，自顾查看别的奖励。卓越威望，凡引领者，断不会让战友失望；凡威望者，断不会让战友受苦。品级史诗，来自队友的光环技能效果提升100%，来自队友的召唤生物伤害提升100%，来自队友的状态技能持续时间提升100%。你无法使用光环类技能，你将承担队友50%的伤害。史诗级的宝石效果这么独特。秦飞虽然没有光环技能，但也知道光环在所有技能里提升效果算是比较强的一种。不论等级如何，光环总能带来不错的提升。如果这个提升翻倍，确实不是一般品质装备能够媲美的。比如光之祝福那种变态技能的效果翻倍，持续时间还翻倍的话，4炸裂。至于宝石独有的负面效果，秦飞觉得还能接受，毕竟以自己的属性，眼看就要10万的生命值，要承担队友50%的伤害，那不是轻轻松松吗？等有光环之后再测试效果吧。灵魂魔石，品质稀有，增加100点的基础灵魂力量，增加50%灵魂强度，持续360秒。靠！阿斯亚特都成召唤灵了你才来。不过灵魂魔石若是早点找到，他也不至于当召唤灵吧。秦飞将宝石收好，这玩意还是别让阿斯亚特看见，不然他估计要心态爆炸。其余的稀有宝石属性虽然也不错，但秦飞用不上，先放着吧。至于魔法品质的魔石，倒是有3颗是回蓝的，其4颗则是元素魔石。强法魔石，提升30%智慧，提升300%的魔法恢复效果，持续270秒。可以。秦飞一路过来，连 BOSS 都懒得杀，就是不想太浪费魔法值。没有魔石的状态下，单靠药剂和自然恢复，那都是杯水车薪。目前面板魔法值35000多点，看起来很多，但刚才刷一轮奖励全部用完了，到现在都没回够一半。如今有3颗强法魔石打底，也算是能勉强甩开膀子干了。哥哥快看，瑶儿又开到宠物了耶！上官瑶兴奋地捧着一只半透明的幽狼，激动道：“幽灵狼，品级稀有，类型成长性宠物，拾取战斗，当前等级0，攻击100，防御100，生命值300。技能拾取，可拾取银币、金币、卷轴、宝石。猎杀时刻30级领悟，愤怒时刻100级领悟，狼群召唤200级领悟。属性不错，而且还能捡钱，你自己拿着玩吧。秦飞已经有黑龙了，自然不需要多一只拾取宠物。嗷呜！上官瑶2只小手做爪子状，冲着秦飞嗷呜一声，转头就扑了上来。好啦，秦飞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还有个圣遗物宝箱，要不要开？上官瑶在耳边一个劲的摇头，还是不开了。刚才的稀有宝箱就一个宠物，其余都是武器，没有好东西的。没事，圣遗物有保底，再差也是圣器。木啊！上官瑶侧着脑袋点了一下，欣然道：“瑶儿运气都交给哥哥了，还是哥哥自己开吧。”行吧。圣遗物宝箱，哪怕不开垃圾，单单用不上这一点，就足够心态爆炸的了。确实不太好开。秦飞倒是无所谓，心态好，开什么都可以接受。但你别开宠物和坐骑了啊，真不差这些。咔！道金光从箱子内射出，虽然是第2次开箱，但圣遗物的效果还是这么夸张。等金光散去，秦飞看向箱子内部，眉心不由得竖了起来。啊，还是手套，淡紫色的神韵，半透明状，
就连特殊的造型都跟盗贼极翼长得一模一样。如果要说有区别，那大概就是没有区别。靠！不会真开2个盗贼极翼吧？秦飞将手套取出后，立刻查看属性。盗贼的极恶，嘿嘿嘿，盗贼最恶心的攻击是什么？就算是神灵，我也要恶心死他。品级：圣器。需求：盗贼，可窃取任何目标。你装备的任何武器都被将视为匕首。你使用的任何投掷技能都将被视为近战攻击。你使用的任何投掷技能都将被视为极恶攻击。你能使用的任何武器都可存放在极恶中，最多保存5把武器。投掷物1，空；投掷物2，空；投掷物3，空；投掷物4，空；投掷物5，空。啊，这……秦飞第一眼察觉可能是盗贼的极翼，心里是有点爆炸的。毕竟自己已经有了一副，再来不是浪费吗？而且这种级别的逆天道具，卖都卖不了一点，只能当收藏品。然后取出手套的时候，秦飞突然想到，再开一副其实好像也行啊，毕竟多了5个赃物位置呢。结果最后打开属性一看，竟然不是。闹呢？盗贼的极恶，而且还是恶心人的恶，真无聊。不用想，秦飞就知道这2副手套绝对都是同一个盗贼干出来的事。武器当匕首有什么意义？刺客类的被动技能不给匕首外的武器提供加成吗？那又如何？我就不能用匕首吗？至于下面的所有投掷技能，当近战更是意义不大。等等，投掷技能不算近战吗？秦飞看到这个属性才发现应该是不错的。那我飞刃肯定是投掷技能吧？也就是说，哪怕我之前学会了热血沸腾，穿上了热血套装，攻击范围也不会有变化。这手套好像是有点用。秦飞对于后面的属性和投掷物空格表示有点看不懂。瑶儿，你刚才开的武器呢？秦飞自己是没带武器过来，魔族军团装也没来急换，至今用的还是守备军团的战刀德瑞斯之剑。品级：稀有。需求：30级。攻击力280，破甲150，力量25，体质10。此剑有德瑞斯的教导，近战技能的攻击力增加10%。就这个。秦飞将武器放入投掷物栏，再戴上手套查看面板，没有变化。那投掷物栏就不算我装备的武器。既然不算武器，难道还能算投掷物吗？秦飞随手甩出飞刃，嘘，2道完全不同的光华同时飞了出去。湛蓝的光圈是军团战刀，另一道淡金色的飞刃光圈就只能是德瑞斯之剑。死！秦飞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卧槽，竟然还有这么变态的装备！第87章赦罪神殿，所有投掷技能全部被视为极恶攻击。秦飞现在只要使用飞刃，就会触发极恶中的所有投掷物，同时攻击。储存的武器不增加基本属性，但额外的特殊效果是生效的。德瑞斯之剑造成的伤害比军团战刀高了刚好10%。全上，全上！寒冰战矛，品级：稀有。需求：30级。攻击力270，力量22，敏捷18。你的攻击附加10%的寒冰伤害。痛苦之盾，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310，闪避120，所有元素抗性12%。命中此盾的攻击有30%几率被反射10点伤害。卡拉马祖巨斧，品级：稀有。需求30级。攻击550，力量10%。卡拉马祖的庇佑下，你的攻击技能有30%几率造成粉碎效果。夜幕之杖，品级：稀有。需求30级。攻击力220，智慧35。夜幕之下，你的暗属性技能伤害增加30%。为了凑5把武器，秦飞连战杖和盾牌都丢进去了。啪！右手轻轻一甩，5道完全不同的光华瞬间从手中飞旋了出去。卡拉马祖巨斧最长，旋转的光圈自然最大。痛苦是一面圆形刺盾，所以光圈最小。战矛、战杖的光圈范围差不多，但战矛附带寒冰属性攻击最为绚丽，而战杖则是隐藏在黑暗中不易发现。轰！秦飞全力出手，顿时就有上百道飞刃轰向四周。呼吸间，飞刃的数量就跌到了400以上。恍惚间，飞刃的光华几乎将方圆300米之内的沼泽全部铺满。哈哈哈！爽！秦飞真要笑抽过去，1片顶过去5片，那效果还能不爽？请问
在什么情况下伤害能力可以瞬间增加5倍？答：多一只手套。盗贼的极恶跟神灵比，那确实是有点嘻嘻哈哈了。但要是对神灵以下的存在来说，爆杀，妥妥的爆杀。秦飞的属性、技能，任何方面都跟之前没有区别，唯独就是打输出、打伤害的能力翻了5倍。不扩张的说，就热血军团长本特利那点实力，看一眼飞刃都是罪。轰！秦飞驾着寒焰疾驰，数百道飞刃无情地收割着沼泽地的一切，活动的魔物死，不活动的枯木碎。秦飞所过之处就没有任何能高于1米的存在。爹，你的魔法值消耗殆尽，进入魔法枯竭状态。什么情况？秦飞愣住了。我3万多的魔法值呢？这才哪到哪？再看魔法值，全空，一点都没有了。自己身上反而多了一个负面状态。魔法枯竭，所有技能无法使用，魔法自然恢复停滞，持续30秒。不会吧？手套里的投掷物不会也要消耗我的魔法值吧？秦飞的嘴角有点扭曲了。本来魔法值就有点不够用，现在一次消耗顶过去6次，叠满后的飞刃消耗16000多点魔法值，凭秦飞现在的魔法值，顶到天也只能甩一次，再推一次。恐怖！这种级别的消耗，除了盗贼，恐怕也没人能撑得住了。魔气窃取，是得抓紧去2转。如果2转还是不行，那就只有靠魔纹想办法。倏地，秦飞眼前闪过一道黑影，结。恍惚间，黑影漂浮在半空，不断变换着形态，显得不人不鬼。秦飞刚要出动飞刃，却发现没有办法使用技能。对面，黑影那的扭曲眼眸深深地注视着秦飞，继续道：艾帕西亚的生灵生下来就有罪，只是每一个生灵的罪各有不同，但你的罪似乎有点特别。秦飞拔刀的手忽然顿了一下，黑影怪笑一声，继而道：年轻的人类，你的罪看来不需要我来赦免，但有一个地方我想你一定会有兴趣的，赦罪神殿。秦飞终于想起来，这是任务 NPC。 好家伙，差点给他干掉。是的，请随我来吧。黑影一个转身，沼泽中的竟是凭空扭曲出一个黑暗漩涡。传送门。秦飞驾着寒焰冲入漩涡，下一秒自己跟瑶儿就出现在了一座空荡荡的大殿当中。爹，你找到了赦罪神殿。结。黑影看着秦飞，露出一抹奸诈的笑容。年轻人，这次就算是我们首次相遇的见面礼吧。下一次，若是没有3颗史诗级以上的黑暗魔石，我可是不会再帮你开门了。当然，10万个无辜者的性命也可以代替1颗黑暗魔石。靠！秦飞还以为无罪之影3转流程更简单了呢，没想到还是有门槛。怎么才算无辜者？秦飞现在都不知道魔石怎么搞，唯一途径就是系统奖励。可系统到现在都没奖励过史诗级魔石，他一下就要3颗，那不是扯淡吗？每个生灵都有罪，只是多少的问题。罪恶值低于100的生灵，明显是不适合生存的。你应该帮助他们早一点的醒悟。可以。秦飞暗道，这应该是任务的第2种完成方式，直接应了下来。爹，你获得了任务，消弭罪恶。目标：击杀10万名罪恶值低于100点的生灵。奖励：史诗级黑暗魔石 X1。10万，这个数量确实有点吓人。哪怕自己有飞刃，刷起来估计都要很久。关键是，罪恶值还有要求，不能高于100点。怪物、魔物，他们的罪恶值能低吗？魔族、兽族，罪恶值能低吗？玩家，除非是新手，否则都难。也就是帝国、联邦的城市才会有大量的无辜 NPC， 那可能需要屠掉好几个城市的 NPC 才有希望啊！够黑的呀！秦飞暗道一声，赦罪神殿，确定不是叫罪恶神殿？结。年轻的精灵啊，你如果一直把罪恶留在心里的话，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啊！上官瑶一脸茫然地指了指自己，是说我吗？既然你能来到赦罪神殿，那我也可以免费为你消除罪孽。不等上官瑶回答，黑影便直接挥动手臂，下一秒，几道冰冷的黑暗气息便直接从上官瑶的心口冒出，转眼间钻入黑影的身体，消失不见。踏出神殿，你们就可以回到死亡沼泽。结，我总是有消除不完的罪孽，所以下次再见。说完，黑影便扭曲成一团漩涡，离开了大殿。不是吧？转折还要我自己找？秦飞无奈摇头。赦罪魔应该是特殊 NPC， 除了无罪之影，普通玩家也可以找他消除罪恶值。
当然，按阿斯亚特的说法，让他消除罪恶都是有代价的，其结果可能是更加的邪恶和疯狂。等等，秦飞立刻抓起上官瑶，仔细打量起来。你没事吧？没事啊。上官瑶宝石般的眼眸比以往更加纯净，纯净到不含一丝瑕疵，堪称完美。哥哥是有女朋友的，但他跟瑶儿喜欢哥哥有关系吗？啊？你说什么？秦飞刚放下心，结果他就没头没尾的道了一句。下一秒，上官瑶便轻咬唇边，美眸闪光，眼波如丝道：瑶儿只是喜欢哥哥而已，瑶儿有什么错？紧跟着，上官瑶的小手凌空虚点几下，呼啦，军团套装尽数落地。精灵族的初始服装，洁白如雪的紧身丝裙，也在上官瑶的手指拨动下飘然滑落。纯净、无瑕、完美，就算是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品，也抵不上这一幅绝美画卷的3分。嘶！秦飞这下真的看不懂了，沉声喝道：醒醒！刚才那黑影到底抽走了什么？上官瑶不顾秦飞的呼喊，柔身贴上秦飞的胸膛，吐息如兰道：不管哥哥有没有女朋友，瑶儿都是无罪的。第88章转职试炼。神殿第1层，一只精灵曲线玲珑，一颗真心热烈如火，一双小手上下求索，但那生涩的动作始终寻不到要领，抓不到关键，打不开局面。死！如此天宫精雕的完美精灵，实在无法不让人心生涟漪，更没有人会忍住不去指点。爹，赦罪神殿停留时间剩余59分钟，还有时间限制吗？才59分钟，太短了吧？秦飞暗道，这个时间实在是有点瞧不起人了呀。先转职再说。耳鬓厮磨间几声轻哼，瑶儿就要现在吗？靠！秦飞暗叹一声，微微摇头，反手一探，便将其搂在怀里。下一秒，秦飞便带着他向着神殿内部冲去，绕过大殿，便是一道黑色金属大门挡在了前方。凡有罪者，禁止入内。秦飞想都没想，单手推开金属大门，嘎吱，弥漫的黑暗气息扑面而来。出现在秦飞面前的是一个没有光亮的过道，没有任何的照亮物。过道对面，10几道若有若无的黑影在大门洞开的瞬间引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秦飞取去光明魔法石，咔嚓，魔法石出现在过道的瞬间当场崩碎。身为一个盗贼，要习惯在黑暗中战斗。让我看看你究竟有没有成为盗神的天分吧。跟音调古怪的赦罪魔不同，通道内回荡的声音沙哑、沧桑、古老，但却可以感受到其中带了一丝机械般的不灵活感。爹，通关赦罪神殿第1层，完成转职任务。秦飞耳边响起提示，还要打，而且要在1个小时之内，尽快吧。秦飞取出强法魔石，直接使用魔法值开始迅速恢复。刚才消失的黑影不会都是同样的无罪之影刺客吧？没有光线，在纯粹的黑暗中跟10几个无罪之影玩暗杀游戏，有必要吗？秦飞爽声大笑，单手横推，轰！上百把飞刃以扇形角度直接轰入通道之中。德瑞斯之剑、寒冰战矛、痛苦之盾、卡拉马祖巨斧、夜幕之杖，再加上军团战刀，远超之前单独1把飞刃的攻击范围。正所谓，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覆盖。不过10余米宽的通道，上百把飞刃直接就迎头切了过去。超高的攻速，仅是一闪，上百把飞刃便杀到了通道尽头。噗噗噗，10几盆鲜血在通道中凭空绽放。-72100，-78020，闪避，-75020，-14200暴击。秦飞略显意外的挑眉，竟然还有闪避的。爹，你击败了影之刺客2转，你获得了6000点经验值，你所有的无罪之影技能全部获得1000点熟练度提升。熟练度？秦飞还是第一次杀怪获得。转职试炼，看来还是有些隐藏奖励的。5个技能获得5000点熟练度，那就是5万点经验。死！赦罪神殿，你是有点大方的呀。这要是天天刷，那不得起飞楼呀。秦飞手中动作不停，再一次向通道内轰出飞刃。只不过这次攻击的时候并没有全部对着一条直线，而是分上中下6层胡乱轰出去。对面的刺客就算是个弹弹球，也躲不过这种密度的攻击。毕竟在这种通道里，飞刃投掷跟激光切割之间也没什么区别了。任何在通道内面对飞刃的存在，恐怕都只能感受到2个字：绝望。叮叮当当，大量的飞刃撞击在通道墙壁，
但还有更多的飞刃从影之刺客的身上贯穿。负75100，负82020，负156000暴击。D， 你击败了影之刺客2转，你获得了3000点经验值。你所有的无罪之影技能全部获得1000点熟练度提升。提示声连续响起，直至通道内再也不见任何一滴血溅射而出。秦飞这才冲进通道。嘎吱！秦飞脚下的地板忽然一沉，两侧的墙壁瞬间露出上百个指头粗的小孔。嗖嗖嗖，上百发弩箭直接从小孔内射出。陷阱！秦飞速度快，一个跳斩起步，直接冲到了通道尽头。要在一转阶段挑战10几个2转刺客，同时还要应付各种陷阱机关，转职试炼的难度有点变态了吧？正常刺客在这里恐怕没有任何一次失误的机会。当然，秦飞是无所谓的，若不是怀里还有只小精灵，他都能横着把陷阱踩完再走过去。眼前通道尽头，一左一右2条路，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更没有地图。时间有限，冲！秦飞带着身后的数百把飞刃，无所谓什么陷阱刺客，直接就冲了进去。嘘嘘嘘！秦飞控制飞刃不间断地向周围甩出，不管刺客前行有多好都没用，无差别的覆盖攻击，躲不掉的。秦飞沿着一路狂杀，通道、房间、陷阱，但凡有空间的地方，见面就是飞刃铺满。熟练度狂飙，无罪前行、伏击、窃取全部升了1级。死路！秦飞杀了一路过来，才发现此路不通。靠！战斗热诚，狂暴！秦飞来脾气了，转头以更快的杀了回去。已经死亡的影之刺客没有刷新，但陷阱还在咔咔作响。闪避！闪避！负804，密集的陷阱和箭矢，就算是秦飞也不能全闪。不过，大部分陷阱都是物理伤害，打不出多少伤害。很快，秦飞将另一条杀穿，这才发现2条路的终点都有一个机关旋钮。嘎吱嘎吱，秦飞掰动激活，尽头的墙壁中传出一阵机械声。得，还等回头。阿斯亚特那老头不说，可能是没来过。赦罪魔不说，纯就是坑。他只说了这次免费，但可没说失败还能再免费吧？等自己失败了，下次再来，伸手就是3颗史诗级魔石。好家伙，这生意都被他做绝了。嘎吱咔嚓，尽头处的墙壁在机械声中缓缓打开。秦飞进入房间，迎面又是一道金属大门。凡无罪者2转满级方可进入。房间左边是一座雕像，不高，大概也就2米多。雕像全身隐在黑色斗篷下，看不出种族，也看不清面孔。秦飞来到神像面前，轰！神像周身爆出一阵黑暗气息。恭喜你，正式成为无罪的一员。爹，你完成2次转职，你获得了高等技能无罪匕首，你获得了高等技能无罪行者，你获得了高等技能无罪汲取。爹，你获得了稀有转职道具无罪之影。第89章速通鏖战，技能破戒。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快速通关2次转职试炼，鏖战难度，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奖励技能破戒石 X1。龙国玩家飞天地快速通关2次转职试炼，鏖战难度，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奖励技能破戒石 X1。龙国玩家飞天地快速通关2次转职试炼，鏖战难度，奖励声望 X10000，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奖励技能破戒石 X1。合理。众神中的玩家已经快麻木了，他要不是不2转，难道还能是我2转吗？问题是，技能破戒石是什么东西？他妈的，奖励的字我都认识，为什么凑一起就看不懂了呢？之前有异界属性，现在难道是异界技能？不会吧，普通技能在异界难道还不用吗？玩家们搞不懂，但是世界各国的众神部门没有一个不懂的。该死，2次转职不都是想办法免试的吗？那种级别的难度根本就不是给1转玩家能过的。新手村普通难度，城市周围怪物是寻常难度，魔族战场也不过就是困难难度。这些区域的难度都是有可选性的，都是可以合理规避或组队降低难度的。但2转试炼可是标准的单人鏖战难度，开玩笑吧？面对10几个2转的 NPC 专家，在考虑陷阱和机关，还他妈是同样的隐藏职业还想通关，而且还是速通，做梦都没这么扯淡的。想那些都没用，抓紧找到飞天地，干死他才是正事。技能破戒石一出，可跟属性破戒不一样啊，
是啊，恐怕要不了几天，我们就要在 TikTok 上看超人了。哼哼，祈祷飞天地慢一点吧，不然到时候估计得上帝出手才有机会赢。漂亮国五角大楼，霍尔德坐在电脑前，脸颊微微抽搐。画面中，国防部长、副总统、情报局长、总统幕僚长、参议院议长等高官全员列席。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人类不能出现在龙国。霍尔德，这是我们的底线。是的，先生，我们已经拿到了关键情报，正在全力准备，相信24小时内就会有结果。霍尔德重重的保证道。不要告诉我过程，我只要结果。是的，先生，明天早上一定会有任务完成的简报。会议结束。霍尔德看向办公室内的其余人员，狠狠道：全员出动，不论如何都不能让飞天地见到明天的太阳。赦罪神殿，鏖战难度很难吗？秦飞觉得一点都不难，太简单了。秦飞更意外的是，通关试炼竟然能直接获得无罪之影的转职道具。难道说无罪之影的传承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还有突破卷轴和技能破戒时，先看完技能再说吧。无罪匕首1级01000高等被动，持有匕首时对 100% 生命值目标提高 10% 暴击率，持有匕首时对 30% 以下生命值目标提高 100% 暴击伤害，持有匕首时投掷物的飞行速度增加 50%， 持有匕首时所有元素抗性提升 10%。 好，极恶手套现在是真脱不下来了。秦飞暗叹一声，只有盗贼才是最懂盗贼的。所有武器视为匕首简直是 bug 属性，变态。第二个，无罪行者1级01000高等被动，你有 10% 几率避免物理和魔法命中伤害，你的移动速度提升 30%， 击杀目标后无罪行者效果提升 10%， 最多 50%， 造成暴击后无罪行者效果提升 10%， 最多 50%， 死 10% 几率免伤。秦飞看了几遍，终于确定就是绝对免伤。当然比如燃烧、中毒这样的持续伤害是不免的，可这样已经很变态了吧。状态拉满，初始1级的效果就有 15% 的几率绝对免伤。卧槽，这也要拉到满级，要接近绝对无敌了呀。相比战士后期的防御跟血量，法师堪称恐怖的屏障。盗贼要活命，包括这个技能和闪避在内都是在拼运气了。秦飞不免又想起那位盗取幸运女神的家伙，牛逼啊！掌握运气真的是盗贼的核心科技。最后一个其实才是秦飞最需要的技能，无罪汲取1级01000高等被动，你对敌人造成伤害的 1% 将被汲取为自身生命值，你对敌人造成伤害的 1% 将被汲取为自身魔法值，你不会汲取到敌方的负面状态，多个汲取效果可同时生效，汲取效果在10秒以内按比例恢复，单次汲取效果的上限为敌方生命值或魔法值的 5%， 且不大于自身生命值或魔法值的 5%。 呼，终于舒服了。秦飞长吁了一口气，困扰了几天半天的魔法恢复问题解决。众神，怪物的面板和 NPC 和玩家都不一样，所以怪物的生命值非常高，一转二转的 BOSS 都能随便几百万上千万。汲取收益，直接按 1% 的伤害数值算就行，一次飞刃攻击8万左右的伤害，10秒内恢复800点生命值和魔法值，每秒80点，跟自己每秒1万点以上的消耗似乎是不成比例。但秦飞又不是只有一把飞刃，每次出手最少6把，那就是每次出手秒回480点，还是不够吗？那就500把飞刃。秦飞日常面板下每秒攻击次数是38次，全部命中的话，那每秒恢复18000点以上。当然在全状态爆发下，这个数值依旧显得有些紧张。要是再考虑飞刃的命中率问题，可能还是要靠魔石和瞬回药剂才不会陷入魔力枯竭状态。但是飞刃又不是单次命中的技能，汲取效果也是可以同时生效的，多次命中，多次汲取，到时候考虑的就不是 1% 的伤害了，而是 5% 的汲取上限。不管生命，单算魔法的话，秦飞自己的 5% 魔法上限是1750点，极限状态下恢复总量超过100万，每秒恢复量超过10万，几百把飞刃都不用全部命中，就完全可以覆盖消耗。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怪物够不够多，够不够硬。秦飞的命中率永远不会有问题，就怕自己这边全力出招，结果怪物瞬间被秒，根本汲取不到多少就结束了。又或者是刚才试炼那种情况，怪物少，而攻击范围又必须覆盖很大，导致很多飞刃轮空。简单说，
就是难度太低的战斗不能全力输出，而难度越高，怪物越多的战斗就越不用担心续航。稍稍注意点，应该没问题。关键时刻不够，就用魔石和药剂补。秦飞确认没有遗漏后，看向房间的另一边，黑暗中的漩涡似乎是个传统门。刚要迈步，怀里的瑶儿便轻轻地拽了拽，明亮的眼眸里没有一丝的羞怯。哥哥现在可以了吗？这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但秦飞现在考虑的是，赦罪魔抽取的罪恶确实是影响了你的精神状态，并且你自己还不知道。众神在破戒时出现后，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了。对现实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存在于未知维度的位面。从登录游戏的状态来看，在没有破戒道具的前提下，几乎是无法影响现实的。唯独灵魂似乎可以不受限制，可以无视位面的距离，直接造成玩家本人的灵魂或精神状态造成影响。赦罪魔应该是抽走了上官瑶灵魂中的罪恶，放在现实中去理解，相当于在上官瑶的精神深处打上了一个思想钢印，即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合理合法且无罪的。这个思想钢印的效果必然是因人而异。上官瑶本性不坏，所以即便解除了所有的罪恶束缚，也不会做什么危险的事，不至于太出格。可目前不危险，秦飞也不能当作不存在，更不能不管。啪嗒啪嗒，上官瑶闪亮的泪珠不禁滑落。瑶儿有没有事？瑶儿自己会不知道吗？哥哥你睁眼看看呀！瑶儿不信。上官瑶的薄唇瞬间被堵，瞳孔巨震间，那闪烁的泪光转瞬间便化作星系。第90章窃取神殿。上官瑶眉心一紧，虽然他已经尽可能压抑着，但依旧忍不住从喉咙深处传出一声阴鸣。一瞬间，上官瑶的肌肤冻结出点点寒霜，下一秒又转为炽烈的火焰。死！元素属性2级反转，卧槽，这属性也太强了吧！秦飞差一点就原地爆炸。紧跟着，徐徐清风在上官瑶周身旋转，更有一道道细微的闪电时不时的穿梭其间。多元射手拥有全部的元素属性，此刻失去了控制，完全没有规律的变换，时不时2级反转带闪电，压力爆炸，难度比之前鏖战还要夸张，接近疯狂。秦飞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面板，体质21560点，生命65200点。死！秦飞深吸了一口气，得亏还有这么多属性，不然谁第一轮元素攻击就要爆炸了。更别说如今顶着全属性元素连续战斗10几分钟。赦罪神殿停留时间剩余29分钟，还有半小时吗？我就说时间不够吧。秦飞暗道一声，战斗热诚。狂暴全状态拉满。秦飞的属性近乎原地翻倍，每秒超过60的攻击频率，不说天下无敌，至少目前不可能有玩家能抗衡。轰！彻底爆炸，崩溃只在瞬间，就连精灵眼眸中最后一丝清醒也彻底消失。赦罪神殿停留时间剩余1分钟。呼！秦飞长吁一口气，连续开了几次狂暴，终于赶在时间内完成。走了。上官瑶气若游丝地哼了一声，轻轻点头，换好装备，跨上寒焰。神殿大门就在眼前，秦飞却是顿住了脚步，目光停留在大殿内，仿佛在思考什么。赦罪神殿停留倒计时10、9、8、7、6，管他呢，什么清大华大都不如胆子大，敢闯敢干才有未来。秦飞心底一横，驾着寒焰冲向大门，同时左手直接拍在大厅立柱上，窃取。下一秒，秦飞二人穿越漩涡回到死亡沼泽，窃取成功，你获得了赦罪神殿。哈哈哈哈！秦飞愣了好久，终于爆出一阵狂笑。赦罪模式吧？收我门票是吧？来啊，我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与此同时，8大死域中的数十个黑影同时呆立在原地。家呢？我家没了。赦罪魔眼里透出一副不可名状的惊恐。难道众神开始回归了？第4件赃物，赦罪神殿。秦飞来之前也不是没想过带点东西走，但遇到了点意外，耽误了点时间，没来及仔细查看神殿还有什么，索性打包带走。如果失败，那代价肯定是相当严重的，1/3的概率会丢失幸运女神的心。但做事怎么能只想失败呢？如果考虑失败，那幸运女神的心怕是100万年也偷不来吧。偷神殿唯一需要赌的就是神灵不在家。赦罪魔是什么？肯定不是。
连他都能明目张胆的大肆索贿，那神灵有可能在家吗？只要不是对付神灵，在有幸运女神坐镇的情况下，秦飞都觉得自己赢面更大一些。现在是到手，如何使用呢？秦飞要的东西从来都是只看品质，不管功能。好东西一定是好东西，至于有多好，那得再研究。先召唤神殿试试。秦飞心念一动，而神殿纹丝不动。秦飞有点尬住了。要不先看看面板？我靠，连面板都不给我看，死！不会真用不了吧？神殿的品级再高，也是死物啊。要不开个门，让我进去再说。秦飞真有点急了。赦罪神殿如果不偷走，那以后转职的时候找到赦罪魔就行。可如今神殿偷走了，连赦罪魔能不能回神殿都是未知数。秦飞已经不考虑能不能用的问题了，而是转职能不能转的问题。就在这时，一道黑色的漩涡凭空浮现在秦飞面前。呼，好，这把稳了。秦飞带着瑶儿再一次踏入赦罪神殿。本来舒舒服服靠在秦飞肩头的上官瑶，看到神殿突然来了精神。哥哥，瑶儿还可以的。噗！秦飞差点一口喷出来。别闹，等下还有正事呢。那好吧。上官瑶抿了抿唇角，明显有些不太甘心的样子。片刻后，秦飞从刚才转职的房间传送回大殿，又在沼泽和神殿来回尝试了几次开门。确定了，神殿内部没有任何东西，试炼的刺客也没有刷新，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刷，应该要刷的，否则神殿就只能提供给一个人转职了。再来，如果还可能存在别的物品，那也只能在第二层里面。好不容易到手的神殿，如今收益为零？当然不是。秦飞现在可以自由来回神殿，单使世级魔石就不知道省了多少，更别说每次转职都不需要再找赦罪魔缴费。反过来说，众神中所有的无罪之隐要转职，都必须要找自己。嘿嘿，单这个门票收益就是笔非常可观的数字啊。还有一点，神殿内部的空间是非常可观的，四方四正的大殿，除了通往试炼的金属大门外，其余三面每一面都有13根立柱，立柱之间的距离起码10米，也就是说，单一个大殿的空间就有130乘以130乘以10米的大小，1万多平方的面积，随意进出。那这跟空间戒指有什么区别？用起来确实不如空间戒指那么方便，但你架不住它大啊！别说几千件装备，就是来一艘航母也给它塞进去。并且，神殿是能进人的，不论是玩家还是 NPC 都能进出。当然，赦罪神殿有停留的时间限制，最多1个小时。秦飞试了，自己并没有改变赦罪神殿本身的能力，不然倒是可以直接把后续试炼的大门全部开启，提前转职。转职任务搞定，不仅这次搞定，以后都搞定了。秦飞转发信息道：“百里，人找到了吗？”没有。东方百里无奈道：“死亡沼泽的范围太大，瘴气遮蔽了视线，就算是狮鹰兽也搜寻不了多远。坐标和你们搜寻过的范围发给我。”秦飞现在没打算汇合，两批人找肯定更容易。好，东方百里将信息发了过来。秦飞刚要动身，通讯却是再次响了起来。南冰儿，弟，语音连接，有事吗？秦飞话音未落，对面便传来一声急呼：“别过来！他们……什么情况？”秦飞微微皱眉，刚要发问，对面却是传来低沉的男人声音：“飞天帝，哈哈，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第91章绑架。脑残，你谁啊？秦飞看了眼好友栏，南边是下线状态，也就是说，对方在现实中拨通的语音。那这个男的又是谁？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游戏里杀我2次就算了，没想到你还能威逼4大银行断了我临江集团的贷款，差点害得我家3代努力付之东流。结果你竟然说忘了。江夏，秦飞当即想了起来，这种级别的白痴确实不多，不至于忘，只是他的声音跟游戏里不一样。紧跟着，秦飞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你在现实里还在南边身边，什么意思啊？哼！江夏冷喝一声，狞笑道：“我能有什么意思？你做事做绝，难道还指望我专门打电话谢谢你吗？啧，不得不说，你的品味和眼光确实是不错，南边水准很高，比我玩过的一些小网红不知高出几个档次。”秦飞心神一震，暗道事情不妙，但表面却是不动声色，淡淡道：“南边我不是很熟，但你既然敢在现实里绑架这种官方主播，想来是不打算活了。”哈哈！江夏不禁得意的狂笑：“别装了，你要是不想动南边，会因为他暴露身份吗？都是明白人，
就别他妈跟老子玩虚的。人在我手里，限你在1个小时内独自前往临江别墅001号，记住，速度快一点。他现在还个蠢儿呢，若是慢一点，那我可就不保证他到时候是什么状态了呀。还有，我知道你跟东方家关系不错，如果被我知道任何军方和警方的异常调动，我保证你明天就可以在江里捞到南边的碎片。呵，秦飞也是被逗笑了，1个小时是吧？等着。挂断语音。秦飞先考虑的却不是报警，江夏给的位置又不一定对，时间又卡得特别死。关键是临江集团的贷款被断这件事，自己并不知道，也不确定会对江夏造成什么影响。一个白痴要是疯起来，谁能知道他会干什么？白丽，临江集团的贷款是你们断的吗？秦飞反手拨通语音。这我也不太清楚。东方白丽顿了一下，我只是跟父亲提过一下，如果不是你自己动手的话，那就大概率就是现在的江家应该在焦头烂额的借钱还款吧？难道出意外了？东方白丽想想不对，又开口问道。没事，我就是问一下，断贷可以严重到什么地步？秦飞并没有说具体，现在的情况只是江夏不知道抽的哪根筋，绑架了南边找到了自己。看样子他是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毕竟这连南冰儿自己都不知道。单凭一个江夏，他在龙国能搞到什么装备？小威力的枪械，说实话，普通人非要害中个3-5枪都死不掉，何况自己。所以只有江夏一个人的话，秦飞是真不放在眼里。东方白丽想了一下，即使众神不出现，地产公司的断贷都大概率会导致破产，而如今的他们就算破产也还不完欠款吧。行，我知道了。秦飞挂掉通讯，暗道，个人还不起欠款，撑死了当老赖，但若是公司则有概率会跑路。江夏刚才那话明显是不打算操心还款的事了。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疯一把再跑路也是正常的，反正债多不压身，跑都要跑了，还在乎那么多吗？如果再加个条件，当事人江夏是那种白痴的话，那南边活下来的概率真的不高。我饿了，下线吃饭，你也下吧。秦飞招呼瑶儿一起下线。不过在下线之前，秦飞直接用掉了技能破戒石，无罪前行成功转化为异界技能。本来还想在现实玩玩飞刃的，现在只能优先前行了。回到别墅，买的车都已经停在门口，最亮眼的当然是那辆992 GT3 RS， 黑白相间的勒芒赛道射击风格， 4.0 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几乎是纯为赛道打造，0-100加速 3.2 秒。当然现如今这个加速跟电车比起来没多少优势，但在操控、后段加速和极速方面，纯血的赛道设计依旧不是目前电车能追上的。这车买的时候，销售介绍过驾驶特点和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智慧属性的加成的缘故，秦飞是一点细节都没有忘。如今上手启动发动机，嗡嗡嗡，机械的轰鸣难免令人血脉膨胀，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秦飞点开导航，确认路线之后，弹射模式，正要发车，啪！车门开合间，一道黑影便坐到副驾驶上，全身的黑色特战服，全副是特战头盔，左臂贴的红色旗帜，右臂贴的是金色龙标。再仔细看，此人身上各种武器配件、弹夹，各式手榴弹几乎拉满，肉眼可见的至少有3把枪，背后甚至还有一把装备高倍瞄准器的新式步枪。如此装备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不用想，要么是军方，要么是龙族。其实秦飞并不算太惊讶，自己还是把买车那天的事情想得简单了，连江夏都能找到自己，军方怎么可能找不到自己？如果他们到现在找不到，那才是真是见鬼。但是你这搞得未免过分了吧？秦飞眉头一皱，冷喝道，我这菜市场嘛，说来就来，招呼都不打一声。抱歉，特殊时刻。黑衣人开口的声音似乎经过处理，一股沙哑的电子音，但从其身形和动作来看，似乎是名女子。大家都是龙组成员，没必要在意太多细节吧，叫我青龙就可以了。秦飞闻言，额头显出3根黑线，龙组在哪我都不知道，别搞得太自来熟。下车。青龙并不在意秦飞的抱怨，直言道，你要出门吗？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代办，唯独你今天不能出门。秦飞不想暴露身份，最烦的就是这种情况，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青龙解释道，说了，特殊时刻，漂亮国的情报部门已经疯了，他们的特工现在几乎是全员出动状态，我们的人手有限，只能跟踪一部分，所以这几天不要出门，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办。我是说任何。咚咚咚，秦飞敲了敲车上的导航显示屏，这栋别墅有个人被绑架了，距离对方要求的时间最多30分钟，现在我要你保证他的人是活的，能保证吗？
青龙眼眸一闪，这件事明显不在信息渠道范围内。临江别墅是江家吗？下一秒，青龙点开手臂上绑定的显示屏，一阵沉默。有点难办，江家一直是正常公司，没有跟外国势力异常往来记录。我们最近盯梢的目标太多，不可能顾及到他这种级别，所以……秦飞翻眼道：“我只要结果，还是不能？”青龙眼神一沉：“我只能保证尽全力营救。当然，如果我都去救不了，那你去了也没用。滚下车！”秦飞懒得再废话。青龙一时语塞，转而道：“你现在出门是必死，懂吗？”哼！秦飞笑了，眼中闪过一抹凌厉。我只知道，你如果再不下车的话，你才是必死的那个。你……青龙瞬间呆住，对方说的话听起来像是怒极后的玩笑，放在之前任何时候他都不会信，但今天这个人全身爆发的气势，连他都压不下去。不，多年的出生入死，带给他的除了经验，更多的是生死之间的敏感。如果再不下车，飞天帝是真的会动手。凭他的破戒石，如果全部使用，极可能已经突破人类的极限。别说防弹衣，就算是10厘米的合金钢板，也不一定能100%挡住他的攻击。想到这里，青龙心底一横，便伸手解开战斗服。你干嘛？秦飞本来已经有点压不住怒火了，结果这一动瞬间尬住。你说就说，上车就脱装备是几个意思？我没开空调啊？还是说，超级跑车自带空调属性，上来就得脱装备？第92章，杀！给，这是特制的防弹衣。青龙将装备递了过来，自己仅留了一件战术背心。令人惊异的是，常年出生入死的他，肌肤却是能保养的娇嫩如雪，但其左胸口处的骇人伤疤，明显只有大口径子弹才能造成。如此鲜明的反差，不由得让人心底震动。我知道你反馈了不少属性，但你也要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的。青龙补充道。秦飞开始是有些气的，但对方并不是有意，而且他也只是一个执行者，没必要。装备只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带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秦飞横了他一眼，我最后说一遍，你们的人不要动，否则人出了事，我100%饶不了你们。青龙顿了片刻，反手穿好装备，其余人可以不动，但我有命令在身，必须跟在你后面。给，这是隐藏款的专用通讯器，范围10公里，贴在耳后就行，电量可以支持1周。如果只是一个人，而且不跟车，倒也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吧，跟远一点。秦飞说完，这才拿起通讯器贴在耳后，特制的材料几乎跟肤色融为一体。嗡！发动机一声轰鸣，车辆便加速冲了出去。秦飞是赶时间，但并不会连续闯红灯，那样只会引起更大的动静，暴露在更多国外特工的视野里。临江别墅距离大概有10几公里，得亏现在很多人都在众神里面，并不堵车，否则1个小时可能都不够赶到地方。2天前，军方出面断了临江集团的贷款，他们表面上到处拆借资金，暗地里却在大肆兜售资产，收购金币，准备逃往国外。秦飞耳边传来青龙的声音：江夏本人有3次恶性犯罪记录，不过受害人都在江家的财力下和解了。资料显示，江夏手里是有枪械的，数量不明，渠道不明，但至少能武装10名以上成员。我必须要负责任地提醒你，像这种没有充足准备的营救任务，成功率都是非常低的。现实不是游戏，不是拍电影，你这样大大方方送过去，对方不仅不会谈判，反而会直接要了你的命。就因为是现实，生命才更宝贵。秦飞暗道一声，游戏里都不想死，何况现实？自己都不想死，更何况一个无缘无故被牵连进来的人。你们做事成功率是很高，但我只问一句，生命是可以用成功率换算吗？营救的成功率不高，就等，就去查，当这是绑架游戏吗？你等，你查，对面那已经准备好跑路，甚至已经疯狂的绑匪，就一定会陪你玩。如果是普通绑架，劫匪要钱，要赎金，要各种逃亡工具，你手里筹码自然可以跟对方谈。但是江夏，1不差钱，2不差逃亡工具，你拿什么筹码跟对面谈？青龙瞬间沉默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秦飞在高架上一路超车，很快就要抵达临江别墅。弟，耳边再次传来信息，刚才紧急调用了卫星，拍了一张别墅照片，情况不乐观，匪徒把目标绑在了后花园。AI 分析，人质身上可能有炸弹，而且绑匪自己准备了直升机。秦飞眉心顿时一紧，照片中，南边被一个不锈钢铁笼关在里面，而他身上的不明物体极可能是炸弹。如此一来，自己要开潜行进去直接解决江夏的可能几乎为0，因为自己不知道炸弹的型号，也不知道触发的方式。杀江夏，威胁江夏，
对一个疯狂到这种地步的人来说，都无法完全保证南边的安全。秦飞也不是专业人员，更不可能去拆弹。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青龙暗讨，就算是龙组全员出动，人质的存活率都不会高于30%。绑匪明显是按照飞天地反馈属性后的超级人类身份来设置的陷阱。炸弹有时间限制，目测不会很多，即便现在调动人员也来不及了，不如我去吧。秦飞，不用。青龙闻言忍不住提高声调道：那你要怎么办？杀！秦飞冷冷吐出一个字：滋。车辆在001号别墅门口停下，守在门口的2个彪形大汉见来人下车，直喝道：喂，你就是飞天地？秦飞一言不发，径直朝对方走去。2名大汉看对方不回话，立刻冷下脸来：他妈的，老子问你话呢！下一秒，秦飞闪身上前，右拳直冲，快若闪电。眨眼间，秦飞右拳便精准无比地轰在右侧大汉的脸上。砰！大汉的脑袋没有任何一丝的泄力缓冲，仿佛压力机下的西瓜一般爆炸开来。如此惊恐的一幕，直接将旁边的男子看懵了，大脑原地宕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知道，人类头骨的最大承受力量是500公斤，秦飞如今拥有2000点的力量，超过6000公斤的距离，随便一拳都不是人类可以承受的。秦飞不仅是力量高，敏捷更高，一拳得手的同时立刻回撤，转眼间向着左侧大汉的脑袋又是一拳。砰！又是一颗脑袋爆开，炸得秦飞的白色运动服上片片鲜红。别墅内，几名男子上一秒还有说有笑地盯着监控，下一秒就看见秦飞下车后身形一晃，窜出2道黑影，紧跟着就是砰砰2声，2名同伴的脑袋当场炸开，就连监控摄像头都被爆裂的鲜血染红。卧槽！什么情况？怎么还有反器材狙击枪？除了反器材武器，他们真想不到什么东西会有这么恐怖的威力。扑通扑通，秦飞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虽说众神是100%模拟，不论杀怪杀人效果都跟现实一样，但现实里杀人终究不一样。呼！秦飞轻吁一口，凭借过人体质和智慧强行按下情绪波动，冲到别墅门前，抬腿就踹。轰！大门当场崩到稀碎。同时，别墅内的情况顿时也一览无遗。入口玄关无人看守，想来是不知道秦飞来得这么快，更没想到他会不讲道理的直接杀人，直接冲进来。此时，客厅中3名男子还在抽烟喝酒打牌，目光穿过客厅，阳台就是泳池跟后花园。秦飞凭着过人的目力，清晰看到后花园内正摆放着的巨大铁笼，还不止一个。铁笼里外共3层，外大内小，以此嵌套。最大的铁笼直径超过5米，最小的也有2米。焊接铁笼的不锈钢合金，每根都比手指还粗，绝不是家庭装修用的那种空心货。再仔细看，最里面的铁笼里，南边正被捆在座椅上，但是他此刻胸前绑着炸弹，还用胶带包裹了大量钢珠。炸弹上红色倒计时，按毫秒计急速跳动，距离爆炸还有8分钟。南边比所有人都更快看到秦飞，也更快反应过来，但他嘴上绑了胶带，不能说话，只能疯了一般的挣扎嘶鸣，只希望秦飞能看懂他的眼神。快走啊！操你大爷！客厅内的3名男子发现秦飞，怒骂的同时下意识地抓向茶几上的手枪，但秦飞哪里会给他们时间，一个箭步冲到客厅中间，抬腿就是一个横扫，啪！2个人直接被这一腿拦腰扫断，当场腰斩。另一人的手刚刚抓到枪，秦飞凌空一个旋身，左脚下劈，直接砸在他的头顶。砰！那人的脑袋当即撞碎茶几，轰入地板，整个人仅留一个身子在地面，而脑袋跟茶几的玻璃碎片搅成一团，留在了地板下面。秦飞看都没看地上的枪械，脚步一晃，身形就来到了后花园。此刻，除了铁笼内的南边，左侧的泳池边竟然还停了一架直升机，而江夏正靠在座椅上，一手举着手机，一手拿着扩音喇叭。啧，你果然是反馈了属性。江夏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出，同时直升机也在原地启动。嗖，扇叶飞旋。第93章超强属性。哈哈，别动！江夏提前晃了晃手机，狞笑道：你来得很快啊，炸弹还有8分钟。但是我要是不高兴，或者我死了，炸弹都是会炸的。心率炸弹以前很难做，但现在有智能腕表，真的很容易的，你可以试试。秦飞神色冷漠，一言不发。哼，江夏一阵狞笑，反将用手机摄像头对准2人，
游戏里呼风唤雨的飞天帝，现实里不过就是一个衣着普通的大学生。他妈的，你跟本少爷装什么大头算啊？咔！直升机2把重机枪分别瞄准秦飞。现在当着全网观众的面，也别说本少爷欺负你。我给你2个选择：一，你死；二，他死。选吧，你有60秒的考虑时间。若是到时间不选，哼哼，那就得看看本少爷的第3个选项了。江夏话音刚落，直升机便嗡嗡嗡地开启加力，缓缓腾空。另一边，青龙在通讯器内急呼：“我掩护你撤退，现在还来得及。”这个人疯了！12.7毫米的 M2 重机枪，这种口径的子弹，连普通装甲车都顶不住。他到底从哪搞来的？南边的直播间内，无数观众看到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吓得都不敢说话了。卧槽！主播这是在拍电影，不是来真的吧？肯定是假的。现实世界搞炸弹、搞重机枪，扯什么蛋呢？和当今时代的主播都有花活，指不定连盛世舔狗的人设都是剧本呢。死！说是这么说，但看起来太真了呀。尤其南边那眼神，我看了都心碎。卧槽！这要是演的，那今年奥斯卡没他，我都不看。可不管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还是要先报警试试吧。临江别墅，直升机缓缓升空，江夏肆意的在空中狂笑。说话呀！哈哈哈哈！你不是很狂的吗？怎么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说是吧？来，让本少爷先给你的那个骚货开开红。江夏放下扩音器，伸手便掏出一把金色的沙漠之鹰。通讯器内，青龙忍不住道：“他拿枪，我就必须要动手了。你再试吧。”秦飞终于开口。生死时刻，没有经验的人连大脑都是宕机状态，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秦飞当然没有宕机，只是在考虑有没有更稳妥一点的办法。可结果却是没有。江夏的直升机如果要走，你就想办法留一下，其余不用管。秦飞说完，整个人便消失在空气中。直升机上的江夏、操控重机枪的杀手以及远处架枪蹲点的青龙全体呆住，人就在他们眼前的消失的，没有一丝的前兆，更看不到一点点影子。一个人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凭空消失了，简直荒谬！开枪！江夏扫视一圈，看不到人，当即恼怒地吼道：“我他妈叫你开枪！扫射！给我扫射！”2名机枪手这才反应过来，冲着花园空地秦飞消失的位置扣动扳机。咚咚咚咚，12.7毫米的枪械发出震耳欲聋的沉闷嘶吼。这种武器在军事领域的外号都是微型炮，可见其威力恐怖。地面的瓷砖一发就能轰成粉碎，花园的土地一发就能轰出篮球大小的深坑。远处的青龙见状，心底狠狠地暗骂一声：“混蛋，你到底要干什么？”他的手现在扣在扳机上，枪口对准直升机驾驶员。一时间，他甚至无法判断到底要不要扣动扳机。该死！自加入龙族以来，他从没像今天这么为难过。战场再难，只需拼命即可。可现在，他连拼的机会都没有。提前开枪只会导致炸弹提前引爆，匪徒在那炸弹上包裹的钢珠足以贯穿大部分装甲。人终究是血肉之躯，更别说秦飞连防弹衣都没穿，拿什么抵挡？说话间 ，M2 重机枪轰出了上百发子弹，而秦飞的身影依旧看不见。更诡异的是，江夏眼前的南边也消失了。别墅内的一扇铁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了下来，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道门就突然出现在了铁笼中，挡在了南边面前。砰砰！江夏对着铁门抬手就是2枪。不得不说，别墅内的门质量就是好，3层钢板、复式结构、填充的隔音材料也削弱了子弹的大部分威力，哪怕是沙鹰也没有打穿。愣着干什么？给我扫！江夏刚说完，当即眼眸一转，立刻就按住了手下。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江夏忽然想明白了，随即一声怒喝：“飞天帝，你现在竟然还想救人是吧？好，老子成全你，老子就让你们一起死！给我起飞！老子要炸死这个狗东西！”嗡嗡嗡，驾驶员向后拉动操作杆，直升机开启加力，提升高度。别墅花园，层层包裹下的铁笼内，呜！南边此刻双眸通红，泪如雨下。其实他眼前除了铁门，空无一物，但他还是知道，飞天帝来了，就在他的面前。他真的来了。南边现在一点不在乎死亡，他只知道人生至此已然足够。他现在只想飞天帝能够安全的离开这里。炸弹，他亲眼看着对方绑的，此刻他只能无奈的、疯狂的摇头，解不开的，不要！
确实解不开。江夏那畜生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南边活着，秦飞也没打算解。仔细看清楚关键路线和捆绑的路径后，轻声道：“别慌，死不了的。”下一秒，秦飞双手抓住炸弹锁链的关键节点，用力一扯，咔嚓，炸弹竟是被他用蛮力直接扯了下来。但同时，炸弹的倒计时也在此刻定格。快！秦飞2000年的敏捷，远超人类的速度和反应，终于在此刻发挥了作用。撕下炸弹的电光火石间，秦飞顺手甩开炸弹的同时，侧过身子，牢牢地将南边护在了怀里。轰！高爆炸弹在铁笼内爆开，在秦飞背后炸裂，强大的爆炸威力和冲击波直接将二人拍在了铁笼上。3层铁笼刚才就已经被秦飞扯出了一道裂口，此刻在炸弹的威力下，当场就被彻底撕开。噗噗噗！秦飞的身体正处于爆炸中心，不知被多少颗钢珠击中。如此近距离的超密集攻击，跟敏捷闪避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根本闪不掉。叮叮当当，钢珠在爆炸和冲击波的双重作用下，无差别地轰向四周。瞬间，精心构筑的花园沦为废墟，就连悬在天空的直升机都被弹珠轰中了几下。哈哈哈哈！还想拆弹？我又那么傻吗？江夏拿着手机纵声狂笑：“老子说了要杀你，就一定杀你！不仅要杀你，我还要杀你全家！真可惜，你死太早了，本来还想跟你多玩一会的。”哼！江夏不屑地扫视一圈破碎的花园，心满意足地拍了拍驾驶员：“走吧，今天晚上在游轮上，本少爷带你们好好玩玩。”话音未落，只听得砰一声，一发子弹不知从何处射出，径直贯穿了直升机的侧面挡风玻璃。噗！直升机驾驶员一声没吭，当场就被一枪爆头。江夏被崩得一脸血，刚要开骂，就听花园嘎滋滋作响，低头望去，只见一个全身沐浴在鲜血中的男人，用双手硬生生撕开了扭曲的不锈钢铁笼。他的后背在阳光下反射出道道星光，那是包裹在炸弹周围的钢珠。他的手臂、大腿各自被一根手指粗细的铁柱贯穿，他却仿佛没事一般，随手便将铁柱拔了下来。噗呲，鲜红的血液迸射而出，却不能在他身上染出任何一片红色，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一处不带血。飞天地！江夏的瞳孔和心脏同时一颤，眼里不由得露出惊恐之色。你还是人吗？第94章反馈曝光，赶尽杀绝。直播间内，所有的观众都看傻了。卧槽！主播，你来真的呀？这他妈的爆炸效果、喷血效果，谁敢说是假的，我就敢跟他赌命。飞天地是超人啊！我滴个乖乖，现实中什么时候出的超人？我怎么不知道？喂，这不是游戏啊！那种威力的炸弹，蝙蝠侠都要死，他怎么可能不死？我擦！之前谁好像说了反馈属性，难道说是属性破界石吗？这玩意貌似就飞天地拿到了吧？难道说众神中的属性是可以带入现实的吗？那飞天地刚才突然消失，就一定是技能吧？对，太对了哥，前行，他是刺客，一定是会前行的，而且他刚刚拿了技能破界石啊！卧槽，所有国家一致宣传的游戏，竟然能够把属性和技能反馈现实！靠！我早上刚刚卖了7、8万的装备，谁能把装备还我？我不卖了啊！早说能当超人，老子班都不上了。干！就给我干！这一波我要爆肝成神！别墅花园，直升机上的辅助人员在驾驶员死亡后勉强控制住了飞行姿态，此刻正极力的提升机身高度。江夏对此事一点不关心，他只恨飞天地，等着，你我这笔账，老子迟早要跟你算清楚。啪！青龙身形潇洒的翻墙进入花园。没事吧？说话间，青龙抽出手臂上的强化药剂递了过来。呲！秦飞也不客气，直接将药剂推进手臂。咔嚓！肌肉用力，骨骼爆出脆响的同时，背后嵌入的钢珠竟是被肌肉硬生生挤了出来，啪嗒啪嗒掉落。死！青楼看的眼都呆住了。你到底反馈了多少点体质？多少？1700点体质而已。秦飞在知道有炸弹后，就知道事情不好处理，索性在开车途中抽了几十秒时间，吃完所有的体质破界石再下线。现在看，得亏是补了体质，不然1000点体质就算不死，也起码要重伤。现在只是看起来惨，但其实伤得不重，超百倍于普通人的生命值和身体素质，绝不是开玩笑的。而且，刚才青龙那一针药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能说效果有点强。秦飞甚至可以感觉到
五脏六腑和肌肉的伤势在快速恢复。嗖嗖嗖，江夏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几圈，终于稳定了机身高度姿态。秦飞见状，转手便将南边推给了青龙，交给你了。你还要干嘛？青龙不解道，他们飞不了多久的，空中后援马上就到。秦飞没有搭理，他哪有功夫跟江夏这种畜生玩躲猫猫？脚下用力，整个人嗖的一声就飞了出去。噔噔噔，3步跨上别墅屋顶。秦飞的速度飙到极限，几乎在身后带出残影。砰！秦飞双腿全力爆发一蹬，整个人瞬间腾空而起。在青龙惊骇的目光中，秦飞在空中飞行超100米，径直撞进了直升机座舱。一时间，青龙甚至不知道该震撼还是迷茫。世界变了，众神一出，他这样的王牌特工竟然成菜鸡了。直播间内，观众再一次被震惊到不敢呼吸。第一视角，眼睁睁看着飞天地加速起跳，飞行100米杀到眼前的压迫感，太强了！卧槽，这是人类？三哥家的电影也不敢演得这么夸张吧？肉身扛炸弹，手撕直升机，战神！我宣布，飞天地就是战神，他无敌了！直升机中，江夏和另外3名成员全体张大了嘴巴，呆滞在原地，那眼神跟看上帝一样。你别动！江夏惊恐地抓起手机，我在直播，你不能杀！啪！秦飞一掌拍爆手机，同时右手一拳直接轰在江夏的脑袋上。砰！江夏的脑袋在舱内爆开，剩下的2个杀手已经看傻了。别杀我！我们只是拿钱办事而已，都是生意，我们跟你没有任何仇怨。砰砰！秦飞起手2拳，直接锤爆机舱内的所有成员，然后毫不犹豫地跃下飞机。轰！直升机在秦飞身后爆炸，他却是先返回别墅，将里面的所有敌人全部锤爆，这才来到后花园。此刻，青龙依旧没有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南边交给我，这里交给你。至于剩下的琐事，不需要我处理吧？秦飞不可能再让南边住外面，虽然他之前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江夏不这么认为，其余势力的人肯定也不会这么认为。所以，为了避免绑架这种事再发生，只能先让南冰儿暂时跟自己住一起。那里有白丽的军方保护，还有青龙这样的龙组成员。除了军事基地和地下堡垒，那里几乎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青龙微微摇头，一起回去吧。我也不处理这种事。南边此刻嘴巴上的胶布还没松开，便被秦飞抱进了车里。虽然他眼里满满的都是幸福，但是不能说话，很急。秦飞不急，直到别墅，这才将南边嘴上的胶布撕开。没事吧？秦飞直言道，将你拖进了这种麻烦里，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但是你在外面不安全，所以暂时先住这里，等事情过了，我再找人给你安排。南边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眼里闪烁着泪光道，没事没事，我很好的，只是你的伤问题不大。秦飞说的实话，问题真不大，不论是贯穿伤还是钢珠砸的坑，都已经结痂了。至于五脏六腑，秦飞现在呼吸都是中气十足，更不会有问题。现实中的药剂效果，怎么感觉有点优秀的过分？不过，疗伤药这种东西，真的有极品。正儿八经的1000年的老山参，不说肉白骨，但只要一口气都能续得住。秦飞本身体质逆天，自然恢复能力就能治疗一切伤势，末药都能好，有药只是速度快一点而已。而龙组的特效药效果牛逼一点才是正常的。去洗洗吧，楼下有浴室。我没有带衣服。南边看着自身上沾满血迹的衣服，有些难为道。等等，秦飞带南边上楼，从自己包里拿了件衬衣和休闲裤。衣服是洗过的，只是有点旧。没事没事，南边欣然取过衣服。那我去洗澡。秦飞指了指浴室，你用这间吧，我下楼。不用，你用就好。南边也不给秦飞拒绝的机会，便将秦飞推进了浴室。秀，南边捧着衬衣狠狠秀了2下，美眸在看向浴室门的时候，双颊也跟着闪过一抹红晕。第95章，南边心意，无赖的青龙。呼，秦飞长吁了一口气，任由淋浴冲刷身上的血迹。虽然伤口处早就不疼了，但今天的事情真的非常危险。江夏请的杀手虽然看起来凶狠，但到底还是普通人，并非训练有素的特工。除了那2把重机枪外，其余都不算军用装备。仅这些，就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属性若是差一点，南边几乎就是必死，连他也至少要落个重伤。如果都换成特工，再加上一堆高精尖装备，结果恐怕更难说。等会上线，定要先问问阿斯亚特破戒时要如何获取。嘎吱，
身后的门被人小心翼翼地推开。秦飞回到家，心神放松下，竟是没有注意，直到一对柔软的温润贴到后背，这才发现南冰儿不知道何时偷偷潜了进来。我想帮你。南冰儿鼓足勇气，但声音却是越说越小。看着眼前男人背上的那一道道伤疤，那些钢珠留下的弹坑，他的心就一阵绞痛。很疼吗？不，秦飞刚开口，就觉伤口处传来一阵温润的酥麻。南冰儿感受着舌尖传来的淡淡的血腥味，泪珠不由自主地落下。别说话，让我来好吗？死！漂亮国五角大楼，霍尔德脸都黑了。你们说好的计划呢？飞天都不是死定了吗？人呢？手下的工作人员吓得腿都在颤抖。将军，这件事真不怪我们。南边刚锁定，就被龙国一伙不明势力带走了。结果，啪！霍尔德将报告灌在大屏幕上。结果就是飞天地一个人横扫不明势力，在上千万观众面前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顺便再向全球曝光反馈属性的事实吗？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滚！霍尔德直接喝骂道：“几把烂枪，一颗土炸弹，外加一群三脚猫都不算的黑道杀手，竟然被你们说成了不明势力！我他妈还以为是龙族全员出动把人接走了呢。将军 ，M2 是我们的主流重机枪啊，而且那炸弹的威力我也算了，正经的高爆 TNT。霍尔德两眼一横，你想说什么？是不是要告诉我，你们的装备没他好，炸弹也没他强，就算人被你们抓了，飞天地还是照样横扫？那个将军你是知道的，龙国那边搞装备很难，我们匆忙之下确实有点难以施展。混账东西！霍尔德要被气疯了。手下人一看，连忙道：“不过将军放心，飞天地如今暴露了身份，我们也追查到了地址，接下来的计划保证万无一失。”哼！霍尔德沉喝一声：“如果完不成，结果不用我了说吧。”与此同时，龙国基地，东方战也在开骂：“干什么吃的？这么大的事，从头到尾你们都不知道？抖音8亿网民都比我知道的早。战帅，木局当时在场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对啊，东方战越说越气，狠狠地咬牙道：“你们竟然还被龙族抢了先，天大优势都被你们能送出去，简直就是废物！所有人集体记过一次，若再有这种事发生，都给我等着军法处置吧。”玉湖别墅，呼！秦飞缓了口气，便一把将身后的南边拽到灵域下方。啊！南边惊的一声低呼，眼眸却是止不住的偷瞄。别胡闹，我不是因为那个才去救你的，能不能明白？秦飞说的句句属实。南边不论游戏还是现实，颜值和身材都是绝顶，毕竟是官方主播，怎会是那些离开美颜就要见光死的网红能比？如今这场景，是个男人都不可能说没有感觉，更别说秦飞历经一场战斗过后，身体里还流淌着充满肾上腺素的药剂。他只是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复杂，眼下这别墅的关系就已经够复杂的了。以前他是无所谓的，但现在自己跟身边的人都有危险，没必要平白无故拉扯人进来。明白？南冰儿重重的点头，认真道：“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不管你今天来不来，我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你也许以为我在糟践自己，但这一切都是我愿意的。为你，一切都可以。”秦飞瞬间语塞，而南冰儿却是打开了心扉，直言道：“哪怕你现在让我出去，我也会听。但是我只是想帮你缓解一下伤痛，也不可以吗？我知道你身边的姑娘都很漂亮，也许我比不上，但我并不想跟她们比，更不想要什么。我只是想在你身边，尽自己的能力帮你而已。如果你不需要我随时都可以走的。”南边说的轻松，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心跳有多快。唉，秦飞轻叹一声，便伸手将他按在了胸口。我知道了。咚咚，浴室门外敲门声突然响起。秦飞，你的龙组工作证我给你带来了，还有份报告，顺便签一下。轻柔的女声，柔弱至极，仿佛只要别人拒绝，他就敢哭死给你看一般。如此声线，当真奇特。但别墅里没有外人，除了青龙那个自来熟，也没人会进房间敲自己门吧？青龙吗？等我一下。青龙跟着道：“你的伤没事吧？”秦飞，没有。青龙还是不放心，抱歉，职责所在，我必须要确认一下，现在进来可以吧？噗！秦飞差点一口喷出来，连忙道：“马上就好，你楼下等我一下。”好，青龙回道。呼！秦飞暗叹一口气，这家伙见过一次面，就真把我这当菜市场了。啧，毛巾没了，衣服也都是血，随便丢进垃圾桶。秦飞径直推门出来，房间内，只见青龙卸下了装备，穿着作战背心，双手撑在床边，悠闲地翘着腿，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刀削斧劈一般的俊朗五官，绝美之中蕴含9分英气，如此气质，当真绝顶。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气质下的他，竟会有柔弱到令人窒息的声线。靠！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怎么在这里？秦飞眉梢一挑，咬牙道：“不是让你去楼下吗？”青龙眼眸清澈，挺腰起身，上前2步，仔仔细细地打量道：“你的身体确实不一样，那么重的伤，转眼就好差不多了。”秦飞额头显出3根黑线，出去。不急，青龙正面看完，再看反面，双手还不停地上下试探。确实是没问题了。靠！秦飞没想到这还能被占便宜。喂，你要是不出去，就别出去了。郝青龙爽快至极地答应下来，翻身就扑到了床上，在楼顶蹲了一夜，腿都麻了。第96章，奥拉乌娜，你最好细说一下楼顶蹲一夜的事情。秦飞睁大了眼睛，困，让我先睡会再说。青龙是真的累，这几天光任务就没停过，好不容易找到了秦飞，本以为能休息，结果局势比之前更紧张。现在好了，秦飞这身体素质，炸弹都炸不死，再加上别墅外的3个特种加强连，那真得丢导弹才有机会干掉他。他总算能彻底放松下来。啧。青龙趴上去还没1分钟，就已经舒服的不想动弹，嘴巴吧嗒2下，即刻进入梦乡。睡着了。秦飞刚要拉他起来，转念一想，还是算了，转身从包里取出最后一套衣服换上。别墅总共6个房间，楼下一间李总用了之后就没搬上来，2楼除了自己和林诗琪，还剩1间暂时安排给南边，这样只有3楼还剩2间卧室。至于青龙，他不是喜欢蹲楼顶吗？那就继续让他蹲楼顶好了。回到房间，龙组的证件就摆在桌上，还有一份报告。秦飞大概看了一下，基本就是摧毁犯罪组织团伙，击毙10几名犯罪分子的大概过程，签字报上去，这件事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其实今天的事就算江夏没搞直播，估计也瞒不住，外国势力总能根据爆炸查到自己这里来。但不管怎样，别墅都应该是安全的，毕竟有军方和龙组的人在。秦飞瞥了一眼床上的青龙，虽然龙组的人有点不靠谱，但军方那么多人，总不至于让特工明着混进来吧。剩下的问题就是家里和同学了。家里让白丽派人去保护一下，至于同学那边，还是尽量不回消息吧。不是秦飞不想回，而是回了之后对他们来说太危险，总不能让军方派人把自己的所有同学都保护起来吧，那明显不现实。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得给那些家伙来一招狠的。秦飞觉得这种事叫古魔办就很不错，但古魔在游戏里根本无法来到现实。破戒时先是属性，再是技能，下一个该是装备或者道具吧。如果可以，那第一件装备就要把盗贼的极意搞出来，幸运女神之心、古魔、飞行坐骑，再加一座赦罪神殿，不要多，仅需1颗装备破戒石足够。叮咚，军方的人按响门铃。飞天帝，你订的游戏舱都送过来了，我们已经检查过，没问题。好，秦飞应了下来，便让南边带他们把游戏舱安装在2楼，自己则是到林诗琪房间上线。回到死亡沼泽，秦飞先给瑶儿发消息，他不来，自己也没坐骑。然后就是白烈，依旧没线索吗？奥拉乌娜还活着，若不是找到他，我就下线帮你去了。东方白里知道秦飞出事，肯定要下线处理的，可偏巧就是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重伤逃亡的奥拉乌娜。秦飞眼眸一亮，那你们直接开门回去不就完了？问题就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门无法打开啊，连位面都能穿越，无视一切空间阻隔的心门，竟然还有打不开的时候。那阿斯亚特呢？秦飞再道，他似乎被对方限制了，状态极不稳定。奥拉乌娜同样是重伤状态，行走速度很慢。东方白丽心里不甘地咬唇道，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信息，知道秦飞出了事，所以一直没敢说任务，就是怕他分心。而且有阿斯亚特在，他觉得自己还能把这个简单任务做完的。可谁知道见面第一战，对面就找到了限制了阿斯亚特的手段。得亏之前击杀 BOSS 积攒了一些魔石，这才让他支撑到现在，若不然他们早就团灭了。坐标给我。秦飞拉起刚上线的瑶儿，看了一眼坐标，立刻出发。另一边，东方白丽扶着重伤的奥拉乌娜，在沼泽中缓慢前行。林诗琪驾驭雪域狮鹰兽在天空盘旋，阻挠后面的敌人追击。霍恩老师，你还能坚持吗？阿斯亚特的灵魂身体剧烈颤抖着，仿佛随时都会爆炸或者熄灭。他的目光看向前方的黑暗，神情显得无比凝重。那是黑暗峡谷，真是糟糕，沼泽地形的变化太大，我们走错了路。唉，
阿斯亚特一声叹息，无奈摇头。没想到这次竟然会在沼泽碰到格拉图斯家族。想想倒也正常，帝国内部混乱至此，连阿兹特防线都能拱手让人，又怎可能不引起周边国家觊觎呢？说到这里，阿斯亚特顿了一下，回去吧，我的灵魂体在爆炸后必然回归地狱，等你找到史诗级以上的灵魂魔石，就可以尝试再次召唤我。记住，我不在的时候，千万不要尝试黑暗召唤术。林诗琪看了一眼远处的敌人，只能驾着雪鹰兽落到百里身边。奥拉乌纳一身赤红血的战甲，仅是抬头看了一眼前方，便直接摇头道：“早该让你们回去的，有飞行坐骑，你们现在走还有机会。”呼！奥拉乌纳深吸一口气，勉强打起精神，对着百里郑重道：“回去后立刻前往帝都找到三皇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是帝国唯一的机会了。”东方百里闻言转头道：“还是等等吧，飞天帝一会就到。”飞天帝是那名坚守阿斯特的英雄吗？奥拉乌纳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眸一震，惊道：“不，千万别让他来！”阿斯亚特闻言立刻道：“叫他走。”前方是传奇以下都无法穿越的黑暗峡谷，而后面的格拉图斯更是掌握了根源性的空间力量。他若是死在这里，唰！秦飞一个闪身落到几人身边，谁要死在这里？是霍恩老师，他快不行了。林诗琪看到秦飞，连忙提醒道：“阿斯亚特，我本就是死人，灵魂体破碎顶多就是回归地狱，但你们……”秦飞打开背包，取出一块魔石，这个够用吗？阿斯亚特瞬间来了精神。灵魂魔石，稀有品质。你有这种东西？为什么？秦飞耸肩道：“我也想早一点，关键这是刚打出来的。”这个有用，给我吧。林诗琪顾不得客气，当即上前取过魔石，将其捏碎。咔嚓，一缕缕凝实的灵魂气息融入林诗琪的身体。紧跟着，阿斯亚特的灵魂体也获得大幅度的提升，颤抖的灵魂终于稳定下来。呼，好险！差点就被对方的一招祖灵术给带走了。秦飞就一颗灵魂魔石用完真没存货，可不能再让阿斯亚特陷入这种状态了。敌人是谁？祖灵术是什么效果？第97章，根源性的空间破界时的线索。祖灵术是专门对付召唤和灵体的法术，只是帝国中学习的人不多。阿斯亚特解释道：“是我太大意，没想到会碰到赫顿联邦人，更没想到对方竟然是那个传说中的格拉图斯。”同时，东方百里在队伍频道内将事情解释了一遍。奥拉乌纳抵达防线后，就向帝国申请了援军，并向家族发了信件，要求调动火焰军团前来防线支援。但是这些动作不仅没有任何回馈，他自己还在防线中遭遇了大师级刺客的偷袭。在教廷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他只能接受卡拉维的建议，引蛇出洞，将暗中的刺客引到防线之外埋伏击杀。可等他携带10几位统领来到外面之后，才发现被引出防线的蛇其实是他自己。面对手下统领的反叛以及大师级刺客的伏击，他拼死击杀几位统领后，靠着坐骑冲出埋伏圈，一路杀到死亡沼泽，最后凭借家族传承的一颗极其宝贵的隐匿魔石，这才勉强活了下来。东方百里直言道：“若不是阿斯亚特发现了隐匿魔石的效果，并出手破除的话，那我们就算再找1年，也不可能发现奥拉乌纳。但是敌人似乎有追踪奥拉乌纳的手段，他一出现，我们就立刻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本以为来的只是几名军团统领和大师级刺客，结果等开启战斗才发现，对方是赫顿联邦的格拉图斯家族。”格拉图斯？秦飞刚才听到了这名字，他们很强。阿斯亚特点头道：“格拉图斯家族掌握最根源的空间力量，强大无比。星门传送虽然可以突破位面，但在艾帕西亚的空间范围内，格拉图斯的封禁法术明显具备更强大的能力。”奥拉乌纳补充道：“不论是帝国还是赫顿联邦，又或者更远的人类王国，整个艾帕西亚大陆上所有流通的空间宝石、空间技能、传送卷轴以及各类空间道具，90%以上都是来自格拉图斯。他们的家族财富恐怕要占据整个赫顿联邦财富的90%以上。”卧槽！秦飞来的时候也以为只是一些帝国统领撑死了有些刺客，了不起再加几个魔族英雄，但现在一听，竟然赫顿联邦的人，而且对方掌握的空间能力堪称恐怖。所谓商业，不过衣食住行，空间传送可以说是最理想的出行手段。想想看，一个掌握整个众神世界90%以上传送卷轴的势力该有多富庶？财富就是力量，连阿斯亚特都要在他们手里吃亏，可见对方的实力深厚。说到这里，阿斯亚特似乎想到了什么。格拉图斯家族成员稀少，历来都只关注商业和生意，并不参与大陆上的种族纷争，更不会涉足国家之间的争斗。很明显，
他们这次参与追杀奥拉乌娜，绝不是什么商业行为。霍恩老师，什么是根源性的空间力量？林诗琪一开始就没听懂，礼貌地询问道。阿斯亚特思索了一下，反问道：“你该知道，在上古时代，是神灵在掌控一切吧？”“是的。”林诗琪点头。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世间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神灵的恩赐。阿斯亚特缓缓道：“后来的人们发现，任何力量都有其根源。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唯有神灵才能掌握根源性的力量。根源性的力量具备神威，对同属性的下层力量具备完全的压制。可以说，完全掌握的根源的存在就是神，哪怕只是一部分，也足够碾压其余一切同系的存在。”呼！阿斯亚特长吁了一口气，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向往和希冀。上古时代之后，神灵的身影逐渐隐匿，而人们掌握的力量也越来越多，甚至帝国知识协会曾一度掌握了部分的根源知识和根源真理。只可惜，两样根源都在后来莫名其妙的遗失了。而格拉图斯自从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开始，似乎就一直掌握着根源性的空间力量。看来星门无法展开，确实是因为空间上被对手压制。秦飞心念一动，随手招出通往神殿的黑暗漩涡，这应该也是空间力量吧？啊！阿斯亚特看到这一幕，灵魂都惊呆了。你这，在当前这个空间静止状态还能使用的，只有神灵级别的力量才有可能。死！阿斯亚特感受着黑暗漩涡中的波动，不，绝不是半神，至少是天使或者次神器以上的力量才有可能做到这一步，而且要做得如此轻松，恐怕只有神。阿斯亚特要疯了。他不是第一天认识这个年轻人，但对方怎么随手就能掏出自己混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就算梦中，他都不敢奢望掌握神器啊。秦飞暗道一声合理，毕竟是赦罪神殿，管他是什么神，总要是个神吧。关闭神殿入口，秦飞已经有了把握，寻找奥拉乌娜的任务，只要有赦罪神殿保底，就不会失败。了不起，直接将他们一起打包塞进神殿，然后自己开前行离开就是。秦飞继续道：“上次问你破戒时没说，现在我必须要知道获取方式，还是破戒时吗？”阿斯亚特不知道对方要来干嘛，异界并不是他现在能去的。不对，他有神器在手，哪不能去？但具体有没有收获，就是另一回事了。索性道：“破戒时的获取方式很少，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前往虚空海，在众多位面的缝隙中寻找异界魔兽，将其击杀后提炼获取。最简单的一条，去各大协会、各大家族以及帝国或教廷仓库中寻找，他们应该都是库存的。”阿斯亚特必须要提醒一句，要前往虚空海，就要从西海岸出发，穿越海妖的领地。那群不讲道理的家伙是严禁任何种族前往虚空海的，在没有海妖许可的情况下，最少需要巅峰传奇的实力才能安全穿越。至于异界魔兽，老实说，我当年跟几位好友组队，也只是勉强杀了3-5只而已。仅仅2场战斗，我们就全员负伤。若不是虚空海之中依旧能打开星门，那次冒险估计没人能活着回来。卧槽，这么强吗？巅峰期的贤者带队，竟然只打2场就被异界魔兽锤成中猪头。秦飞心道，果然还是在帝国势力里面翻仓库更容易一点。另一边的奥拉乌娜越听越不对劲，这只召唤灵的知识丰富一点就算了，可他竟然说曾经前往过虚空海，他都是在家族书库里看到过那个地方而已，从没去过，更没人会提及那种地方。你刚才说你可以开星门？奥拉乌娜更疑惑了，那不是只有曾经的帝国守护者贤者阿斯亚特才会的超远距离传送技能吗？掌握如此多的知识，能够轻易破除隐秘魔石，作为灵体，中了一招几乎必死祖灵术，还能坚持这么久。奥拉乌娜娇躯一震，惊呼道：“你不会就是贤者吧？”第98章战空间法师。我叫霍恩，只是一个不幸死亡的法师。阿斯亚特的脸本来就黑，现在更黑了。奥拉乌娜不信，还想开口，不远处却是凭空闪现出几道人影。为首的是名年轻人，全身上下散发着金色宝气，似乎每一件都是史诗级别。他的纽扣、袖口、腰带、靴子尽皆镶嵌着各种颜色的宝石。单看装备只是不凡，可一些明显无用的饰品也要用稀有层次的宝石点缀，就真的是纯粹的奢华了。右侧是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形有些摇晃，并非他站不稳，而是他的周围的光线似乎被扭曲了，显得有些摇晃。最后则是一名全身重甲、手持金色巨剑的战士，维克多·格拉图斯。东方白丽在队伍频道内轻声道：“从开战至今，他没有出过手，能力和装备全都是未知。”左边的迪卡尔是空间战士，具备杀伤力恐怖的空间斩，还有能够瞬移攻击的穿梭斩，
要小心的是，他在目视范围内的任何一击都可能命中。最难缠的是赫拉，英雄级的空间大法师，掌握的法术非常丰富。阿斯亚特就是被他的祖灵术限制的，仅仅3个人队伍，但绝没人敢小看，这就是掌握空间的优势。一名战士会瞬移，这你让其余战士怎么玩？秦飞都觉得离谱，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奥拉乌娜小姐，你该知道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我的帮助呢？维克多的五官棱角分明，一对金色的眼眸显得平静且绅士，唯独难掩的是其瞳孔深处那来自身后家世的冷漠和孤傲，仿佛除了他关心的事情之外，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足以让他动容。别做梦了，我是不会嫁给你的。奥拉乌娜皱着眉沉声喝道。格拉图斯妄图覆灭帝国的阴谋绝不会得逞，英明的三皇子也不会因为你的一些诡计从而制裁整个菲尼斯家族。呵呵，维克多笑得洒脱。美丽的女士，我想你误会了。格拉图斯如果想要获取联邦或者神圣帝国，早1000年就可以做到，没有必要等到现在。阿斯亚特闻言直接道：年轻的格拉图斯，难道没人警示过你不要在老者面前吹嘘吗？噗！秦飞要笑喷了。1000年前拿下帝国，好家伙，你这明显是不把帝国守护者当人是吧？他要是脑子抽筋，半神都能给你封印了，何况一个家族？不过这家伙怎么感觉是来求婚的呢？秦飞直接对百里道：你们任务改了吗？给我共享一下。爹，失踪的军团长任务已完成，请回到军团领取奖励。爹，你获得了隐藏任务紧急军情。目标1，将奥拉乌娜的亲笔信交给神圣帝国三皇子。奖励：声望 X10000，金币 X10000，史诗宝箱 X1。目标2，将奥拉乌娜护送回帝国，面见神圣帝国三皇子。奖励：未知。2个目标，哪怕奥拉乌娜死亡，依旧能够完成，是这个意思吧？秦飞不解道：是因为难度太高，明显就不活吗？确实难，空间系的能力太变态了。阿斯亚特又被对方的祖灵术限制。东方白丽点了点头，确认道：最烦的是跑也跑不掉，不管什么坐骑都不可能跑过他们的空间传送。1个多小时的纠缠，他已经被对方拉扯麻了，技能根本无法命中，而对手冷不丁的一剑却能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不是刺客，但感觉比刺客还难对付。不过现在你回来了，若是能拖住他们，那我就有机会脱离封禁范围，展开星门回城。东方白丽还是想挑战一下未知奖励的，不救人的奖励中都是上万金币加史诗宝箱，若是救人，搞不好有传说宝箱或者圣遗物宝箱呢。毕竟给奖励的人可是神圣帝国的三皇子啊，如此重要的任务总不能抠门吧？秦飞眉梢一挑，腰间战刀瞬间出鞘，有什么好拖的，杀了再说。唉，维克多见状自顾一声轻叹，淡淡道：动作快一点，千万别伤到了奥拉乌娜小姐。好的，老爷。话音未落，迪卡尔手中的黄金巨剑便已然劈了下来。唰，凌冽的金色剑气几乎有3米多高，在黑暗的沼泽中显得尤为耀眼。下一秒，金色剑气凭空消失，直接出现在秦飞身侧。闪避！噗！哈哈哈！秦飞忍不住笑道：空间斩，就这？迪卡尔的眼眸猛然放亮，狠狠道：无知的帝国战士也敢猖狂！上官瑶闻言顿时不高兴了，伸手弯弓搭箭，当即就是3发元素箭矢激射而出。砰！另一侧的赫拉手中法杖猛然向地面一杵，紧跟着3发元素箭矢便毫无阻隔地穿过维克多几人，仿佛他们3人就是空气，根本就不存在。空间屏障，几乎完美的绝对防御。阿斯亚特神色凝重地沉吟道：要破这种防御，除了空间系技能外，只有2种方式，一个是无限叠加后的攻击频率，另一个是无限接近神灵的威能。秦飞来之前，双方已经战斗了1个小时。赫拉对于这个黑暗灵体也非常感兴趣，作为一个灵魂体，你知道的东西真不少，活着的时候应该是帝国知识协会的成员吧？呵，可惜帝国的人太过无能，根本无法明白知识的力量。艾帕西亚大陆的法师，哪怕不是帝国出身，也会加入知识协会。空间法师也是法师，必须要在协会中学习其余法术，丰富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储备。阿斯亚特闻言反被激起了怒意。当年的知识协会在帝国的帮助才得以创立，巅峰时期更是掌握根源知识和根源真理。若不是你们这些帝国外的法师从中作梗，分裂协会，窃取了大量的法术技能和书籍，又怎么导致后来的协会力量削弱，以至于协会竟无法跟教廷和星月联盟抗衡？呵呵，赫拉脸颊的皱纹微微抽动，眼神傲慢的沙哑道：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些过往，
但你不知道的是，协会之所以分裂，就是因为帝国无能。若非教宗大人将根源真理取走，留给你们，不仅无法发掘真理的奥秘，说不定还会将其彻底遗失。什么？阿斯亚特灵魂身躯猛然一震，你是真理教派的成员？轰！阿斯亚特周身燃起地狱烈焰，怒意横空。好，当年窃取根源真理的，果然是你们这群畜生。第99章，超频攻速。阿斯亚特真的怒了。当年的知识协会可谓是如日中天，会中的传奇法师数量一度傲视整个艾帕西亚大陆，哪怕是刚刚降临过天使的光明教廷，也不敢对协会指手画脚。其余如星月联盟等势力，对协会更是忌惮无比，不敢招惹。可是，本该在协会仓库最深处保管的根源知识，突然的莫名遗失，如此变故，直接让协会高层全部炒作一团，更在接下来的数年内，直接演变成了协会的分裂。原本横跨艾帕西亚大陆的庞大协会，直接分裂成了5个分部：帝国分部、联邦分部、王国分部、魔族分部，以及独立存在、不牵涉任何国家和势力的遗忘分部。曾经的传奇法师各自率领成员出走，同时还走了协会中大量的专属技能和孤本书籍。其中，帝国协会作为曾经的总部，在分裂之后反而受创最深，在5大部分中成了垫底的存在，甚至连根源真理也一并都在那场分裂的混乱中彻底遗失。当时的阿斯亚特还年轻，刚刚晋升传奇，年少轻狂的他组上几名好友，冲破海妖领地，直达虚空海，结果没战几场，就差点被异界魔兽打到团灭。更悲剧的是，等他刚回到帝国，准备寻求老师的帮助时，整个知识协会竟已然是分崩离析，就连他的老师，上一任的帝国守护者、大贤者，实力和等级统统抵达半神层次的星空圣法艾拉，也在混乱中彻底失踪，下落不明。阿斯亚特找了上百年，最终一切线索和矛头都指向了100年后创立真理教会的那位神秘法师，当年协会中传奇法师的一员。是他趁乱偷走了根源真理，也是他在混乱中以根源真理偷袭重伤了老师。否则，一名半神级的星空圣法在手握根源真理的情况下，那种难以明说的强大实力和恐怖威能，随手就能覆灭一座城市，一招湮灭，天使以下全都要死。就算是天使，也要被真理重伤。如此实力，谁能抵挡？谁又能抗衡？他又怎可能会平白无故的离奇失踪？唯有真理，一切都只有那个窃取了根源真理的卑鄙叛徒才有可能做到。轰！愤怒的阿斯亚特将一切裹挟着怒火的地狱烈焰近乎轰向了赫拉，但一面无形的空间屏障毫无花哨的将火焰和3人阻隔开来，任凭地狱火焰如何汹涌，任凭周围的一切如何化作尘埃，唯独空间不变，唯独3人不伤。另一边，奥拉乌娜的瞳孔都瞪圆了，正义凛然道：作为星空圣法的唯一传承者，你还不承认自己就是贤者阿斯亚特吗？哦，维克多的金色眼眸中忽然多了一抹玩味。这位帝国守护者的黑暗法术用的可是相当的纯熟啊，有意思，真有意思。咯噔，奥拉乌娜心头一颤，原本还处在找到贤者的兴奋，瞬间就被浇灭。秦飞也是无语，说好的隐藏身份呢？你这咔咔一顿狂喷，简直就是堪比自爆卡车啊！秦飞无奈摇头，这次算是我帮你杀人灭口，下次你就不再胡乱自爆了，好吧？啊！奥拉乌娜惊的不是确认贤者身份，而是这位新晋的帝国英雄竟然真的想当英雄。空间屏障在同级别无敌，而那个大法师，我看就算不是传奇，也至少有130级以上。秦飞之前不动手，是想看看空间系技能，免得没经验上去吃了亏。结果阿斯亚特都说了，空间屏障用攻速和攻击频率就能破，那还等个屁！论攻速和攻击频率，那真是来个半神都不带虚的。哦呵呵呵，赫拉一阵狂笑。贤者阿斯亚特，不愧是腐朽帝国出生的人，在你率领下的知识协会一落千丈也是理所当然。至于这个无知的年轻人，大概也是你的徒弟吧？哼，无知且狂妄，就如同你当年喊着什么协会一统、绞杀叛徒的口号，最终却连我真理教派的门都进不去。你们两个真的是一样的无知和一样的狂妄。咔嘣，阿斯亚特的灵魂都要炸了，不是被祖灵术炸的，而是气炸的。当年的他年轻气盛，确实发过誓要继承老师的遗志，完成知识协会的统一，寻回根源知识和根源真理的碎片，最终迈向永恒的知识和真理。可惜那都是年轻时的气盛，直到等他成为会长才明白，其余分部的传奇法师比帝国更多，也比他更强。至于神秘的真理教派，
连地址都找不到。就算有几个偶尔冒头的真理教派成员，其掌握的完全不同于知识体系的奥秘法术，也让他极为忌惮，实在难以击杀和抓捕。轰！秦飞单手横推，上百道飞刃瞬间激射而出。嗖嗖嗖！面对空间屏障，不论是携带元素的冰霜战矛、夜幕之杖，又或者是有着反刺能力的痛苦之盾，都没有办法在那片空间中泛起任何的一点涟漪。秦飞不慌不慌，继续甩出飞刃。200、300、400、500，凭借着高超攻速，几个呼吸间，飞刃就已经叠满。此刻，赫拉那昏黄的眼眸之中，终于有所触动。飞刃攻击，看样子还拥有几件属性特别的装备。只可惜，仅凭这点数量的飞刃，根本破不了空间屏障。赫拉说的轻松，但手中法杖的白色光芒却是越加明亮起来。嗖嗖嗖！飞刃在黑暗中疾驰，快若闪电，晃若流光。本来投掷物的速度就跟敏捷挂钩，秦飞2转之后，无罪匕首再提升 50%， 这般恐怖的速度已经不是普通人的肉眼能够捕捉。所有飞刃叠满之后，秦飞脚下一蹬，跳斩出手，毫无顾忌的直接来到赫拉面前。下一瞬，500多把飞刃流光径直轰向秦飞胸口，更是轰在空间屏障之上，没有任何停滞。秦飞双手推出，轰！500把飞刃在轰击屏障返回后的一刹那，再次轰了出去。一瞬间，秦飞完成飞刃的2段攻击，并且都是500把以上的满飞刃状态。死！赫拉瞳孔猛然一颤，500多把飞刃刚才叠加出手，穿越空间屏障倒还只是让他有点压力，可现在这么多的飞刃在对面位置改变后的返回，竟在瞬间叠加到了一起，同时轰击屏障。这已经不能叫压力，而是抽筋。嗡嗡嗡！空间屏障如同玻璃一般，发出即将破碎的震动和低鸣。啊！赫拉咬着牙，几乎要把一张老脸上的褶皱扯断，全身魔力疯狂涌入法杖，这才勉强顶住2段合一的恐怖攻击。哈，这就不行了吗？秦飞嘴角一扬，轻飘飘道：“我还没出力呢。”第100章飞刃光环，几何切割，技能用的不错，装备也还行。维克多简短的评价着，眼眸里不带一丝慌乱，依旧是那般冷傲和不屑。可惜，单靠这点东西就妄图跟空间抗争，未免还是太单纯了一些。说话间，维克多掌心凭空浮现出一颗如钻石般璀璨剔透的精美魔石。空间魔石！阿斯亚特眼眸一震，看切面数量，至少是传说级。传说级的空间魔石，不论是传说还是空间魔石，都不是秦飞等人曾经见过的。现在2者结合，其稀有程度，连奥拉乌纳也只在贵族酒会上的吹嘘间偶尔听闻过几次。太珍贵了，这种级别的魔石一旦出现帝都，立刻就会遭到无数贵族和各大协会的争抢。传说级魔石，各职业强者都会需要，这是战斗中用来强化提升以及保命的东西。而空间魔石就是所有保命魔石中效果最强最全面，当然也是最贵的一种。其在拍卖会上的价格之高，甚至足以让传奇职业者破产。咔嚓！随着维克多掌心的轻轻用力，空间魔石骤然解体，1024面空间从1024个角度将维克多3人包裹。叮！一声清脆的震动声，众人面前的空间屏障顿时变得无比稳固，犹如神灵出手打造的完美钻石。好！秦飞会心一笑，战斗热诚，狂暴！晋升强力后的技能全部拉满之后，直接将秦飞的属性翻倍。轰！秦飞双掌横推，再一次震出数百把飞刃。嗖嗖嗖！流光飞刃杀入空间屏障的瞬间，便如同光线一般被空间屏障折射开来。这一次，秦飞终于看清了屏障的效果。每一道屏障的切面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空间，每一个独立空间都可以承受一次几乎无上限的伤害。而传说级的空间魔石的切面超过1000个，再加上赫拉本身的空间能力，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突破的绝对屏障。年轻人，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赫拉得意地咧开嘴角，嘲讽道：“像你这样的年轻，稍微有点等级和实力，就自以为天下无敌，哼！岂不知艾帕西亚大陆上的真正强者，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维克多闻言却是不以为然，冷声斥道：“赫拉，请注意你的用词。”是。赫拉嘴角一抽，连忙收住。维克多转而看向秦飞，和煦道：“凭你的实力，想跟空间抗争还不足够，但在帝国一众垃圾里面，倒也算得上是瑕疵较少的一个。跪下吧。”维克多双手负后，语气平静，仿佛天经地义般：“我可以赐予你格拉图斯家族护卫的身份，虽然只是最低级的护卫，但这已经是你能够获得的莫大荣耀了。”噗！哈哈！秦飞一口笑喷出来：“
嗨嗨，说实话，在我见过的白痴里面，你绝对不是最白痴的一个。但是在死到临头的情况下，还能这么白痴，你绝对算得上的根独苗了。混账！赫拉骤然一怒，喝道：“小子，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荣幸？你知不知道，在整个艾帕西亚大陆上有多少传奇存在，都想要成为格拉图斯的护卫？知识协会拥有的一切，在格拉图斯面前，不过是一些连仓库都进不去的垃圾。是，当狗都能当出自豪感，你也算是一条好狗了。”秦飞轻瞥一眼，少废话，等死吧！秦飞不想多说，取出一颗强法魔石捏碎，补充药剂，魔法值急速恢复。哼！赫拉恭敬道：“此人如此不识好歹，还请让我杀了他，以免格拉图斯家族的荣耀蒙尘。”维克多看都没看秦飞，微微点头，只是一个护卫而已，多一个少一个，对格拉图斯家族来说都没有任何影响，更不值得他多费一句话。赫拉获得许可，昏黄的眼底都不由得兴奋起来。小子，就算你在这里攻击1年，都不可能击碎屏障，而且你马上就要死在这里，还是省点力气吧。哈哈！赫拉枯萎的右手骤然伸出，暴喝出声，空间凝滞。爹，你受到了对方技能的影响，你的移动速度降低100%，移速降低100%。秦飞下意识地看了眼面板，移速加成4110%。降低之后的加成还有4000以上。靠，喊这么大声，我还以为有多刁呢。说话间，秦飞一个闪身狂奔，数百把飞刃便如同流光尾一般追随在秦飞身后。前行，速度再次飙升。秦飞终于感受到了阻力，不是来自空间凝滞，而是来自空气。每秒300米以上的奔袭速度，已经无限接近音障的340米每秒。嗖嗖嗖！秦飞以维克多几人为圆心，飞速绕圈，一眨眼就能奔出10几圈，而飞刃更是在维克多几人周围形成了一道光环。急速切割，近600把飞刃在秦飞操作下，以每秒几十次的频率对空间屏障造成环形切割伤害。嗡！随着秦飞的高速旋转，飞刃光环和空间屏障开始随着它一起发出轻微的震荡。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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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环震荡的频率越来越高，同时二者震荡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即便是传说级的空间魔石，此刻也开始摇晃。你这是什么操作？赫拉呆住了，他以为对方已经施展了全力爆发，上千次的攻击频率就是极限，就是无法抗衡空间屏障的绝对极限。可一转眼，对方竟然以自身的速度和角度变换，形成了一波完全无法理解的攻击模式。啊，这是几何切割还是共振？身为学霸的林诗琪看得有些呆。魔幻世界也可以这样玩吗？虽然理论上来说，空间中有波就会震动，就会形成同频，但是阿斯亚特则是双眸放光，一声赞叹：好！飞刃攻击的频率本就可以通过速度和走位获得段数上的倍率提升，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快的移速而已。好，你的速度若是能再快一点，那就算是圣级空间魔石也能给它切碎。嗡嗡嗡！飞刃光环和空间屏障的震荡越来越剧烈，赫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迪卡尔，杀了他！快！呵呵，秦飞轻笑一声，都说了我还没出力，怎么就不信呢？第101章，炽热爆炸！炸！贤者，你是不是说要快？奥拉乌娜从没见识过秦飞这种超凡的攻击模式，但他听见了要快。噌！只见他拔出腰间宝剑，断喝出声，迅猛爆炸！轰！奥拉乌娜周身的腾空一道道赤红火焰。下一秒，这些赤红火焰便凌空飞向林诗琪、白丽、瑶儿和秦飞几人。爹，你获得炙热爆炸的光环效果，你的每一次移动都会获得一次20%的爆炸加速，你的每一次攻击都会获得一次20%的爆炸加速，移速、攻速双加20%，不算高啊。奥拉乌娜不是军团长吗？起码是个大师或者英雄吧？还是什么4大家族之一的菲尼斯？怎么他的光环技能看起来这么惨？秦飞想到这里，只听脚下发出一声爆炸，整个人猛然往前一冲，接近音速的狂飙猛地加速，竟差点没控制住，当场摔个趔趄。卧槽，什么情况？秦飞打开面板，移速加成没有变化。砰！秦飞脚步踏在地面，又是一声爆炸，同时面板上的移速瞬间一跳，4944。死！秦飞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爆炸移速直接是在所有基础移速的基础上加成的。靠！这他妈是真要炸啊！
炽热爆炸，自己的基础移速越高，获得的移速加成效果就越高。轰！秦飞震出飞刃的瞬间，炸！攻击速度获得 20% 的加成，飞刃更快。轰！前方的空气终于不能再压制秦飞的速度，配合飞刃和冲刺的爆炸 ，20% 的提升。鹰杖突破，炸！轰隆隆，维克多几人周围的飞刃光环之中，不间断着的轰鸣出爆炸声，而空间屏障再一次抵达极限。赫拉一张老脸彻底扭曲，所有的空间能力都要用来坚持屏障。迪卡尔，此刻维克多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吩咐道：“杀了他！”同时，维克多再次取出一颗传说级空间魔石，对屏障进行加固。还有，阿斯亚特以前没接触过几次格拉图斯，但这一次他知道了。常年掌握根源性空间的格拉图斯，其底蕴深厚程度真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连他都不敢信。传说级的空间魔石在他手里就如同普通魔石一样，随随便便就用掉2颗。迪卡尔没有废话，冲着眼前飞驰的身影，拦腰就是一剑，唰！闪避！秦飞全属性替身后的闪避值少说4万以上。该死！迪卡尔这才想起来对方敏捷属性很高，速度快，那闪避自然也高，当即举起巨剑，碎空斩！轰！数十道空间斩击同时从金色巨剑中迸发而出，闪避！闪避！负11120，免伤！闪避！负801010，闪避！迪卡尔和赫拉都呆住了，数十道空间斩的爆发，竟然只有2道命中。他不仅有闪避，还有免伤，更关键的是还打不死。才1万伤害，凭什么？迪卡尔不可置信的怒吼道：“你的速度属性已经这么高了，怎么可能还有那么高的防御？”维克多若有所思的点头，看来你是有些天赋的，不过作为攻击职业，你应该没有多少属性用来支撑伤害了吧？赫拉闻言不由得放声大笑，哈哈哈，没有攻击伤害职业，永远都是垃圾。哼，废物般的帝国贤者，也就只能教出来废物徒弟。上官瑶闻言当即做鬼脸状，屡吹牛皮，有本事你们把空间屏障取消呀，信不信哥哥一刀就秒你们？另一边，秦飞几乎就要扯碎屏障，不可能停下来还手，但是光环效果是不是还能提升啊？盗贼2转，宝石可以多加1颗，卓越威望。凡引领者断不会让战友失望，凡威望者断不会让战友受苦。品级史诗，来自队友的光环技能效果提升 100%， 来自队友的召唤生物伤害提升 100%， 来自队友的状态技能持续时间提升 100%。 你无法使用光环类技能，你将承担队友 50% 的伤害。轰！秦飞更换宝石之后，炽热爆炸的效果顿时翻倍， 40%， 面板速度 5768%。哈哈哈哈！秦飞一阵轻松的笑声传出，却被追在身后的音波逐级震开。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在飞刃光环中的迸发，刚刚加固过的空间屏障，仅是一个呼吸就已经呈现出不稳定的迹象。啊！奥拉乌娜自己都愣住了，爆炸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技能，很明确是知道自己的爆炸加速效果没有这么强大。我的力量也提升了不少。阿斯亚特这边也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宝石效果，卓越威望。白丽，给他加一个星辰守护，效果持续时间会延长1倍，哪怕只有1级也是有用的。好，东方白丽应声的同时，一手握紧法杖，一手凝聚出点点星光，刚要出手，就听咔嚓的一声，眼前空间屏障如玻璃板轰然碎裂，崩成无数颗细小的空间碎片。死吧！秦飞冷斥一声，再次展开前行，身形一晃来到维克多身后。嗖！数百道飞刃凝聚的光环随着秦飞的一个动作瞬间收缩。哼！维克多一声冷哼，右手戒指猛然放亮闪烁。嘘！数百道飞刃在刹那间便将维克多3人尽数贯穿。负38万3000暴击，负18万9000，负39万2060暴击，负17万8200，几百道伤害数字成片飙升，如同一道血色火山原地喷上天际。1亿3500万，最终所有的伤害数字汇聚，凝结成一个无比恐怖的数字。爹，你击败了英雄级空间战士迪卡尔，你获得了3206000经验值。没了。秦飞再看眼前，维克多跟赫拉的身形在飞刃轰击下化作虚影，原地消失。瞬移，秦飞立刻向周围看去，空空荡荡的死亡沼泽，哪里还有人影？芬克托，秦飞心念一起，
立刻召唤狮鹰兽升空，展开阴谋扫视。第102章根源真理，永生的希望。赫顿联邦首府尼德霍格，一座隐秘庄园的花园中，凭空浮现出维克多跟赫拉的身影。该死！赫拉低声咒骂一声，那小子竟然真能突破史诗级空间魔石的防御。迪卡尔也死了，连支撑1秒都做不到，他怎会有那么恐怖的伤害？维克多脸色难看，刚才只要慢一个瞬间启动空间逃脱，他可能都会陷入危险。那人的伤害能力实在是太夸张了，即便有圣器保护，他都不觉得十分稳妥。格拉图斯从不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下，任何收益都不值得尊贵的格拉图斯冒险。呼，维克多缓了一口气，踏步迈入庄园。这个人必须死。赫拉暗暗皱眉，犹豫道：“那入侵帝国的计划。”维克多骤然回头，金色的眼眸之中满是杀意和疯狂，告诉真理教派：“我要他死！”是。赫拉吓得老脸煞白，扑通一声跪伏在地，连连磕头道：“小的这就去，现在就去。”死亡沼泽。林时奇跟芬克托搜寻片刻后落地，微微摇头，没找到，应该是跑了。他们羞不羞呀？上官瑶闻言不由得气到跺脚，之前不是说不怕的吗？为什么要逃跑呀？看来格拉图斯家族跟真理教派脱不了关系。阿斯亚特沉吟道：“当年我追杀过不少真理教派成员，哪怕使用法术禁锢，他们也依旧能够使用极为特别的瞬移直接逃跑，这才导致我根本查不出多少东西。”呼！阿斯亚特念及过往，不由得长吁一口。根源性的空间太过强大，首次战斗就能击杀他们一人，这种成绩恐怕已经有上千年没人做到过了。奥拉乌纳坦言道：“确实，最近几百年确实不曾听说有人击败过格拉图斯家族。还有，阿斯亚特接着道，那个赫拉应该还不是真理教派的核心成员。若是遇到那些拥有根源真理加持的奥秘法术，才是真正的可怕。”能让阿斯亚特说出可怕2个字，可见根源真理的强悍绝不会亚于根源空间，只是根源空间的属性更为特别，主打的特点大概就是难杀，单单一个空间屏障就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再加上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瞬移，说实话，想死都难。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一切汇报给帝国。格拉图斯既然这时候选择动手，就不会轻易放弃。阿斯亚特眼中冒出一阵地狱烈焰，尤其是真理教派，必须要予以铲除。说话间，阿斯亚特转而看向秦飞，目光中除了愤怒，还有一份特别的希冀。根源真理是吧？交给我就行了。秦飞洒然一笑，那玩意估计是真正的神级道具，怎会让其平白溜走？如果找不到真理教派，那就先灭了格拉图斯。简单。噗！阿斯亚特本来挺高兴的，但是一听后面，差点崩溃。这是很严肃的，不要开玩笑。真理教派我追查了几百年，没有结果不说，连线索都少得可怜。至于格拉图斯，他们家族掌握着根源性的空间力量，除非他们自己想死，否则基本没有灭亡的可能。啊！秦飞还以为会接到剿灭真理教派的任务，结果竟然没有。难道是等级不够？根本接不到。秦飞忽然想起什么，皱眉道：“不对吧？这都1000多年过去，真理教派创始人该死了吧？”不可能！阿斯亚特断言道：“根源真理是炼金术士的顶点，那是隐藏在世间一切道理背后的真实答案。拥有根源真理的存在，有10000种方法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过去，任何利用根源真理做出的生命试验，都被协会视为绝对的禁忌。”林诗琪一直有注意听，当即提出疑问：“老师，你刚才不是说协会掌握的根源知识和根源真理都只有一部分吗？仅有一部分就可以这么强大吗？足以永生不死？”咯噔！东方白丽和秦飞同时心头一震。永生不死！要知道，当今的众神可不是一个游戏而已。道具破戒石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永生是禁忌，阿斯亚特神情凝重，严厉喝道：“这是我的老师星空圣法艾拉曾经警告过我的原话，现在我也一样再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尝试触犯禁忌。艾帕西亚大陆上除了神灵，没有人可以永生。”我说的是没有。林诗琪眨了眨眼，歪头道：“可是老师，你现在的状态不算永生吗？”阿斯亚特当场就被问到尬住，连忙干咳2声，解释道：“我说的是人，是人类，是生灵，灵魂体不是人类，也不算生灵。”林诗琪还有问题，那老师，人类可以成神吗？噗！阿斯亚特要崩溃了，这一届的学生真难带，怎么开口就是这种绝对的禁忌问题？别问，神灵的领域绝非人类可以尝试的，那比使用根源真理还要禁忌。看来阿斯亚特也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不想说。
当然，秦飞现在可以确定一点，按你所说，一部分的根源真理就可以获得永生，是这样吧？那是有代价的，是你无法想象的代价。阿斯亚特激动无比地喝道。虽然我没接触过根源真理，但老师说过，追求真理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不管是协会还是老师，都严令禁止根源真理的研究。而根源知识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东西，唯有绝对的知识，才能带领帝国和人类走向更辉煌的未来。秦飞跟白丽对视一眼，可以永生。队伍频道里，二人同时开口。代价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东方白丽惊叹道：其实不管什么代价，只要能永生，我想都有人愿意承受的吧？肯定的，没有人可以拒绝永生的诱惑。还有成神路径，是绝对可能的。阿斯亚特的老师就成功晋级过半神，而我们获得的众神全景图表中也明确写了，成神同样是升级道路上的一个台阶。秦飞心中盘算道，从阿斯亚特这里获得信息已经可以明确，英雄之后的晋升路径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变得极为困难。所以，尽快升级，把现在已经明确的3转尽快完成才是正事。至于永生，不管代价是什么，那都是拿到之后再考虑的问题。哥哥快看，有空间戒指呢！上官瑶在开箱子，摸尸体这条路上从来都是最快的。哇，还有一本技能书，空间系的，第103章，空间戒指，爆仓了。说到箱子，秦飞才想起来包里还有个史诗箱子没开，顺手交给瑶儿，自己则是去查看迪卡尔爆了什么。空间戒指，品级史诗，需求无，内部空间10立方米，当前存放道具金币 X65200 血魔石稀有 X82 法魔石稀有 X100 瞬回生命药剂稀有 X65 瞬回魔法药剂稀有 X100 空间魔石魔法 X5 格拉图斯的军团套装2阶 X10 传送卷轴普通 X300 传送卷轴固定城市 X100 华丽的餐桌 X1 华丽的座椅 X1 华丽的餐具 X10 稀有的拉克顿牛肉。该装备为特殊类型，不占用装备栏。我擦，真有钱！秦飞看到金币数额就只能说2个字，有钱。自己打到现在刷了那么多奖励，拢共也就刷出来5万多金币，现在一个格拉图斯的护卫就有6万多金币，这可是6000多万啊！秦飞打开金币市场瞥了一眼兑换比例，卧槽，金币还涨价了。开服的时候金币价值1000块左右，现在开服几天，银币产量提升，按理说金币就要掉价才对，结果现在市场兑换比例1金币等于2100多块，死！6万金币直接价值过亿啊！靠，真该杀了那个维克多的。秦飞是真想杀了维克多的，但那家伙胆子太小了点吧。空间屏障一碎，瞬间跑路，根本不带犹豫的。他甚至连尝试一下非刃伤害的想法都没有，好歹也一身极品装备，摆设吗？太不自信了吧？还是怕死？那要怕到维克多那个程度的也是挺罕见啊。血魔石，品质稀有，提升 50% 生命值上限，提升 500% 的生命恢复效果，持续360秒。法魔石，品质稀有，提升 50% 魔法值上限，提升 500% 的魔法恢复效果，持续360秒。啊！秦飞搜了一圈戒指，终于确认，这就是迪卡尔用的最垃圾魔石了，没有更垃圾的了。稀有魔石几十个、上百个，往后缺蓝的问题大概是没有了。回血也稳了。空间魔石，品质魔法，可在周围形成一个不超过10立方米的独立空间，持续360秒，可强化传送卷轴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00公里，可强化空间系技能的威力，可用于制作装备或强化装备，功能是真的多，仅魔法品质就有这些效果。若是等级更高，秦飞想起刚才的传说，空间魔石就烦，真的难打。难道说根源空间可以无限制造空间魔石吗？阿斯亚特皱眉反问，难道不可以吗？噗！卧槽，还真能无限制造啊！秦飞其实是想说，我随便问问的。阿斯亚特继而解释道，根源性不仅仅可以压制同系的能力，还拥有控制同系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根源性道具其实可以生产蕴含同系能力道具的，比如魔石、转职道具、特性装备、各种技能、各类卷轴都是可以的。只是根源性的完整与否，代表了其威能的大小和生产的数量。上官瑶听完，眼里已经开始闪光。难道说，那就是传说中的摇钱树？秦飞暗暗点头。摇钱树，迪卡尔的戒指里面看起来很富，那仅仅是对自己来说而已。
看他戒指里面占用最多空间的，其实是华丽的桌椅、餐具，还有食材。笛卡尔大概率就是背包、打杂，外加做饭的。维克多传送逃跑都没带他，当然，也有可能是带不走。秦飞那时候杀进去，虽然瞄准的维克多，但因为飞刃是环状切入，距离飞刃最近的其实是维克多身边的笛卡尔。下次抓到维克多，得提前调整好技能，第一时间就要切死他。不过，下次见面，他还敢看自己一眼吗？勇一点好吧，你可以的，你是格拉图斯，你要自信。对了，还有格拉图斯的套装。秦飞取出装备，格拉图斯战刀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攻击力300，破甲200，力量30，体质30。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攻击力增加 20%。武器护甲、手臂、靴子、头盔、腰带、戒指、项链，全套，全是稀有。攻击、力量、体质、敏捷、智慧、技能、法术，每种套装属性都有。死，这得加多少属性？秦飞目前还是普通的1阶军团套呢。不对不对，你这是出门做任务打架，还是出门开店呢？怎么戒指里备这么多装备，还备得这么全？靠，这要是没个空间戒指，都要爆仓了呀！格拉图斯的军团套装一般比同阶的军团要好，加成多 10%， 但价格要贵3倍。奥拉乌娜看了一眼后，不免感叹道：正常军团都用不起，只有部分贵族会给自己的护卫团购买。整个艾帕西亚大陆，他们的空间戒指最多也最大，再加上他们拥有大量固定城市传送卷轴，所以他们做生意不需要组织商队，一个人传送就可以了。不过他们家族也看不上的普通的生意，单单售卖传送卷轴就已经赚得花不完了吧？好好好，根源空间，我记住了。秦飞立刻在自己心里的任务栏给他挂上号。哥哥，给史诗级项链哦，可适合你了呢。瑶儿开完箱子，整个人都比之前精神了几分。第104章鸟枪换炮，属性翻倍，绝影徽章风，我在风中疾驰，而你们连我的影子都追不上。品级史诗，需求30级，力量40，敏捷80，攻击速度 50%， 移动速度 50%。移动时，你的投掷物飞行速度提升 30%。移动时，你的投掷物伤害提升 30%。移动时，你的投掷物暴击率提升 10%。啊！秦飞本以为开个空间戒指，爆个10套稀有就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这里还有手更红的。有飞刃之后，不管对方是不是具备空间屏障，自己都打算换速度和敏捷套装。只要速度够快，那伤害就肯定够爆。结果这一条史诗项链的技能就堪比自己一个2转技能，这还得是无罪匕首升级之后才行。单凭1级的属性，貌似还有点追不上这条项链。全换，全换。不过手套还是不能换。秦飞这时候才发现，盗贼极易和盗贼极恶分别是左右手装备，也就是说，这2个手套是可以同时装备的，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来回切更换。好，秦飞暗赞一声，直接将其余装备全部更换。格拉图斯之甲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300，生命值500，体质50。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生命值增加 20%。格拉图斯之盔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120，闪避120，敏捷20，体质20。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攻击速度增加 20%。格拉图斯之靴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120，闪避120，敏捷20，体质20。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攻击速度增加 20%。格拉图斯之腰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120，闪避120，体质30。所有元素抗性 15%。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所有元素抗性增加 15%。格拉图斯之剑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120，闪避120，敏捷50。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攻击速度增加 30%。格拉图斯之剑2阶，品级稀有，需求30级，防御120，闪避120，敏捷50。该装备拥有格拉图斯的祝福，
攻击速度增加 30%。格拉图斯军团套装5%，全属性增加 30%， 攻击和移动速度增加 30%， 攻击和防御增加 30%。还好套装只要5件，秦飞不可能为了套装属性而放弃盗贼手套和项链的。加成这么多，这下属性应该够爆了吧？面板飞天地，等级30，职业贪婪者，无罪之影，狂暴战士，称号帝国英雄，阿兹特的守护者，天赋100倍属性，力量71400，异界力量2000，敏捷50400，异界敏捷2000，智慧19600，异界智慧2000，体质40600，异界体质1700，生命值148,620，魔法值39210，物理攻击72510，魔法攻击11760，攻击速度96.30秒，防御力18133，魔法抗性10%，元素抗性40%，闪避值50760，命中值50400，暴击率5%，移动速度370.3米每秒，5190，技能飞刃投掷、斩击、跳斩、重斩、力量训练、战斗热诚、气血狂暴、力量狂暴、战斗狂暴、无罪前行、无罪窃取、无罪伏击、无罪脱逃、3重影击、无罪匕首、无罪行者、无罪汲取。装备盗贼的极意、盗贼的极恶、绝影徽章、风、格拉图斯的军团套装。爆炸！基础属性比之前翻了1倍，甚至比刚才开战时满技能、满级状态的巅峰属性还要高。哈哈，这要是开技能把属性拉翻倍，那不得炸上天啊！就算是传说级的空间屏障，也要一招给你碾碎。秦飞忽然想起来还有个空间技能，不知道能不能用。空间穿梭斩，高等，穿梭空间，抵达目标附近后，再对目标发起一次攻击，最远穿梭距离30米。穿梭斩可配合其余主动攻击技能使用，消耗1000点魔法值，冷却300秒。学习D，你不具备空间能力，无法领悟该技能。得，没戏。秦飞就知道空间系技能没那么简单，但是看技能效果，那是真的好。想学空间技能人很多，但成功的人很少。阿斯亚特看到技能后，沉吟思索道：格拉图斯掌握了近乎全部的空间职业，从未听说过他们对外出售，更没有对外收过学生，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只要以天赋魔文抽取传说级以上的空间魔石，是有几率抽出来高等级空间天赋的。这大概是非空间职业者学习空间系技能的唯一的方法了吧？当然，直接选择空间系能力装备才是更简单的。靠，还传说级？秦飞横了他一眼，你就说你那次杀到魔族领地，有没有拿到传说级的天赋魔文吧？肯定有。阿斯亚特抹了抹下巴，思索道：说起来，我在协会还存了2枚传说级魔文，就是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免费。走走走，现在就去协会。秦飞已经等不了了。对，我记得你是去过虚空海的吧？那你应该也有破戒石喽？有的，在协会仓库。阿斯亚特回道。那还等什么？出发！秦飞拍了拍白丽的肩膀，愣着干什么？开门啊！阿斯亚特一听这话，脸都要绿了。怎么？你是打算让我去知识协会打开阿斯亚特的仓库吗？我叫霍恩，不叫阿斯亚特。嘿嘿。秦飞诚然一笑，当然是我去开。阿斯亚特轻轻点头，赞扬道：好啊，没想到你连会长仓库都能开。噗，会长仓库？你在逗我？秦飞眉心紧锁，沉吟道：你报个坐标，百里开心门进去，我们开了就走，是不是很合理？合理。阿斯亚特继续点头道：曾经掌握根源知识的协会总部，如今连空间魔法都防不住了，随随便便就能开个门进去了。秦飞额头现出一根黑线，那不是没戏。另一边，奥拉乌娜憋了半天，终于找到机会插嘴：如果要破戒时，我的家族仓库应该有库存的，就算找不到，我想三皇子也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先去帝都找到三皇子？好。秦飞眼眸亮起，冲着阿斯亚特哼道：帝都坐标，你总该有的吧？第105章，误入皇宫，帝国叛徒。神圣帝国首都阿尔卡迪亚，大量使用巨石、魔法石以及琉璃水晶的高耸建筑，宏伟之中不乏奢华。秦飞一行人面前的宫殿巍峨而庄严，门扉的柱子上以水晶纹路镌刻出华丽的文章图案，文章中心是一柄贯穿王冠的重剑，四周以绽放的线条如同金色太阳般耀眼。剑下王冠，
奥拉乌娜看到文章的瞬间就不淡定，扶着额头叹道：“怎么会直接到了皇宫呢？”阿斯亚特一样疑惑，皱眉道：“坐标不会错的，位置应该在皇宫后街。”皇宫扩建了。奥拉乌娜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大概100年前的事。正好。秦飞不明白他们有啥好纠结的，我们不就是来找三皇子的吗？奥拉乌娜顿了一下，解释道：“首先呢，三皇子不在皇宫；其次，不论任何原因，擅闯皇宫都是重罪。最后，在没有查出真正的叛徒前，我恐怕不能明着去见三皇子的。若是被皇宫护卫或者皇家军团看见，都一声急速号角长鸣，紧跟着，皇宫内便有护卫大声呵斥：大胆刺客，竟敢擅闯皇宫！”秦飞转身瞪了阿斯亚特一眼，高手，真是高手！嗖嗖，两发如太阳般刺目的魔法球瞬间飞上天际，一切阴影尽皆消失，就连阿斯亚特也只能化作一团地狱火焰，钻入林诗琪的法杖之中。好好好，皇宫护卫里还有较听的强者。秦飞拍了拍手，真是绝了！快走！奥拉乌娜来不及再解释，当即取出一张传送卷轴，当场撕碎。但预料中的传送漩涡并没有出现。这皇宫中设置的空间静止，奥拉乌娜无语了，满脸苦笑地看着林诗琪的法杖，道：“尊敬的贤者，我们能不能先开门出去再说呢？帝国皇宫常年有传奇法师坐镇，禁卫军统领也一样是传奇战士。如果我们等下解释不清楚，那恐怕就不用解释了。”秦飞眉心一竖，有什么好解释的？叫三皇子出来不就说清楚了吗？话音未落，几人前方凭空浮现一道漩涡波动，唰！一名身披暗金色华贵法袍的老者传送落地，缓步行来。菲尼斯家的叛徒，你竟敢闯入皇宫，意图谋反！说，到底是谁在背后支持你？呼！奥拉乌娜长吁了一口，凝神道：“尊敬的宫廷大法师，贤者凯恩，请相信我对帝国的忠诚，即便深入地狱，我也绝不会背叛。你的背叛是事实，带队擅闯皇宫也是事实。”凯恩的脸上遍布皱纹，偏偏眼眸明亮无比。你如果是冤枉的，那就该立刻束手就擒。我相信英明的皇帝陛下自然会派人查明真相，还你和菲尼斯一个清白。束手就擒？奥拉乌娜坚决地摇了摇头。贤者，您可能不太清楚当中缘由。帝国如今的情况已然是岌岌可危，若是皇帝陛下还是当年那般的英明勇武，我想帝国也不至于沦落今天这般局面。混账！凯恩手中暗金法杖猛地触地，勃然大怒道：“你连陛下都敢诋毁，还说不是叛徒？”秦飞跟白丽对视一眼，这个奥拉乌娜是去解释缘由的，还是给自己定罪的？另一边，一名沐浴在神圣光芒之下的老者飘然落地。有意思，帝国英雄竟然和帝国叛徒同时闯入皇宫。宫廷大祭司达拉。奥拉乌娜闻言当即一惊，急着开口解释道：“正是飞天帝前往死亡沼泽，才将我从军团叛徒和格拉图斯手中救了出来。”哼，军团叛徒？达拉嘴角一扯，冷笑道：“我看帝国军团中的叛徒只有你一个吧？你自己背叛帝国，极尽蛊惑，终是诱骗10几位军团统领，诱骗出城，再配合魔族将那些忠于帝国的战士和灵魂尽数抹杀，然后让你的随从坐镇圣卡尔斯，切断帝国的补给和支援。至于这个飞天帝，更是将穆伦主教派出的调查员努克大师暗中刺杀。这是什么逻辑？听起来还好像有点逻辑，但实际上狗屁不通。上官瑶的脾气哪受得了这些，当即瞪眼道：“胡说！明明是哥哥一个人击退了4大军团，拯救了阿兹特防线和所有人的。”凯恩闻言默默点头，眼眸中透出一抹赞赏道：“一个独守阿兹特防线，着实不凡。帝国危机之下，还是有年轻人能够站出来的。”拯救？达拉一阵轻蔑的冷笑。魔族4大军团英雄尽出，法师团人数上千，单凭他一个默默无名之辈，一个隐藏在黑暗里的刺客，如何能够击退？苍浪！秦飞腰间战刀骤然出鞘，挑眉道：“废话那么多，找死就直说。”啪！奥拉乌娜眼疾手快地按住秦飞的手，眼神中带着泪光，低声恳求道：“不要！”他是见过秦飞实力的，连空间屏障都可以斩碎，就算面对传奇法师和传奇祭祀，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可问题是，一旦开战，那就全完了。菲尼斯家族的名声和荣耀不能被我一个人抹黑。还有三皇子。奥拉乌娜咬着牙根，沙哑道：“这件事只能我们自己查，绝不能让对方把罪名坐实。现在动手，只会让那些叛徒和敌人笑得更加得意。”达拉见状，却是更加肆无忌惮：“放弃吧，你们的计划已经被审判军团的西维纳斯调查得清清楚楚。先是暗杀统领，让防线空虚，再跟魔族合作演一场剧目，
打造出帝国英雄，然后再向防线中安插大量来历不明的冒险者。如此一来，帝国防线进入你手不说，你们还在帝国中获得了极大的威望。跟着，你们只要潜入皇宫，暗杀陛下，就可以让帝国陷入混乱。到时候，你们凭借帝国英雄的名义，在内联合菲尼斯家族，在外跟魔族、赫顿联邦苟且合作，恐怕不需3年5年就足以彻底覆灭整个帝国。什么？凯恩听完，气得连胡子都在颤抖。卑鄙，无耻！如此阴险的计划，你们竟也想得出来？第106章阿兹特之王1，西维纳斯。秦飞心道一声，确实是点东西。本以为上次在防线他已经放弃了，没想到仅仅1天过去，他或者他背后的集团就能将整件事彻底翻转。但如此快让传奇等级的宫廷大祭司如此笃定，追究原因，可能还是在任务本身。不论奥拉乌纳死活，教廷和那些帝国叛徒都不允许整个计划出现意外。一旦有，那就用最快的速度掐灭。至于格拉图斯为什么要强取奥拉乌纳，当然是为了里应外合。至于达拉所说，似乎本应该是他们要执行的计划才对吧？你们的罪孽深重，陛下和教廷已经下令，无需审判，即刻绞杀。达拉一声低喝，盘旋在周身的圣光瞬间凝聚。伟大的光啊，请以圣洁之力驱逐黑暗，粉碎邪恶吧！圣兵降临。砰砰！随着达拉口中的祈祷词结束，2道巨大无比的金色身形从圣光中走出，超出30米的高度，比皇宫围墙还要高出一个头。手中巨剑之宽，足以横盖半个宫殿。光之圣兵！奥拉乌纳瞳孔猛然一震，急呼道：“快走！圣光不灭之前，圣兵不死！”秦飞哪管那许多，轰！百道飞刃骤然旋出，如流光般轰向对面。轰隆！一道如同山岳般的冰山凭空落地，直接砸在宫殿广场，彻底阻拦在飞刃面前。噗噗噗！飞刃命中在冰山之中，一寸寸凿穿，一寸寸突进。速度锐减的同时，冰山另一头的贤者凯恩已然展开魔法屏障。叮叮叮！飞刃撞击在屏障之上，崩飞出道道火花，可却是无法再继续突破。百道飞刃竟是被凯恩那雄厚到令人发指的屏障尽数挡了下来。哦！凯恩颇为意外地眯起双眼，几道飞刃就能贯穿冰川守护，拿来对付魔族英雄和几个军团，似乎是足够了。哼，他们都敢在皇宫动手，明显就是意图反叛，还有什么好说的？达拉单手一指，2名光之圣兵举起巨剑，直劈秦飞几人而来。明明是普通的近战攻击，却因为圣兵那巨大无比的武器，直接笼罩方圆近100米的范围。宫廷大法师，宫廷大祭司，2位传奇出手，就算是飞刃也没在开局讨到便宜。哈哈！秦飞仰天大笑，连应对飞刃的技能都准备好了，还说那么多废话。我看你们才是帝国叛徒吧？覆灭帝国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当然，我对这些也没兴趣。你要说我覆灭帝国，好，那我就覆灭帝国给你看。轰！秦飞双手横推，数百道飞刃以自己为圆心向四周轰去。-403102暴击，-444000暴击，-221070暴击。飞刃流光般的速度，先一步命中金色圣兵，数百万的伤害瞬间爆出，但圣兵的血条却只是稍稍受损。光阻挡一切。随着达拉的一声冷斥，刷刷，2道光之屏障竟是自金色圣兵的胸口处展开。眨眼间，一层层的金色的屏障落下。嗖嗖嗖，飞刃如若无物地杀入屏障之内，但轰击在圣兵之上的时候，却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只有无数个丢失从头顶冒出。圣光系，真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克制黑暗技能啊！秦飞瞥了一眼头顶的神圣探照光球，暗道一声：前行不能用，光之屏障的伤害又必须抵脸才能打出来。如果有空间穿梭斩，那不是随便秒。飞天帝，走吧！奥拉乌纳已经快崩溃了，再打下去，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洗清罪名了。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秦飞挑眉道：有，只要三皇子还在，一切就还有机会。奥拉乌纳咬牙道：弟，你获得了新的任务，撤离帝都，目标保护奥拉乌纳离开神圣帝国首都，奖励未知，失败惩罚声望降低 X10000，帝国英雄称号失效，帝国之殇任务失败。没有奥拉乌纳，帝国之殇任务就会失败，但帝国之殇只是调查叛徒的任务，实际上叛徒都已经主动跳脸了，只是没证据说不清楚而已。既然说不清楚，那就不用说了，走。秦飞眼眸一转，百里那边早就拿到了阿兹特的坐标，
并且打开了心门，只等秦飞一句话。轰！两把圣兵巨剑重重落地的毁灭瞬间，一行人安然穿过心门，返回阿兹特。呼！奥拉乌纳深深吸了一口气，太惊险了！如果真在皇宫打起来，那将来真是有口说不清，更要连累家族跟三皇子。爹，撤离帝都任务完成。奥拉乌纳看向秦飞道：“你放心，等到了家族，只要有破戒石都会给你的。”我们现在要找三皇子肯定很难，看来只有先回家族寻求帮助，再做打算了。爹，你获得了新的任务，护送奥拉乌纳，目标保护奥拉乌纳前往菲尼斯家族，奖励破戒石未知，失败惩罚声望降低 X10000，帝国之殇任务失败。旁边东方白丽则是忧心忡忡道：“飞，如果这个任务完不成，那我们的工会怎么办？今天误入皇宫是个意外，但他很清楚，其实不管有没有去皇宫，他们都会遭遇来自其余国家势力的狙击。只要完不成奥拉乌纳的任务，只要你说不清叛徒的事情，那秦飞和他们以后在帝国就是根本没办法混的。去别的地方，赫顿联邦就是格拉图斯的私产。魔族，他们看到秦飞，估计要恨到咬牙切齿吧。再远，王国和兽族部落那边一点基础没有，现如今几乎都是被别的国家势力和集团瓜分了。再想另起炉灶，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单单是工会成员的传送费用就是天文数字，这可不是几千万能解决的，那是要消耗金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金币。还有，东方白丽眼眸一震，刚才公司的人发来消息，阿兹特军团正在清理玩家和冒险者，似乎是军团长的命令，要彻底封闭阿兹特。圣卡尔斯那边，守备军团副统领蕾娜也在之前被捕。一连串的消息几乎将奥拉乌纳砸晕。这怎么办？照这样下去，我们的通缉令恐怕在黑天前就能抵达整个帝国。呵，秦飞轻笑一声，我都说了，解释不清楚的事情就没必要解释。众人同时投来疑惑的目光。秦飞选择回来，就不是为了任务那点奖励。奥拉乌纳的最大作用其实不是任务，而是作为帝国贵族的身份。就连如何用，敌人也已经告诉自己了。你们没发现达拉给的计划非常完美吗？啊！奥拉乌纳第一个表示听不懂，东方白丽更是满眼迷茫。他的计划完美，不是代表我们找不到生存的出路吗？靠！秦飞伸手点了点白丽的脑门，换个思路，换个角度。阿兹特军团现在还有多少实力？他凭什么跟我呲牙？至于皇宫那两个老家伙，等下晚上我们两个晚上抽个时间，直接开门过去把他们干掉。连帝国皇帝一起干掉。噗！本就重伤的奥拉乌纳当即喷出一口鲜血。你疯了！第107章阿兹特之王2。年轻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阿斯亚特没有了光明压制，第一时间钻了出来，结果刚露头就听见秦飞说要把皇帝干掉，简直就是离谱。好呀，晚上我也去上官瑶，已经等不及要出气了。哼哼道：“那个臭老头，我们又没惹他，非要诬陷好人，可恶至极。”不是，东方白丽一把拽过妹妹，转而道：“我们现在就去暗杀帝国皇帝，真的合适吗？”家人们，谁能懂呀？游戏刚刚开服没几天，工会大门还不知道朝哪开呢，你就要去把帝国皇帝干掉？哇，那这接下来要怎么玩？难道凭现在公司里的这几百个10几级的玩家，就要跟整个帝国开战吗？不只是跟帝国开战，而是跟神圣帝国、教廷以及所有的帝国玩家开战。只要帝国一个任务下发出来，到时候无数苦求刷声望刷任务无门的玩家蜂拥而至，都不用打，一人一口唾沫都足够淹死了吧？一个想要自我毁灭的帝国是没有任何拯救价值的。秦飞懒得去做那漫长的帝国任务线，勾心斗角的东西太多了。现实里也是一样，如果要凭借帝国的势力混，就要玩官僚那一套。这是西维纳斯以及别的国家势力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东西，他们天生就是玩这个的。秦飞就一个人，算是百里他们也就几个人，怎么跟他们玩势力？那不是等于把一身等级装备优势丢下不要，孤零零的跑去别人的主场，在别人的规则限制下玩别人最擅长的游戏吗？死路一条，不仅没有赢的希望，而且还浪费太多时间。帝国目前的情况我不需要了解，也不想了解。秦飞继续道：干掉阿兹特军团，干掉皇帝，让帝国在混乱中重生，才是唯一解。当然，如果三皇子有兴趣的话，他也可以当这个皇帝。死！奥拉乌纳一听这话，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帝国皇帝自10年前就已经不再见人，各种制度和法令也极尽匪夷所思。战功赫赫的大皇子被囚禁在深暗海牙
二皇子每日在教廷诵念光明圣经，几乎从不出门。三皇子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能够辅佐英明睿智的三皇子登基称帝，那时的帝国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光明。他本就是要辅佐三皇子登基的，所以他才会前往圣卡尔斯，希望争取帝国边关防线军团的支持。要不然，他也不会老老实实接受守备军团的调令。可惜现在想想，敌人似乎知道他要干什么，故意给他守备军团，好一举铲除掉自己。同时，最好再把三皇子拖下水。如今，若是有飞天帝这样帝国英雄支持，有阿兹特防线的精锐军团，有圣卡尔斯这样的重城作为根基，再加上自己去联络剩下的贵族们，那成功的希望真的很大。飞天帝，我们能不能让皇帝直接让位呢？奥拉乌纳唯一无法赞成的就是暗杀皇帝的计划，那太恐怖了。你觉得呢？秦飞笑了，他要能退位，你能站在这里？好像不能。奥拉乌纳沉默了，阿斯亚特沉默了，东方白丽不能沉默，凑到秦飞耳边悄悄道：“你不是说真的吧？干掉帝国皇帝，扶持三皇子登基，要知道游戏才开服啊！你就一个人，怎可能完成？工会没有任何力量去支持这种行动的。”秦飞横了他一眼，先忽悠啊！目前这个计划还是需要菲尼斯家族支持的。还有，你得想想你的身份，身为华夏子民，你的血统里永远只流淌着一句话，那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一个不想当皇帝的华夏人，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炎黄子孙。东方白丽嘴巴张到最大，满眼的震惊。他小接受的教育里可没有这句话啊！哈，开个玩笑。秦飞伸手拧了拧白丽的鼻尖，缓缓解释道：“神圣帝国如今很多力量都被教廷把持，你看到了，希维纳斯在教廷中的能量很夸张。如果接下来还用神圣帝国内的规则跟他们玩，那纯属是没事闲的。”说到这里，秦飞走出房间，指了指外面历经魔族军团蹂躏依旧矗立的城墙。工会以阿兹特防线作为驻地，在安全性上就不是其余地方能比，所以不管能不能完成推翻帝国的计划，阿兹特都必须拿到手里。不管是希维纳斯还是教廷，他们想凭几句话、几张通缉令就把我们赶绝，简直就是癞蛤蟆做梦，痴心妄想。另一边，奥拉乌纳沉思良久，终于抬头，却没有看秦飞，反而是面对阿斯亚特。贤者，您曾经守护帝国多年，我想知道，如今的帝国真的需要这种办法才能获得重生吗？阿斯亚特沉吟一声，冷冷道：“我的名字叫霍恩。帝国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子民的帝国是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这老头也没那么死板啊。这点倒是让秦飞颇为意外。奥拉乌纳似乎明白了，眼眸里闪烁着复杂情绪。就算打算覆灭帝国的不是教廷，但他们也肯定跟叛徒站在了一条线，再加上格拉图斯的支持，没有任何机会。单凭他，就算想掀起一点浪花都不可能。飞天帝，如果你能辅佐三皇子登基，那我将以菲尼斯家族顺位继承人的身份支持你的一切行动。合作愉快。秦飞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帝国之殇任务自动取消。你获得了的隐藏任务帝国重生，目标辅佐神圣帝国三皇子登上帝国皇位，奖励未知。奥拉乌纳的身份在帝国中用处很大，菲尼斯家族的力量连格拉图斯都需要，秦飞又怎可能弃之不用？那第一件事，拿下阿兹特。奥拉乌纳重重点头，肯定道：“三皇子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就算知道，现在不能表明身份，所以一切都要从你在帝国的叛乱开始。若能拿下阿兹特防线，你将自立成王。你获得了的隐藏任务阿兹特之王，目标取得阿兹特防线的绝对控制权，奖励阿兹特之王、阿兹特防线、阿兹特军团。第108章阿兹特之王3。一连串的任务提示让东方白丽几人彻底呆住了。林诗琪和瑶儿不懂，但东方白丽必须明白，自立成王的结果必然代表工会正式崛起，同时也代表着秦飞和工会都必然成为所有帝国势力和所有帝国玩家的敌对。走，去看看那个重伤不醒又突然恢复的军团长吧。秦飞笑着说完，起身离开。卡拉维，奥拉乌纳眉心一紧，陷入沉思。很快，秦飞一行人就在城墙上找到了卡拉维，仅剩的统领亚伦也在，他们正在指挥军团士兵清理冒险者，玩家也是一样。奥拉乌纳，卡拉维看清来人的瞬间，立刻怒道：“你个叛徒还敢回来！来人，给我把他抓起来！”
卡拉维，你是不是背叛了帝国？奥拉乌纳想了一路，此刻终于确定道：让我带统领出去引诱刺客的计划是你提的，到了地方突然偷袭我的统领也是你一手提拔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背叛帝国？哼！卡拉维一身闪亮的军团战甲，脸上血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哪有一丝受伤的模样？身为帝国叛徒的你，竟然问出这种问题，简直可笑！秦飞等得不耐烦了，说完了没有？说完就干活。唉，奥拉乌纳无奈叹息一声，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孤身抵抗魔族多年的帝国军团长了。唰！秦飞身形一闪，双掌直接按在卡拉维的胸口。你！卡拉维瞳孔一震，刚反应过来拔剑，轰！上百道飞刃便横空而出，径直贯穿了他的胸口。负479399暴击，负484800暴击，负232030，一秒，100道飞刃，一秒，3000万伤害。噗！卡拉维尚且没能使用出任何状态技能，尚且没有拔出腰间佩剑，便一口鲜红喷出，血条瞬间清空，致死。卡拉维甚至没有来及多看秦飞一眼，更不知道他眼前的就是一人击退魔族大军的帝国英雄，阿兹特的真正守护者。爹，你击败了阿兹特军团长卡拉维，你获得了123万点经验值。爹，你对阿兹特军团长进行攻击，你的军团声望下降10%。爹，你击杀了阿兹特军团长，你可能遭受阿兹特军团的通缉。这亚伦跟被雷劈了一般，呆在原地。不远处，其余的军团士兵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飞天帝，您怎么会？亚伦是认识秦飞的，其余士兵也认识。阿兹特的守护者，帝国英雄，那是带领他们击退魔族的英雄，怎么会不认识？但是为什么？亚伦痴痴地开口询问道。教廷谋反，企图推翻帝国的统治，而皇帝陛下却被教廷蒙在鼓里。身为一个合格的炎黄子孙，这种剧情秦飞真的是张口就来。菲尼斯家族的奥拉乌纳受陛下密令前来调查，却被卡拉维发现端倪。卡拉维为免暴露，被奥拉乌纳欺骗到防线外围暗杀，并给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实际上，卡拉维才是帝国的叛徒，他才是防线崩溃，引诱魔族进攻，导致无数军团士兵阵亡的罪魁祸首。啊！亚伦跟其余的士兵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不会吧？那天刺客偷袭团长，我是在场的。啪！秦飞抽出那封来自阿那亚的密信，证据在这里。秦飞接续道：卡拉维如果受伤，就不会好得这么快。如果我是偷袭的刺客，他也没命活得下来。嘶！亚伦暗暗啧舌。那是肯定的，如果您要杀团长，确实不用第二招。而这封信，他也无法分辨。关键是，他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通报帝国吗？亚伦询问道。不，秦飞定声喝道。我说了，皇帝陛下已被教廷的人所欺骗，他完全不知道帝国所处的危机。我们是唯一拯救帝国的希望。我现在正是以贤者阿斯亚特，帝国守护者的名义接手阿兹特防线。你们可以拒绝，安全离开。但如果你们留下，就必须要整顿军备，时刻做好向帝都进发，拯救帝国。奥拉乌纳见亚伦和士兵还是有些犹豫，连忙开口道：大家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们应该相信飞天帝，是他击退的魔族，是他守住了阿兹特防线，也是他拯救了大家的生命。你们更应该相信曾经的帝国守护者贤者阿斯亚特，他永远都不会让帝国失望的，永远。短暂的沉默之后，亚伦看了一眼周围的士兵，面向秦飞，扑通一声单膝跪地。阿兹特军团统领亚伦·阿亚尔向您效忠。紧跟着，城墙上的其余士兵也纷纷单膝跪地，向您效忠，拯救帝国。很快，周围所有的士兵纷纷宣誓效忠。呼！奥拉乌纳深吸一口气，还好你的在军团的声望真的很高，否则今天绝不会如此容易。嘿嘿，秦飞心里暗笑一声，1000万声望，那是开玩笑的吗？才降10%，怎可能动摇？不过，离开阿兹特军团后，自己的声望就没那么夸张了。再要进攻圣卡尔斯的话，绝不会那么容易。其实，工会成员若是等级足够，自己连阿兹特军团的效忠都不需要。但没办法，开服时间太短，工会玩家的那点等级，连最基本的关隘防御都支撑不起来，更别说面对魔族和圣卡尔斯两边的防线了。不过，秦飞自己在场的话，两边来多少军团都是一样，随便杀。但自己不能永远守在阿兹特，工会的力量必须要提升。奥拉乌纳紧跟道：我们要尽快收拢整编军团，然后加固城墙防御，
我想夺取阿兹特的消息，要不了多久就会抵达帝国。圣卡尔斯的守备军团估计没有多少力量，但缪斯行省的军力还是充沛的，再加上教廷，我们其实很危险。东方百里突然插道，还要小心魔族和赫顿联邦。死！奥拉乌纳顿觉压力山大，再看眼前刚刚兵败，所剩不多的军团士兵，更觉得希望渺茫。按你的正常操作来吧，百里负责帮忙。秦飞吩咐完，二人同时行动起来，由亚伦和一些已经效忠士兵的辅助。收编军团的过程并没有阻力，卡拉维本身就在做整顿，我们现在接手倒也比较顺利。东方百里拧了拧眉心，若不是有几年军旅经验，他还真跟不上奥拉乌纳的行动。现在军团全部收编完毕，关隘两边的入口也暂时关闭。至于关隘内身份复杂的玩家和冒险者，之前都被清了出去，现在只需把工会成员放进来就行。仓库内军团物资还有不少，我们的声望都可以兑换。东方白丽说完，秦飞便纳闷道：军团都是我的，为什么要兑换？东方白丽愣了一下，有道理，那关隘内的店铺呢？店铺还有开的吗？秦飞反问道。都关门在，应该是在战争崩溃前统统跑路了吧。东方白丽无奈摇头道，如果有店铺，那阿兹特虽然是防线关隘，但实际上算作一个小城市，而且还是贸易比较繁荣的城市。没开？秦飞笑道，没开，那就是我的店铺。噗！东方白丽一个没绷住，美眸一瞥道，全没收？肯定的。秦飞点一本正经道，你说圣卡尔斯的店铺比较贵，现在这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不要？唉。东方白丽揉了揉额头，叹道，店铺有没有货源先不谈，关键是现在没有玩家，也没有任何交易。不对哦，姐姐。上官瑶第一个跳出来反驳道，阿兹特是前期最主要的炼级区域，除了防线的魔族，背靠圣卡尔斯一面有很多怪物，还有山脉两侧都有炼级点的。魔族是撤退了，但是他们还有军团驻守的呀，要是不出来，我们就打过去。姐姐，你看，其实玩家在这里的收益很高的呢。如果店铺都是我们来开，那前期直接销售军团资源作为本金，大量换取玩家手里的材料和金币，然后我们带着这些资源和金币乘坐姐姐的星门，就可以跟帝国外很远很远的势力交易。艾帕西亚的基本贸易逻辑是，距离越远，利润越高。哇塞，稍微算一算，我们的毛利率都在1000%以上哦。卧槽，专业！秦飞听完都说不出来任何补充的点。东方白丽更是宠溺的将瑶儿拉进怀里，嬉笑道，上官家生意能做这么大，果然还是有天赋在的呀。决定了，以后公司和工会的生意全部交给你打理。秦飞嘴角一扬，那还等什么？开门做生意啊！啊！东方白丽侧目过来，现在就开，不用担心帝国和魔族，有我在，有什么好担心的？秦飞自信道。但要是你不在呢？东方白丽反问。家里游戏仓到了，一个消息就能上线，哪怕出门，你开个门也能随时回来。秦飞觉得毫无问题，但是东方白丽觉得很有问题，翩然转身凑到秦飞耳边，媚眼如波道，明天好不好？我网购的跳跳糖到了，房东先生不打算试一下吗？卧槽，你有毒啊！秦飞狠狠瞪了他一眼，咬牙道，下线，明天再说。爹，你彻底掌控了阿兹特防线，任务完成，你获得了传说级称号阿兹特之王。第109章狂刷破戒石。阿兹特之王，品级传说，你拥有阿兹特地区的所有行政权限，地区建设、政令发布、税率修改、官员任免。你拥有阿兹特地区的所有军事权限，军团建设、军令发布、士兵招募、军官任免。全属性提升300点，物理和魔法攻击力提升100%，攻击和施法速度提升100%，移动速度提升100%，防御提升30%，魔法抗性提升30%，暴击率提升10%。当阿兹特之王处于阿兹特地区时，生命值和魔法值提升200%，所有属性提升30%。当阿兹特之王处于阿兹特地区时，地区内所属势力成员生命值和魔法值提升1000点，所有属性提升100点。死！秦飞仅仅瞥了一眼属性，瞬间就感觉自己找对了方向。称号属性，那是真的夸张，全属性300点，碾压装备，力量面板直接破10万，攻速接近200，生命值接近100万，就这面板还不无敌。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力量属性突破10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力量破戒石 X100。卧槽，还有奖励！秦飞找了半天的破戒石，没想到最终竟然还是靠属性拿。刷刷刷，开刷！战斗热诚，好！狂暴的战意和属性几乎在秦飞身边凝为实质。
足以撼动山岳的气势，瞬间将身边的白丽等人推出数米开外。整个关隘，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近乎爆炸的强大气场，那就是阿兹特的王。紧跟着，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敏捷属性突破10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00，奖励敏捷破界10 x100。龙国玩家飞天地体质属性突破10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00，奖励体质破界10 x100。龙国玩家飞天地智慧属性突破10万点，奖励声望 x1000000，奖励智慧破界10 x100。一瞬间，所有众神相关的直播间全体打满问号。我擦，全属性10万点，得爷今天算是小刀拉屁屁开了眼了。10万属性，我就问飞天地伸个小指头能不能碾死 BOSS？ 服，无敌！麻烦接受我一下的膝盖好吗？我不玩了。呵呵，不玩，我谢谢你啊，好人。众神属性反馈现实的，你要走就赶快死。反馈现实，那他不会现实里也能无敌吧？可能吧，大胆一点，不要可能。上次他妈都肉身扛炸弹，下次不得肉身扛核弹啊！龙国的玩家一想到这里，顿时暴躁了起来。牛逼牛逼！想必阁下就是新一代的青壮派代表吧？不行了，我们这些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成老顽固了。好好好，飞天地加油！这次 S3 全球总赛季，没你我都不看。冲冲冲！先把小日子过得不错，那群家伙秒了，露头就秒。笑死！还要他露头，不露头都给他秒了。飞天地有没有兴趣出海玩一玩？机票我出了，头等舱。啊！飞天地要是出海，老子直接包机，配100个空姐。老板大气，请问多余的空姐能给兄弟来一个吗？漂亮国五角大楼，将军，希维纳斯那边搞定了。别看飞天地现在崩得欢，我看他等下就要哭了吧。不论现实还是游戏，都没他的活路，他死定了。霍尔德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别他妈急着庆功公告呢。众神，神圣帝国，神圣帝国公告：飞天地勾结魔族，擅闯皇宫，意图暗杀陛下，覆灭帝国。神圣帝国绝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背叛，神圣帝国绝不会向任何叛乱势力妥协。凡击败飞天地者，将获得帝国皇帝的亲自奖赏。凡任何参与围剿飞天地及其叛乱势力的人员和军团，都将获得帝国的奖赏。凡任何城市、任何人员，严令禁止与飞天地及其势力进行交易。啊！帝国的玩家都懵逼了，什么情况？飞天地不是玩得好好，怎么一下就被整个帝国通缉了？好家伙，惩罚比红名还严重啊！永久追杀，禁止交易。靠！这要是我，直接删号得了。其余国家的玩家看到公告，直接蹦起来欢呼。低劣的龙国人就知道开挂卡 bug 垃圾，再开挂啊，再嚣张啊，怎么不说话了呢？哈哈，被系统制裁了吧？作弊者必须要付出代价。删号吧，多少还能留点面子，要不然洗干净脖子，等着被帝国杀到0级吧。看，帝国军团马上就要出动了，快去接任务！哈，这可是史诗级的反叛任务。卧槽，史诗级任务，快冲！这就是躺着也能赚不少经验和声望吧？万一碰巧秒了飞天地，嘿嘿，起飞！秦飞还没来及看，耳边再次响起公告：由于阿兹特行政官缺失，你自动成为阿兹特行政官。由于阿兹特军团长阵亡，你自动成为阿兹特军团长。系统公告：玩家飞天地率先获得行政官职位，奖励声望 x1000000，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史诗宝箱 x1。玩家飞天地率先获得军团长职位，奖励声望 x1000000，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史诗宝箱 x1。由于你被帝国视为反叛者，且同时拥有阿兹特行政官、军团长职位以及阿兹特之王称号，请立即确定行政区归属是否独立。第110章，惊人之举，震惊全球。是，秦飞想都没想，就直接将阿兹特设立为了独立区域。本来就是要跟帝国开战，那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按理说，工会还没建立，一切都要缓缓，不用太急。但是资源方面，瑶儿看起来是能玩转的。人手方面，白丽应该也没问题。至于战力方面，有阿兹特之王的称号在手，就算是帝国传奇进出，秦飞也不是太担心。既然都没有问题，那唯一担心的就是帝国的反应。可问题是，秦飞晚上还打算开个门去干掉帝国皇帝呢。系统公告：艾帕西亚大陆阿兹特地区宣布独立，玩家飞天地成为阿兹特之王，奖励声望 x1000000，
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传说宝箱 X3，奖励史诗宝箱 X10。玩家飞天地成为阿兹特之王，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传说宝箱 X3，奖励史诗宝箱 X10。玩家飞天地成为阿兹特之王，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圣遗物宝箱 X1，奖励传说宝箱 X3，奖励史诗宝箱 X10。众神各大直播间再次飞出满屏的问号。干嘛？现在受到众神各国承认的工会都还没有一个呢，那么多村落乡镇可一个都没打下来呢。然后你这就独立了，还他妈建国了？阿兹特之王，卧槽，这真的合理吗？死！有一说一，系统给建国的奖励那是真的凶吗？100万声望，10万金币等等，10万金币是多少钱来着？按汇率算的话，大概2个多亿吧。噗！我擦！建国奖励2个亿，确定不是赏你2亿发子弹吗？游戏不要当真，我也不想当真，关键是他真的封王了啊！其余国家的玩家看到这里纷纷跳出来道：哈哈哈，笑死了！就凭他一个，封的什么王？等死亡吧！别忘了，帝国还在通缉他呢。没错，他建国越早，死的就越快。等着吧，帝国各大军团，所有玩家一起上，我看不要1天就能灭了他。龙国玩家一看对方来自霓虹的 IP， 顿时来了精神。来，你来一个试试！他妈的，魔族都打不下来的阿兹特，你是觉得帝国怂包能打下来，还是你们这群垃圾能打下来？要打阿兹特，问过我龙国玩家的意见没有？哈哈，这兄弟说的对，我悟了。他妈的帝国声望不好混，阿兹特声望还不好混吗？军团装备在外面价值几十万，在飞天地手里还不是随便扔的垃圾？华夏有句话叫做识时务者啊，不对，是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对，太对了哥，我现在就去阿兹特，就冲我这个投诚的速度，飞天地多少也得给我发一身军团装吧。切格局太小，帝国已死，飞天当立，兄弟们冲呀！万一混起来了，封个护国元帅绝对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少年冠军侯，封狼居胥更适合华夏宝宝的体质呢。出山，北伐！神圣帝都啊！希维纳斯听到公告的瞬间，当场就感觉自己像个小丑。自己费尽心思，动用大量资源，终于到了最后一步，成功将飞天地按到必死之局。结果公告一出，他才恍然大悟，飞天地根本没打算跟他玩，人家从一开始就不在乎什么教廷，什么帝国。他昨天真是去杀皇帝的。噗！希维纳斯一口气没憋住，当场喷了口血出来。本以为飞天地潜入皇宫做任务，碰巧被自己抓住，他还在暗自窃喜，幸运女神终于站在了自己这边，不需要他再劝教廷和帝国，飞天地就必然被帝国和教廷绞杀。结果人家是真的来叛乱的，他也是真的要杀皇帝，他甚至还直接自立为王了。噗！希维纳斯又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无耻！你不守规矩啊？哪有上来就这么玩的？漂亮国，沉默，是今天的五角大楼，没人敢说话，所有人的脸都火辣辣的疼。将军，霍尔德真想两眼一黑，直接死过去算了。fuck， 费了这么多功夫，动用多少内测时留下的资源，就是为了堵死飞天地的出路，将其彻底在游戏内按死。结果呢？人家一招破局，不跟你玩了。哈哈哈哈！哥，霍尔德一阵疯狂发笑，眼泪都要崩出来。手底下人看到这一幕，吓得慌忙道：将军，其实他建国之后更容易被灭。对啊，他以前可以到处跑的，我们要单挑要围剿都不可能抓住，现在他跑不掉了。对，他现在不能跑，只能死战，就算他全属性10万，也要被数十万的帝国大军、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玩家碾碎。就像攻略 BOSS， 不管飞天地不管多厉害，只要他站在玩家的对立面，那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还有真理教派，我们得到珍贵消息，真理教派的大主教已经发出绝杀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都要斩杀飞天地。霍尔德突然抬头震惊道：你是说那个拥有几乎神灵力量的隐藏势力真理教派？是。霍尔德皱着眉头有些不信，真理教派那可是我们了解到所有势力中最强大的，他们的教宗甚至拥有接近神的力量，他们甚至可以藐视帝国跟联邦。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飞天地？听说是飞天地得罪了教派高层，千真万确。手下人回道：
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将飞天地的信息交给对方，说不定还能顺势加入这个最强隐藏势力。砰！霍尔德站起来激动道：好，立刻去办。还有，帝国军团那边也要抓紧，我们的精锐抓紧练级，先忽悠别的国家人全部去阿兹特，绝不能让飞天地任何喘息的时间。阿兹特，瑶儿冲着秦飞眨了眨眼睛，满是疑惑道：哥哥，你当国王了？哈！秦飞沈然一笑：什么国王，不过是个称号而已。东方白丽可不这么想，正色道：飞，如果阿兹特能守下来，如果游戏后期位面打通，那这里的过国王难道就不算国王了吗？死！说是这么说，但现在破戒石都很难搞，要等到融合位面也太远了吧？秦飞摇头道：别想那么多，先把帝国搞定再说。爹，你任命瑶到姐姐怀里为阿兹特行政官，你任命百里为阿兹特军团长。啊！东方白丽还以为秦飞来真的，结果他是真的来当甩手掌柜啊！不是，工会呢？秦飞指了指瑶儿，要见工会，麻烦去找行政官申请，我很忙的。东方白丽闻言，美眸当即白了他一眼。秦飞尴尬的摸了摸鼻尖，那就一起下线，明天再说。破戒石我已经搞到了，你们在阿兹特也有100点属性加成，明天找点装备，说不定就可以直接用。瑶儿先是一愣，随即一个垫步扑到秦飞怀里，惊喜道：真的吗？哥哥现在就可以了吗？秦飞顿了一下，现在有百里开门，去狂暴森林也快，2、3天应该能搞定吧？木啊！瑶儿昂首一点，兴奋道：那我下线跟母亲说，他应该到10级了呢。林诗琪一路没说话，此刻只是白了秦飞一眼，便也跟着下线。房间内，林诗琪一睁眼就看见秦飞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你，哼！林诗琪一扭头，哼哼道：呆嗨嗨，我的国王大人，麻烦你先下去好吗？利息没还呢。不敢。林诗琪侧过脸，悄然道：我只是个平民，哪里敢收国王大人的利息呢？不用还了，我们……林诗琪眼前一黑，整个人便如孙猴子一般被震在了五指山下。呼！林诗琪好不容易找到喘息的机会，轻蹙着眉心，刚要开口，便觉灵魂如遭雷劈。不要！那里是第111章连续战斗。哗啦啦，一片纯白的山谷中传来涓涓细流的回响。宁静，祥和。所谓世外桃源，不过如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刻身处其中，饮一口山泉，便觉甘甜无比；歌一曲流觞，便有翠鸟附和。若能至此，何必成仙？看，片片桃花随风飘落溪流之间；听，声声啼鸣，翠鸟之音高低婉转；闻，缕缕飘香，花香谷香山峦异香；品，道道甘甜，沁人心脾，滋润心田。别墅内，男兵儿已经在游戏舱都安置稳妥，看到白丽出来，打了招呼后，便自顾下楼做饭。2楼，东方白丽定在门口，脸颊悄然绯红，低声啐了一口：小冤家连饭都不用吃的吗？他不是正在吃吗？一道柔弱无比的声音忽然响起：谁？东方白丽下意识往后一缩，转头再看，美眸瞬间亮起：小青龙，你怎么在这里？别叫我小青龙。青龙皱着眉心，一身严肃，可声音依旧是那般的娇弱。嘻嘻。东方白丽快步上前，直接搂了上去，右手更是不安分的来回测量。几年不见，小青龙还是有点成长的嘛。青龙眼中闪过一抹娇羞：东方姐姐，不要闹了好不好？我来是有任务的。哪有什么任务？东方白丽大手一挥：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陪姐姐睡觉。不行。青龙一步不动，完全不管东方白丽的拉扯。不是。东方白丽皱眉道：难道你要在这里听一夜啊？明明你刚才也听了很久，也没见你动呀。青龙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白丽的黑丝，还有，东方姐姐，你刚才2条腿在那里蹭什么呢？我……东方白丽一时语塞，顿时双手用力，狠狠地报复了回来。怎么，你还想教姐姐做事啊？青龙轻狞一声，再道：而且也不可能一夜的，等下还有重要事情跟他核对。噗！什么？东方白丽美眸一翻，忍不住挑衅道：那要赌一下吗？赌什么？我赌他今天不可能出门。我不信。青龙眉心一拧，若是赢了，以后不许叫我小青龙，也不许再这样了。来啊！输了晚上跟姐姐睡。哼！东方白丽心道一声，我都连续输几次，就不信会这么背。谁家小孩天天哭，哪家赌狗天天输？再说了，就凭秦飞那个神仙体质，这一局稳了，根本没有输的可能吗？
半小时后，南边上楼就看到两个大美女，一左一右，跟门神一样守在门边，好奇道：“那个，你们不用吃饭吗？”东方白丽瞥了青龙一眼，先吃饭。好，青龙也觉得这场持久战是得先补充点体力。等二人下楼，南边好奇地走到门口，侧耳倾听。下一秒，南边便红着一张脸逃下楼去。他们竟能硬生生听1个小时，真厉害。不过，还是飞天地更厉害一点。深夜，明月高悬，几个小时过去，东方白丽真站不住了。小青龙，姐姐几天没睡了，退役后就没这么熬过这么久，你不会想把姐姐熬死吧？你认输？青龙不服气道。开玩笑，我已经赢了好吧。东方白丽揉了揉发麻的大腿，走吧走吧，姐姐带你睡觉去，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那你认输我就走。青龙轻咬了一下唇角，哼哼道：鸭子到死，嘴都是硬的。东方白丽翻眼道：你就没看出来，他到现在就没有任何需要休息的迹象吗？2000点体质，炸弹都能硬扛，你怕是不知道，他随随便便都能给你续上满满一杯牛奶的哦。青龙诧异的转头看了看房门，又看了看东方白丽，你喝过？嗨，东方白丽连忙干咳2声，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刚才又拿了几百颗破戒石。我就是找他谈破戒石的。话刚出口，青龙整个人就突然愣在原地，他不会又用破戒石了吧？哼哼，现在知道错了吧？东方白丽得意昂首，得意无比地拉着青龙下楼。放弃吧，就算你明天起来，他都不带出门的。呼，青龙长吁了一口气，这才无奈地跟着下楼。东方姐姐，你说他有可能多出售一些破解石吗？没可能，姐姐我都没拿到呢，哪里轮得到你们？东方白丽想都没想，一口回绝道。青龙闻言不由得皱眉道：可是现在的任务压力真的很大，人手根本不够用，听说国外势力还在继续加码，到时候压力更大。东方白丽闻言当即笑着安慰道：那你还不抓紧时间睡觉？青龙还要再解释，直接就被东方白丽按住。别说了，你们现在连属性都凑不齐，拿破戒石也是丢仓库，最后还不是要找他？所以等他最近把事情忙完，说不定会有机会解决。青龙不解，怎么解决？反正他说可以，就一定可以。东方白丽也不知道，耸肩道：而且你平时那么多任务，到现在连游戏账号都没见吧？所以就不要乱猜了。青龙想了想也对，游戏内的事情不是他需要操心的。房间内，林诗琪用尽最后的力气扔了个枕头出去。呆子，你不要命了？秦飞嘴角一扬，笑道：我还有破戒石没用。第112章评判令。林诗琪一想到还有破戒石，眼泪瞬间汹涌而出。对不起，国王大人，人家真的知道错了，您放过我吧。会死的。他觉得秦飞已经非常克制，非常温柔，非常体贴，非常的照顾自己了。天底下没有比他更好的呆子了，但是他还是感觉会死。秦飞起身离开，跟你开玩笑的，饿了吧？想吃什么？都可以。林诗琪说完，就看见秦飞精神无比的站在面前，当即俏脸一红。哎呀，你走吧走吧，你去找李总吧，快去快去，我自己随便吃点就行。说着，林诗琪就想起身，但折腾了半天，却是连3寸之地都没挪得动。哈哈哈，等我。秦飞下楼，打开冰箱就看到已经做好的菜。南边做的吗？不管了，先吃再说。半小时后，二人吃完饭，洗好澡，秦飞这才出门，放他好好休息。破戒需求的属性是要抓紧时间搞了。秦飞虽然还精神，但连续几天战斗下来，一点没休息，多少还是有点疲惫的。上线，先用破戒石。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转化成功，你获得了100点异界力量。转化失败，2转职业最多使用20颗破戒石，1转10颗，2转20颗，总共30颗。但自己现在狂暴战士还没2转，所以最多就是40颗，一口气全部吃完。所有异界属性抵达4000点。秦飞闲得无事，在关隘内转了一圈，关门还是没有打开，毕竟现在没人处理政务，但外面已经有不少玩家在等待了。飞天地，奥拉乌娜看到秦飞，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急忙汇报道：帝国发出了评判令，缪斯行省的3个守备军团，帝国的1个中央戍卫军团，洛斯卡家族的风暴军团，再加教廷上的2个审判军团，已经全部开拔，2天之内就能抵达阿兹特。哈哈，秦飞一时间觉得搞笑。魔族大军调动了1个月，帝国军团纹丝不动，
结果现在魔族退军了，反倒是跟打了鸡血一样，全体出动。这……奥拉乌纳一阵黯然，低声解释道：“帝国的防线不止阿兹特一个，正常的防线军团不能动，守备军团是防线的后备力量。如果防线有事，也只有他们能动。中央戍卫军团是皇帝陛下的直属军团，已经有100年未曾离开帝都范围。至于教廷的审判军团，他们只在艾帕西亚大陆遭遇黑暗入侵时才会出动。”秦飞转眸一挑：“现在有黑暗入侵吗？”奥拉乌纳取出一张报告：“有吧，而且爆发的位置就在圣卡尔斯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啊！秦飞一看地址，那不是就是自己出来的新手村吗？说起来，是不少只骷髅在那边，而且自己身上还背着汇报黑暗入侵的任务，只是没有汇报而已。合着我就是黑暗入侵？秦飞忍不住笑道：“不错，看来教廷的消息渠道还是非常及时和全面的。”奥拉乌纳经过些许犹豫后开口道：“我不是想给帝国解释什么，我知道帝国已经病入膏肓，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帝国绝不孱弱。帝国的整体实力肯定是要强于赫顿联邦一头的，前提是格拉图斯不参与国家争斗的情况下。即便是跟魔族、兽族、矮人这些种族势力相比，帝国全力以赴的话，也是足以抗衡的。可我们现在……”奥拉乌纳看向城内，残余的阿兹特军团和守备军团士兵加一起，还没有一个成建制的守备军团强大。就这，还是魔族撤军，外面的3道防线完全不派出任何兵力，几乎等于弃守的状态下才凝聚出来的力量。告诉外面的冒险者，明天放他们进城，阿兹特军团的声望奖励翻倍。奥拉乌纳闻言不得不提醒道：“帝国的评判令是史诗级任务，所有声望获取都是平时的3倍，那我们就翻10倍。”秦飞直接拍板：“上次击退魔族后留下的军团装备很多，他不能卖，但用来奖励则是毫无问题，否则丢仓库也只能是眼睁睁看着落灰而已。势力争夺中赚不赚钱，其实秦飞还真没太考虑，关键是属性。称号提升的属性真的霸道。阿兹特地区不过是一个废弃多年的战场，村落、乡镇、农田、矿产，反正是啥都基本没有。城市就一个关隘，小就不说了，而且还不算完全的商业城市。这种地方，要人没几个，要钱更没多少。即便如此，称号的属性加成还是那么霸道。这是远超等级、装备、宝石等各种方式的属性加成，而且还不限制等级。所以阿兹特不仅要守，还必须要进行扩张。因为称号的奖励的2次升级，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根据势力范围的大小和强弱来决定的。至于奖励够不够用，或者说吸引来的玩家能不能起到效果，秦飞倒不是很担心。其实阿兹特军团的物资储备是远大于守备军团，但卡拉维那个叛徒早在几年时间内把物资变卖的差不多了。现如今防线自身的物资甚至没有秦飞一个人打出来的多，简直可笑。就这样的军团，就这样的帝国，若不是底子够厚的话，早就该灭亡了。现如今帝国的确是要动真格的，几大军团参与围剿，但实际上在腐朽的帝国、腐朽的军团中，有几个能是满编满装出征的？抠脚趾都知道不可能。唯一需要注意的还得是教廷的审判军团，以及隶属于洛斯卡家族的风暴军团。先这么安排，阿兹特有我在，单凭几个军团是攻不进来的。秦飞安慰了他2句，便下线了。防线有工会成员守夜，有意外情况会通知的。再说，奥拉乌纳的伤势也在血魔石的治疗下康复，还加上阿纳雅这个魔族英雄坐镇，一般情况也不需要自己。秦飞本来是想趁夜开门干掉帝国皇帝的，可百里不在。哦豁，完蛋！秦飞刚翻倍的属性，一想到李总，精神状态又他妈支棱起来了。嘎吱，房门推开，睡着了吗？秦飞刚想离开，脑海里便想起白天的糖，索性摸黑走到床头，驾轻就熟的找准位置。第113章10倍声望，引爆全网。很润，很暖，很贴心。呼，舒服了。秦飞长吁了一口气，一声娇柔带着惊异的轻哼。醒了，嘶！秦飞刚开口，眉心便不由得一紧。不是啊，李总，以你2个半小时的练习时长，不至于耻感还这么重吧？实话，要不是秦飞身体好，这会估计都受伤了。哗啦，被子忽然掀起，遮蔽了秦飞视线的同时，藏于其中的一只狱卒骤然飞踢而来。啪！秦飞凭着超凡的敏捷，轻松之际地抓到对方的脚踝，用力一扯一提，下一秒，秦飞便将对方整个人倒旋了过来。李总，是我。话音未落，嘎吱，房门打开，
两道惊讶的目光同时投向门口。飞！东方白丽睡意朦胧地揉了揉眼睛，双眸不由得落在他手中抓的脚踝，以及深入小青龙。不是吧？难道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啪嗒！东方白丽下意识地后退半步，关门。秦飞也懵了，什么情况？厉总在门口，那这个是？嘎吱！房门再次打开，东方白丽额头显出3根黑线，美眸一挑，恨恨地咬牙道：“小青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动姐姐的棒棒糖。”下一秒，东方白丽悻悻地努了努鼻尖，叹道：“不过你现在长大了，想吃就吃吧。姐姐也不是小气的人，绝对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殴打你的。但是下次能不能跟提前姐姐报备一下呢？”噗！青龙惊得一口喷出，嗨嗨，东方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唰！青龙腰间一扭，翻身落地，眼眸凌厉地瞪向秦飞。混蛋！最凶狠的表情，最娇柔的声线。秦飞只想说绝了。不对啊！秦飞眼眸一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才是受害者呢？啊！东方白丽一脸的不可置信，青龙则是毫不犹豫，伸手摸向腰间。下一秒，锋利的刀刃在秦飞眼前反射出一抹寒光。来真的！秦飞伸手一晃，便在空中准确地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再看他手心握着的，赫然是一柄已然打开的蝴蝶刀。哗啦！青龙的指尖若折花，便灵动一转，刀刃便调转方向，切向秦飞手腕。秦飞眉心一紧，手臂用力一扯，便将青龙整个人拽到面前，同时手臂一震，哐当！蝴蝶刀掉落在地板上。青龙吃疼的别眉，偏偏用银牙咬着唇边，哼道：“放手！”面前那凌厉中带着杀意的眼眸，但偏偏又娇弱无比的嗓音，哪怕威胁都像是撒娇。秦飞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平时都带变声器了，当即叹了口气。其实今天真的是意外。不用解释。青龙倔强的咬牙道：“我知道我现在打不过你，但以后总会赢你的。”呼！秦飞松了口气，行，下次麻烦提前预约一下好吗？只要不搞偷袭，我随时奉陪。可以。青龙一口应下，秦飞这才松手。东方白里见状，极其无奈的揉了揉额头：“那你们现在打吧，我先撤了。”青龙闻言，揉了揉手腕，走到门口：“东方姐姐，他找你的。还有，刚才的赌约是我赢了。”啊！东方白丽一阵无语道：“从小到大都是这脾气，得了便宜还卖乖，真以为姐姐欠你的呀？”我……青龙抿着双唇，俏脸霎时间绯红，随即气呼呼的跺脚转身，直接将东方白丽推了进去：“给你，都给你，这种便宜我才不稀罕呢！”砰！青龙重重的关门离去。秦飞皱了皱眉：“厉总，你怎么会跟他睡一起的？”哼！东方白丽想到自己又输了一场，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话中带刺的婉转道：“房东先生，今天什么情况？这才几点就放了尸旗？怎么，身体不行了？连续战斗1天就撑不住了吗？”秦飞眼眸一震：“你怎么知道？”蹲门口，东方白丽美眸一转，扭头道：“别管，反正我赌你今天不会出门。结果不仅输了，就连好不容易抓到的小青龙也丢了。卧槽！你赌什么不好，非要赌这个？”秦飞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觉得你这都不是运气问题，而是逻辑问题。就林大班长那身体，怎可能撑到明天？”哼哼。东方白丽眉眼一沉，含怨道：“是，房东先生可真会体贴人呢。我们这些普通租客，大抵是没有那么娇生惯养的，不论什么狂风暴雨都可以经受得住。”死！秦飞深吸了一口气：“好，记住，这可是你说的呀。”东方白丽娇躯一震，瞳孔猛然放大。滴滴，秦飞的手环传来消息：“李总的。”不是这么近还要发消息？伸手点开一看，只有3个字：跳跳糖。不是，你来真的？好，来，我还能怕了你不成？噼里啪啦，一连串的爆炸效果，仿佛是加持了奥拉乌纳的炽热光环，每一次爆炸都能提供1次攻速提升。与此同时，阿兹特城墙下的玩家黑压压的汇聚成海，彻底堵死了通往圣卡尔斯的道路。直播间，无数观众看到如此人从众的恐怖画面，顿觉不可思议。卧槽，这么多人，我就算5一出门旅游也没这夸张啊！不是说好要给飞天地清零的吗？贵的也太快了吧！众神资源几乎被他一个横霸光了，难道你们就没点骨气吗？还是说这些人都疯了，连夜跑到阿兹特，送死都要个大清早？看这架势，光排队都排出3公里开外，就算排到开战，他们也不一定能进城。等帝国军团一到，魔法攻城，这里的人全都要死完。哎，
你说对了，他们就是来送死的。啊！直播间内刚刚起床的观众纷纷表示无法理解，这都不懂。飞天地开的10倍声望，你以为是拿来干嘛的？多少？10倍？不可能吧！帝国军团的3倍声望都已经够玩家把任务大厅踩烂，这里开10倍，就是10倍。阿兹特军团已经宣布了，可就算10倍也不能送死吧？值吗？呵，格局。按军团声望的获取规则，只要在战场内被敌方击杀，就拿到1000点的声望抚恤。本来嘛，这点声望是没用的，死一次掉级，限制登录，还有可能掉装备，太亏。但若是10倍，就很划算了。1万点军团声望足够兑换2件军团装备，若是武器，甚至能换3件。切就为了2件装备送死！卧槽，你是家里有矿吗？军团装3件，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现在外面1件军团武器50万一把，无限量收购，若是装备还得加钱呢。若是照你这么算，那岂不是死一次100万起步？我惹，这他妈保我1年也行啊！不，这钱够保我10年了，月薪3000的孩子馋哭了。现在懂了吧？阿兹特现在的人很多吗？不，很少。其实很多人买不起传送卷轴，根本到不了圣卡尔斯，更来不了阿兹特，要不然炸裂！等我，千万等我！100万，我第一个还来，买房的首付有了，孩子的奶粉钱也有了，统统都有了。年轻人的第一辆保时捷，果然还是得靠飞天地啊！冲！组队冲！今天就是爬，我也要爬进阿兹特军团。第114章，暗网悬赏破解方案。天色大亮，玉湖别墅，好吃吗？好吃。东方白丽舔了舔唇角，意犹未尽道：“就是有点太甜了，再续一杯。”啊！东方白丽一声惊呼，紧张的连忙捂嘴道：“不要，这都已经肿了，再来，我还要不要见人呀？”但是，呼！东方白丽深吸一口气，千万别但是，你去找诗琪吧，她应该睡醒了。不太合适吧？秦飞有点犹豫，林大班长的 CD 貌似没那么快，要不你换一下，别总是跟没吃过饭一样，家里粮多，不会饿着你的。不，哪都不行，累都要被你累死，真不行。东方白丽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美眸一闪，当即提议道：“楼上不是还有个美女主播吗？一个不够。好，那我帮你把小青龙抓过来。她虽然是狙击手，但身体素质绝对没话说，连续战斗个3天3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呢。”得，秦飞叹了口气，搞上线吧，我去把生命果实拿了。东方白丽看他这么难受，轻抚2下，有些不忍心道：“要不再来一杯？”不，东方白丽连连摇头道：“就一口，我最多再喝一口。”半小时后，东方白丽看着面前的早餐，一点都吃不下。真不该嘴馋的，差点被一口呛死。另一边，青龙也找到了秦飞。我们现在的任务压力很大，在组员不能及时补充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期望于破戒时，所以龙组不是军方的吗？为什么你来谈？秦飞不解道。青龙直接摇头：“我跟东方姐姐很熟，但龙组跟军方不是一个体系，甚至合作都很少，编制上只属于国安。这次是我们单独找你买的，价格上都可以谈，毕竟我们也有些资源连军方都没有的。”秦飞没有让他说完，摆手道：“破戒石的使用要求很高，我现在都在头疼，你们买了也是摆设。”我昨天问了。青龙弱弱道：“破戒石的要求虽然很难，但众神前期不会产出这种东西，只有系统奖励会给，且数量有限，所以现在买肯定是有用的。”哦，秦飞略带惊讶地瞥了他一眼：“你们知道的也不少，目前看至少要6转以上的半神才有可能大规模产出破戒石。6转半神？”青龙不懂游戏，但他知道6转绝不在3-5年计划之内，连飞天地自己都不一定在几年内大量获得，所以破戒石必须拿下。龙组加一起也没有20个人，我们算了下，只需100点的体质、力量和敏捷就能数倍提升龙组战斗力。20颗，而且是每个属性20颗。自己的转职速度很快，手里的都不够用，哪里有多余的出售？2-3颗还有点可能，这种数量那是想都别想。青龙一看秦飞的脸色，犹豫道：“还有件事，你昨天杀了江夏，但他父亲已经提前出境，并且在暗网上开了1亿美刀的天价悬赏。”杀我？秦飞笑了，他有那能力吗？青龙微微摇头，抿嘴道：“不止你，悬赏名单上还有你父母、东方姐姐、上官瑶、林诗琪、南冰。”咔！秦飞拳头一紧，眼神闪过一抹杀意，找出他的位置，剩下交给我。正在查，但我们在国外的人手已经全部调回，
单靠之前埋下的钉子，获取消息的速度和效率都会大大降低。我不能给你保证，但最迟3天会有线索。青龙诚恳道：“我知道你和军方有协议，但实际上军方的保护在很多时候都是不方便的，受到的限制也很多。所以我们的条件是2到4名正式龙组成员，配8到16名预备龙组成员，负责你和你父母以及亲戚的保护工作。当然，这是不包含金钱和其余条件在内的。”秦飞直接道：“我这里不需要，所有的力量安排给我父母那边就行了。”你答应了？青龙闻言顿时欣喜道：“总计接近100颗破戒石呢。破戒石不可能。”秦飞不能接受任何的意外，所以肯定会答应。但破戒石一样是不可能出售的。青龙也被说晕了。我会有别的办法提升你们的战斗力，我可以保证效果不低于破戒石。秦飞正色道：“其实你们只要战斗力，并非是破戒石，不对吗？”青龙默默点头：“是没错，但没有破戒石怎么做到？”秦飞伸手拦道：“那是我的问题，不需要你们考虑。7天之内，我保证解决你们的战斗力问题。别的条件我不需要，但有一点，你们现在就要履行协议，立刻开展保护工作，有没有问题？”青龙稍稍犹豫了一下，立刻道：“好，我答应你。”如此迅速的决断，反倒让秦飞有些惊讶。“你能决定？”“可以。”青龙一脸严肃的点头。“协议马上送来，那边的人员已经准备好，现在就能出发，30分钟内全部到位。”死！秦飞看他出门，这才找到白丽问道：“青龙一个人能决定这种事？调动龙组成员长期执行保护工作，这种事情，这种交易，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东方白丽认真的点了点头。他的真实身份是绝密，我就算从小认识，也知道的不全。在国安之内，他说1就没人敢说2。在龙国，有胆子有资格找他不痛快的，全部加一起也凑不出5根手指头。就是把你加进去，好像也凑不够啊。秦飞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越想越不对劲。你是不是说的有点夸张了？一点都没有哦。东方白丽侧目道：“我只是凭着小时候当大姐大的一点点余威，才跟他这么说话的。若是换我爸来，他可不敢随便乱开口。”噗！离谱！秦飞只能说2个字：离谱。第115章狂野森林。等事情搞定，秦飞终于放心的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另外再赚了500万过去。钱秦飞现在不缺，40多万金币全部兑换的话，差不多有10亿。但金币现在价值更高，而且对阿兹特未来的发展来说，金币也更有用。本来秦飞是打算带父母先练级，然后使用破戒石的，现在想想还是算了，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混就行，没必要将父母带进来，徒增危险。至于异界属性的问题，秦飞已经有解决思路，要不了几天应该就能搞定。上线，东方白丽、瑶儿、林诗琪他们都有很多工作忙，唯有南边比较闲，一路跟着秦飞来到军团长住所。阿兹特关隘左右连接山脉，直线距离最长不过800米，最短处只有300米。南北两侧是原本的峡谷，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距离。如此算下来，阿兹特城内的空间其实很小，甚至不能算城。不过，若是资金足够的话，向上向两侧动工，可开发的空间还是非常可观的。秦飞看了看地图，转头又看了看房间内卡拉维的家具。靠！贪污了这么多钱，怎么用的全是普通货？跟格拉图斯戒指里的用品比起来，这里的全都是垃圾。秦飞索性将戒指里华丽的桌椅、床铺都给取了出来。军团长住所放不下，就全部堆到赦罪神殿去。呼！秦飞整个人靠在无比柔软的奢华座椅内，大腿悠闲地翘在桌上，手里捧的是南边刚泡的新茶，肩膀上有南边的小手缓缓推拿。抿一口，那叫一个舒坦，那叫一个安逸。半小时后，东方白丽推门进来，一张俏脸顿时沉了下来。还得是房东先生会享受呀，外面都忙炸天了，您还在这里悠哉悠哉的宠幸小魅魔呢。南冰儿闻言，脸颊顿时羞得通红，默默退了2步。我不是在等你吗？秦飞则一副无辜的神色，摊手道：没你开门，我哪也去不了啊。坐标拿到了，但是城外的玩家太多，你要怎么处理？东方白丽疲惫的揉了揉眉心，昨天就不该陪你闹的，城里这么多事一件没处理，结果早上一来，大批的玩家把道路全堵死，导致我们自己的人都进不来。啊，昨天明明是你在闹的好吧？秦飞暗道一声，等下拿了生命果实，这笔账咱再慢慢算。至于玩家，秦飞微微皱眉道：之前都说了开门做生意，玩家当然是全部放进来的，要不要进不进工会和军团，你们再慢慢挑。全放？东方白丽叹了口气道：你怕是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吧？
你一句10倍声望，结果闹得全网皆知。现在外面起码几十倍、上百倍于城内的兵力，他们若是造反，什么造反？噗哈哈哈哈！你是不是要笑死我？他们拿什么造反？秦飞一脸不可思议道：“军团士兵多少等级？玩家多少等级？他们有装备吗？拿什么跟军团士兵呲牙？”东方白丽愣住了。军团士兵看守城内，那城墙防御呢？军团士兵配一点工会的人上去撑撑场面，够了。秦飞反问道：“你不能指望军团这点人手击退帝国军团吧？”东方白丽完全没搞懂这个逻辑，不靠军团，也不靠玩家，那我们靠谁？当然是靠我呀！秦飞镇定自若道：“走，先去狂野森林解决你们的体质问题。”东方白丽美眸横了一眼，啐道：“谁的体质有问题啊？明明是你自己太离谱了，好吧？”想到这里，东方白丽忽然道：“城内的事务太多，我去不了，瑶儿也走不开。临时起有阿斯亚特，算是最强战力，肯定也要留下，所以这次你自己去吧。”都去！秦飞根本不理，直接拍板道。不一会，林诗琪、瑶儿、阿娜雅全来了。东方白丽还是没忍不住道：“阿兹特的事务不处理，一个人不留，就留奥拉乌娜一个人，你就不怕他被暗杀呀？”对，秦飞差点忘了这一点，当即道：“奥拉乌娜也跟我们一起走。”众人呆住。阿兹特真不要了？秦飞将百里拽了过来：“那个，你是懂兵法的吧？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东方白丽眼眸一闪：“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是这样的。东方白丽顿悟了，只要我们不出事，那随时都能开门进入阿兹特。只要你能赢，那这座城谁也不可能夺走。如果你赢不了，那这座城单凭我们也不可能守住。但是城内的资源和仓库，秦飞刚才一上线就把仓库和资源搬空了，就剩一些普通装备和药剂丢那里，够日常兑换一点就行。剩下的好东西还是要放自己兜里才安心。赦罪神殿那么大，又不是放不下。东方白丽还是不放心。那军团士兵呢？若是我们回不来，他们岂不是？玩家才是未来。秦飞肯定道：“军团士兵的成长速度永远追不上玩家。现在放玩家进来，让他们看到奖励，再设置好任务，放他们出去练级就行了。”上官瑶点头道：“都安排好了。空间禁制关闭，战争状态关闭，死亡惩罚跟野外一致，附近30公里内使用传送卷轴是可以直接回来的。”行。东方白丽不说话了。现在是特殊时刻，眼看就是大规模军团战争，不管你开发的多好，都有损毁的可能。与其被困在城里做无用的辛苦运营，还不如一起出去提升实力。咔！心门开启，众人鱼贯而入。再出来，迎面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森林气息。爹，你抵达了狂野森林，还好，阿斯亚特这次还算靠谱。秦飞欣慰道：“我叫霍安。”阿斯亚特在林诗琪旁边冷冷道：“生命果实只在森林中央的生命源泉附近结果，附近经常出现3阶以上的妖兽。当年归属帝国管辖时，为免对生命源泉和森林造成破坏，都是由大师及刺客组队采摘。”另一边的阿娜雅则是摇头道：“我们拿下狂野森林后，并没有定期的收割计划，而是作为试炼场地，每5年开启一次。”第116章魔族试炼种族任务。什么试炼？挑选整个斯拉克斯当中最优秀的英雄，竭尽全力的厮杀，争夺不败传说的称号。阿奈雅解释道：“夺得称号的英雄将具备突破传奇的资格，同时也将获得不败军团的统领职位。”奥拉乌娜也听过这个试炼，据传参与这个试炼的都是极为优秀的魔族英雄，由此打造的不败军团也是魔帝手下最强大的军团之一。魔族晋升传奇的试炼。东方白丽看了一眼四周，空荡荡的草原，感觉有些不对劲。跟我们有关系吗？阿娜雅默默点头。上个月我们就是借用试炼的名义，额外调动了2个军团前来阿兹特。我之所以前来阿兹特防线，也是因为要参与这个试炼。无所谓，杀就是了。秦飞淡淡道。啊！阿娜雅一声惊呼，神色为难道：“作为下属，我需要提醒您，不败传说的试炼会有传奇军团长带队，而前来试炼的英雄，实力比我强的也有很多。”秦飞还没开口，阿斯亚特反而露出一副回忆的神色。不败传说这个称号试炼，现在竟然放在狂暴森林吗？魔族称号我们不能用吧？秦飞并不在意试炼，拿个果实而已。不，阿斯亚特断然道，不同种族的称号是可以叠加效果的，而且不败传说是魔族的高阶试炼，除了称号和职位奖励，还具备让魔族突破传奇的能力。执行试炼之地必须要铺设阵法，设置神像，唯有历经残酷杀戮，安然抵达神像面前的人
才能受到神像的祝福，洗炼体质，提升天赋。这个试炼虽然是魔族开启，但却不分种族，只要能够成功，就可以获得魔族的种族天赋，且必定是稀有层次以上。所以，魔族的不败传说试炼几乎就是艾帕西亚大陆上的一个半公开种族任务啊！称号共享，种族任务，稀有天赋。秦飞越听越糊涂，你是说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试炼，并且获得魔族称号和魔族天赋吗？阿娜雅稍稍犹豫了一下，回道：是的，作为斯拉克斯的传人，我们并不会畏惧外来者的加入，只有强者才能成为最终的不败传说。现在试炼虽然已经开启，但主人如果能够通关，并且神像的奖励也没有用完的话，也是可以获得称号和奖励的。卧槽，称号叠加，而且还是魔族英雄都要争夺的高阶称号，那属性不会低吧？还有天赋，秦飞自己倒是有不错的天赋，转而看向阿斯亚特，问道：魔族天赋和自身天赋有影响吗？魔族的天赋是血统，属于种族天赋，跟正常天赋是互不影响的，可以同时存在。阿斯亚特回道：死！秦飞感觉有些刺激了。那天赋魔纹呢？魔纹虽然是汲取来的天赋，但实际上属于强化类道具，效果上类似于特殊类装备，跟自身天赋只要属性不冲突，就不会有影响。阿斯亚特顿了一下道：如果我没记错，不败传说最少有5个名额，所以可能的话，他们2个都需要拿到魔族的法系天赋。等等，秦飞诧异道：你当初去魔族领地也是为了这个试炼？成功了？阿斯亚特肯定的点了点头。人族除了一些像奥拉乌纳那样特殊的家族以外，基本都没有种族天赋。魔族拥有的法系天赋，在整个艾帕西亚大陆都算不错。若是有机会拿到稀有层次的法系天赋，将会极大的提升的一名法师的战斗力。尤其是对消耗极大的星之玄法以及难以提升的召唤来说，几乎是必选试炼。但以前的不败试炼都在魔族腹地，单单潜入就已经极难，更别说要在诸多魔族英雄和传奇的连番围剿下独自完成试炼了。若不是有星门的特殊传送效果，我当年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阿娜雅此刻终于露出一抹自信，曾经的帝国贤者能够成功，当然没有问题，但旁人几乎没有机会。之所以放在狂暴森林，是因为这里产出的生命果实，除了可以极大程度的提升基础属性，更是许多外族英雄必备的觉醒道具。如此一来，参与试炼的英雄会更多，难度会更大，所以奖励名额也从5个增加到了8个。阿斯亚特赞同道：原本的难度就是疯狂层次，现在考虑到外族参与和魔族警惕性提升，试炼的难度恐怕要接近于残酷了。咯噔，东方白丽心头一震，残酷试炼对应传奇职业者的层次，那岂不是说如果没有传奇实力，则根本就没有过关的希望吗？阿奈雅本身就是来参加的试炼的，研究过，也准备了很多。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残酷，毕竟我们很少会遭遇传奇存在，而外族试炼者则有很大概率遭遇我们的传奇，难度完全不一样。哈哈，秦飞只想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走，别一会奖励被人抢完了。阿娜雅看了一眼四周，其实为了让更多的外族参与试炼，我们在试炼前期会故意放开一部分的方位力量，等到试炼结束的时候，传奇存在才会带队进行狙击离开的外族。我们现在位于森林北侧，如果速度快一点，则可以避开巡逻的军团士兵。说话间，一队魔族士兵便从远处冲了过来。阿娜雅，你个叛徒，竟然真敢带外族参与试炼！远远的，为首魔族队长就发出了怒吼。秦飞放眼望去，却是有些眼熟。那个是不是魔族军团长维穆尼？是。阿娜雅咬了咬唇边，挣扎道：其实主人，您并不需要跟巡逻队耽误时间的，我会留下阻挡他。哈！秦飞摆了摆手，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众人视线内。是你？维穆尼看到阿娜雅就知道来的人是谁，此刻暴怒之下抽出法杖，大喝出声：冰霜领域！砰！空气中冻结的雪花尚未来及落下，便凭空爆炸开来。快！一切都快到只在眨眼间。爆炸的空气裹挟着雪花，尚且未能飞到维穆尼面前。唰！数百道流光骤然浮现，凌空一闪，轰！几乎没有任何的迟滞和停顿，全数灌在了维穆尼的心口。噗！维穆尼震惊都来不及，当即仰天喷出一口鲜血，汹涌的紫血如同火山喷发，瞬间抽空了他的全部生命值和血条。直到这时，伤害数字才从他的头顶冒出：-562300暴击，-521200暴击，-230040，9000万伤害的瞬间爆发，一秒带走。爹，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英雄维穆尼。众人直到耳边响起击杀提示，都还没反应过来。太快了！
根本无法理解的快。明明前2天还在让他们近乎绝望的魔族军团长，今天就被轻轻至极的秒杀，而且他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甚至都没能看到秦飞的脸，就被数百道飞刃秒杀。南边第一次加入队伍，此刻看着连跳7、8下的等级，终于明白为什么排行榜上都是秦诗诗、百里他们了。就凭飞天帝现在的斩杀速度，其余人就算坐火箭也追不上吧？这为什么？阿娜雅脸上尽是痛苦的神色，自己好不容易拯救的同伴，结果却以更悲惨的方式死在了自己的主人的手下。下一秒，秦飞在魔族巡逻队中显出身形，双掌横推，轰！数百道飞刃如烟花般炸开。-270000，-582010报击，-260800，没有任何一个魔族士兵能够抵挡住飞刃的攻击，哪怕只是一柄飞刃。转眼间，上百人的魔族巡逻队全灭。维木你怎么越混越差？现在出门连个几千人的军团都带不动了吗？秦飞话音未落，就听砰的一声，死亡的魔族巡逻队中突然炸出一道无比尖锐刺耳的响声，瞬息间声音便冲向远方，穿透草原和森林。入侵号角！阿娜雅咬牙道：“我们的位置已经暴露，族内的传奇存在立刻就会率队前来的追杀。”第117章盗贼的急闪。极寒之界，冰与血之歌。极寒之夜，冻结一切。极寒之夜，嗜血而战。品级：史诗。需求：100级。智慧：100。附加300点冰霜元素伤害。受冰霜光环影响时，冰霜元素伤害提高 60%。受冰霜光环影响时，有 30% 几率对目标造成冰缓。受冰霜光环影响时，对陷入冰缓的目标伤害提高 50%。受冰霜光环影响时，击败陷入冰缓的目标后，可恢复 1% 的生命值和魔法值。极寒冰杖，冰与血之歌。极寒之夜，冻结一切。极寒之夜，嗜血而战。品级：史诗。需求：100级。魔法攻击力310。智慧120。体质80。提升 30% 冰霜元素伤害。提升 30% 技能范围。提升 30% 释放速度。攻击有 10% 几率冻结敌人。攻击被冻结的敌人，伤害增加 100%。击败被冻结的敌人，可恢复 5% 的生命值和魔法值。极寒，千里冰封。品级：史诗。冰霜伤害提高 30%。冰霜光环的效果提高 30%。对陷入冰缓的敌人穿透 30% 冰霜元素抗性。你造成的冻结和冰缓状态有 30% 几率扩散给3米内的其余敌人。武器留着，以后能丢手套里使用。秦飞看了眼最后的史诗级宝石和戒指，转手就丢给了瑶儿，拿着吧，这个估计只有你能用。上官瑶应了一声，随即疑惑道：“可是哥哥，瑶儿并没有冰霜光环呢。”哈！秦飞指了指森林，笑道：“等下拿了试炼奖励，别说光环，天赋都能拿得到。走，不败传说的试炼奖励数量有限，若是被魔族抢先拿完，那才是悲剧。”秦飞招出狮鹰兽出发，林诗琪跟百里在天上警戒，自己带着瑶儿乘坐寒夜。南边是魅魔，自己会飞。奥拉乌纳的坐骑死了，只能跟阿娜雅共用一匹战马。但是为了统一行动，整个队伍的速度竟然被最慢的一匹火焰战马限制。刚才维姆尼的坐骑也是狮鹰兽，为什么不报呢？秦飞纳闷道：“哥哥，可是刚才魔族的坐骑都被你切骗了。”怀里的瑶儿吐了吐舌头，俏皮道：“噗！”秦飞更郁闷了，不杀就能拿。上官瑶还是摇头：“不行的呢，击杀敌人后需要使用坐骑道具驯养，有几率成功收服。如果失败的话，坐骑要么逃跑，要么就会追随主人死亡，太费事。”秦飞一本没购买相关道具，二没时间耽误在收服坐骑上。对了，哥哥，你不是还有箱子吗？上官瑶兴冲冲地提醒道。对，昨天箱子还都没开。秦飞自己留了一个圣遗物宝箱，其余都丢给了瑶儿。开的箱子多了，大概也摸清楚了点套路。击杀大师英雄是能够获取极品装备，但那些东西的装备需求都很高，目前基本用不了。但箱子不一样，但凡箱子开的东西，等级限制都是目前能用的，而且箱子的品质越高，越大概率开出职业相关的道具。盗贼系列的装备再来一件就算成功。秦飞直接打开圣遗物宝箱，待光芒散去，一件造型有些独特的靴子出现在箱子中。盗贼的急闪，帅，是一辈子的事。哈哈，尽情享受吧。品级圣器。需求盗贼。位移技能的移动距离提高 100%。
位移技能的冷却时间减少 50%， 可储存任何位移技能，可使用储存的位移技能，可连续使用2次位移技能，无视冷却限制，可提升储存的技能的熟练度。技能1、技能2、技能3、技能4、技能5。死！秦飞深吸了一口气，盗贼系列的装备拿是拿到了，但为什么该系列装备的介绍词都这么尬呢？不管了，好用就行。盗贼的极闪，我愿称之为史上最好啊，不对，最帅的鞋子，没有之一。5个位移技能，随便用，而且还能连续用2次。什么概念？连续2次跳斩那都是小儿科，关键是连阿斯亚特都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这双靴子轻而易举就给解决了。秦飞将技能放入靴子内，再看盗贼的极闪。技能1，空间穿梭斩，1级，0100高等。技能2，跳跃斩击，20级，10000，10000中等。完美！跳斩的冷却5秒，减半后 2.5 秒，再配合宝石效果的话，最多2秒。空间穿梭斩的冷却300秒，现在只有150秒，虽然还是长，但你架不住它能连续使用2次啊。如果还不够，技能空格还有3个，再来3个位移技能，几乎可以做到全程都是技能冲刺，但凡走一步都可能会累到自己。阿斯亚特，星门技能你还有吗？除了空间斩，秦飞最想尝试的还是李总的开门。你怎么用星门？阿斯亚特还在疑惑之际，就看秦飞将靴子的属性展示了出来。噗！啊，这阿斯亚特整个人灵魂都感觉都点崩溃了。圣气的效果竟能如此逆天，死！恐怖！阿斯亚特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不停摇头道：“星门技能我自己现在都无法施展，依托于日记的记忆体，并非全部灵魂。而且这装备要求的是位移技能，但星门却是传送技，类型不对的。但是格拉图斯的空间闪烁，魔族的战斗突袭，暗夜精灵的幽夜舞步都有可能。战斗突袭！秦飞暗道一声，等下得找多杀点魔族看看能不能爆出来。另一边，瑶儿突然惊呼一声：“哥哥，传说级的坐骑！”但是好像又不算坐骑。秦飞愣住了，到底算不算坐骑？轰隆！几人面前凭空出现一辆造型古朴的巨型战车，战车长15米，高5米，宽9米，通体由暗金玄铁打造，布满剑刺、镌刻符文，车头处的撞角似乎是直接用高阶魔兽的头骨所制作。上古战车，巡天，品级传说，需求无，骑乘中可战斗，可飞行。需飞行坐骑牵引。常规姿态：魔法和物理攻击距离增加 10%， 魔法和物理攻击力增加 10%， 魔法抗性和物理防御增加 10%。防御姿态：防御力增加3000点，元素和魔法抗性增加 30%， 持续30秒。进攻姿态：物理和魔法攻击力增加1000点，物理和魔法伤害增加 30%， 持续30秒。冲锋姿态：移动速度增加 300%，有 30% 几率对目标造成威吓，持续30秒。每次启动或更改战车姿态，需消耗1万点魔法值和稀有品质魔石1颗。每增加1万点魔法值消耗，姿态效果提升 1%。每增加1颗魔石消耗，姿态效果提升 10%。移动仓库可携带20个背包。移动速度获得牵引坐骑 80% 的移动速度。最大骑乘人数20。第118章，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上古战车。奥拉乌纳彻底呆住，这可是矮人族在上古时期专门打造的战争利器。阿纳亚闻言跟道，在上古时代，斯拉克斯曾拥有数万辆战车，且每辆战车都有4只高阶狮鹰兽牵引，即便是当初最强大的永恒帝国，也不敢轻易发起战争。秦飞召回狮鹰兽，以他的体型和翼展，用来拉车竟然是正好，就连战车匹配的连接装置都貌似是按他体型打造的。上车！等所有人到齐，秦飞在战车前方的装置内放入魔石，再注入5万点魔法值，冲锋！只听嘎吱一声，道暗金色光辉迸发而出，将整辆战车完全包裹。呼哧！狮鹰兽用力一蹬，毫不费力的就将整辆战车拖向天际，速度之快，甚至跟他本身的飞行冲刺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听闻入侵号角的魔族英雄纷纷驾驭狮鹰兽来到森林上方。特罗达尔，你敢跟我赌一局吗？赌什么？哼，自然是看谁先击杀入侵者。泽塔自信无比地拔出腰间战刀，不败传说的称号注定是我的，但入侵试炼的外族可是很多年没见了。好！特罗达尔毫不犹豫地应下，一旦谁先发现了入侵者，就拥有跟他决斗的权利，其余人不得插手。那是自然。泽塔笑道：出发吧，
我一定会赶在你的前面。哈哈，算我一个。还有我，能在拿下不败传说的称号之前杀个外族练练手，实在是再好不过。十几名魔族英雄纷纷应约，但也有声音提醒道：“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现如今赶来的外族，恐怕只有帝国那个新晋的英雄。”哼！泽塔冷嘲一声，面露鄙夷道：“懦弱的瑞奇，若不是戈比恩长老为你求情，凭你一个战败者的身份，连参加试炼的资格都没有。你还有那个给斯拉克斯抹黑的阿纳雅，都是废物。如果我是你，一定会死在战场。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有脸面回来的。”一声声的嘲讽让瑞奇脸色一阵青一阵红，他似乎有点明白当初遭到他们唾弃的阿纳雅是什么感受了。我该说的已经说了，如果遇到他，你们最好即刻呼叫长老。说罢，瑞奇便准备离开，前去试炼。但是远处的一道暗金色长虹正如流星般飞掠天际而来。入侵者！距离最近的泽塔脸上露出兴奋之色。好，他是我的了！暴怒领域！轰！方圆上千米之内的天空瞬间被血色浸染。如此宽广的领域远超普通的魔族英雄，而泽塔手中的战刀凝聚出数米长的血光，尖中绽放的暗金光华更让这柄战刀显得威势超凡。不远处的特罗达尔投去目光，暗暗震惊道：“传说级战刀，怪不得你如此自信，原来是提前拿到了这把上古遗留的血战之刃。”哈哈！泽塔仰天一声狂笑，手中战刀冲着战车就是全力一击，浴血崩天，斩！轰！方圆千米之内的血色凝光霎时间爆炸开来，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冲天起。泽塔手中的战刀当空断劈而下，在爆发的领域中，血战之人凝聚出一道长达数十米的恐怖刀芒。远远望去，这一刀似乎要将整个天空斩裂。来得正好，省得嗑药回蓝了。上古战车中的秦飞右手凌空一甩，轰！数百道飞刃瞬间杀出，急速飞驰间直接贯穿那冲天起的暴怒能量。不等泽塔的崩天斩落地，高速旋转的飞刃便化作数百道璀璨的极光，径直轰在了他的胸口。负56万1000暴击，负24万4008，负27万0020，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冒出，直冲天际。速度之快，爆发之凶，甚至比泽塔的领域还要恐怖。数千万的生命值眨眼间就落见底。砰！泽塔周身忽然迸发出阵阵血光，同时血条也在瞬间恢复了到60%状态。死！泽塔抹了抹嘴角的鲜血，看向秦飞的瞳孔微微颤抖。好恐怖的攻击力！你就是那个收服阿纳雅的人类英雄吧？好！泽塔战意盎然，暴怒大喝：“能斩杀你这样的人族英雄，才配得上我不败泽塔的荣耀！”血怒！泽塔再次爆发，全身战斗属性疯狂提升，同时他的左手也取出了一面暗金色重盾。突袭！泽塔没有后退，反而是驾着狮鹰兽化作一道血光向前猛冲。一眨眼，泽塔就冲到了战车前方，双眸锁定，手中血战之刃跟着斩落。给我死！随着泽塔的一声暴喝，整个暴怒领域为之一震，所有血色能量瞬间凝聚在战刀之上。这一刀凝聚他全部的实力，传奇之下，没有任何人可以挡下来。好，你可以死了。秦飞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下一瞬，数百道飞刃流光以更快的速度返回，泽塔的战刀还在半空，身体就再一次被飞刃贯穿。噗！泽塔仰天喷出一口鲜血，眼里尽是不可置信。怎么会这么快？他刚中招就使用了血怒加持后的突袭，这种爆发后的位移技能，怎有人能追上？不可能这么快的，绝不可能！砰！数百道伤害数字在泽塔身上爆开，转眼间凝聚出一个恐怖的数字：1.2亿。爹，你击败了魔族英雄泽塔，你获得了8201000经验值，经验值还不错。秦飞眼眸扫向远处，1亿经验值的卷轴还差几千万，就你们了吧？咯噔！所有在场的魔族英雄听到这句，不由得汗毛直立，全身一颤。死了！泽塔他连一招都没挡住，不可能的，他可是有高阶血统的啊，哪怕是连续爆发血怒下的生命值，也至少有6000万以上。死！呼！特罗达尔深吸一口凉气，抬手连续释放出3层大地屏障。看来只有我才能终结这个人类了。其余的魔族英雄却是惊呼道：“别决斗了，一起上，必须杀了这个人类！”瑞奇在最远处看的是冷汗直冒，想都没想的掉头向下俯冲。让他们杀吧，等我拿到不败传说的称号，血统进化，再去找你算账。哼！
到时候就算你伤害再高，也不可能挡住我的致命锋芒。另一边，秦飞展开战斗热诚和狂暴，驾着上古战车，借助冲锋模式的加速，再一次推出飞刃。砰！数百道流光如同烟花一般在天空之中绽放。噗噗噗！在场的魔族英雄还在震惊之时，身体就已然被飞刃流光斩伤。不过，这一次的攻击并不集中，并不足以击杀这群魔族中最精锐的英雄。好胆！特罗达尔没想到对方一个人还敢冲进来，简直就是耻辱！一个外族前往不败传说的试炼，竟然还敢明目张胆挑起群战。就算是当年的帝国贤者阿斯亚特，也没有如此猖狂过。一起上，杀了他！特罗达尔手中法杖一竖，轰隆隆，脚下森林便腾起一根根直径数十米的石柱。第119章，伤害破亿，招招瞬秒。砰砰砰！巨大的石柱眨眼间冲到数百米的高度，仿佛是擎天柱一般，瞬间改变了战场环境。几名法系的魔族英雄纷纷借助石柱的遮蔽，向秦飞发起攻击。冰霜领域，天空之中坠落下一阵阵冰雹，不是雪花，一根根冰毛如同暴雨般从天际坠落而下，而秦飞的战车就在这冰毛的暴风眼之中。自然领域，轰隆隆，一根根的巨大的藤萝在地面疯狂生长，转眼间顺着石柱缠绕而上，并在石柱之间构筑起一道道屏障，甚至有数百根藤蔓腾空而起，抓向上古战车。用飞星，战车不能被困。阿斯亚特连忙提醒道。东方白丽正准备出去，身边的秦飞却是笑了。哈，他们是真的会挑战场的。下一秒，秦飞的跃出战车，身形敏捷地踏在横空的藤蔓之上，前行。秦飞的身形瞬间从魔族英雄的锁定中消失。什么？他是刺客？特罗达尔依稀想起瑞奇说过，但向来自傲的他怎么会去记？刺客也没用。大地领域，狂沙风暴！呼呼呼呼！转眼间，漫天的黄沙便将方圆数千米的战场全部笼罩。天际，冰雹暴雨还在急坠。空中，藤蔓在沙砾风暴中疯狂抽击。魔族英雄寻不到秦飞的目标，却不断地向战车攻击。火焰领域，奥拉乌娜一声娇斥，拔出腰间长剑凌空斩击。无数藤蔓被斩断的同时，也被他手中炽热长剑点燃。阿娜雅的金色战矛，瑶儿的多元战功，阿斯亚特也在黑暗侵蚀，都在应付魔族英雄们的联合攻击。穿梭斩！秦飞前行到一半才发现好像不对，立刻使用技能，唰！秦飞一个空间穿梭，直接出现在特罗达尔的身后，而刚刚拉扯在自己身后的数百道飞刃，此刻也尽数轰在了特罗达尔的大地屏障之上。特罗达尔眼前忽然一亮，数百道璀璨流光就莫名其妙地杀到了自己面前。大地强化！特罗达尔的面孔几乎扭曲，不断给屏障注入魔法值，可飞刃流光来得太快，太集中。砰！特罗达尔刚喊出一声，屏障就应声崩碎。-1998000暴击，-2013000暴击，-1021101。刀刀破100万的恐怖伤害，让特罗达尔连惨叫都没发出，瞬间暴毙。穿梭斩！秦飞一刻不留，再次穿梭空间，来到另一边魔族英雄身后，几十米的距离，没有任何一瞬的路径时间，点对点，直接穿梭，速度快到就连飞刃都摸不清秦飞的位置。啪！数百道飞刃在击杀特罗达尔后，直线转向，斩掉另一名魔族英雄。轰隆隆，大地领域消失，窜天耸立的石柱开始崩塌，沙砾风暴也消失殆尽。啊！剩下的10余名魔族英雄全体懵逼，一见面，泽塔就被秒了。要说他太狂，没想到对方的实力那么恐怖，中了埋伏也是可能的。可现如今，这么多领域笼罩而下，所有人一起出手，连那人的位置都没来及锁定，又被对方瞬杀2名成员。特罗达尔的大地屏障瞬破瞬秒，他到底有多少攻击力啊？不对，刚才特罗达尔跟福卡几乎同时阵亡，看飞刃的转折的角度，他绝对是瞬间改变了位置的。飞刃投掷在魔族虽然不常见，但使用者也不算少，他们都是魔族精锐，英雄军团长中的佼佼者，怎会不懂飞刃？但他们不明白的是，凭什么他一个刺客可以瞬间出现在2个地方？那是空间技能啊！格拉图斯家族就算愿意卖，他也没道理学会的吧？而且他用了飞刃，用了技能，也不破前行啊！一群魔族英雄至今还是找不到秦飞的方位，只有飞刃的流光在眼前闪烁。嗖！只见数百道飞刃凌空拐弯杀了过来。快！
防御！一名魔族英雄惊恐地发出提醒，可是下一瞬，他身边的同伴就喷出一口鲜血，在数亿伤害的轰击下，瞬间暴毙。格挡！屏障！剩下的魔族英雄疯狂地使用防御技能，可没用，眼前的飞刃流光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刀刀突破100万的伤害，1秒内爆发数亿的攻击力，如何抵挡？这是他们能够抵挡的吗？传奇来了或许可以，但未成传奇，只有死路一条。爹，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英雄马林恩，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英雄比斯，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英雄一宗，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英雄赫赫契奇。不要不要啊！阿娜亚神色痛苦，听着耳边的提示，她在心里声嘶力竭的呐喊：快跑啊！为什么不跑？瑞奇，你是知道的主人实力的，你为什么不拦着他们？爹，你的队伍击杀了魔族英雄瑞奇。咯噔，阿娜亚的心彻底变成死灰。维姆尼死了，瑞奇也死了，参与试炼的英雄们都死了。另一边，南边的等级跟坐火箭一样的飙到30级、40级，直到42级才停下来。打开排行榜，南边一脸疑惑：为什么你们都是30级啊？东方白丽看了一眼排行榜，结果更疑惑：你不转职的吗？直接突破30级。南边微微摇头，解释道：特殊种族，前面好像不需要转职，我只有100级的觉醒任务。这样啊？东方白丽暗暗思索道：那技能呢？不用练习，要升级的。南冰儿将自己的面板展示出来，解释道：但我只有5个技能，除了飞行技能和2个被动，就只有1个近战单体，1个近战群体技能。技能满级，等级100就能觉醒。阿斯亚特看了一眼，沉吟道：天生魅惑的恶魔种族，按理说不该出现在人间，你的觉醒任务如果不是在地狱，那就只能在8大死狱中最危险的绝对深渊了。东方白丽闻言，当即给了他一个可怜的眼神。活人下地狱好像是有点难度的，仅仅不需要前期转职，代价也是沉重的了一点，尤其是职业技能更是少得可怜。南边儿一点都在意道：没事，前期能飞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我要等级也没用，毕竟是个主播嘛。东方白丽美眸一转：但你现在不能直播吧？怎么办？说话间，秦飞一个闪身登上战场，都愣着干嘛？打扫打扫战场，我们还得去试炼呢。好，南边双翅展开，就冲出去打扫战场去了。不得不说，有翅膀就是方便。东方白丽和瑶儿还要等战车落地，才能拉出韩燕出去捡装备。林诗琪本来也要去，但被秦飞拦了下来。领域是什么技能？第120章。伟大，无需多言。大师以上的等级，见面就是一个领域拍过来。对秦飞来说，虽然没多少影响，但着实是影响前行的效果。对付英雄还好说，若是传奇，对方的领域一旦展开，再配合技能，动辄就要覆盖上千米范围。昨天在皇宫，那个传奇法师随手一个技能的规模就非常的吓人。现在看，那老家伙估计还考虑到了是在皇宫，并没有全力释放。领域是觉醒后才能领悟的一个技能。阿斯亚特解释道：正常职业者都可以领悟元素领域和战斗领域，但一些较为特殊的领域或者是多重元素融合的领域就会比较困难。领域的修炼比技能难上数倍，而特殊领域则会难数10倍。通常情况下，领域是用来改变战场环境，提高自身的战斗力的。比如冰系法师在冰霜领域中爆发的战力，跟在其余地区中完全是2个概念。秦飞想到之前爆的2个装备，冰缓效果下的输出确实要增幅很多，但刚才那个战士，他的领域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啊。暴怒领域，秦飞之前见过一次，2个领域的威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并且这次碰到的领域明显还有融合技能的效果。阿斯亚特点头道：是的，不论是何种领域，在修炼中都可以提升技能威力，但要做到融合领域，就只能是技能在修炼到强力巅峰，突破伟大之后才会拥有的觉醒效果。秦飞一口气杀光魔族英雄，1亿经验的稀有技能卷轴刚好拉满。如果用来提升其余技能，1亿经验能获得不小的提升，但若是砸给飞刃，那恐怕就只能用1次，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满级。对了，你知道强力技能满级总共需要多少经验吗？秦飞想起来了，有百科全书在，根本不用试。1亿的稀有卷轴刚好。阿斯亚特回道：可以。爹，技能升级成功。秦飞看都没看，直接砸了一张强力技能突破卷轴上去。爹，技能突破成功。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领悟伟大技能，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稀有技能卷轴 X10，奖励传说宝箱 X1。
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领悟伟大技能，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稀有技能卷轴 X10，奖励传说宝箱 X1。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领悟伟大技能，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稀有技能卷轴 X10，奖励传说宝箱 X1。众神中的玩家瞬间无语，卧槽，伟大，无需多言。我知道了，熟练度的修炼都是用卷轴砸的，给我卷轴我也行。求购技能卷轴，100万一张。滚！满市场都找不到这种道具，你来求购，而且还100万。出售技能卷轴100万一张，线下交易。来人啊，给这个骗子打死！啧，这一战有的打了。飞天地领悟伟大技能，不会把帝国军团全灭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帝国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派低阶军团过去送死？肯定有传奇强者出战的。传奇？但是传奇级别的技能，不也就是伟大吗？好像有点道理。飞天帝说不定已经能斩杀传奇了呢。啊，我现在还在帝国军团里面，明天就到阿兹特了。你说这个，靠，我现在叛变来得及吗？不慌，相信帝国，先相信，再相信。话说，我现在退了任务，去阿兹特还来得及吗？飞刃投掷1级，领5000万，伟大。向目标投掷手中的武器幻体，造成110%的物理伤害。武器幻体抵达最远距离后返回，可以再次激发，并额外获得90%攻击速度提升和伤害提升。额外发射2枚飞刃，飞刃具备元素攻击效果，未觉醒，无法生效。武器幻体最多可同时存在150个。武器幻体的飞行速度、距离跟自身敏捷有关，消耗30魔法值。冷却无，伟大。秦飞看完技能之后，只能说2个字：伟大。150个飞刃上限，对伤害是增加超过50%，远远比其余技能提升带来的效果更多。但额外多2个飞刃，那是真的爆炸。秦飞之前最大的提升就是盗贼手套5个飞刃，现在多2个飞刃，每次攻击就是8个飞刃出手。虽然极限伤害是一样的，但爆发伤害的速度则完全是2个概念。尤其是全状态开启之后，每秒200多次的攻速已经超越飞刃的叠加上限。这时候，限制每秒伤害爆发的将不是飞刃的最大存在数量，而是每次攻击出手的飞刃数量。秦飞想到这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靠叠加满飞刃再打伤害了，直接爆，当面推，战撸，这才是最高伤害的打法。轰！秦飞双手轻轻一推，上千道飞刃凝聚成一道闪光的冲击波，瞬间扫平眼前狂暴森林。仅仅1秒，秦飞前面1000米的森林尽数被飞刃斩断。爹，你击败了狂暴妖狼，你击败了狂暴巨猿，你击败了狂暴魅影，你击败了试炼守卫。爹，你升级了！一招横推，荡平1000米。死！秦飞自己都被技能爆炸的效果吓到了。狂暴森林中的怪物，死！不败试炼中的守卫，死！连森林都要死！你们先收拾，我走了。秦飞打了个招呼，一个跳斩冲出几百米远，跟着又一个跳斩杀到全新的森林区域。轰！飞刃横推，挡者皆死！轰轰轰！秦飞一路横推，从天空望去，就如同是一把镰刀，在一波一波的收割森林。太夸张了！东方白丽、瑶儿、南边的耳朵都要被连续的经验提示炸掉。林诗琪更是捂着耳朵，震惊地看着秦飞一个把森林荡平。恐怖！这种荡平怪物的速度，是个人看到都要吓傻。奥拉乌娜已经得靠双手撑着战车才能站稳。贤者，你看看他真的还是人类吗？阿斯亚特脸色煞白，嘴唇颤抖道：我曾经以为星之玄法就是整个艾帕西亚大陆威力最恐怖的范围杀伤职业了，没想到刺客配合飞刃竟然能够这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荡平一切。看不懂。阿斯亚特执掌知识协会多年，真没研究过这种技能释放的方式。果然，协会还是没落了呀。连这种攻击方式都不知道，明显是知识匮乏的表现。东方白丽几人悻悻地返回。我觉得现在再开个门，把军团拉过来，才有可能扫到完战场吧。就连最喜欢摸尸体的瑶儿也当场举手，大声喊道：陈复义！就在此时，一道格外响亮的公告响起。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帝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 3转，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神圣遗物宝箱 X1，奖励传说宝石 X1，奖励史诗模式 X1。龙国玩家飞天帝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 3转，奖励金币 X100000，
奖励神圣遗物宝箱 X1，奖励传说宝石 X1，奖励史诗模式 X1。龙国玩家飞天地率先击败首领级 BOSS 3转，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神圣遗物宝箱 X1，奖励传说宝石 X1，奖励史诗模式 X1。第121章，扫荡，直飞60级，3转 BOSS。上官瑶看向一马平川的森林，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BOSS 在哪里啊？长什么样？不知道。林诗琪无奈地摇头，他进游戏这么久，除了就在新手村面对过怪物，剩下的时间只能看着。现在更夸张，连看都看不到 ，BOSS 和怪物就死完了。等等，没经验了。东方白里一行人距离太远，怪物都看不到，哪里来的经验？快上车，不然一会可能连试炼奖励拿不到。阿斯亚特也反应了过来，没错，试炼奖励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这里的东西，等打完了再收拾吧。我想魔族这里也没人敢过来抢战利品吧。东方白丽驾驭上古战车冲锋，阿娜雅看着沿途满地的尸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斯拉克斯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再来了，不要，你们打不过的。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3转，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史诗宝箱 X1，奖励史诗宝石 X1，奖励稀有模式 X1。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3转，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史诗宝箱 X1，奖励史诗宝石 X1，奖励稀有模式 X1。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击败首领级 BOSS 3转，奖励金币 X10000，奖励史诗宝箱 X1，奖励史诗宝石 X1，奖励稀有模式 X1。10条公告几乎要把所有众神玩家的耳朵震麻。卧槽，给不给人好好玩游戏了？要不是众神能反馈，老子真他妈不玩了。不说了，有挂，一天杀一转，过几天他就通关了吧。好，赶紧让飞天地通关，我真不想跟他在一个游戏里玩了。伤心，眼泪止不住的流。靠，我看你是嫉妒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吧。卧槽，这么多奖励，给我一个都能跨越阶级了呀。嫉妒，凭什么奖励就他一个拿？求了，给兄弟个机会拿奖励吧，馋坏了。漂亮国五角大楼，霍尔德看着视频里的 G7 领导，重重道：你们看到了，秦飞的提升速度太快，再这样下去，哪怕帝国军团到场，也不一定能拿下他吧。MI6 局长优雅地端起咖啡，秦飞现实里的坐标已经定位，现在就差一个方案。霍尔德翻眼道：别说废话，他的坐标谁没有啊？就说你们能提供多少人？MI6 局长伸出2个手指，2个团，不是2个。霍尔德还以为自己听力障碍了，你是说2个？MI6 局长镇定自若道：我们 MI6 支培养精英，2名皇家特工，足以拖住一半的龙组成员，剩下就交给你们了。混蛋！霍尔德咒骂一声。根据内部情报，秦飞身边只有3个加强连，那些人是部队精锐，但比不了特工。至于龙组成员，则有部分被外调去了别的城市，任务似乎保护秦飞的父母有关。可是我们根本不需要针对秦飞的父母，那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说，这可能秦飞周围保护力最空虚的一次，这是最好，也可能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霓虹防卫大臣长井士二忽然开口：我们霓虹愿意出动所有的暗部成员，任务代号玉碎，哪怕全员阵亡，也必须彻底杀死秦飞。好，关键时刻还是要看亲儿子。霍尔德直接拍板：那就今晚动手，所有人都别给我拖后腿。紧跟着，韩国部长开口道：从刚才传来的击杀 BOSS 信息看，秦飞明显不在阿兹特，是不是要提前引爆阿兹特的叛乱？ MI6 局长微微皱眉，他的移动速度明显不合理，应该是有非常特别的传送道具，可以随时来回阿兹特，仅靠一些普通玩家在阿兹特引爆的叛乱没有意义。不，有意义。韩国部长肯定道：在今晚之前行动前，我们必须要将秦飞一直拖在众神里面，否则难保他不会得到消息离开。霍尔德差点都忘了，没错，是要用阿兹特的叛乱行动拖住秦飞的脚步，让他无法下线。好，同意。所有国家全部通过。通讯挂断。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担心道：将军，这么多国家的特工一起出动，很难有合作可言，万一出点意外，恐怕没有100%的胜算，为什么不直接用我们的那个方案呢？哼！霍尔德冷哼一声，就算要开战，也不能让我们先开战吧？让霓虹的那群白痴先顶过去，到时候一旦出现意外，立刻执行3x几方案。到时候龙国要算账，也只能去找霓虹。另一边，无数的众神玩家默默地看着排行榜发呆。众神等级排行榜：第一，飞天地，龙国60级，无罪之影和狂暴战士；第二，南边龙国
52级，恶魔。第3，秦诗诗，龙国51级，黑暗召唤师。第4，百里，龙国51级，心之玄法。第5，摇到姐姐怀里，龙国51级，多元射手。第6，卡尔，埃文斯，漂亮国22级，毁灭法师。第7，凯撒，德意志20级，自然召唤师。第8，李泰勋，漂亮国18级，盗贼。第9，伊芙琳，贝雅，冰熊18级，自然战士。第10，斋藤龙2，霓虹17级，魔剑士。断档了，追不上，根本追不上。1分钟杀10几只 BOSS， 完了还能狂飙几10级。我尼玛，难道他是把整个游戏大陆给炸平了吗？变态！他一个人冲就冲了，可他带妹冲级还是能瞬间狂飙到60级。飞天帝，我愿称之为游戏带妹第一人。谁有飞天帝的好友，麻烦跟他说一声，我不想努力了。姐妹们，我现在转魅魔，还有机会吗？凭什么南边一次直播就把飞天帝勾走了啊？人家哪里比南边差了啊？不行，姐妹们，我们也要去阿兹特，我们也要加入飞天帝后宫团。狂暴森林，东方白丽一路开车都差点跟没跟住秦飞的步伐。现在秦飞终于停了下来，试炼结束了。东方白丽看了看前方，并没有找到神像的位置。阿娜雅打开地图，皱眉道：还没有，我们距离狂暴森林的中心位置还有一段距离，那里是生命泉水的所在，也是试炼核心跟神像所在的位置。啊！林诗琪看了看等级，没打完试炼，我们就已经50多级了吗？死！东方白丽不由得深吸一口，挑眉道：整个狂暴森林所有的怪物杀完，难道能有100级？等我一下，卡经验了，我去转个职。秦飞说着，随手招出赦罪神殿。上官瑶一听到神殿，2只明亮的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哥哥，我也要去。卧槽！别闹！秦飞一只手指将瑶儿凑上来的小脑袋推回去。1分钟，马上就好。啊！东方白丽呆住。1分钟？你说的是3转吗？不会吧？不会是真的吧？60级的3转，这么快的吗？第122章3转绝影赦罪神殿。大厅内现在堆放的都是各种装备、药剂、材料和杂物，晚点叫白丽他们进来收拾吧。秦飞自己是懒得整理的，一个闪身就冲到了金属大门跟前。关闭了。秦飞记得上次走的没关门啊。嘎吱，推开大门，阴暗的通道中10几道黑影开启了前行，将身形隐匿。死！已经通关的试炼又重置了。秦飞看到刺客的瞬间就明白了过来，赦罪神殿是会刷新的，时间大概是1天左右，也就是说神殿每天只允许一个无罪之影转职。轰！秦飞双手横推，上千道飞刃随手甩出，紧跟着一个跳斩杀到通道尽头。嗖嗖嗖！身后的飞刃在通道内斩出无数火花，所有刺客连攻击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被飞刃斩碎。爹，你击败了影之刺客2转，你获得了6000点经验值，你所有的无罪之影技能全部获得1000点熟练度提升，还有数量度。秦飞笑了，用3颗史诗级魔石换熟练度是不划算的，但要是免费，那就很舒服了。杀！秦飞凭着突破阴障的速度在通道内狂飙，所有陷阱、机关都跟摆设一样，刚触发，秦飞人就已经跑没影了。爹，你通关了赦罪神殿第1层，你获得了稀有转职道具无罪之影。啊！每天都能刷新转职道具，这样刷下去，自己说不定能组个无影刺客团，几百个无影刺客一起出手，就算是神仙也要给他的老腰戳断吧。秦飞将东西收好，打开第2层的金属大门，眼前并非是阴暗的通道，而是一个有着微弱光芒的大殿。前方、左右各有10名手持寒刃匕首的刺客列阵以待。大厅的尽头，一扇有着湛蓝色魔法光芒的大门紧紧关闭。爹，你必须在10分钟内击败所有影之刺客3转。战斗吧！一个优秀的无罪绝影绝不会畏惧这点小小的挑战。机械的提示话音还没说完，上千道飞刃已然铺满了整个大厅。-880000，-820000，免伤，-1570000暴击，闪避，-1620000暴击。一瞬间，9成的刺客暴毙，若不是免伤的几率，他们连1瞬都撑不住。即便有免伤，剩下的刺客也只是多活了1瞬而已。爹，你击败了影之刺客3转，你获得了6万点经验值，
你所有的无罪之影技能全部获得10000点熟练度提升。D， 你的技能升级了。D， 一个优秀的试炼者，你的出色发挥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机械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前方的魔法大门随之打开。去吧，前方的挑战只会越来越艰难。而秦飞已经冲进了大门之内，漆黑的通道，身后的飞刃如同流光一般追随着秦飞一起杀入。砰砰砰，一个个机关在秦飞身后启动，不论是反应速度还是陷阱数量都比之前多出1倍。秦飞选择无视，直接开启扫荡模式。冲！第2层，一共4个机关，秦飞来回不到1分钟就全部开启。嘎吱，最后一道大门打开，凡无罪者需3转满级，完成觉醒后方可入内。房间内几乎上层一样，唯一的区别，这次的房间内多出了一个宝箱。跟系统奖励的不同，这个箱子明显要大很多。身为盗贼，至今好像没开过这种箱子。秦飞先去雕像处转职，恭喜你正式成为无罪绝影。D， 你完成3次转职，你获得了强力技能绝影破案，你获得了强力技能绝影破魔，你获得了强力技能绝影破形。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快速通关3次转职试炼，疯狂难度，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0，奖励技能破戒石 X10。龙国玩家飞天地快速通关3次转职试炼，疯狂难度，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0，奖励技能破戒石 X10。龙国玩家飞天地快速通关3次转职试炼，疯狂难度，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奖励强力技能突破卷轴 X10，奖励技能破戒石 X10。所有的玩家看到公告都只有一个感觉，到底是有几个飞天地啊？不是他真有分身啊？怎么刚刚还在杀 BOSS， 这边就能转职？而且通关试炼的转职啊？我知道了，其实飞天地是双胞胎啊，不对，多胞胎，可以多线程运行，要么就是分身挂，同时刷无数个分身的那种，无敌。漂亮国五角大楼，所有人看着大屏幕的公告彻底麻木。将军，您看我们的计划还要修改吗？技能破戒石10颗。他不会带一些特别变态的技能出来吧？砰！霍尔德一拳直接将屏幕锤成花瓶。混蛋！立刻启动阿兹特叛乱方案，绝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另外，今晚的行动提前，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人员到位，立刻执行。龙国基地东方站的办公室，一群身穿白大褂的老研究员直接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战帅，秦飞那边又刷到技能破戒石了，你看是不是先给我们批几颗？就是啊，技能破戒石少就算了，这么多总要来一颗研究研究吧。要传送技能，一定要传送技能，这可是大杀器啊！只要我们掌握了传送技能，那 S3 赛季一旦开战，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吧？一群研究人员兴奋地讨论着，可是东方站的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那个要是不行，先搞个空间技能的研究研究也是可以的吗？最不济给个召唤技能也能凑合，先一步研究怪物 DNA 价值那是相当非常可观的。东方站铁青着脸，终于开口：各位醒一醒好不好？技能破戒石那么重要的东西，你们开口就是几颗，我自己都没见过那玩意长什么样呢。研究人员连忙道：1颗，那就1颗，就这么说定了呀，战帅。东方战心道：你们这是来打劫的吗？飞天地的东西，我要是能决定，我他妈全都批给你们。所以能不能先冷静一下，我马上帮你们去问好不好？马上。呼啦，所有人研究人员就地坐倒。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你消息了呀。东方站顿时感觉头皮有点发麻，完蛋，这群老家伙竟然比穆千城还要难缠。第123章阿兹特叛乱。赦罪神殿第2层，岂不就是强力技能吗？舒服。秦飞点开面板，一转技能基本都刷到了12级，2转技能8级，若是每天刷一次，无罪技能估计都不需要技能卷轴，全都能满级。绝影破案1级0500000，强力被动，生于至暗之中的你无法被致盲，生于至暗之中的你即便在绝对黑暗中也将保持 10% 的可见范围，生于至暗之中的你攻击时有 10% 几率致盲敌人，致盲5秒内命中和闪避值降低 30%， 生于至暗之中的你对致盲目标的伤害提升 30%， 生于至暗之中的你可侦破任何低于自身前行技能等阶隐匿技能。
绝影破魔1级0500000，强力被动。身为绝影的你，魔法抗性提升 20%。身为绝影的你，元素抗性提升 20%。身为绝影的你，魔法抗性上限提升 5%， 目前最高 80%。身为绝影的你，元素抗性上限提升 5%， 目前最高 80%。身为绝影的你，有 5% 几率自动格挡法术。身为绝影的你，对法师的暴击率提升 10%。绝影破形1级0500000，强力被动。绝影者，快人一步。你的基础移动速度提高 10%， 面对你的敌人，基础移动速度降低 10%。你的基础攻击速度提高 10%， 面对你的敌人，基础攻击速度降低 10%。你的基础释放速度提高 10%， 面对你的敌人，基础释放速度降低 10%。终于有破除前行的技能了，终于不用抹黑破图了。秦飞的眼眸亮起，法术抗性完美。身为一个刺客，如果连法师都干不掉，那才是悲剧。免伤加法术格挡，就算正面被传奇法师轰一下，也不是必死吧。一直以来的抗性不足，都让秦飞有些忌惮法师，尤其大规模的法师团，或者是拥有大规模杀伤能力的传奇法师。现在元素和魔法双坑 60%， 虽然不满，但绝对算是能扛了。最后的破行，对于基础移动速度提升是哪里？秦飞打开面板，移动速度638米每秒，8190%。多少？638。秦飞刚刚才看的面板，没有拿到破行之前，速度大概在580米每秒左右，10%增幅，直接提供给了基础移速，也就等于提供最终移速。秦飞好像算明白了，靠，基础增幅这么夸张，那别人的速度降低不是要死？战斗中能够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技能就已经很稀有了，关键是这个技能还能大幅度降低敌人的属性。对于 PVP 来说，突然一下自己的所有速度全部降低，那导致的错判和失误会有多严重？变态！三转技能强力起步，果然不是盖的。秦飞没有多研究，毕竟白丽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呢。反手将宝箱打开，哗啦啦，一大堆金币出现在箱子内。爹，你获得了的金币 X180020，啧，单金币都有18万，舒服。秦飞再看其余东西，2件史诗级的刺客装备，先放着。3转60级可以用魔族的热血套装了。等下若是拿到魔族天赋，若是能用热血沸腾，那刺客装的加成就太低了。绝影宝石，品级史诗，敏捷属性提升 30%， 攻击速度提升 30%， 移动速度提升 30%， 位移技能的冷却减少 30%， 位移技能的可额外使用1次，无视冷却限制。好东西，极品！秦飞现在刚好能多用1颗宝石，直接装备，多1次位移，太舒服了。如果再能增加 30% 的属性，那真的无敌。连续冲刺高等，以3倍移动速度向前冲刺10米，最多5次，消耗100点魔法值，冷却10秒。位移技能，秦飞直接丢进盗贼的急闪，3个位移技能，3次使用，冷却全部缩减 80%， 位移距离还获得了延长。秦飞一个冲刺就是20米，一段段残影在神殿通道内闪烁，连冲5次100米，连续使用3次，瞬间位移300米，爽！3倍的移动速度是什么概念？每秒1500米以上。秦飞若不是有几万点的敏捷，在神殿里面起码要撞几10次墙。关键是冲刺技能使用的时候爆发快，无视音障的影响，一个呼吸，秦飞就返回了狂暴森林。飞！东方白丽紧张道，高城发来消息，阿兹特的玩家叛乱了。现在秦飞想了一下，不解道，他们现在叛乱有什么意义？起码要等帝国军团到的时候才会有些效果吧。东方白丽也不太清楚，但情况看起来很严重，参与叛乱的玩家数量非常多，除了外国玩家，龙国也有部人参与。他们一开始是要求进入军团，再就是降低兑换装备的声望要求，但很快就演变成了攻击和打砸店铺，如今已经开始对军团士兵和工会成员无差别的攻击。呵，真把我这里当零元购的菜市场啊！秦飞轻笑一声。东方白丽继续道，军团士兵的等级大部分都在30级左右，玩家主力等级在10到15级，单挑没机会赢，但架不住玩家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粗略估计，阿兹特城内至少有10万以上的玩家参与了叛乱行动，而我们调过来的人手只有5000左右。如果继续恶化，被他们占据了议事大厅和军团长住所，
那阿兹特就会被系统判定失守。最后这句倒是让秦飞感觉到了点威胁，但不多，只有一点：发布军团任务，所有想加入军团的玩家都可以直接进，无任何要求。东方白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回去吗？而且不经过调查和筛选的玩家就这么加入军团，将来他们现在闹事，无非是想拖延我们升级的速度吧？秦飞轻嗤一声道：“他们总不会觉得我杀不掉这点玩家吧？”死！东方白丽深吸一口气，思索道：“好像是这个道理。那不就得了？秦飞现在不可能回去的。如果这点小事都要回去，那将来阿兹特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让玩家自己打，都是一样的等级，就看哪边数量多而已。有军团系统统计击杀和声望，比我们自己方便太多。用一点奖励就能确认哪些人能用，哪些人不能用，岂不是比你挨个调查来的方便？再说了，军团也不是工会，他们只要没职位就接触不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任何权限。好，东方白丽立刻修改军团权限。与此同时，阿兹特大量的玩家汇聚在城头上看热闹。嘿嘿，阿兹特开门第一天就闹事，好家伙，这群人是真把飞天地放眼里啊！卧槽，他们竟然抢到了装备！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冲下去还来得及。不去不去，死一次掉级，万一混不到东西，岂不是血亏？这又不是军团战，没声望的。啊，不对，我好像连军团都没混进去。没错，老子1个小时几百块上下，跟这群人闹个屁！忽然，人群中爆出一声惊呼：阿兹特军团条件放开了，随便进！而且现在就算军团战，杀一个玩家500点声望啊！所有观望的玩家都呆住了。500点，用军团装的声望兑换，1点声望起码100块，500点就是5万块。瞬间，所有玩家的眼都红了。杀！外国雇佣兵上战场杀人，按月也就几万块，现在杀一个就5万。兄弟们，都别跟我抢啊！这里的人头我全包了，冲啊！为了阿兹特，飞天地万岁！哈哈哈，这5万块我来了。第124章，大型军团横空出世。阿兹特城内，外国势力的玩家至少10万，这是各国动用了大量资源特别调集过来的。但是阿兹特在帝国范围内，龙国玩家的数量更多，原本几乎一边倒的叛乱玩家势力瞬间逆转。阿兹特军团人数抵达1万上限。东方白丽看了一眼提示，立刻惊喜道：“军团可以晋升了，但是我声望不够，要10万点，太夸张了！这不是用来兑换装备的军团声望，而是个人声望。我来。”秦飞将自己设置为军团长，点击晋升。阿兹特军团成功晋升中型军团，军团人数上限提升至10万。你可以设置5位军团统领，军团统领最低30级。亚伦本来就是。秦飞随手将林诗琪、南边、瑶儿都给拉进来，加上白丽，刚好5位。结果下一秒，你的军团人数抵达10万上限，是否晋升为大型军团？卧槽，玩家这么疯狂吗？晋升要求100万声望，5位统领，满配。秦飞看了一眼要求，没有任何问题。晋升。阿兹特军团成功晋升为大型军团，军团人数上限提升至100万。你可以设置10位军团长，你可以开启军团勋章效果。系统公告：龙国玩家飞天地率领的阿兹特军团成功晋升为大型军团，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开启军团勋章效果。龙国玩家飞天地率领的阿兹特军团成功晋升为大型军团，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开启军团勋章效果。龙国玩家飞天地率领的阿兹特军团成功晋升为大型军团，奖励声望 X100000，奖励金币 X100000。开启军团勋章效果，这都行？东方白丽彻底呆住。秦飞查阅了一遍后叹道：“不能再升级了，大型军团再晋升史诗军团至少要1000万声望，满配10个军团长，至少要有90级的3转实力才能当。够了够了！”东方白丽吓得连连摇头道：“100万的军团人数现在完全够用。”秦飞却是在研究军团徽章，10万金币，10颗稀有魔石，开一个勋章效果。单单这些东西都价值好几亿啊！开！秦飞刚刚拿的10万金币奖励不差这点，目前差的是军团的实力，应付帝国军团。秦飞一个并不担心，接下来的工程他一个人也可以搞定，但自己终究只有一个人，打下一个城简单，难的是谁来守城。秦飞可不想跟当年的项羽一样，刚打下的城池
这边一只脚刚走，那边就被废物手下玩丢了。D， 军团徽章开启，所有成员自动获得1枚军团徽章，一阶。秦飞也拿到了1枚军团徽章，阿兹特。军团徽章，阿兹特，一阶。力量加10，敏捷加10，体质加10，智慧加10，物理和魔法攻击力加100，生命值加1000，防御加100，闪避加100，命中加100。额外装备，秦飞装备全满，但勋章属性依旧吃得到，美滋滋。就这属性，值，绝对值10万金币。阿兹特，数十万玩家在拥挤的城内全部混在一起乱战。劣等人，你们是飞天地的狗吗？来自霓虹的玩家开口嗤笑道：“他一个人把你们的资源都吃完了，你们为了点声望就给他卖命，值得吗？”漂亮国的玩家附和道：“别打了，一起杀进议事大厅，打下阿兹特，到时候这座城就是你们的。”没错，韩国玩家开口道：“我们根本不需要阿兹特，飞天地太可恶了，他一个人在外面疯狂刷奖励，各种带妹，完全不管我们的正常玩家的感受。你们能接受一个开挂者如此肆意妄为吗？觉醒吧！飞天地只是龙国的一个阴谋，就是用来剥削你们普通人的，就是要飞天地来强迫你们接受最低的收益，近乎免费给他打工。”噗！龙国玩家一听这话就忍不住笑喷了。我听过强迫打工的，但没听过强迫打游戏的。免费？你一个人投掷5万？你跟我说嘛，免费？你现在 V 10万过来，老子立刻下线，放你一条生路。5万！漂亮国、霓虹、韩国玩家纷纷投来不可置信的眼神。不可能，飞天地哪来那么多钱？你们是笨蛋吧？这种话也能信？我们这里起码有10几万玩家，一个人5万，那就是几十亿、上百亿。啊？他有这些钱吗？霓虹玩家狂笑道：“你们龙国人的智商果然要比我们大和民族低一等啊！”噗！龙国玩家集体笑喷。小日子过得太舒服，算术都会了吗？飞天地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今天就起码刷了几十万金币奖励，按市价对个10亿，没毛病吧？不都算他军团仓库的东西，就说他今天刷的史诗宝箱、传说宝箱、圣遗物宝箱，哪一个箱子掏出来不得卖上亿？噗！哈哈哈！飞天地听到了这话，估计要感动的哭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担心他破产。沉默。霓虹玩家集体沉默，一个个脸比猴屁股还要红。杀光这群龙国的劣等人！下一秒，所有隶属阿兹特军团的玩家胸口多出1枚徽章。砰砰砰！刚刚发起冲锋的霓虹玩家瞬间暴毙10几人。那你明明刚才还打得难解难分，怎么对面一下子凶闷这么多？不可能！霓虹玩家甩了甩脑袋，继续进攻。噗！一刀砍在阿兹特军团玩家的身上。-27。那你，我可是使用了斩击技能的，怎么才几10点伤害？这种情况，别说霓虹玩家绷不住，阿兹特军团的玩家自己都愣住了。军团徽章？什么来的装备？全属性10点。卧槽，疯了！看到勋章的全都疯了。啊，还有攻击防御各100点，这竟然比军团首饰还要极品！滚！这是极品吗？这他妈是神器！老子一个法师1000多点生命值，滚开滚开！老子要去跟这群矮冬瓜肉搏！妈妈，我终于用上有极品装备了！爆炸！阿兹特军团的整体瞬间提升1倍。碾压！一个徽章就将当前所有的玩家装备尽数碾压。属性在单挑中的碾压就已经足够爆杀，在军团战中，那战损比打出来简直就是恐怖。阿兹特军团死1个，叛乱军玩家就死10几个，霓虹玩家成片成片的倒地，却根本还不了手，甚至所有人堵在城里，跑都跑不掉。8个牙路，为了霓虹，玉碎吧，诸君！阿兹特军团的玩家直接开启狂欢，捡豆子捡豆子！靠，别抢，那是我的豆子！